好你个瞎人！其实二哥之前针对于你，并非因你收缴了花船的商税，实则是出于嫉妒你年纪轻轻，父皇却委你重任，还时常夸赞你。直至今日，我才明白父皇为何偏爱你。纵观历朝，雄才大略如秦皇汉武，亦不过是开疆拓土，御敌于长城之外；英明神武如唐宗李世民，所思所为也不过是令各族蛮夷臣服。万国来朝，唯独只有你一人，不仅献出了堪称神物的世界地图，更是唯一一位放眼世界的人。说句大逆不道的话，若换作我是父皇，也绝不容任何人加害于你。虾仁，若非你今日这番言语，三哥今后只怕也只是只虎我重兵的看门狗罢了。之前三哥常常想着人生短暂，不如纵情享乐，直至今日才拨云见雾，得见泰山啊。不得不说，有时候在下亦会庆幸自己身处在这个充满无限可能的时代。大明之强盛，兵锋之锐利，天下本就无出其右。若是君臣一心，军民连心，藩王齐心，夺霸世界，又有何难？这世界本就该唯我华夏独有，那些杂货蛮夷不过是窃取了我华夏土地的毛贼罢了。虾仁说的不错，今后咱们攻占异国藩邦，也不过是夺回本就该属于咱们的土地罢了。我朱爽发誓，此生定与那些藩邦蛮夷势不两立，不死不休。老东西，本王子叫你想办法，你除了唉声叹气，就是望着本王子摇头晃脑，就不能说点有用的？大明皇帝已经说过了，待老臣先行一步回国，将此事禀明大王。只有我高丽与安南国交涉之后，妥善解决了此事，殿下方能离开大明，返回高丽。遥想殿下报答安南国使臣之时，何等的意气风发！现在些许烦恼，于殿下来说不过是区区之事罢了。你少在本王子面前阴阳怪气！此行朝贡大明，本王子不过是副使，你可是主使。本王子是失手打死了那安南大马侯，那又怎么样？副使犯错，你身为主使，莫非还想独善其身？咱俩可是拴在一根绳上的蚂蚱，我不好过，你也别想落得什么好下场。殿下当真以为老臣在各国面前丢尽了老脸，还有脸面苟活于人世？老臣今日不妨明明白白告诉你，你这辈子是别指望回高丽了。哪怕大王再宠幸你，但你如今已是身体残缺之人。试问若满朝文武得知大王的小儿子竟成了太监，叫大王的脸面往哪搁？更别提你一个太监王子还失手杀了安南使臣。若你是个完整之人，大王或许还会保你一保，但现在你已成为王室耻辱，大王有的是儿子，少你一个不会有丝毫影响，你就安心待在大明等死吧。来人，速速请神僧前来商议大事，快去！禀王子殿下，那和尚人已不见踪影，估计事件局势不妙，先行跑路了。混账！虾仁这个狗东西，若不是你那一脚，本王子又何至于沦落到如此地步？本王子此生若不将你扒皮抽筋，誓不为人。行了行了，别鬼哭狼嚎了，将姓虾的扒皮抽筋之前，也得看能不能保住自己的这条命，这就是你的命，认了吧。早知今日，当初你又何必在大王面前死缠烂打，定要前往大明朝贡呢？现在好了，你得偿所愿了，可来的容易，想回去只怕是难了。老臣这就返回高丽，你好自为之吧。神僧抛弃了我，连这老东西也要返回高丽，不行啊！派人去给我把神僧找回来，快去！老和尚穿成这副鬼祟模样，若是被巡城军士发现，怕是要旧伤未愈，又添新伤了。若是就凭区区巡城军士，便能轻易抓住小僧，那小僧又何谈宏愿？大人不知星夜唤小僧前来所为何事？未免你独自一人在高丽势单力孤，本府已为你寻得庇助。若是遇到什么不长眼的障碍，威逼利诱也好，暗中除去也罢，皆可交由他们来做。论及刺探消息、栽赃陷害、暗中刺杀等事宜，他们相当专业。如今他们已先行赶往高丽，暗中潜伏。老和尚，你将这接头地点和暗语以及传递消息的渠道，通通记在心里便可。锦衣卫、蒋环，倒还是头一回听说。锦衣卫是由亲军都尉府改制而成，其精悍及专业性无需多言。目前知你此行目的之人，除本府外，也就当今圣上、锦衣卫指挥使毛香以及案前高丽的蒋环。老和尚，为了你的宏愿，本府可是被圣上臭骂了一顿，说本府竟想凭借区区一和尚搅乱高丽，实在是太过于异想天开。直到本府说出了一句话，圣上他才勉强相信，也是在下的强烈要求，圣上才派遣出最精干的锦衣卫，暗中听令于你。不知您对圣上说了哪句话，以至于让圣上改变了主意？百年大才诸葛亮，千年妖僧姚广孝。百年大才诸葛亮，千年妖僧姚广孝，圣上他相信了。
一开始圣上自然是嗤之以鼻，不过本府以满天神佛替你做保后，圣上精神一振，立马就答应了下来。敢问大人，不知你用满天神佛替小僧做的什么保？大师身怀宏愿，若不叫满天神佛知之，若不叫圣上闻之，岂不是明珠蒙尘？本府当时对圣上说：“老和尚，你曾对满天神佛许下承诺，若此生不能实现，心中宏愿，愿堕入孽境地狱，受尽折磨。”呵呵，那高丽王在时常与小僧商讨所谓的大事，如今已是片刻离不得小僧。若是没什么事，小僧这就告辞了。别急，先让奈高丽草包集会儿，本府还有事情叮嘱你。大人请说。今日内高丽草包竟徒手打死安南大马豪，想必此刻正处于绝望无助之中，这无疑是个天赐良机。具体该怎么做，想必老和尚你也清楚，本府就不多做赘述。有2点，希望老和尚你能尽快达成。其一，必须尽快助那高丽草包登上王位，并助其掌管全国兵马。其二，待开春后，残垣极有可能举兵南下，到那时残垣后方定然空虚，你须得设法让那高丽草包举全国之兵力出兵草原，在他后庭狠狠地捅上一刀。如此一来，不说一举灭了这死而不僵的残垣，也必定让他元气大伤。老和尚，本府知道你压力大，但有想法且去做，万一实现了呢？呵呵，不瞒大人，压力越大，事越难为，才更令小僧为之兴奋。若能为古人所未为之事，若能不负心中抱负，小僧哪怕圆寂在高丽又有何妨？今日一别，此生或难有相见之日。小僧谨祝大人此生安好。陈大哥，我等潜入京城已有8天，若再耽搁下去，未没有暴露的风险，不如今晚行动，得手之后速速离去，方为上策。大家对张老三的提议有何看法？陈大哥，据我等日夜跟踪或盯梢查探，那小子极为谨慎，凡出门必有7、8位衙役随行，一旦动手势必会惊动旁人，因此卑职赞成张三哥的提议。今晚子时咱们翻墙而入，得手后先行隐匿，待城门开启即刻出城遁入深山，抄小路急行至大渡口，最多也不过5、6个时辰。而大渡口有咱们的船只接应，想必等那朱重八反应过来，咱们只怕早已沿江入海了。不瞒诸位兄弟，为兄早就做了2手准备。咱们尚未入京之时，就以飞鸽传书令负责在京城打探消息的兄弟打通了直通虾府后院的密道，也就是说，咱们随时可以行动。但有一点我百思不得其解，那倭寇首领为何不惜代价也要将那虾人绑了去，并且还再三叮嘱一定要将此人活着交到他们手里？那些矮矬子到底有何目的？陈大哥，如今这京城内外早已传遍，就因为那小子极力主张征伐倭国本土，并驻朝廷旦夕之间便聚集了上千万两的军费。若不是那小子以大明朝廷如今的国力，北征大元都力有不逮，更别提远征倭国。倭国子民如今得知了大明即将征伐倭国的消息，又岂能不对虾人这个始作俑者恨之入骨？若非那些倭寇身材矮，又对大明言语不甚精通，只怕早就亲自潜入京城，把那小子千刀万剐了。又岂会给咱们这般大的好处，将这差事交由咱们来做？陈大哥，有些话俺赵三通已经憋了几天了，今日不吐不快。咱们虽不是大明子民，却也是炎黄子孙，岂能为了些许钱粮，沦为倭寇的走狗？那些倭寇时常屠杀我炎黄子孙，如今那虾人助大明朝廷一举剿灭倭寇老巢，实乃大快人心之举。若我等为了区区钱粮，就将此人绑缚交与倭寇处置，实在是有违民族大义。三通老弟，莫非你忘了咱们背负的深仇大恨？难道你忘了岛上那些嗷嗷待哺的亲族家小？难道你忘了这些年咱们过的都是什么日子？咱们的确是炎黄子孙不假，可如今咱们在这片祖地上可还有立足之地。咱们这群人也曾追随成王驱除鞑虏，历经的生死拼杀数不胜数，凭什么咱们就要如见不得人的老鼠一般亡命荒岛？凭什么那朱重八和他的怀妻弟兄就可以荣华富贵享之不尽？行了，别争了。自古以来，皆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我等追随成王殿下，败于朱重八之手，如今沦为贼寇，也没什么好说的。但现今的天下已是他朱家的天下，我等虽是炎黄子孙，却并非他朱重八之下子民。大明如何也轮不着咱们这些人来操心，照顾好岛上的父老乡亲、亲族家小，才是我等该操心的事。如今箭在弦上，也顾不得倭寇到底有何阴谋，今晚必须行动。诸位兄弟随身带上吹剑及迷香，别惊动了旁人，务必干净利落。我说咱们是不是走错房间了？这货就是传闻中令小小文吃色变，让倭寇恨之入骨的虾人。没错，就是他。与画像上气质虽大为不同，但肯定是他。此地不宜久留，你替他穿上外衣，斩查时间必须撤离。我操，这小子大冷天的居然裸睡！爹不瞒你们，
虾仁所言的藩王戍边之策，今后必有手足相残的隐患。当初爹问及刘伯温的建议之时，他所言与虾仁几乎完全一样。但当咱问及伯温该如何安置你们，他解说了8个字：安守本分，安享富贵。其言咱大明只需太子雄才伟略即可。可就算让你们做一个安享富贵的亲王又如何？咱大明江山当真就能稳如泰山？我看未必。如今看来，还是那小子看得更远更透彻。只有将你们分封于国门之外，守护我大明江山才更为妥当。禀皇上，不好了，夏永后被人劫走不知所踪。混账东西！咱千叮万嘱让你保障虾仁的安全，现在却跑来告诉咱，人在你眼皮子底下失踪了，到底怎么回事？禀圣上，卑职刚刚接到紧急奏报，眼下府官家在半个时辰前发现夏永后不知所踪，卑职急忙去查看，在夏府后院发现一条密道，想必贼人定是从密道进入夏府掳走夏永后。父皇息怒，现在的当务之急乃是尽快寻回虾仁，儿臣建议应即刻关闭四门，再行搜查。儿臣不才，愿率3000军士在城内搜查，只要那伙贼人还未出城，定将其一网打尽，将虾仁寻回。父皇，儿臣请命，率500军士即刻出城搜寻，定要寻回那虾二愣子不可。若发现贼人踪迹，万不可鲁莽行事，一定要保虾仁安全。儿臣领命。父皇，若贼人已然出城，或许会弃大路而行小道，大路由二哥率人追击，小道不如就交由儿臣追寻，望父皇准许。你们兄弟能一条心，爹很欣慰，沿途多加小心，快去吧。儿臣定不辜负父皇期望。还他娘的跪着干啥？能将虾仁给咱跪回来不成？禀圣上，卑职请至水路同时设卡，并严查水路过往大小船只，谨防疏漏。锦衣卫上下任你调遣，沿途官吏也任你差事。若是虾仁命丧歹人之手，你就自个儿看着办吧。臣遵旨。天杀的狗贼，卤谁不好，偏偏要卤圣上的心头肉。你先忍耐，若不将你们千刀万剐，我毛翔誓不为人。父皇无需太过忧虑，虾仁精警过人，定能化险为夷。倘若真他娘的精警过人，能让人从床上掳了去，即刻宣布马里奇入宫。遵旨。父皇，妹婿他腿伤未愈，您这是？咱听老二说那狗东西之前派人查找虾仁家的祖坟，嚷嚷着要泼粪以灭虾仁气运，咱得问问他，虾仁家的祖坟是不是当真被他找着了？这小子中了迷香，怕是还得2、3个时辰才能醒，想必追兵片刻将至，即刻进山。陈大哥，我不行了，得换个人来呗。还是将这小子弄醒，让他自己走吧。这还有几十里山路，总不能让咱们一路背着吧？登船扬帆之前绝不可大意，砍些枝干，剥些树皮，抬着他走。禀燕王殿下，咱们追踪的方向没错，此处树干边缘皆有刀痕，从痕迹上判断，那伙人应该刚离开不久。依照地面上脚印所指的方向，你可知贼寇大致会赶往何处？若他们所行的是陆路，依脚印所行方向，再有30余里便可抵达江浦县，穿过六合县，便不再属应天城管辖范围。若他们走水路，60里外可抵潮沟，而那里有一处大渡口，因地处偏僻，少有船只停靠。然潮沟虽水险沟窄，却东接清溪，南抵秦淮，西通运堵，北连长江。若不能在他们登船之前截住他们，一旦扬帆起航，想寻觅他们的踪迹，只怕难上加难了。思维如此敏锐，你叫什么名字？卑职樊中，现居5军都督府9品修武校尉之职。好，本王记住你了。本王推断那贼寇定是赶往潮沟大渡口，也必然有船只接应，希望来得及。出发，定要在贼寇登船之前截住他们。怎么这么冷？被子掉了。陈大哥，这小子醒了。你们是什么人？这是哪里？旁的先不说，先把衣服给在下穿上。不知诸位好汉将在下掳来意欲何为？弟兄们已经抬了你一路，既然你已醒，那就自己走吧。至于我们的目的，待你到了地方后自然知晓。老三，你盯着他，若他敢有丝毫不轨，就切下他那驴玩意。行，你们人多，刀把子多，你们说了算，在下跟你们走。原本以为传言中的修罗之斧是个宁死不屈的硬骨头，不成想却是个软脚虾。早知道刚进山那会儿就该一泡尿滋醒你，害得也白白背了你那么久。别说诸位人数众多，仅凭3哥一人，一看就是身手不凡之辈，在下又岂敢有丝毫杂念？不是跟你吹，凭爷的身手，就是几10个壮汉联手围攻，也休想那也分毫。你可赶紧收这一身莽夫力气了吧？之前舞刀弄枪的，都吓走多少个黄花大闺女了，还不长点记性？那是他们有眼不识泰山，我这么强壮勇猛的好男人可不多了。自言属实，3哥这身手岂是那些凡间女子能够欣赏得来的？要我说，还得是心玉上亭亭如玉的大家闺秀才行。啥心玉？就左下角这个专门找对象的。
里面颜值高、性格好的大家闺秀都特别多。三哥，你看，这都是咱们附近周边奔着真心恋爱的优质单身美女，长相、身材个顶个的好不说，人还特别温柔体贴、善解人意。关键资料都是实名认证过的，照片信息都是本人，想看啥看啥，喜欢谁直接就能语音视频。而且美女们聊天都特别热情，一上线就10来个漂亮妹子主动给你打招呼呢，消息根本回不过来。你看这几个都是前几日与我聊的，十分投缘的。哦，不错不错，你小子懂得还挺多啊。不敢当，也就略知一二。不过我这长相身手根本不敌三哥的1/1000，这要是三哥点左下角下了一个，那些个喜欢三哥的小姑娘还不得排到应天城去啊！行了，都别废话了，抓紧赶路。话说回来，如今残垣蠢蠢欲动，朝廷也正值用人之际。三哥如此神勇，为何不投身军旅，博一个富贵功名？以三哥深不可测的智谋，若能投身疆场，定能杀得残垣人仰马翻。到时公爵、侯爵之位，于三哥来说不过探囊取物，又何必？哼，那朱重八与他手下的那群废物也不过是徒有虚名，什么盖世天骄朱元璋，什么战无不胜徐天的，什么横行天下场10万，通通是虚有其名。原本大好局面，竟能让残垣从大都逃回草原，真是无能之极。若换做成王殿下，换做我等领兵，残早就灰飞烟灭了。成王殿下，三哥口中的成王殿下，莫非是元末三雄之一的张士诚？世人不皆传成王，贪图享乐的陇吉安吗？他有那么大的能耐？若是当年成王殿下听了我等建议，趁朱重八与陈友谅决战鄱阳湖之际，率大军攻占朱重八的应天老巢，只怕此时朱重八坟头的草都3丈高了。原来诸位好汉皆是驱除鞑虏、推翻暴元，为我华夏崛起立下不世之功的成王旧部，失敬失敬。驱除鞑虏、推翻暴元，我等的确立有不世之功，但正所谓成王败寇，如今朱元璋雄踞天下，我等虽就有功勋又如何？最终也不过沦为孤魂野鬼罢了。世人皆称我等为成王余孽，可天下还有几人记得我等立过的汗马功劳？是非功过，人人心中皆有一杆秤，只不过世人都已习惯以成败论英雄罢了。可所谓冤有头，债有主，你们与圣上之间的恩怨与我何干？莫非你们绑不了圣上，就来找在下的晦气？将你掳走并非为了泄恨，寻你晦气的另有其人，我们也不过受人所托罢了。另有其人，到底是他娘的谁？没想到当年驱除鞑虏、功勋赫赫的诸位，如今竟甘心沦为倭寇的走狗。杨帆、启航，是非得已，我等也是无可奈何。不知倭寇给了你们什么好处，以至于让你们甘冒其险，也要将在下掳走？10万担2米。就这些？在下仅价值10万担2米，就这么点？或许对于你来说算不得什么，但对于我等所容身的荒岛上以块断粮的3万余口而言，10万担2米稍微节省一点，足以撑到开春。长路漫漫，陈大哥能否对我这将死之人讲一讲海外的情况？也罢，左右你也是有去无回，和你聊聊倒也无妨。想必不说你也知道，如今大明的周边海域，有方国真、陈友谅及成王残部盘踞，也有因倭国常年混战，从而盘踞在周边海域的倭寇。殿下，他们是顺流而下，最多30-50里便可直入长江，追不上了。哼，于朝沟启航顺流而下，直入长江，在顺江东下，不日便可直通东海。虾仁被人掳走，十有8九与我大明即将远征倭国之事有关。父皇，我大明意欲征伐倭国，及倭国藏有金山银海之事，本不应该人尽皆知，为何却……咱现在心中烦躁，你们问你大哥吧。让你他娘的找虾仁祖坟，咱怎么找了你这么一个憨货当女婿？来人，送驸马回府，再派一位太医同去替驸马诊治。太子大哥，你可一定要相信我，那虾仁倒霉的确与我无关，派人找他家祖坟，我只是随口说说啊。妹夫啊，你就回府安心养伤吧，只要虾仁平安找回来了，自然就可洗刷你的冤屈。若是那虾仁找不回来，我该怎么办？若是找不回来，你今后也就别出门了，随时等着宣召吧。否则父皇若是想要出气找你却找不到，定会更加生气。为何被贼人掳走的不是我李琦啊？这烤肉着实不错，既入味又劲道。虾兄弟喜欢就多吃点，千万别客气。传闻汉时樊哙善烹狗肉，令汉高祖刘邦都赞不绝口。吕雉之父亦是被樊哙的这手绝活征服，这才将小女许配于他，让其与刘邦成为了连襟。张六哥，若是你生于秦末乱世，仅凭这一手绝活与刘邦成为连襟之人，定然是你，绝对没樊哙什么事。不瞒吴兄弟，六哥我虽是屠户出身，也同样善于烹肉，只可惜未遇得如吕公一般会演食猪之人，至今还他娘的是条扁担，更别提与自己的主公成为连襟这种美事了。六哥你太过自谦了，冠军侯霍去病曾说过，匈奴未灭，何以为家？
想必六哥年轻之时尽想着如何推翻鲍元，这才耽误了终身大事。否则，以六哥的一表人才，想嫁给你的闺女，只怕咱们的这条船都塞不下。吴兄弟，没想到你年纪轻轻却是海量。对，陈大哥敬你一碗。不瞒陈大哥，在下平日饮酒最多不过1斤，只不过今日与众哥哥饮酒畅谈，好不快意，竟是在下酒量大异往常，果真适应了那句俗语：酒逢知己千杯少啊。可惜了这么一位如此对咱脾气的小兄弟，若是大哥，当真就没有其他的办法了吗？二哥，当真就没有其他的办法了吗？情势所逼，为了那3万多乡民，不得不为。虾兄弟，我乘风行事向来坦荡，唯独对你不住。但干了这碗酒，若有来生，虾兄弟尽管来取哥哥首级便是。这碗酒兄弟可以喝，但却不是喝的绝命酒。兄弟敬重诸位哥哥，皆是男儿中的好汉，好汉中的男儿。诸位哥哥的处境与苦衷，兄弟如今已尽数明了，所图无非是为了让3万多父老亲族尽数活下去罢了。若是诸位哥哥信得过我虾人，兄弟我不仅能在1月之内为众兄弟筹的10万担粮米，更能为流落海外荒岛上的众多百姓谋得一条永世安宁之路，更能让推翻元廷立下赫赫战功的诸位哥哥不至于一身勇武，却只能凄凉的埋骨于海外荒岛之上。虾兄弟，你是怕死才吹牛的吗？怕死也许吧，但此生若是不能将这2地黎庭扫穴抹除干净，在下绝不能死。虾兄弟，为何你这般痛恨倭国及辽东各部族？张三哥，此事3言2语无法言明。若是陈大哥信得过我，可派人手持在下书信，前往山东济南府跑上一趟，将书信转交到石家家主石询、李家家主李默然以及山东布政使顾云流手中，不需多少时日，10万担粮米及银两，定能如数交付，绝不误事。虾兄弟，你凭什么认为他们会按你的吩咐办？莫非那时李两家已成为了虾兄弟你的人？10万担粮米几万两银子而已，于在下来说根本不值一提。之所以找他们，也不过是看中他们身处山东沿海地区，便于运送钱粮罢了。既然如此，我等又何需要倭寇手上那沾着我华夏百姓鲜血的钱粮？虾兄弟，银子倒无所谓，只要10万担粮米送至，能解3万余口断粮之所急。兄弟，我不仅向你磕头赔罪，并且还亲自将兄弟你送回应天。不知哪位兄弟愿意跑一趟济南府？陈大哥，我等愿往。虾兄弟，看来我的这些弟兄都很信任你啊，丝毫不担心此行有去无回。如此，就劳烦虾兄弟你写上一封书信，让脚力最快的张老六跑上一趟吧。陈大哥，兄弟还有话与诸位哥哥商量。在这海外，无论是兵力、人口、战船，我汉人势力远胜倭寇。之所以吃亏，无非是倭寇悍不畏死，其几位首领又一致对外，而我汉人3方势力，只要不损及自己的利益，皆是各扫门前雪，以致兵力分散，被倭寇骑在了我等堂堂汉人的头上。正所谓叔能忍，婶婶也不能忍，更何况我等堂堂7尺男儿。因此，在下建议，与其被那群矮矬子不断的蚕食削弱，不如3方合兵一处，一举将那狼子野心、豺狼心性的倭寇铲除。不知诸位兄弟意下如何？虾兄弟，我等虽只是一介莽夫，却也知民族大义。我等可负元璋所创建的大明，却不能负我等身上所流淌的炎黄血脉。可陈友谅和我成王于不到海上，虽有几分骨气，对倭寇从来都是不假辞色，虽败多胜少，却依旧是毫不服软。而方国珍等余部，皆是些没卵子的软骨头窝囊废。自与倭寇大战大败而归后，对倭寇言听计从。我等对方国珍等余孽的恨意，更甚于对倭寇的痛恨。我们相互之间虽未爆发大战，却也时常有着些许摩擦，可谓是离心离德。想要合兵一处，一致对外，又谈何容易？身为堂堂汉人，竟低贱到沦为倭寇的走狗。既然他们自甘堕落，那么等我禀明皇上，凡与异族勾结，为祸华夏之汉奸，杀无赦。凡方国珍余孽，不论男女，无分老弱妇孺，杀无赦。定要让世人知晓，自家人相争，尚有活路。若甘为异族走狗，九族不留。虫八，睡吧，再有2个时辰就该早朝了。咱倒是想睡，可实在是睡不着啊。如今已是第5天了。现在你的圣旨已下，只要贼人还在大明境内，定然寻回虾人，你也别太忧心了。据二虎和老四调查回禀，那些贼人只怕是陈友谅、方国珍、张士诚等余孽，而他们皆败在咱的手里，对大明对咱痛恨之极。如今虾人落在他们的手里，只怕……只是虫八，你说他们抓走虾人的目的是什么？那些个手下败将恨的是咱，而咱宠信的小子天下皆知，想必是想以虾人作为要挟，与咱谈什么条件吧。若当真是谈条件，倒也还罢了，只要不是太过逆天，大不了答应了他们便是。咱只是担心他是落在了倭寇手里，那定是十死无生。虾兄弟，好定力，好雅兴。我出海这些年，从未握过一次鱼竿，着实太过枯燥了。
陈大哥乃勇武豪迈之人，自然是爱美酒、喜征伐、钓鱼这等事，就好比张飞绣花、吕布打铁，又岂是三哥所能为之？虾兄弟，天黑之前必能登临我等容身之地望乡岛了。还请陈大哥讲讲岛上的情况吧。望乡岛中的成王余部虽未自相残杀，却也因此分为3部。我乃是3位首领之一，位列第3。二首领赵云娇为人豪爽忠义，与我相交甚厚，而大首领则是个作威作福的大脓包。陈大哥，兄弟有一事不明，诸位兄弟乃英雄豪迈之人，怎能容一个草包占据大首领之位，对大家颐指气使？那大首领刘海龙虽软弱无能，荒淫无度，却是成王妃的亲弟，其神将之位乃成王幼子东海郡王所封，名正言顺。而且这刘海龙善于笼络，因此实力最强。他身边又有一个专门出坏主意的狗头军师曾心怀，若不是魏兄与赵云娇相交莫逆联合相抗，只怕……所谓脓包向来都是成事不足，坏起事来那绝对是绰绰有余。依我看，这一步必须设法拿下这个大草包，但我倒是对那个所谓的狗头军师更有些兴趣。本神将这心里不知何故，自午时开始，总有种莫名的心惊肉跳之感，仿佛即将大难临头一般。心怀，你所做的安排没什漏洞吧？神将大人，你尽管放心，那陈峰及其手下一众爪牙，此次在阴天定然在劫难逃。待将陈峰及其一众爪牙铲除后，我等再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迅速吞并其手下军士。到那时，仅剩下区一个赵云娇，弹指之间便能灭了他。你办事向来谨慎，看来是本神将太过多心了。我等虽心有不满，但是大家如今容身孤岛，本就力有不逮。若是内部生坏以致实力大损，只怕覆灭不远矣。为了顾全大局，我与二首领赵云娇也只能对那刘海龙百般忍让。2位首领为顾全大局，虾人佩服。不过，若是继续容忍那草包作威作福，并非兄弟我危言耸听，只怕成王余部早晚要大祸临头。想当年，始皇横扫8荒6合，大秦帝国何其强盛，兵锋何其锐利，然秦2世胡亥上台，不过短短几年就把大秦帝国活生生折腾完了。虾兄弟所言，我又何尝不知？我这心中又何尝不憋屈？可一旦内部生患，实力大损，定被倭寇趁虚而入。所谓内部生患，定会致使元气大伤，此话对也不对？不论是瑞秦强汉及亡国之时，皆因内部生患，彼时生灵涂炭，百姓时不存一，称之为元气大伤，毫不为过。然晋篡曹魏，隋篡北周，李世民玄武门之变，虽也是内部生变，却是春风化雨，气无声，于天下而言，并未有太大波澜。因此，内部生变得看怎么变，用什么手段变。若是变得好，自然可以一举弯割掉刘海龙这颗烂疮，而又不伤及自身元气。虾兄弟，你深谋远虑，足智多谋，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兄弟们都听你的，大不了18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好歹胜过这般窝囊的活着。左右不过是对付一个脓包罢了，若是连他都拿不下，那咱们也就别东想西想了，窝在望乡岛等死算了。拿下他，虾兄弟，我等虽是粗人，却也知道凡遇大事，定要3思而后行。那刘海龙手下爪牙众多，若依你所言，是不是有些过于简单粗暴了？遇大事3思而行固然不错，可有时就得当机立断。太子建成当时若能当机立断，本着后下手遭殃的原则，又岂会落得个横尸玄武门的下场？恕在下直言，若非陈大哥顾虑太多、3思太甚的话，又岂能容纳刘海龙将望乡岛折腾到这种地步？所谓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只要陈大哥下定决心，此事并不难办。就连大宋开国皇帝赵匡胤尚且在烛光浮影中死的不明不白，更何况这眼高于顶无能至极的窝囊废？虾兄弟，要不先设法将其手下的爪牙拉拢过来，先断其羽翼，之后再除到这个望乡岛上的毒瘤。俗话说，蜜蜂找花朵，苍蝇寻臭蛋。蜜蜂拉出来的是蜂蜜，苍蝇拉出来的是蛆，两者虽大小相似，形状相似，却绝非同一物种。试问两者之间又岂能交融一体？我说这些年咱越想越不得劲，现在想想，当真如虾兄弟所言，蜜蜂又岂能和一堆专寻臭蛋的苍蝇搅合在一起？再者说，就算咱们愿意拉拢那群苍蝇，并赠其花蜜，又岂知那些苍蝇当真愿意舍弃那颗臭蛋？万一一个转身卖了咱们，只怕陈大哥所担忧的事情，转眼之间即能成为事实。真到了那时，陈大哥你顾全大局，却白白便宜了倭寇，你猜刘脓包在穷途末路之下，他会怎么样？会不会顾全大局？虾兄弟说的对，就凭那刘海龙自私自利、对外怂包、对内窝略横的性格，根本不知道何为大局。言之有理，与其和那些臭虫虚以为夷，不如直接来硬的。陈大哥，刘海龙的确是个软骨头，若不除了他，咱们成王所部绝对没好日子过。众兄弟干了这碗酒，大家吃饱喝足了，回去就宰了那些不是生产的臭虫。
冲着我成王余部的雄风。报告神将，瞭望台的兄弟禀报，前方发现乘风旗号的船只，想必再有1个时辰便能抵岸。原本想着将陈峰支开，赵云娇孤掌难鸣，先设法将其铲除，再一举灭了陈峰所部。没想到那赵云娇非常警惕，让咱们埋伏的刀斧手竟他娘的毫无用武之地。而陈峰看来也并未如军师所言，折损在守备森严的应天府。如此2头尽数落空，真是可恨之极。神将大人无需恼怒，所谓一计不成再生一计，之前计策落空，左右也不过多花费一番手脚罢了，无伤大雅。若是连赵云娇及陈峰2个莽夫都拿不下，老夫便妄称卧龙居士。神将大人尽管安心便是。你心怀富有神鬼之谋，本神将自然放心。之前若非你精心谋划，又岂能神不知鬼不觉地让那碍事的东海郡王病亡？若非你尽心谋划，那阴险狡诈凶悍至极的倭寇又岂会暗中支持本神将？待一举铲除了顽固不化的2人，咱们就可与倭寇联手纵横沿海各省，从此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大秤分金银，晚上肆意玩弄那些细皮嫩肉良家闺妇。这2人冥顽不灵，阻碍大家的财路，早就该死了。不错，瞧瞧方国珍余部那他娘的过的才是神仙日子，哪像咱们，就算是庙里的和尚，想来也没咱们过得这般清苦。所谓的民族大义，不当吃不当穿的，既是狗屁。说的不错，便是咱们不与倭寇勾连，有方国珍余部与倭寇联手，也照样祸害了沿海百姓。既然如此，咱们独善其身又能如何？只要咱们与倭寇联手，从此便是自己人，倭寇自然也不会将咱们视作眼中钉肉中刺。18罗汉，你一言我一语，摩拳擦掌，恨不能即刻就扬帆出海，大肆劫掠一番。也就在这时，虾仁等人乘坐的船只也缓缓停靠在望乡岛渡口，只不过在陆续登岸的众人身影中，却不见张老三的身影。帝将大人，您总算回来了。神将大人接到消息，已在神将府安排酒宴，为帝将大人及诸位统领接风洗尘。既然如此，也别耽搁了，免得让刘神将酒后。想必此人便是那倭寇索要之人，为何不将其捆绑？你在教本将做事。此人如今身处海外孤岛，插翅难逃，捆不捆又有何干系？小的只是随便问问，还望帝将大人恕罪。看你们这些碍事的老顽固还能威风到几时？明年的今日就是你们的周年。明年的今日是不是我等的周年尚还未至？但明年的今天绝对是你这条走狗的周年。张统领，莫非你想要造反不成？造反？就凭那草包刘海龙也配用造反这2字？我等不过是清除望乡岛上的毒瘤罢了。万幸听从了虾兄弟的建议，否则明年的今天还真可能是我等的周年。张统领，四周暗探已尽数清除，赵云娇首领也已配合行动。好，柔软的那狗屁神将这些年，今日也该找他算总账了。一切按计划行事，走。臣弟将与诸位统领一路辛苦，神将大人已备下酒宴为诸位接风洗尘。待神将大人正与倭寇使者商谈钱粮事宜，无暇抽身，特命老夫前来代为迎接。有道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不知这位赠军师，你是姓曹还是姓刘，亦或是姓倭？难怪此人年纪轻轻，不仅身居高位，更深得大明皇帝宠信。仅凭这敏锐的洞察力，就足以让人惕然心惊。纵使你才智过人，如今也已沦为案板上的肉。即使被你看穿了老夫的身份，又能如何？刘海龙，就算是鸿门宴，好歹也得准备一桌席面吧。将死之人，又何必再浪费食物呢？做个饿死鬼不也就那么回事吗？咱们皆出自成王部下，你当真就不念一点旧情？旧情当真是天大的笑话。所谓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旧情能值几个钱？那短命鬼病死的时候，本神将欲继位东海郡王，却遭尔等极力反对，说什么本神将文不成武不就难以继位。若仅是如此便也罢了，可本神将几番提议，与倭寇及方国珍余部联手，纵横沿海各省，金银财宝美女佳人将享之不尽，这有什么不好？可你们却一次次阻碍本神将，还讲什么手足之情？今日本神将就明白告诉你们，老子不管什么狗屁手足，我只想搞钱，谁阻碍我发财，谁就得死。哼，住口！你这处典忘宗的畜生，我等虽败于朱元璋之手，也虽算不得大明子民，
却也是炎黄子孙，未能剿灭倭寇，本就愧为堂堂男儿身，又岂能自甘堕落，沦为倭寇爪牙，助纣为虐？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如今的成王余部早已是江河日下，与其被倭寇慢慢蚕食，不如早做打算。想必你们也知道，方国珍余部与倭寇联合之后，所过的日子可比咱们阔绰多了。如今大势已定，神将大人早已听从老夫的建议，在1个月前便与倭寇达成一致，今后联合出兵，一道发财。至于你们这些食古不化的碍事之人，既然如此不识时务，那就只好去死了。对了，在诸位临死之前，老夫也不妨告诉你们，成王幼子东海郡王之死，乃是因常年服食老夫配制的大补之药，日积月累毒入五脏六腑，这才暴毙而亡。还有之前与倭寇的几次对战，之所以大败而归，也是老夫暗中通风报信所致。怎么样？没想到吧？原来东海郡王之死以及那几场败仗，皆是出自你这奸贼之手。可笑我为了所谓的内部稳定，竟对你们百般忍让，当真是愚不可及。真是毒死那短命鬼之事，你是先与本神将商量过，可之前那几次3番的大败，却是怎么回事？与你商议，刘海龙，看来这么多年的神将尊号，当真让你迷失了自我。道上人尽皆知，你刘海龙只不过是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草包。与你商议，呵呵，老夫虽然上了年纪，却还没老糊涂。你降龙伏虎，先将这满嘴喷粪的老不死乱刀分尸，以消本神将心头之恨。且慢动手！想必你就是倭寇恨之入骨的虾仁吧？放心，你暂时还死不了。你若有什么遗言，待本神将先杀了这满嘴喷粪的老不死，你再说不迟。本府自问草包见得不少，可能包到你这种地步的属实罕见。你当真以为这满堂之中还有你的人？你当真以为这18罗汉听命于你？你当真以为这个倭寇军师会真心辅佐你？你什么意思？为什么？看来这小子是想让你死个明白。也罢，那本军师就明白的告诉你，18罗汉本就是老夫一手策划，他们从未真正效忠过你，他们此生只听命于老夫一人，而你不过是受老夫操控的傀儡罢了。虾兄弟，你是说这狗头军师竟是由倭寇假扮？这么有成就感的事，还是由他自己说吧。不错，老夫自小就极为崇尚华夏中原，于是苦学汉语，熟读传入我倭国的各种典籍。20岁远渡中原，足迹遍布沿海诸省府州县，而这18罗汉皆是孤儿出身，并由老夫一手养大。早在7年前，老夫就已布局让他们先一步打入成王余部。呵呵，陈将军，你与那赵云娇当真是冥顽不灵。老夫原本欲收你2人为己用，可你们却油盐不进，也的确称得上忠义之士。然但凡忠义之士，总是不得好死。比如岳飞岳武穆，又比如满门忠烈的杨家将，概莫能外。不过对比你们2人，更让老夫痛恨之人，自然是你麟德殿大学士虾仁。大明朝廷穷成那样，连北中残垣的钱粮都难以凑齐，竟在你横空出世后，仅用了短短数日便已凑足上1000万两官银，还他娘的用这笔钱打造战床，意欲征伐我大倭国。不过自听闻那惊人的消息，老夫不免生出了几个疑问，不知你能否替老夫解惑？呵呵，既然你这老狗有此雅兴，那不妨让本府猜猜你的疑问是什么？行，老夫倒要看看这麟德殿大学士是否当真如此妖孽。其一，你让陈大哥将本府掳来，想必欲从本府这促使大明远征倭国的始作俑者身上找到阻止此事的办法。其二，倭国宝藏之事也早已传得天下皆知，你虽将信将疑，却难免要找本府问上一问，以此判断宝藏之事到底是真是假。不错，这2点确实是老夫最迫切想要知道的。可还有一点却更是让老夫深感疑惑，我大倭国对大明来说，比之漠北残垣之患不过是选界之极，为何你竟不惜代价也要灭我倭国？我大倭国到底哪里得罪于你？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你们倭国出产的垃圾不仅猥琐，还很无耻，整天随身背床被子，不分时间地点胡搞乱搞。便是老天慈悲云儿等苟活人士，我虾仁也绝不屑与尔等禽兽共存世间。好一个便是老天允许我大倭国存在，你虾仁也不允许，便连老夫也不得不承认，此话当真霸气，霸气到连老夫闻之亦是心惊肉战。不过我大倭国虽地小人稀，却也不是说征伐便能征伐，我大倭国受天照大神守护，谁也奈何不得。大明有句俗话，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姑且不论我大倭国能否安然无恙，但老夫却容不得一个对我大倭国如此仇视之祸害存活于这个世上。动手！18罗汉通通现身，给我杀！18罗汉还不速速现身！哟呵，有埋伏啊！
看来这是有预谋要杀人啊！陈大哥，你看伏虎罗汉这般尴尬，要不咱们帮帮他？呵呵，何必劳烦陈兄，赵某现身便是。赵云娇，怎么会这样？怎么可能？没想到筹划这么久，竟还是功亏一篑，当真是天不助我大倭国。可笑我赠心怀自诩算无一策，不成想多年心血，却于今日毁于一旦。对你这条老狗，某早欲除之而后快。若非你整日挑拨是非，刘海龙虽然草包，也不至于如此混账。不过某却是没想到，熟读我汉家典籍的狗头军士，竟是肮脏不堪的污人。不过若非陈兄命人提前告知并暗中配合，即便获悉了你的谋划，只怕以某一己之力，也难以奈何得了你。竟是你陈峰向来顾全大局，一直对刘海龙百般容忍，今日却为何突然发难？顾全大局，百般容忍。若非虾兄弟当头棒喝，我陈某只怕为了顾全所谓的大局，今日要落得个身首异处的下场。今日老夫棋差一招，以致满盘皆输。不过，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他日总有机会再碰头。快追！刚才是否有人从渡口乘船离开？秉承帝将卑职率人守护渡口，片刻未敢松懈。今夜无人乘船离岛，看来咱们是将那条倭狗堵在岛上了。只要咱们细细搜寻，定能将它给揪出来。我看未必。所谓狡兔三窟，以那老东西极为谨慎的性格，必定安排有其他退路，事若有变即刻远遁。此人若不尽早除去，必成大患。原本老夫自可隐匿离去，可为免诸位徒做无用之功，老夫这才特意现身相告。大伙洗洗睡吧，追不上了。老狗，你乱我望乡岛，如今竟想扬长而去，没那么容易。结蓝起毛给我追！不可，若贸然追击，一个不慎，便容易落入他人埋伏。虾兄弟所言不错，倭国狡猾，不得不防。如今那狗屁神将已然受首，望乡岛今后便可万众一心。即便那老狗纠结倭寇来犯，只要咱们小心防范，谅他们也奈何不了咱们。防范乃是下策。那老狗有句话说得不错，有道是只有千日做贼，没有千日防贼的。防范再严密，也必然会有所疏漏。不错，以那老狗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恶毒心性，定不会就此收手。此次若不是虾兄弟你，我等今夜便做了枉死鬼，成王余部也将至此蒙难。我等皆为一介武夫，与人拼杀尚可，这谋是非所长，还望虾兄弟不吝赐教。我等接下来该如何应付？今日打破了那老狗的阴谋，以那老狗的秉性，报复也不过是迟早的事。有道是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与其战战兢兢防备，不如咱们主动出击，倒也能占个先手。虾兄弟的意思是即刻出兵攻打倭寇。以咱们一家的兵力，即便偷袭得手，也难以与倭寇抗衡。更何况今日之事，倭寇必定也早有防备。但于倭寇自私的德性，极有可能并未通知方国真余部，而这一点便是咱们的机会。因此，在下建议先断倭寇爪牙，再联合汉王余部，将两股势力拧成一股绳，再必攻于一役，将闯入咱华夏的倭寇彻底埋葬在这片海域。芥川君，自接到你的飞鸽传书，我等便迅速赶来策应，可为何到现在还不见动静？陈峰及赵云娇两人只不过是一介莽夫，想来此计落空，定是被那虾人所阻，以致功败垂成。芥川君不必介怀，用华夏的一句老话来说，一头落单的鹿还不知道被谁杀死，嘿嘿。鹿死谁手，犹未可知。若想百战百胜，须得知己知彼，即刻扬帆返航，待回到骷髅岛，与我儿及另外两位首领细细谋划一番，再做计较。下一次，老夫定不会给他们丝毫翻盘的机会。虾兄弟，魏兄知道你悍勇无双，可毕竟你从未上过战场，要不你还是与赵兄坐镇岛上，以防倭寇偷袭如何？多谢陈大哥顾全兄弟的颜面，可身为堂堂男儿身，又岂能因畏惧战事而行那逃避之举？更何况在下已做了万全准备。我已在左下角新由中选了孙悟空开局，大闹天宫当上了齐天大圣，手举金箍棒，足踏云邪称。游戏开服福利，冲等级免费送苹果14 Pro Max 和华为Mate 50 Pro， 但一定要认准我左下角下载专属的福利服，其他服都是没得领的。而且现在下载注册，除了手机免费领，还有8000红包保底，以及我们粉丝的专属福利999足金金条，轻松挂机升级福利一步到位。限时左下角下载注册先到先得，大家快去下载试试吧！看起来着实不错。
之前听闻张老三说虾兄弟豪迈不羁，实乃性情中人，某还将信将疑，不曾想虾兄弟年纪轻轻，却尽显我华夏男儿之雄风。陈兄你也尽管放心，除却你带走的6000弟兄，岛上还有近5000弟兄，便是倭寇来袭，也足以挡上他3、5日。虾兄弟为人仗义豪爽，更与我成王于不有恩，万不能折在那些软骨头手里。陈兄，你可定要保障他的安全。除非我与众兄弟尽皆战死，否则定不会让虾兄弟伤及分毫。赵兄，这里便交给你了，无论顺利与否，5日之内我等必然回返。若5日后依然未见我等踪影，赵兄，你便带着大家回故土去吧。那朱元璋心眼虽小，却也总比沦为倭寇走狗强。秉承将军、赵将军，一切皆已就绪，弟兄们也尽数登船，是否即刻扬帆？那还等什么？兵贵神速，立即扬帆。虾仁，你到底在哪里？哼！云骑，即刻宣召驸马李琦入宫。遵旨。虾勇侯失踪了8天，驸马李琦便有6天被深夜抬进了宫，真是可怜人啊！什么人？刚才一直也忙闹腾，你他娘的就疑神疑鬼，害得弟兄们巡视了半天，现在你又来，没完没了了是吧？这大晚上的，总不至于是倭寇杀过来了吧？瞧你这话说的，倭寇哪能动咱们？别忘了咱们和他们可是一伙的。何况那排名第3的倭寇首领可还在咱们岛上做客，他们除非吃错药了才会动咱们。看把你能耐，老子随口说说罢了，你他娘的就当真了。还别说，跟着倭寇干还真是过瘾啊！这帮吃里扒外的畜生，动手！虾兄弟，那号称长乐郡王方定邦就住在巨渡口不过10余里之地，事不宜迟，咱们这便动身。等等，还是谨慎点好。先问问这狗东西，再行动也不迟。你们是什么人？想干什么？问你几个问题，答得好自然可活命，若是答得不好，便斩你4肢，将你削成人棍。只要小的知道，一定知无不言，只求诸位好汉能饶我一命。第一个问题，尔等守卫渡口的卫士与山上守卫之间可有联系？呀，每过1个时辰，便高举火把顺番各晃3圈，以报太平无事。距下一次传讯还有多久？回好汉的话，距下一次传讯还有小半个时辰。差点犯下大错，幸亏虾兄弟你谨慎啊。第二个问题，刚才听闻排名第3的倭寇首领前来与你们的长乐郡王商议大事，是何大事？又带了多少人手？第3个问题，忘忧岛上共有多少人口？有多少能战之士？陈大哥，看样子他不太配合，你说咱们是先斩他一条胳膊好呢，还是先卸他一条大腿好？别动手，我说，我什么都说。看来他并未说假话诓骗我等。忘忧岛上的人口与能战之士，因某所知相差无几。至于倭寇3首领此行的目的，他不过是个小喽啰，不知情也在情理之中。不过今日定要让这倭寇3首领穿下正雄葬身于此，为死在他手上的弟兄报仇。许久没杀龌龊了，当真是怀念的紧，呵呵。好汉，你说回答了问题就能活，知道的我可都说了。在下言而有信。最后一个问题，若你能告诉我，便可活。这天上到底有多少颗星星？中国有句古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定邦君可要抓住这次机会啊！3首领，小王不得不承认，你许诺的前景的确让人心动，但若是被大首领日后得知，只怕后果你我承担不起。难怪本首领说了一晚上，你却迟迟不肯答应。说来说去，你还是情愿做山下鸡的走狗。恕小王胆小，实难从命，望3首领见谅。怪不得山下鸡常常说他收了一条好狗，不仅听话，还异常的忠心。今日一见，定邦君果然是一条难得的好狗。但狗永远都是狗，用你们中原的话来说，打完了兔子，毫无用处的狗，最终也只能沦为一锅鲜美的狗肉。可然山上的兔子数不胜数，一辈子也打不完，因此在下从不担心被大首领烹食。我想定邦君你还没弄明白我的意思，与其做山下鸡的一条狗，不如你我合作，咱们之间地位平等，今后所抢夺的财宝美人，你6我4，你看如何？小王不解，尔等倭人虽分属3方势力，您也一向为大首领马首是瞻，可此次为何？那山下鸡原本只不过是倭国一介贱民，而本首领出身贵族，如今虽已没落，也绝非那贱民可比。如今有一个天大的机会摆在眼前，只要本首领牢牢地抓住这个机会，重振我川下家族将指日可待。不知3首领所指的天大机会到底是什么样的机会？其实你我的出身异常相似，你父亲乃元末一方枭雄，而我父亲之前同样是倭国一方巨擘，只不过你我的父亲尽都战败身亡，而咱们也在无往日的风光。
原本本首领早已是心若死灰，不曾想却蓦然听闻了一个天大的消息，我国竟藏有金山银矿，只要等等。所谓的倭国藏宝之事，小王也曾有所耳闻，但小王认为这不过是大明朝为了凑足军费所撒下的弥天大谎罢了。我国地域狭窄，倘若当真有那金山银海，只怕早已被人发掘，如何能等到现在？退一步说，就算倭国当真有金山银海，与小王又有何关系？小王为何要背叛大首领，转而倒向三首领您呢？倭国宝藏之事，定邦君无需怀疑。本世子做下统领河边喜定，定邦君你也曾见过。传闻藏宝图是其赴河边窥探所赚，偶然被那虾人所获。而如今那夺得宝藏之人已被山下级设计掳来，想必不日将至。只要你我联手，将那虾人抢夺到手，再助本世子一统倭州。本世子承诺，事成之后必当助你一统陈友谅将事成所部。待一统倭众壮大实力，本世子将率众杀回倭国，重现我川下家族往日荣光。而长乐郡王你则独霸大明周边海域，你我合则两利各取所需，你不必再做山下鸡的走狗。可那虾人乃朝中重臣，深得朱重八宠信，又岂能轻易被掳？长乐郡王不必怀疑，本府虽是朝中重臣，但的确没有逃脱你家主人的毒手。为了证实川下正雄的话，本府竟不惜亲自现身说法。然路途遥远，本府又运船，这一路着实辛苦，所以这报酬咱们可得好好谈谈。陈峰，你们怎么可能出现在这里？某也万万没想到，竟能来长乐郡王府做客。若非虾兄极力促成此事，陈某当真难以下此决心。万幸我们成功了，而你忘忧岛只怕前途堪忧了。我说以陈峰谨慎的性格，岂会行此诡道之事？原来是受了你的蛊惑。兵者诡道也，这向来是你们的拿手好戏。本府今日也不过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罢了。本府既已现身此地，又岂有你的座？还不给本府跪下参加？大爸，如此侮辱大倭国勇士，难道就不怕我大倭国的报复吗？听闻尔等弹丸之地，自镰仓幕府时代便崇尚所谓的武士道精神，悍不畏死，少有软骨头。本府今日倒想见识一下所谓的狗屁武士道，能否让你断肢再生？陈大哥，你说割下这位倭国勇士的胯下玩意，再让他吃了他们的八旗大婶，能不能再让他重新长出来？那得试试才知道了。或许倭畜天赋异禀，吃什么长什么也说不一定。传闻应天知府心狠手辣，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陈将军、方陈章三部尽都是朱重八的手下败将，逼不得已才在这海外荒岛栖身，可谓是同病相怜。就算虽偶有争端，也算不上生死之敌，又何必自相残杀，白白便宜了大明朝廷。陈将军若是求财，尽管说个数，小王定当如数奉上。若想赶尽杀绝，那陈将军可得想清楚了。忘忧岛虽称不上什么龙潭虎穴，却也并非任人揉捏的面团。启禀陈将军下军士 A 之等依计行事，果然一路顺畅。这忘忧岛军士皆是贪生怕死之徒，斩杀了2000余人后，余者尽数投降，局势已在掌握之中。大爸，若是被你这3寸丁这么容易便偷袭得手，本府还他妈混个屁啊！3寸丁若再不乖乖跪好，你胯下的那条蚯蚓，本府便叫你生吞了它。3寸丁不必紧张，咱们之间或许可以做个交易。交易？什么交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不知阁下刚才所言是什么意思？既然是交易，那自然是你助我，我帮你。你想要重振川下家族，而我想要升官发财，大家各取所需，皆大欢喜。不知阁下想要如何交易？想要从本首领这得到什么？想必你也知道，为了防备尔等倭寇，大明每年所耗钱粮不知凡几，朝廷几次3番想要剿灭尔等，却始终未能如愿。试问，若是本府不动一兵一卒，便彻底解决沿海倭患，从此海晏河清，立下这天大的功劳，到时封侯拜相，天下敬仰，岂不是唾手可得？若阁下当真立此泼天大功，本首领能从中得到什么？若你能助本府达成心愿，本府便助你登上倭国天皇之位，不知你意下如何？哼，真是可笑！若这话是大明皇帝所言，本首领尚会相信一二。阁下虽是大明朝中重臣，却也太过信口开河了。
俗话说，泥人上有3分火，尔等倭寇一而再，再而三的来挑衅我大明，因此我大明皇帝陛下才不惜花费上千万两军费，也要平定倭国乱世。然平定过后，我大明退兵也不过是迟早的事，到时候咋办？自然得扶持一个听话的倭国天皇，至此两国和睦相处，谁也不碍着谁，各过各的日子。小川子，你不妨开动你的脑筋，好好想想，这是不是你我天大的机会？吴兄弟，此贼老三，一切但凭吴兄弟做主便是，无需多言。可为何有传言说大明朝廷此次跨海远征，欲彻底灭绝倭国，一个不留？你呀，当真是糊涂！你也不想想，我大明素来仁义，向来都是以德报怨。倭国数百万民众，我大明能下此毒手，这像我大明能干出的事吗？天皇，大倭国至高无上的主宰。敢问大人，不知我大倭国是否如传闻所言，当真存有那天大的宝藏？小川子啊，你也不好好想想，倭国宝藏事宜乃是本府率先提出，而本府可从未去过倭国。这个回答，想必你能明白吧？倘若倭国当真有那天大的宝藏，我大明又岂会图为他人做嫁衣，白白便宜了你？搜刮。敢问大人，欲如何助本首领成就天皇之尊？今后我大倭国又需要付出什么？我华夏向来不喜征伐，所好的无非就是一个面子。只要你成为我大明名义上的藩属国，约束好倭人不再为祸我大明，而后每年遣人带着点破烂前来朝贡我大明，让我大明皇帝及满朝诸公脸上有光，也就是了。当然了，我华夏素来讲究礼尚往来，自然不会叫尔等吃亏。大人尽管放心，只要郑雄一统不重，定不会再与大明为敌，从此必定恭恭敬敬，丝毫不敢冒犯。这就好，听话的狗向来招人喜欢。敢问大人，那我应该怎么做？本府素来睚眦必报，那山下机设计将本府掳来，令本府颜面大损，现如今只怕已沦为朝中笑柄，如此奇耻大辱，本府又岂能不报？当然了，最主要的还是为了小川子你。试问一个今后是做天皇的盖世英豪，又岂能屈居他人之下？因此，这第一步自然应当先行除掉山下机以及二首领松下义纯，先一统大明海域众倭寇，壮大你的实力。至于第二步，待你一统部众之后，我大明将派遣大军助你登上天皇之位。今后你做你的天皇，本府从此也将名扬四海，封侯拜相，荣华富贵享之不尽。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只要大明能助我登上大倭国天皇之位，我川下郑雄愿对天照大神发誓，从此尊大明为宗主国，年年朝贡，也定将约束国人，永不犯大明海域。如此自然是天下太平，万事大吉。孔曰：说话为空，落毛为宗。既然是交易，小川子，你是不是应该表现出点诚意啊？大人说的诚意是，沿海诸省有不少吃里扒外的内贼，暗中向尔等通风报信吧。本府此生最为厌恶吃里扒外的内贼，我要你将内贼名单交由本府。不瞒大人，沿海诸省确有与我等倭人暗中往来之人，但名单等到大人助我一统海外部众之后，才能交由大人。想来以大人的通情达理，当能理解。你呀，不愧是今后的倭国天皇，当真精明。也罢，那暂时没你的事儿了，回房歇息吧。大人，郑雄告退。虾兄弟，这是老三，稍安勿躁，有话待会再说。听说尔等方部勾结倭寇，杀人劫财，屠戮手足同胞，下手毫不留情。通过自己的艰苦奋斗，白手起家，终于过上了醉生梦死的生活，当真可喜可贺。大人，我等皆是被倭寇逼迫，才会干下那猪狗不如的勾当，还望大人饶命啊！方定邦，你他娘的还要不要脸？这几年我望香岛明列暗里，多次派人前来送信，希望咱们三家能够同气连枝，将倭寇尽数铲除。可你却犹如王八吃秤砣，铁了心的要做倭寇的走狗。饶命啊，陈将军！求你念在咱们三家同病相怜的份上，饶我一命吧！陈将军饶命，饶命啊！都是方定邦指使俺们干的，我等不敢不从啊！是啊，陈将军，那方定邦当真是猪狗不如，我等慑于他的淫威，不敢不从啊！求陈将军饶命，饶命啊！你们两个吃里扒外的狗东西，竟还有脸指责于我！若说我方定邦是畜生，你们便是禽兽，咱们共享富贵，咱们也得死在一起。死在一起？那我先问你3个问题：一，岛上方部是否有良善之人？良善之人，以前或许有过，不过那些所谓的良善，不愿与本王一道之人，现在都不知道投胎到哪儿去了。2，这些年被你劫掠而来的钱粮藏于何处？
3. 想必大明周边海域定有不少鱼儿等勾连苟合之人，将这份名单交给本府，本府送他们下去陪你。本王这些年搜刮而来的宝藏，尽数存放于藏金洞内。就算本王不说，这2条狗也会说。你们想要，尽管拿去好了。不过，至于那些与本王暗中苟合的名单，世间只有本王一人知晓。不过，你凭什么认为本王在明知必死的情况下，还会将它交付于你？你会的。虾兄弟，你刚才在方定包耳边说了句什么话？不仅让那狗东西笑出了鼻涕，还心甘情愿地将汉奸名单交给你。陈大哥与三哥乃是光明磊落之人，一时之间自然难以猜透此人的险恶用心。其实道理很简单，对于自私之人来说，只要看见别人比自己更倒霉，下场更惨，他心中也就越为己越快意。那虾兄弟，你当真为了所谓的封侯拜相、荣华富贵，助这个畜生成为倭国的狗屁天皇吗？三哥尽管放心，对于异族，我虾人绝不会心存半点慈悲。虾兄弟，今后你只需告知我等该如何做便可，不必再解释这许多。我等信你，也信有陈峰的这双招子，绝不会看错人。原计划只不过是想先断倭寇爪牙，再做计较，不曾想阴沟里蹦出个棉花球，到着实让人始料未及。看来某些细节还真得细细谋划一番，若是再让倭寇溜了，那我这脸可就丢大发了。大人，多谢您手下留情，还请大人到时禀明大明皇帝，这雄此生志在恢复传下家族昔日荣耀，待事成之后，定会约束国人，绝不再有丝毫冒犯。谁叫你我有缘能与这忘忧岛相逢？况且你汉语说的还这般好，本府不帮你帮谁？这雄这便回去做好准备，只待大人您一声令下，你我里应外合，一战而定。记住，到时出刀的时候一定要悠着点，千万别杀伐太甚。毕竟海外倭人本就不多，最好能通通收为己用，成为你成就天皇之尊的强有力臂助。郑雄谨遵大人教诲。彻底打消了最后一点犹疑的川下正雄，深鞠了一躬之后，意气风发地登上了一艘悬挂骷髅旗帜的战船。虾兄弟，倭寇向来奸诈，你说川下正雄这个畜生，会不会是为了活命，假意迎合咱们？不过是各怀鬼胎，相互利用罢了。这条倭狗眼中透着浓浓的野心，绝非那甘于人下之人。而今本府又给他添了一把火，想必这条倭狗定会不顾一切。虾兄弟，这般离谱的承诺，他真会相信啊？离谱倒也不见得，与其说这条倭狗相信了我的承诺，倒不如说他是相信自己对局势的判断。只不过自打我虾人立足于朝堂的那一刻，倭国的结局便已注定。虾兄弟此言深合我心，若虾兄弟当真能替我华夏除去这一祸患，我成王就不绝无二话，愿全力相助。陈大哥能摒弃旧怨，替大明除害，虾人佩服。不过为求万无一失，须得再联合陈友谅余部，力争将那些倭狗一网打尽。虾兄弟，如今方果真余部已尽在掌握，不如将他们整合，待与倭寇交战时，让他们冲锋在前，以赎其罪孽。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只怕他们上一刻冲锋在前，下一刻就得倒戈相向。更何况方不余孽，勾结倭寇，屠戮手足同胞，作孽太甚。像这等背祖忘宗的畜生，怎配活在这个世上？唯有将这座所谓的忘忧岛化作坟地，才能告慰这些年被他们残害致死的无数冤魂。方部余众共有5万多人，难免有一些无辜之人。这无辜，共享人血馒头的他们无辜，难道被劫掠家财、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沿海百姓就活该被屠戮？我在船上等着诸位，若诸位兄弟愿遵从在下的号令，便即刻动手，所有罪孽由我虾人一力承担，若放则即刻扬帆。大哥，虾兄弟说的也没错，容我想想。佛语有云，一报还一报，方部作孽太甚，活该有此报应。传闻忘忧岛上下一个不留。皇上大喜，夏永侯有下落了。在哪？虾人在哪？快说！虾人这小子也真够可以的，人在家中睡，都能被人光着腚给掳走。爹有他的消息吗？他，闺女，你指的是哪个他？爹，你欺负女儿，我不理你了。女儿也只是觉得他是个难得的好官，若遭奸人毒手，未免太过可惜。爹，他是不是平安回来了？人还是不见踪影。不过已经有消息了，今日山东布政使800里加急奏报，说那小子落在了张士诚残部手上。那小子也不知胡吹了什么，竟说动那群残兵败将随他一道对付倭寇。这小子还真他妈有才！对付倭寇，那他现在岂不是很危险？危险？照我看，真正危险的该是那些杂碎。圣上已下旨，此次由你爹亲自出马统掌沿海各卫所，有那小子内中策应，我倒要看看那些杂碎还能往哪逃。老天爷啊，终于有他的消息了，我再也不用担心深更半夜被抬进宫了。苍天保佑，终于得知虾人的下落，知宜欠长一致，其而今后你万不可再意气用事。
这段时日还从未睡过一个安稳觉，就连做梦都梦见自己被抬进宫，成为圣上的出气筒。爹您放心吧，今后但凡有关虾仁的事情，孩儿概不参与，孩儿真的怕了。父皇，虾仁有了下落，看来您心情大好啊。如今那小子总算有了消息，还不能容你爹偷偷控啊！来，彪儿，陪爹说说话。父皇，你手上拿的这是？这是一只短冲，二虎调查虾仁失踪时，在那小子枕头底下找到的。这玩意咱以前见过，谁知还没来得及问询，那小子便光着腚被人掳走了。这短冲连引线都没有，当真能发射？这般小巧，只怕威力有限吧？此物无需引线便能发射，至于威力嘛……哦，怎么样？岂止是尚可，简直堪称国之重器。此物若能量产，我大明从此将在无敌手。此物虽也是由钢铁打造，却与军中长冲所用钢铁截然不同。不知那小子从哪弄来的这玩意，以咱大明现有的工艺，只怕难以打造。此物是否能量产，只有等那小子回来才知道。哎，此次虾仁失踪，那些个酸乳私下里无不暗自欢喜，说什么虾仁对一族太过苛刻，这才遭了报应。反倒是那些一根肠子通到底的武将，关键时刻反倒更靠得住些。虾仁年纪轻轻便已入阁，又身居阴天知府要职，难免遭人嫉妒，恶语重伤。不过虾仁也当真了得，为贼人所掳，本该惊险万分。可他倒好，不仅保全了性命，还生生说服贼人与朝廷合力拒歼倭寇，当真不可思议。也真难为他了，被贼人掳走时连裤子都没穿，还在一心谋划着铲除倭寇。若朝中上下皆如那小子一般尽心尽责，咱这大明江山又何止万年？中原有句俗语，叫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做人做事一定要沉得住气。继而，你的耐心比之去年进步了许多，这很好。你倒是有耐心，我抵望香岛7、8年，还不是功亏一篑。以前孩儿提议联合方国侦残部强攻望乡岛，您说要兵不血刃，夺取望乡岛的势力没几用。为此，孩儿这一等便是7年有余。如今您又叫孩儿等，难道又要等上7年不成？中原有句俗语，叫谋定而后动，已经制动方为高手，冲动行事反倒容易陷入被动。可中原还有句俗语，叫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孩儿不解此言何意？那是莽夫行径，乘一时之危，早晚必栽跟头。原本想兵不血刃的收张士成余不为己用，既然他们不识时务，自当铲除。不过方国侦残部是咱们养的一条狗，向来还算听话，让他们狗咬狗岂不更好？继而你又何须为了一个虾仁乱了方寸？孩儿听说大明原本并未打算远征我倭国，可恨虾仁此人不仅极力促成大明远征我倭国故土，更是假借我国有金山银山为诱饵，愣是凑足了军费。福建、浙江两地更是日夜赶工大肆打造战船。若一日不将此人铲除，孩儿便一日无法入睡。大首领不好了，属下奉命赶往忘忧岛视察，却发现方国侦部尽属被屠。你说什么？是谁屠了本首领最忠心的狗？属下不知。属下率人赶到忘忧岛的时候，除了遍地的尸体，并未看到敌人踪迹。事已至此，即便怒火3000丈也于事无补。咱们需重新谋划一番。什么谋定而后动，通通都是屁话。你只会让我等。若你不是我的生父，我定要劈开你的脑袋，看看里面装的是脑子还是大粪。选择在这个时候将虾仁掳来，确实是个错误。最致命的错误就是我不该听信你的鬼话。当你狼狈而回之时，若我能当机立断倾巢而出，定能一举铲平望乡岛。而早已被我驯服的狗，也不至于被人突袭烹食。如今方国侦残部被灭，陈友谅与张士诚余部向来敌视倭人，一旦他们联合起来，这后果……继而你且宽心，张士诚余部多次提出与陈友谅部联手，皆被拒绝。就算那虾仁能说动他们，也非一日之功。为今之计，咱们须得先下手，趁张陈两部尚未联手，趁福建、浙江两地造船司不备，抢先一步将两地战船通通烧毁，再将那些造船工匠屠戮殆尽。待事成之后，再设法离间张陈两部，等到他们同床异梦，咱们再将他们逐个击破，又有何难？哼！强调谋定而后动的人是你，如今提出先下手为强的还是你。若非你是我亲生父亲，今日我便要亲手活剐了你这装神弄鬼的老东西！即刻唤松下首领与川下首领前来议事。不知陈兄此次登临我太平岛，有何贵干？事先声明，若依旧是那些联合抗倭的说辞，陈兄还是免开尊口。梁岛主误会了，此行以虾兄弟为主，陈某只是陪同。虾兄弟，这几位便是我给你提及的大岛主梁天宝、二岛主孟浩、
3岛主交座，这3位岛主便是太平岛陈友谅于不当家人，某这位虾兄弟乃当朝无忧伯林德殿大学士，应天知府虾仁。虾仁最近可是如雷贯耳，不仅年纪轻轻便身居高位，更是那朱元璋的宠臣。听说大明远征倭国，便是因此人极力主张，所需军费也是他设法凑齐。不过咱们与那朱元璋就有夙愿，一向不曾来往，不知你带他来我太平岛做神，莫非你成王旧部已投靠了大明朝廷，此行是前来劝降的？太平岛，寓意倒是不错，只可惜恐怕用不了多久，太平岛便不会再有太平。你什么意思？难道你是来给我等下战书的？宣战倒也未必，得看诸位的选择。诸位皆是汉王陈友谅余部，鄱阳湖决战一败涂地之后，逃亡到这不毛之地，苟延残喘以期太平。试问这巴掌大的地方，太平何来？在下之所以不避艰险，前来太平岛与诸位一会，不过是念在诸位尚有几分骨气，非忘忧岛方国真不之流，这才来给太平岛诸位一条出路罢了。正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诸位听清楚，朝廷只是无暇收拾，而非不能收拾。我等自追随汉王抗击暴元，对战朱元璋，所经历的战争不计其数，又岂会畏惧你这空言恫吓？至于你所说的出路，当年鄱阳湖大战，汉王统帅我等打的朱元璋差点死在那里，试问他会轻易放过我等？再者说，这周边海域可不止我汉王旧部，还有方国珍与张士诚部，更别提那群倭寇了。一旦大明派军前来，鹿死谁手还犹未可知。梁兄有所不知，方国珍残部仅已尽数伏诛，已成过去了。什么？那些软骨头全部被诛？没想到朱元璋如此恶毒，看来是欲将我等赶尽杀绝了。杀！此次大明朝廷共派来多少大军围剿我等？梁兄误会了，扑灭方国珍残部是我等下的手，这些年方不甘当倭寇走狗，作孽太甚，当算是死有余辜。竟是你们干的？可方部实力强劲，以你的实力如何能一举荡平忘忧岛？即便如此，又为何要将方部斩尽杀绝？若是其他，或许只诛首恶，做汉奸走狗便只有全部死绝的下场。唯有做汉奸的代价足够大，才能让某些群体在做汉奸走狗之前，好好权衡一下利弊。哼，大哥莫要恼怒，咱们不妨先听听他的来意，再做计较。天底下也没有平白无故的好事。虾兄弟刚才所言要给我不寻一条出路，不知出路在何处，又需要我等做些什么？想必梁首领也有所猜测。不错，在下希望趁方国珍残部覆灭，倭寇势单力孤之际，张陈两部联手灭了倭寇，还沿海百姓一个太平。事成之后，在下保证定然说服圣上对张陈两部既往不咎。今后诸位想要种地打粮也好，重返战场建功立业也罢，在下定让诸位如愿。这只不过是你画的大饼罢了。有道是狡兔死，走狗烹，谁知道大明朝廷剿灭倭寇之后，会不会调转兵马来灭了我们？你说保证，你凭什么给我们保证？我们又凭什么相信你的保证？退一步说，即便你的保证出自真心，谁又敢保证朱元璋不会过河拆桥？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孟岛主话语如刀，在下无言以对。既然如此，诸位就当在下没来过，也什么都没说过，告辞。你不是无言以对，你是被默默揭破了阴谋，这才……老二，你给我住嘴！虾兄弟好大的脾气，一言不合便要离去。既是商谈大事，总该让人提出质疑吧？总不能你说联手杀敌，空口白牙画了张饼，弟兄们便立马操刀自上吧？并非在下不容诸位质疑，而是在下实在想不出用什么来保证自己许下的承诺。看来是在下梦浪了，徒留无益，告辞。方国珍部已经被这小子屠了，谁知道下一个会屠谁？你给我站住！孟浩莽撞，虾兄弟别见怪，咱们坐下慢慢谈。虾兄弟，你别光顾着喝茶，倒是说话啊！说话？说什么话？该承诺的在下也已承诺，诸位不信，我有什么办法？劳烦再端一盏茶来，最好是红茶暖暖胃。虾兄弟，既然是商谈合作，就需拿出诚意，总不能毫无保障，便让弟兄们替你卖命吧。替我卖命？说句交心话，或许诸位在他人眼中是丧家之犬，然在我虾人眼中，推翻暴元，为我华夏崛起立下过汗马功劳的诸位是英雄是豪杰。若非出于敬重，若非真心想给曾经的英雄谋得一条出路，在下绝不会登临太平岛。不过区几万倭寇罢了，当真就无法剿灭，我虾人却偏偏不信邪。成者王侯败者寇，自我不败于朱元璋之手。朝廷视我等为隐患，百姓视我等如贼寇，
推翻鲍元的功勋也尽数归了朱元璋，而我等却沦为贼寇，被世人唾骂。没想到竟还有人认可我等曾立下的功劳，视我等为英雄为豪杰。虾兄弟，就冲你这番话，我太平岛上下答应为你。别冲动，此事还得大哥拿主意。虾兄弟，就凭你对我等的认可，我梁天宝这条命从此卖给你，已心甘情愿。但事关我部近5万人众，梁某身为大岛主，行事不得不慎。不瞒虾兄弟，对于倭寇行径，我等身为汉人亦痛恨非常。之所以不愿与张士诚部联手除之，一来倭寇有方国真不帮衬，我等恐非对手；二来也是出于自保，担心一旦铲除倭寇，大明朝廷必然调转枪头对付我等。虾兄弟，你只需应下2件事，我臣部上下从此任你驱使，绝无二话。虾兄弟，那太平岛3位岛主向来顽固不化，何以此次答应的这般爽快？不，个中曲直，倒也并不复杂，不过是答应了他们2个条件罢了。什么条件？为了联合臣部，虾兄弟的牺牲可是大了。若倒是那朱元璋不给面子，虾兄弟只怕从此便要卖身太平岛了。山下首领扶这2地造船司，有重兵把守，事关重大，若是强攻，则必然损失惨重，还望大首领慎重考虑。本首领提出此事，心中自然有所计较，强攻乃是下策，唯有智取。那几位当地的豪门巨贾早已吃得膘肥体壮，现在也该是他们回报咱们的时候了。虾兄弟，我把石家家主与李家家主带来了，这2人当真没话说。自接到你的信件之后，二话不说便迅速调集了20万担粮米、100万两白银，并亲自押送。夏大人，听闻你被人掳走，草民当真是心急如焚，夙夜难寐呀。如今见你安然无恙，草民当真是高兴。不瞒夏大人，当时听闻您被人掳走，草民既感万分担心，又犹如失去了主心骨，6神无主啊。如今的见大人平安，草民当真是喜不自胜了。2位家主果然没有令本府失望，都是自己人，客套话咱们也无需多讲。哦，对了，这路有顾大人托草民转交给夏大人的2封信，一封乃圣上亲笔所书，一封乃永昌侯兰玉前人飞马送来。事可为，则务必尽全功为之；事不可为，则保住自身速回。如朕亲临，还是老朱办事大气，关键时候靠得住。看来老朱当真是不放过任何磨练儿子的机会，连3位藩王都派来了。刚接到飞鸽传书，那边传来消息了，还请虾兄弟过目。山下鸡还真是胆大包天，竟当真敢打服这2地造船司的主意，还他们想出了如此绝妙的主意，利用汉奸走狗，真他妈有才。许家、彭家倒是不显山露水，无从断言，可马家、王家素有善名，这着实令人难以置信。素有善名，真善还是伪善？哎，无需多久，咱们便能知道他们到底是人还是鬼。听说这几家原本都仅是名不见经传的小家族，却在短短7、8年之内，一跃成为当地数1数2的巨贾豪门，崛起的速度堪称惊人。若说背后无人支持，绝对是天方夜谭。为官也好，行商也罢，背后总会有人支持，毕竟有利益存在的地方便有江湖。不过，若是为了所谓的利益甘为倭寇走狗，那么本府会让他们知道什么叫残酷。陈大哥，你们栖息海外孤岛，沿海各省想必皆有你们部下的眼线，有传递消息的渠道吧？自然少不了，否则我等又岂能安然活到今日？就在望乡岛几只性格冲天而起之时，杭州马家大堂内，推掉此事，撇清关系，老夫又何尝不想？若说是掉进了裤裆，多洗几次，倒也不难洗干净。可莫知掉在了纸上，该怎么洗？以山下鸡狠辣残暴的性格，若不听命行事，只怕灭门之祸顷刻将至。与其这样，倒不如索性豁出去赌上一把，赢了安享富贵，输了不，倭寇不会输，咱们也不会输。以如今的进度，6月之前，自100艘苍龙号便能悉数下水，想必用不了几年，吴国也就该成为历史了。开狠！那些个矮矬子也当真是活腻歪了，咱们还没找他们的麻烦，那些杂碎倒抢先动手了。此次若不将他们斩尽杀绝，满朝将帅与我蓝玉的颜面都他娘的没地方搁。朝廷原本还能容他们再活些时日，奈何他们掳谁不好，偏偏要将虾人掳去，当真是唯恐自己死得不够快。想起自家儿子招惹了虾人的下场，李善长眼角一跳，悠悠地说道：“谁说不是呢？打谁的主意不好，偏偏要招惹虾学士，活该倭寇即将走向绝路啊！”禀将军，营外有人求见，说是凤虾大人之命前来送信，要面呈将军。干等了几天，终于来了，走，即刻回营。殿下莫怪，永昌侯向来是这种风风火火的性格，倒并非有意忽视殿下。他是此行主帅，本王只不过是副帅，倒也谈不上忽视。只不过本王也不知道哪儿得罪他蓝玉了。
以致他总是在大哥面前说要大哥小心提防本王。看来必须得抽空和他好好谈谈了，否则本王与大哥之间的兄弟情谊迟早得毁在他的手上。或许这就是所谓的咸吃萝卜淡操心吧。太子殿下向来重情，唐人即便说的再多，也丝毫无损您与太子殿下之间的兄弟情谊。本王此次之所以随蓝玉一道前来，一为见识一番到底何为海战，也顺便为剿灭倭寇尽上一份力；二来也是想与蓝玉剖心一谈，让他今后别有事没事在我大哥面前给本王下眼药。果敢刚毅，英姿勃发，倒是像极了年轻时的圣上。若能登临大宝，倒不失为一代圣主。可惜你那位太子大哥同样不凡，注定了此生你也只能做个番盲了。难怪倭寇这些年屡屡得手，原来他们竟然一手养大这么多走狗。俗话说人无横财不富，马无野草不肥，他们能在短短几年发展到今日，可想而知暗地里干了多少龌龊勾当。义父，孩儿建议即刻索拿了这3家倭寇走狗，将他们满门抄斩，看看今后还有谁敢。你们呐，行事也太过鲁莽，即便要灭人满门，好歹也得先栽了赃。不，好歹也得那么点真凭实据吧。无凭无据便要灭人满门，那咱们成啥了？强盗？真凭实据。自听说了那小子在山东所做的一切之后，咱才知道什么叫无耻，什么叫手段，什么叫办事。别怪义父没提醒你们，若今后行事还是这般直来直去，一是不知机变，早晚得吃大亏。得多学学那小子，光着屁股被人从床上掳走，不仅化险为夷，毫发未伤，还能化被动为主动。这凭借的可不是刀子，而是脑子。话说认同一个人，打心里喜欢一个人，那这个人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包括下人那不堪入目的一手狗刨子。蓝玉不仅不觉得难看，反倒觉得颇具张旭狂草之神韵。当真是怎么看怎么顺眼。义父，难不成就眼睁睁看着那些汉奸走狗坐享富贵，咱们却毫无作为？先容那些杂碎多活2日，用瞎小子的话怎么说来着？叫做废物利用。待将那些矮矬子一网打尽之后，再用这些杂碎的人头庆功，让他们好好感受一下什么叫做绝望。见过燕王殿下。你们且先出去，本王有事与蓝将军单独相谈。蓝将军所说意思，当真是忠心耿耿。今日一见，果然令本王敬佩。军中汉子，行事向来光明磊落，并无遮掩鬼祟之事。再者说，我蓝玉与燕王殿下向来交集不多，更没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又何须避着旁人？鬼祟？没想到我朱棣在蓝将军眼中竟是鬼祟之人。殿下言重了，我可没那意思，只不过倒不算了。既然你认为本王鬼祟，那就鬼祟吧，还是先谈谈公事吧。刚才蓝刚禀报说虾人来信了，是不是已经摸清了倭寇的动向？这是虾学士的书信，你自己看吧。呵呵，倒是可以确认是虾人的亲笔书信，无疑谁也没法假冒。真是贱骨头，好好的人不当，偏偏要做鬼。看完了吗？看完了快还给本将，本将还要好好保存。保存？诸事如今已了然于胸，你还保存这书信作甚？张旭的狂草，我蓝玉无缘的见，但想来就虾学士的这一手狂草，绝不逊那张旭丝毫，自然得好好保存下来，传之后世子孙。蓝将军果然目光如炬，虾人的字的确极具特点，仅凭谁也假冒不了这一点，就已极为难得。2天后的深夜，骷髅岛渡口大大小小的战船近100艘，借助强劲的风力驶离了渡口，乘风破浪，消失在夜幕之中。基奥，别怪为父多嘴，你此次偷袭未免太过仓促了。虽然那些汉奸走狗不知具体谋划，又刻意选在深夜扬帆，可万一被张陈两部提前侦知，只怕会落入他人口中，万劫不复啊！我山下集纵横海外10余年，从未失败过，这一次也不例外。距蓝玉所在大营5里开外，马云等人所率领的车队满载着酒肉，缓缓前行。俺老，咱们一旦拐过了前面那道梁，可真就再也无法回头了。正所谓死和尚不死贫道。俺老，您说若是咱们……老夫明白你的意思，不瞒2位，这个念头老夫也曾不止一次想过。可想要和倭寇玩过河拆桥的那一套把戏，看看2位怕是忘了2年前赵家的下场吧。若非借倭寇之手除掉赵家，吞并赵家家业，又岂有咱们的今日？从那一天起，咱们便再也没有退路可言了。俺老，虽说咱们找了柳公子牵头，召集了20几家颇具影响力的家主作为掩护，可一旦造船司被袭，战船被夺，必将震惊朝野，势必严查始末缘由。到那时，咱们当真能脱得了干系吗？能不能脱得了干系，就得看这位柳公子他爹是不是舍得抛下他这独生子了。
来了，走狗果然带着酒肉赶来了。燕王殿下，您看咱们是不是赏他们点什么？看来这些狗才是把咱们当成了钱员对待了，幸还当真玩起了劳军的这一套。或许是人家听闻燕王殿下驾临杭州，上杆子来抱您的大粗腿也说不定呢。上杆子抱粗腿，本王倒还希望你蓝玉也能抱一抱本王的粗腿，只可惜本王的大腿再粗，也他娘的没我大哥的大腿粗。哎，你个匹夫看不上。嘿呦嘿呦抓紧干哟，嘿呦嘿呦抓紧干哟，嘿呦嘿呦别偷懒哟，嘿呦嘿呦别偷懒哟，嘿呦嘿呦不差钱哟，嘿呦嘿呦不差钱哟，嘿呦嘿呦娶婆娘哟，嘿呦嘿呦娶婆娘哟，丁大要元好生养哟，丁大要元好生养哟，给我拉进来！哎呦哎呦，饶命啊，秦王！你他娘的现在倒还豪出节奏感了是吧？行了，二哥，你看他这一身肥膘，就算你再抽上100鞭子也没用。依我之见，不如火烤了他，连同其他这10几人一起烤。不要啊！虾兄弟，倭寇如今倾巢而出，虽兵分2路，可人数不会低于2万，而咱们却不足1万人。若倭寇见势不妙调转船头，咱们能挡得住吗？蛟龙入林，猛虎入海，掉头容易，回头太迟。禀大首领，子时已到。传令下去，即刻扬帆。今日我山下鸡要给大明一个终身难忘的教训。继而为稳妥起见，是不是应该先派人上岸打探一番？这万一……我睿智的父亲，大明皇帝派遣3位藩王和永昌侯蓝玉分别坐镇浙江、福建2处造船司，你不会以为他们此行仅仅是为了镇守吧？再者说，即便有埋伏，又能如何？我大倭国勇士凶悍无比，若是想走，放眼天下谁人可挡？与此同时，由松下义纯率领的15000倭寇也于此时弃船上岸，兵分2路，一路缓缓逼近热闹喧嚣的造船司，一路悄然逼近死寂一片的军营重地。倭国勇士们，给我杀！松下首领，不好了！您刚率勇士登岸不久，陈友谅部众便从咱们身后杀过来了。怎么可能？太平岛的那些人怎么可能知道咱们的行踪？松下首领，请赶紧回返救援吧！负责看守战船的2000勇士快顶不住了。慌什么？我大倭国勇士纵横无敌，岂是小小太平岛部众所能匹敌？田野，由你率5000勇士回去支援，其余人随本首领杀进大营。大哥，有埋伏，快撤！八嘎！当真是令人恶心的语言，还是虾人说的对，如此种族就该灭亡。大倭国的勇士们别慌，随我一起杀出包围，夺回战船，咱们就能活命。首领不好了，咱们的后路也被阻断了，现在他们正向前攻杀。松下首领，现在该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我特么怎么知道怎么办？二哥，这些倭寇还不够我塞牙缝的，你且去歇着，放着我来。如此大快人心的时刻，我怎能歇着？我说三弟，你如果这回有劲没出使，就去左下角幻想名将录，抽个鬼神点为练练招式。幻想名将录？对呀，这可是新出的3国手游，全新放置卡牌玩法，全球都在玩。而且厂商最近为了宣传，开局就是免费1000连抽，想要啥成将都能抽到。快看，这不就抽到鬼神了吗？一出场凡人战力，一个技能扫千军万马，伤害直接拉满，体验感爽到爆炸，而且还不用下载，点击就能直接玩，多方便你练练招式呀！我这就去看看，也不知四弟和蓝将军那边怎么样了，到时候拉他们一起玩玩，操练下。川下正雄，你身为堂堂大倭国子民，为何要背叛大倭国？我川下正雄从未背叛大倭国，我背叛的只不过是你山下鸡一人而已。大明国土万里，雄兵100万，可笑你居然还在做着春秋大梦，妄图蚍蜉撼树，可笑你居然还有脸质于我。真正背叛倭国的人应该是你。早在5年前我就说过，做贼或能得逞一时，却不可横行一世。咱们应该率众回返倭国平定内乱，可你偏要在此与大明帝国较劲，以致为我大倭国惹下了塌天大祸。若非我川下正雄与大明重臣虾人达成了共识，只怕用不了2、3年，我大倭国便要消亡在这个世上。哼，虾人狗贼极为痛恨我大倭国，天下谁人不知？你居然与他暗中勾结，你的脑子里装的什么？大风吗？继而，此人以鬼迷心窍，扑朔无益。趁现在手下近万武士尚有一战之力，还是先设法突围吧，保住有用之身，总有报仇之日。父亲，劳烦你设法将虾人引出来，一旦他现身，咱们便立即朝他攻杀过去。咱们走到今天这一步，全因虾人狗贼而起。若不除掉此人，一旦大明远征大军登陆倭国，依照此人的本性，只怕我倭国故土将血流成河。而只要除掉这个虾人，依照华夏以怨报德的传统，
大明朝廷必然干不出屠杀我国子民之事，那我大倭国便能得以幸存，即便暂时遭难，也总有崛起之日、复仇之时。不错，此人实乃心腹大患，若不除去倭国，便再无生路。站住！再向前一步，格杀勿论。蓝将军小心，这个老家伙乃是山下姬的父亲，惯会卖弄口舌，不如一箭将其射死。如今大局已定，本将倒想看看，凭借他的口舌，能否助他们逃出升天。多谢蓝将军成全，贵军棋高一招，芥川无话可说，愿率众归降大明，任凭驱使。我大明既然收下了一条走狗，也绝不介意再多收一条，那就让你们那些狗屁勇士放下兵刃，跪地就范，圣上慈悲定会从轻发落。在投降之前，不知能否容许老夫见上一位古人，与他说上2句。郑钦怀，郑军师，你要见的人可是本府吗？夏大人，您终于来了。郑雄啊，你这次立下大功了。放心，有我大明的支持，倭国的天皇之位非你莫属。怪不得川下君要背叛骷髅岛，原来虾人竟许了你倭国天皇之位。如今既然你不仁在先，那也就别怪老夫不义了。夏大人，若大人已欲扶持川下正雄，也应对其有所掣肘才行。老朽愿说服我儿甘当大明走狗，替大明制约川下天皇，还望夏大人成全。夏大人，你别听这老东西花言巧语。燕王殿下，蓝大将军，不知你们意下如何？临行之际，父皇交代角窝事宜，皆由虾人做主，一切自当按你的心思办。圣上说你小子光着腚也不忘操心国事，夸你是人臣楷模，让在下一切皆听命于你。既然尔等即以迷途知返，再行斩尽杀绝之事，不免有损我大清的气度，那本府接受尔等的投降。谢夏大人成全，属下这便告知我儿，让他率部投降。虾人，你之前来信说围而不杀，莫非当真有意收那些矮矬子当狗？蓝大哥别急，兄弟或许心死，却绝不会手软。众倭寇一定要杀，不过在这里杀意义不大。倭寇自前元开始便一直肆虐我沿海各省，百姓们虽恨之入骨，也谈之色变。因此，我要用倭寇的头颅驱散百姓对倭寇的恐惧，也要唤醒独属于炎黄子孙的傲骨。这主意不错，是该让咱们华夏百姓振奋一下精神了。说好引出姓夏的狗贼后，咱们便冲杀过去。可眨眼功夫，你又改变主意，不仅不杀此人，还求着给人当狗。老东西，你到底是怎么回事？继而，如今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为父所做的一切，不过是根据形势做出的权宜之计罢了。为父问你，若大明愿出兵相助，再倚仗川下正雄现如今掌控的实力，有几成可能登临天皇之位？什么？川下正雄要当天皇？若大明皇帝派大军相助，那其成为新一任天皇的可能性极大。不对，姓夏的狗贼手段残忍，不会如此好心，到头来怕是替我大倭国招来了一条吃人的恶狼。可是已至此，如今咱们也唯有2条路可走，一条是黄泉路，朝姓夏的展开自杀式攻击，咱们也必死无疑；另一条路就是学越王都监，卧薪尝胆，先求的一条活路，再静待时机。抱歉基儿，为父擅自做主，替你选择了第2条路。当务之急，唯有先抛却尊严，保住性命，待积聚了足够的力量，再报今日之仇，也为时未晚。我山下既收了无数大明的走狗，却不曾想到头来竟要给大明当狗。当狗便当狗，只要能求得一条活路，那我山下即便给姓夏的狗贼摇上几下尾巴，又有何妨？我坚信大明总有衰落的一天，而我大和民族也绝不可能永远弱小，总有一天我大和民族必然会成为华夏中原恐怖的灾难。罪人山下级愿率部归降，从此任凭驱使。听说倭寇不仅凶悍，还特么竟是宁死不降的硬骨头，没想到竟是些怂包软蛋，生死关头照样跪地求饶。只怕未必，依我看，此人是在效仿虎之勾践，摒弃尊严以求一条生路。此人能屈能伸，以出具枭雄心性，若不除之，早晚必成祸患。放下武器。大人，我倭国武士向来是刀不离身，不知能否开恩，容许他们保留佩刀，保全最后一丝颜面。颜面，尔等既已投降，只需对主人忠诚即可，要颜面何用？别再挑战本府的耐心，明白吗？若勇士们一旦弃刀就缚，你却下令屠杀，我等岂不是毫无还手之力？若本府当真有心杀你们，又何须等到现在？半刻钟内若再不肯弃械归降，那尔等便放手突围吧。若能在2000只火铳下突围而出，本府便放你们一条生路。敢问下大人，若我等轻信归降，不知大明朝廷会如何处置我等？
原本依着本府的性格，定要将尔等屠杀殆尽。无奈我朝中酸儒众多，若当真将尔等屠戮殆尽，不仅有损我大明气度，更有损我黄仁义之名。你们只要弃械投降，并承诺永不再犯我大明海域，便可安然离去。毕竟对我大明的饱学大儒来说，面子比天大嘛。本首领已和大明朝廷商议，只要我等跪下，大明朝廷便不会赶尽杀绝。大家即刻放下武器。虾兄弟，现在可以动手了吧？全部活捉，留着他们的命，以后有用。放心吧，弟兄们都是久经战阵，绝不会坏了你的好事。我说老薛啊，你也是沙场悍将，可偏偏拿这些矮矬子没辙，净特么丢人。如今肉给你搁砧板上了，若连饺子馅都剁不好，干脆回家抱孩子得了。遵命。继儿放心吧，据为父推断，大明朝廷既有心扶持川下正雄成为傀儡天皇，必然会留下我等对其形成遏制，此乃制衡之道。因此，前锋营众将士听令，挑断倭寇手筋，留其狗命，下手剁他娘的利索点。包子、志豪，通通都是狗屁！那剩下的一心只想弄死咱们，根本就没想过利用咱们。没了武器，现在大家只能拼命肉搏了。哼！山下大首领在一开始就有心拼命，都怨这老东西拼命阻拦，我们就从这老东西身上踩过去拼命。姓虾的狗贼，你出尔反尔，卑鄙无耻，必定不得。虾大人，这2本便是与山下记和松下义纯暗中往来之人的名录书册。你且先行退下，本府还有事情与众人商谈。虾兄弟，此人还留着他作甚？不如一刀宰了他算了。虾兄弟这般做，自然有这般做的道理。二弟，你这急躁的脾气什么时候能改改？留着这条倭狗，一来是为了让世人知晓天底下不仅仅有汉奸，还有倭奸，还有就是几个月后朝廷征伐倭国，可以利用此人笼络一批倭奸，有助于瓦解倭国的士气。此次肃清倭寇，张士诚部与陈友谅部均立有大功，兄弟已将详情笔录成书，上呈圣上，想来不日既有回音。以圣上的胸襟赦免大家，那是肯定的。到那时，不知诸位兄长有何打算？皆有赖于虾兄弟给了我等这个机会，我等才立下尺寸之功。今后待有用的这我等的地方，虾兄弟尽管请人来信，我等必定赴汤蹈火，绝不推辞。陈大哥的意思是？不瞒虾兄弟，我等自当年败于朱元璋之手，逃往海外，寻得了这片栖息之所，如今已有10余年。而中原对我等来说，早已物是人非，与其回去徒增伤感，倒不如就在这海外扎根，倒也逍遥自在。陈兄说的不错，我等虽于华夏有功，却于大明无益，与其重返故土，倒不如栖身海外耕种，大于足以自养。既然各位兄长执意如此，那在下也不再勉强。张陈两部虽可耕种大于自养，却也免不了钱财消耗。抬进来，这里是200万两，以酬张陈两部之功。哦，虾兄弟，为请示朝廷，可视为官者大忌，你回去如何交代？诸位兄长无需多言，这些钱财不过是倭寇1半积蓄，剩下1半足够交差。更何况汉奸走狗家中财富更是堆积如山，有了他们，又何愁没有银子交差？这些杂碎为虎作伥，背祖忘宗，也该是他们还债的时候了。这些倭寇乃来自弹丸之地的倭国，虽称之为国，然其疆域比之浙江一省之地尚有所不及。其国内总人口不过600万，天生矮小，堪称侏儒。而我华夏民族论及疆域10倍有余，论及人口10倍有余，论及富庶10倍有余，论及兵力更是10倍有余。即便是论及体魄，我华夏妇人亦远胜倭寇。然而，就是这处处胜过倭寇10倍有余的我们，却生生被侏儒一般的倭寇横行多年。这到底为什么？难道是因为咱们不够强大吗？不是。那为什么自瑞秦强汉之后，疆域广阔、人口众多的炎黄子孙总被异族所欺？俺虽是屠夫，大字不识一个，但平生最厌恶的话，便是以德报怨，以理服人。依我看，都是那些个开口闭口之乎者也的酸儒给害的。咱们华夏子孙都他娘的丧失了血性。说得好，就是血性。以德报怨，以理服人，是前宋最提倡的2句话，同时也将这2句话做到了极致。然而却从未得到异族的丝毫尊敬，得来的是一次又一次变本加厉的侵犯。所以事实证明，以德报怨，以理服人的那一套屁用没有。记住，对待侵略咱们的异族，唯有以杀止杀，任何慈悲都是自掘坟墓。姓虾的狗贼，你记住，我大倭国永远不可战胜。你们大明的远征大军，必将落得蒙远远征军一样葬身大海的下场。今日我山下籍虽然生死，但我大倭国想死之人，这矮矬子竟还这般猖狂，打死他！爹救我啊！我还年轻，还不想死啊！老爷，妾身早就说过，
平平安安的过日子，勾结倭寇作孽，早晚都会有报应啊！大人，冤有头债有主，勾结倭寇，乃老朽许鹏、许两位家主3人所为，妻儿家小属实不知，还望大人大发慈悲，饶过他们吧。他们既然随徒尔等一道享用了人血馒头，那便注定了他们的下场。说到大发慈悲，原本该诛尔等9族，本府只诛3族，以示菩萨心肠。号称海中巨无霸的苍龙号，果然名不虚传。原以为当年鄱阳湖大战，陈友谅的战船已大得离谱，现在和苍龙号相比，简直犹如8岁稚子比之壮汉，不可同日而语。当年鄱阳湖决战，我部的战船可是差了陈友谅一大截，若非对方铁索连舟，给了我军火攻的绝好机会，一战而定乾坤，只怕我等。呵呵，只可惜当年鄱阳湖决战陈友谅之时，本王尚还年幼，否则历经那场决定江山归属的战役，竟然大有裨益。当年鄱阳湖大战，我部战死的将帅不知凡几，也幸得燕王殿下当时年少，不然……蓝玉，你仗着是大哥的舅父，便屡屡讥讽，真当本王可欺不成？燕王息怒，蓝玉匹夫之言，殿下岂能当真？看来得找个机会劝劝蓝玉了，否则依着这种性格，早晚都得完满。老李啊，400艘苍龙号4月底之前能全部下水吧？铜铁丝麻、丁卯木料皆已备足，老夫有绝对的信心，4月底之前全部下水，绝不耽误大军远征。再者说，此次远征倭国，老夫可连家底都掏空了，就等着从倭国运回金山银山，好分取红利呢。虾仁啊，有个问题，四哥早就想问问你了。你如此费尽心力促进朝廷远征倭国，到底是为了那金山银山，还是纯粹只想灭了倭国？即便是倭国穷的阿血，也非得灭了这个杂碎不可。至于倭国有没有金山银海，到时用锄头刨看吧。万一有呢？万一，虾仁且慢行一步，把话说清楚。老朽年迈，可着实经不起这种刺激啊。是啊，虾仁，你把话说清楚再走。中原腹地已有转暖迹象，然北地草原却依旧天寒地冻。硕大的龙帐内正发生着一场激烈的争论。争执了这么久，要不各位喝点马奶酒，再接着吵。臣等失礼，望大汗宽恕。争论了这么久，无非就2个抉择：或是大军南下与大明一决雌雄，或是安于现状继续休养生息。师烈们，你身为我大元帝国的宰相，却一直闭口不言，不知你是何想法？回大汗，臣认为开战有开战的好处，不开战有不开战的好处，就看如何衡量利弊了。所以你这是说了一句貌似准确却毫无价值的废话吗？托火赤大人，7年前与大明交战，虽是我大元取得胜利，可你别忘了那场胜利是怎么来的。率我大元勇士取得胜利的王宝宝已病死多年，若是重启战端，大军南下，何人统兵？不错，王宝宝虽用兵如神，击败了大明的徐达，那又怎么样？王宝宝如今已然病死，用汉人的话来说，死了个张屠夫，咱们总不能吃带毛猪吧？国公大人，便是连大明皇帝也称之为奇男子，久思而不可得的王宝宝大帅，在你的口中却成了张屠户，也未免太过不敬了吧？臣言语无状，请大汗治罪。念在你是无心之士，有事初犯，便饶你这回，若再有下次，严惩不贷。谢大汗宽恕。丞相大人，刚才大家伙都发表了各自的看法，你向来睿智，不知你有什么想法？这些年休养生息逐渐强大起来的可不仅仅是咱们，如今的大明根基已稳，等闲难以撼动。叫我说，只要大明不率先找咱们的麻烦，能不开战还是别开战的好。若是王宝宝大帅尚在人世，我大元帝国倒也有几分胜算。可如今，敢问诸位大人，大明能战善战的将帅不知有多少？不说那用兵如神的徐达，便是李文忠、冯胜富有德等将，也是个顶个的厉害。我倒要问问在场诸位，谁敢说对阵他们中的任何一人有必胜的把握？爱族大人，若照你这么说，王宝宝大帅病亡后，咱们就该洗洗睡了。我承认丞相刚才提及的大明将帅，均是能征善战之辈。但诸位大人不妨想想，云南有梁王把扎剌瓦尔密20万大军从中策应，再引辽东高丽引为外援，从辽东发起攻击，牵制大明的军力。咱们大元帝国再率大军南下，3路大军齐头并进，此乃煌煌大事，又岂是大明区区几位将帅所能阻挡？咱们现在的确失去了王宝宝，可只要大势在手，咱们便稳操胜券。平章大人当真是深谋远虑，听你这么一分析，好似只要我3路大军内外并举，恢复我大元昨日荣光，便指日可待啊！知越大人有什么高见，尽管直说，用不着阴阳怪气。云南的把扎剌瓦尔密贵为我大元良王，坐镇云南，手掌20万重兵，如今是否愿遵从咱们的号令？暂且抛开不谈，就说辽东高丽，向来熟手两端，一边与大明姓朱的贼子眉来眼去，一边又与我大元帝国藕断丝连，
已逐渐失去了对我大元的敬畏之心，也早已不是一纸调令便能让高丽俯首听令的时日了。如今大明国力与日俱增，试问以高丽的猎狗脾性，又岂敢轻易招惹蒸蒸日上的大明？等平章承认，如今我大元实力的确大不如从前，可那又怎样？我大元虽实力大损，却不是那高丽小国所能得罪。做了我大元100年的狗，莫非现在还敢不听主人的召唤不成？玩者不华说的没错，高丽只不过是咱们的一条狗，安敢不遵我大元的命令？不错，高丽若敢不遵我大元的命令，咱们索性灭了他，占他们的土地，奴他们的子民。我大元用得上他，是给他脸面，若是听话便扔给他一根骨头舔舔，若是不听话就灭了他。不听话的狗留着干啥？大汉，身为大元臣子，该说的话臣都说了，也算尽了人臣本分。臣身体不适，容臣先行告退。贪生怕死的老东西，我看他就是被大明吓破了胆，让这种懦夫身居要职，难怪我大元变成了现在的这番模样。玩者不话，大元沦落至此，就是因为尔等目空一切的骄傲，不晓天时，不安军事，不通战阵，不明大事。我大元早晚都会毁于你们所谓的骄傲。尔等张口闭口皆将高丽称之为狗，可诸位别忘了，中原腹地的汉人原本也沦为咱们的狗将近100年，现在咱们却被豢养的狗给赶回了老家。汉人翻身做主，高丽又岂能甘心为狗？不得不承认，如今我大元实力大损，高丽的确生出了不臣之心。可世事无常，斗转星移，以大元如今的局势，若是直接命令高丽起兵，不仅难以如愿，还会令其彻底倒向大明，与我大元公然撕破脸皮。中原有句成语，威逼利诱，威逼不行，咱们不妨以利诱之，放低姿态与他们合作也未尝不可。大汉英明，高丽向来是干大事而牺牲，见小利而忘命，只要咱们人块骨头，不怕高丽不卖命。大汉高见，即便高丽不再是一条听话的狗，可只要见着骨头又岂肯放过？知越大人，不知你现在还有何话说？若是高丽能同时举兵牵制大明的兵力，再有坐镇云南的把扎拉瓦尔密从中策应，那我大元不敢说此战必胜无疑，但若局势有变，想要全身而退，也并非难事。除云南两网、辽东高丽这2路大军之外，还有一方势力，或许能为我大元所用。虾仁啊，有个问题，四哥藏在心里很久了，一直想找个机会问问你。四哥，请问。四哥这些时心里常常会泛起一个念头，若你我能先一步相识，你会相助于我吗？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希望四哥能先回答我2个问题。虾仁，你尽管问，四哥绝不相瞒。若以太子早逝为代价，换取四哥你入主东宫的可能，四哥你愿意吗？若你镇守边塞，今后手中的实力足以夺得江山，四哥你会置与太子之间的兄弟情谊于不顾吗？第一个问题，假设有这种可能，以大哥的早逝为代价换得我入主东宫机会，我朱棣万分肯定的回答你，这种机会我宁愿不要。至于这第2个问题，我朱棣并非迂腐之人，感情是一回事，江山社稷则是另一回事，公心私欲定然要分得明明白白，绝不能混为一谈。公心私欲何解？四哥也曾历经乱世，自然明白如今的太平世界得来何其不易，所以守护这片太平世界便是我朱棣的公心。但我朱棣也是人，又岂能没有半点私欲？只不过我绝不会为自己的私欲而亲手打破如今的太平世界，同时也绝不允许因继位者的庸碌而让大明皇朝走向衰落。所以虾仁，你是第2个问题，四哥的答案是，若大哥乃昏庸无道之人，那即便我与大哥关系再亲近，也绝不允许他坐上这个皇位，糟蹋父皇创建的大明皇朝，哪怕不择手段也要将他拉下凡尘。他不行，便让我朱棣来。我之所以拥戴大哥的太子之位，实则是大哥的能力、心胸和韬略皆令我朱棣心服口服。所以若大哥继位开元，我朱棣哪怕手掌天下兵马，也定会坦然做我的征北大将军，定然不会叫我的私欲蒙蔽心智，诸多皇子。唯有大哥能力压我朱棣，也唯有大哥能令我朱棣倾心拥护，除大哥之外，我朱棣谁也不服。你若行，我便全力拥戴于你；你若不行，便拉你下马，我亲自上。果然合乎你永乐大帝的性格。今日在下有幸听闻四哥心里话，必须用这苹果14 Pro Max 拍照留念啊！何来如此稀罕之物？都是在左下角游戏领的。现在厂家新服开服活动，为了吸引新玩家，特意准备了5000台苹果14 Pro Max， 都是顶配官方发货，完成任务就能领。任务一定很难吧？一点也不难，官方还专门为大家配置了福利专服，就在左下角，上线就能解锁30倍爆率经验和满级 VIP， 首充还能获得满级上古神剑，拿个手机轻轻松。这游戏不错，怎么下载？那你得认准我左下角链接，点击底部立即下载，有我专属 buff。苹果14还不是想领几台就领几台？还是你有对策？虾仁啊，你的2个问题，四哥可未对你有丝毫隐瞒，现在该你了。
其实无所谓先相识后相识，我的答案与四哥你的答案极为相似。我之所以拥护当今太子，与太子嫡长子的身份毫无关系。如四哥所言，论及能力，人后韬略，古往今来也难有与当今太子比肩者。即便是四哥你堪称为文韬武略，也有所不及。此次回京再有10来天，四哥就该动身赶往大都就藩了。虽说雄鹰总有离开巢穴翱翔9天的那一天，可不知为何，四哥心里却难免有些不舍。长大了总有离开故乡告别父母的那一天，四哥临行之际总还有人送上一送，哪像我活了2辈子连个亲人都没有。无需伤感，你我性情相投，今后大可将四哥当成你的亲人。对了，虾仁，你刚才说的2辈子是什么意思啊？还能是什么意思？自然是字面上的意思。若我说我是从几百年后而来，四哥你信吗？怎么不信？你即便说你是神仙下凡，四哥都信。既然虾仁你说你从几百年后而来，那不妨说说历史上四哥是否如冠军侯霍去病那般横扫漠北，为后世将帅之楷模？楷模倒的确是楷模，若不是以你为楷模，哪来的名传千古的教门皇帝？四哥的确成了楷模，不过不是将帅之楷模，而是帝王之楷模，堪称为地中之帅，功绩绝对彪悍。就算驾鹤西去，也是在征战途中号称帝王中的征北大将军。呵呵，四哥虽坚信你我性格相似，但有一点，你与四哥却截然不同。截然不同？四哥不善吹牛，而虾仁你吹起牛来眼睛不带眨一下。你刚刚说我今后会成为征北大将军，即便是死，也会死在征战途中，这的确有可能。若说成为帝王地中之帅，那就纯属不切实际的幻想。是啊，是在下吹牛，吹过头了。幸得蓝玉留在浙江整顿军务，否则若是那匹夫听到了咱俩的谈话，非得当场炸毛不可。也不知道我朱棣哪得罪了那个匹夫，总是3番2次在大哥面前拨弄是非，唯恐天下不乱。拨弄是非，可历史上发生的一切可是充分地证明了蓝玉绝没有冤枉你。虽说你是逼不得已，但你大哥的子孙香火可不就是断送在你朱棣手里吗？还是进船舱待着吧，外头怪冷的。冷哦，樊中，给拿坛子酒来。遵命。樊中，说来也是阴差阳错，当时你被贼人掳走，我率人一路追赶，多亏了樊中善于追踪，这才没走多少弯路，但最后也还是晚了一步，眼睁睁地看着你小子随贼人扬帆而去。而我见樊中此人头脑精明，便向岳丈讨了个人情，从5军都督府调了过来。四哥相救之情，家人定当铭记于心。什么就不救的？四哥一路追赶，也不过想去给你送条裤子，幸得天气转暖，否则后果真不堪设想啊！还有，我听二虎四叔说，你小子喜欢光着腚睡觉，不是四哥说你，这种习惯可不好。万一以后再有贼子闯进来怎么办？是藏在被子里裹着身子任由宰割，还是跳起来晃着和贼人拼杀？二虎说的，这天杀的大嘴巴，这让我回应天怎么见人？二虎，我和你没完。敢问大汉，您刚才所说的丢给高黎的那根骨头，可是辽东？不错，高黎对辽东垂涎已久，真有极大的把握。高黎定不会错过这天赐良机。听说高黎王星玉的小儿子星寒小王子的卵蛋被那大明皇帝的宠臣一个叫虾仁的给生生踩爆了。试问，面对如此大辱，高黎王星玉又怎能不恨？又岂会不趁此时机给他儿子报仇雪耻呢？竟有此事！若高黎小王子当真在大明蒙受如此大辱，再有辽东诱之，想必高黎定不会拒绝与我大人共同举兵的提议。大汉深谋远虑，所谋之事定能如愿。刚才听闻大汉说还有一路人马能为我大元所用，不知大汉所指的是哪路人马？是啊，大汉，如今大明周边势力能数得上的也就那么几家，除高黎还算拿得出手之外，其余诸如安南、真腊、爪哇等国的实力简直弱小的可怜，对大明的威胁根本不值一提。自然不是那些不值一提的左耳小国，他们不过是些墙头草罢了。如今风向大明，他们除了能锦上添花，让华夏中原落得个所谓万国来朝的美名，别的也就别指望了。朕所说的这方势力，虽不过是弹丸小国，身材矮小如8岁孩童一般，却生性凶悍残暴，仅凭区区几万人众，便搅得大明焦头烂额。即便大明调遣重兵驻守，依旧是拿他们毫无办法。想必诸位卿家已猜到这一路势力是何身份了吧？身材矮小犹如8岁孩童，既狡诈又凶悍。若老臣猜得不错，天底下能同时具备这些特征的唯有倭寇。30几万大军，竟奈何不得区区几万倭寇？可知姓朱的所开创的大明，不过是外强中干罢了。但我大元向来与倭寇无甚交集，更何况他们不过区区几万人众，虽可堪一用，只怕也不堪大用吧。中原有句俗语：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只要有着共同的利益，即便没有交集，也能结成利益同盟。高丽所求辽东，倭寇所图钱财，
杰出于大明，而由我大元帝国直面大明的主力大军。试问，贪婪的高丽与尖角的倭寇，又怎能放过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大汉，高丽倭寇皆有所求，那不知我大元举兵南下，所求为何？与大明开战，若战而胜之，固然可以重振我大元雄风，收获甚丰；若大败而归，到那时我大元的处境，只怕将会岌岌可危。不愧是我大元的丞相，未虑胜先虑败，果然想得深，看得远。丞相问及我大元举兵南下，想得到什么又能得到什么？那朕现在便告诉你，此次我大元南下大军的目标，便是夺回大都，待扎稳脚跟，再图山东、山西、河北三省。而朕对云南梁王的期待，则是攻占广西、贵州，继而虎视四川。至于高丽与倭寇，替咱们牵制一部分大明的兵力，搅乱大明诸贼的精力。军交战无非3种结果：胜败以及平局。若战而胜之，则大都重回我大元之手；继而雄踞大都，虎视中原，厉兵秣马，静待天时。若战至平手，无非是各自休战，舔舐伤口。倘若我大元不幸惨败，那唯有退至荒漠最深处，用20年时间休养生息，待到我大元足够强大，再与大明一决雌雄。大汉，我大元与倭寇一向并无往来，并且那倭寇贪婪成性，若仅以钱财诱之，恐怕难以达成所愿。丞相不必多虑，倭寇向来重利而轻信义，只要利益足够，便足以动其心。况且若朕承诺，事成之后，在大都择一府化为倭寇所有，不知丞相以为如何？倭寇生性贪婪，若当真以一府赠之，倭寇定无不悦之理。只不过大汗，倭寇区区几万人众，以一府相赠，未免太过便宜了那些矮矬子。以臣之见，待我大元夺回河北，将海清镇给他们容身便足够了。你只怕没听懂大汗话中的深意。大汗刚才说过，事成之后才赠给那些矮矬子一府之地，你可别忘了，大汗所说的一府之地，现在可还在大明手里攥着呢。再者说，即便是到时不给他们，他们又能如何？不，朕不仅不会食言，还会给那些矮矬子画出一个最为富裕、疆域最为广阔的一府之地。敢问大汗，我大元勇士用命夺回的疆域，为何要白白划一府之地给那倭寇？朕从年幼之时便通读汉家诸多典籍，道家典籍中有句话，叫世间万物相生相克，一物降一物。此言令朕大为深刻。我大元未崛起之前，先是大辽灭宋称雄天下，但拥有铁骑100万的大金，却终被兵力不及大金的我蒙古所灭。而先祖成吉思汗何等雄才伟略，可偏偏在不堪一击的南宋面前屡屡碰壁。大金灭北宋，我蒙古灭大金，却偏偏奈何不得南宋。诸位卿家不妨想想，这不正应了道家典籍中相生相克之道吗？大汉的意思是，纵横沿海的倭寇正是大明的克星。至正时期，我大元铁骑何止100万，可最后却被装神弄鬼的寒山童刘福通，被渔夫陈友谅，被私盐贩子张士诚，被当过和尚要过饭的朱元璋打得丢盔弃甲，生生赶回了老家。可就是如此生猛的汉人，却偏偏奈何不得诸如一般的倭寇。这说明了什么？这难道还不足以说明倭寇正是中原汉人的克星吗？自虾仁的小子被贼人掳走之后，咱总感觉朝堂上仿佛多了点什么，又少了点什么。一儿陈于见，似乎是多了些许木气，少了许多朝气吧。也不知道那小子给张晨残部灌了什么迷魂汤，甘愿听从他的调遣。更让咱没想到的是，犹如复古之躯一般的倭寇，竟会一朝覆灭。彪儿，你说这不是邪门了吗？虾仁，你到底是真病了，还是……不瞒四哥，自被人掳走之时，我便因惊惧过度，被吓出了病。只是当时倭寇未灭，勉力强撑罢了。如今海晏清平，倭患已消，还请四哥面圣之时，替我向圣上告个假，容我好好休养几日。自虾仁，你被贼人掳走，父皇便忧心不已。如今你既俨然返京，又立下灭倭之功，于情于理，于公于私也应。四哥的意思，虾仁明白。但我如今头悬目眩，站都站不住，又如何面圣？若圣上问及，便麻烦四哥予以解释了。待你离京之日，虾仁即便是病体沉疴，也定会前来相送。告辞。虾仁，要不还是入宫让太医给你瞧瞧如何？不必，病我不怕，就怕扎针。身体不适，头晕目眩，这病恹恹的话语，别说装的还挺像那么回事儿。呵呵。那小子光着腚子让贼人掳走，让咱挂念了1个多月，如今安然返京了，不先进宫觐见，告的哪门子假？回父皇，虾仁他原本想先行觐见父皇，奈何他身体不适，看似已有摇摇欲坠之态。四弟，是不是虾仁征剿倭寇之际，因太过奋不顾身，这才不幸被流矢所伤？奋不顾身？那小子虽不似文人那般文弱，却也不是奋不顾身的主。说说吧，到底是怎么回事？回父皇，儿臣猜测他乃心病。心病？那小子年纪轻轻，性格也还算豁达，哪来的心病？
父皇明鉴，虾人被贼人掳走的过程并不光彩，年轻人本就好个面子，而父皇您又在早朝之时，当着满朝大臣的面说，面子，咱说什么了？嗨，不就那点事吗？咱当时也不过顺口提了那么一嘴。再者说，身为男人，谁还没那玩意儿？父皇，四弟说的没错，虾人虽说心性豁达，但说到底，年轻人谁还不好个面子？那咋整？咱当时也没想那么多。二虎，微臣在。仅凭踏上的一条裤子，你便言之凿凿的说什么虾人被贼人光着腚子掳走，未免太过武断了吧？再者说，人既已被贼人掳走，是不是光着腚子与追踪贼人又有何干系？臣办事不力，言语不周，请圣上责罚。若不是看在你忠心耿耿，对探查残垣动向还算尽职尽责的份上，咱定不饶你。谢圣上。先别谢得太早，因为你所谓的言语不周，坏了他人清誉，以致那小子心病缠身。你说现在咋办吧？我二虎坏人清誉，我当时只不过是禀明详情啊，私底下我二虎可从未向任何人提及。倒是圣上您却当着满朝大臣的面提及此事，到底是谁坏人清誉？身为天子家臣，不仅是用来办事的，关键时候还得用来背黑锅。请圣上放心，此事有臣期，臣定会设法恢复夏学士的清誉，治好夏学士的心病，绝不致使夏学士蒙受不白之冤。那小子也真是，既不比别人小，也不比别人少块肉，当真就那么丢人？父皇，虾人为剿灭倭寇，想来也是身心俱疲，也的确该好好歇上几日了。咱不是不准他歇，但这小子好歹也……算了，先不说他了。老四不错，没给你爹丢人。身为藩王，你能勇于任事，敢于直面贼寇，爹很欣慰。说来也多亏了虾人，儿臣也不过是略尽绵薄之力，算不得什么。对了，老四，你观人察事项来细致，不妨说说你对倭寇的看法。儿臣认为，倭寇所贪图的不仅仅是我大明的钱财，正所谓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一旦有朝一日我大明江河日下，那么以倭寇野心勃勃的贪婪秉性，势必会付诸于行动。如此说来，即便没有那所谓的金山银海，倭国也非灭不可了。这个时候面圣若是有其他大臣在场，万一老朱旧事重提，不，以老朱的性格，定会提及此事，那我还要脸不要？没想到我竟也有黑布照面的一天。谁呀？怎么了，老张？本公子不过是离开了1个来月，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公子是您回来了。自您那贼人掳走之后，停，行了，看你精神依然如故，想来府中安好，就不说这个了，让多福多寿来书房见我。彪儿，老四，你们认为一头猛虎该如何为之，才能不被猎狗所欺？都是您的儿子，大哥是彪儿，到我这就成了老四了。禀父皇，若想不被猎狗所欺，猛虎唯有趁着最为健壮、战力最强之际，先下手为强，将四周的豺狼猎狗通通咬死。大哥啥时候变得这般霸气了？哎，用屁股想也能想到，定是受了虾人的影响。父皇心中现在该是如何的欣慰啊？老四，你怎么看？大哥都说到您心坎里了，您老让我还能怎么看？是回家看，还是站在墙角看？回父皇，儿臣的见解与大哥完全一致。你们兄弟俩也不愧是我朱元璋的儿子。虾人曾说过一句话，令咱印象深刻：我大明要成为那吃肉的老虎，身为炎黄子孙，要有狼性。过分崇尚所谓的仁义道德仁义，只会逐渐消磨我炎黄子孙的血性。父皇言之有理，所谓狼行千里吃肉，狗蹲茅坑吃屎，便是这个道理。老四，今后多学学你大哥，抽空也多读读书。狼行千里吃肉，狗蹲茅厕吃屎，理是那么个理，可言语未免有些粗鄙。父皇，儿臣与四弟之意相同，哪有什么粗浅之别？若换作以往，或许朱棣心中不免会有些怨言，但现如今他早已看透想透。所谓心宽天地宽，何必图相争？禀圣上，这副漠北的探子真知重大军情，请圣上御览。呈上来。没想到残垣余孽，龟缩漠北苟延残喘了几年，刚恢复了那么点元气，又开始做起入主中原的春秋大梦了。以辽东为尔外连高丽，以义府为右南截倭寇，盘踞云南，手握20余万重兵的伪梁王闻声而动，攻占贵州。残垣本部则北攻大都。看来残垣这位新继位的大汉旗帜不小，想要下一盘大棋呀。不过如今想要南截倭寇，恐怕天元帝要到地下才能与之结盟了。父皇，高丽虽说与残垣藕断丝连，可对我大明也还算恭敬，当真会为了辽东之地与我大明为敌？高丽虽国小君弱，可天性贪婪无耻，还自视甚高。如今这么好的机会摆在面前，又岂能不为所动？况且那高丽王子的卵蛋还被那小子，不，
不过高丽到底是为他所用，还是为我大明所用，目前还犹未可知。为我大明所用。说来也多亏了虾仁随手布下的一颗案子，若那和尚进展顺利，若那心寒争气，关键时刻高丽或许能起到一击定乾坤的关键作用。父皇，高丽王子心寒以痛失男人根本，丝毫没有继位的希望，而且此人在大明所遭受的奇耻大辱。被仇恨蒙蔽了双眼之人，行事往往不择手段，也不顾后果，最容易被人所利用。这件事的重点在于那位佛法无边的和尚能否将此人度化。和尚度化心寒。二胡，微臣在，着你于朕府司秘密挑选200名沉稳精干之士，即刻赶往高丽。听候蒋还差遣，助那老和尚一臂之力。记住，所挑选的这200名仅1位，守在中心，沉稳，口风紧，身手反倒在其次。臣明白，臣即刻去办。等等，告诉姚广孝老和尚，让他根据当前的形势，能快则快，当慢则慢。臣即刻去办，3日之内，并将圣上的口谕传达姚广孝手中。父皇，这位名为姚广孝的和尚，莫非真有那神鬼莫测之能，竟让您寄予如此厚望？咱虽然不清楚，但既然此人能让虾仁另眼相待并极力推荐，想来定有过人之处。大哥，求求你了，能不能别再提及这个老秃驴？最起码别当着我的面提，行不？朱棣此时心中正在疯狂的呐喊，以往无比渴望得到父皇关注的他，此刻却无比的渴望被忽视。但世事总是如此，越想得到的东西，越是难以得到，越怕什么，偏偏就越来什么。彪儿，要说对姚广孝此人的了解，你四弟想来也不比虾仁少。老四，咱说的没错吧？料想以那老秃驴的精明，绝不至于出卖我，否则以父皇的性格，又岂能容那老秃驴活到今日？而以虾仁的性格，即便要捅人刀子，也是当面捅，绝不会背后出卖我。高氏满月那天，或因人多嘈杂，受到惊吓后哭闹不止，儿臣便请来了这位大师做法祈福。那姚广孝虽说是方外之人，却是一位奇师，也不知从哪听闻儿臣棋艺还算精干，便屡屡过府缠着儿臣对弈。儿臣念在此人替高氏祈福有功的份上，抽空便与他手谈过几次。没想到此人竟有朝一日承蒙父皇与虾仁如此看重，肩负如此重任，当真是出人意表。若姚广孝当真能凭借一己之力颠覆高丽，那么此人之才绝不下于汉之班超、陈汤。待他回返大明，朝廷必当予以重用。若此人魂归高丽，那么也就只能怨他自己肤浅命薄了。来人，即刻将谢玉臣给我叫来。卑职参见指挥使大人，不知大人急召卑职前来，有何吩咐？胖的待会儿再说，你即刻将这封密信飞鸽不用鹰孙传输高丽，并告知蒋焕，让他务必在2日之内将这封密信送至那个人手上。办完此事即刻返回，本座还有要事交代。遵命，卑职即刻去办。这该如何才能恢复虾仁的情欲啊？近来应天城内可有关于夏永侯的流言？禀大人，自夏永侯任职应天知府以来，商人称其为财神爷，百姓称其为青天。朝中文臣有的说夏永侯对一族太过狠辣，然朝中将帅则大多对夏永侯赞誉有加。就这些？还有就是前些时日大人勘察现场，单凭一条裤子就推断出夏永侯是光着腚被掳走，果然目光如炬。我特么就是因为目光如炬，才沾染上这种破事。本座有件大事交由你去办，此事干系重大，绝不能出现任何差错。请大人吩咐。夏永侯的金金怎会如此轻易的被掳走？其实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夏永侯为了剿灭倭寇，不惜孤身犯险，着实令人敬佩。卑职定然在3日之内办妥此事，绝不让夏永侯蒙受不白之冤。夏仁啊，为了恢复你的清誉，本座可是昧着良心撒了个弥天大谎啊！听闻大人身体不适，不知现今如何？老图，你的消息可真够灵通啊！我才回来2天，你就知道了我身体不适的消息，你从何得知？听闻大人为铲除倭寇，悄然潜入海外，凭3寸不烂之舌，让张士诚和陈友谅残部幡然醒悟，不仅一举铲除方国珍余孽，更将为祸我大明沿海10余年的倭寇屠戮殆尽。而大人您也因太过勇猛而受了内伤。本府孤身潜入海外之事，你从何得知？如今几乎满京城的人都知道您为了剿灭倭寇，不惜自毁清誉是何等的豪气，可京城上下却误传大人您是被贼人光着腚掳走。像大人是何等人物，若非出自您的安排，那贼人岂能将大人从房中掳走？好在如今真相大白于天下，否则岂不叫忠臣干立寒心？
老徒啊，那这段时日应天府可还算太平？大人不愧是朝中楷模，即便内伤在身，依旧不忘公务。卑职，我说老徒啊，跟你说过多少回了，本府喝不惯迷魂汤，人活着何须那么累呢？人与人相处贵在交心，奉承多了反而见外。只要你勤于公事，不枉法害民，以你的能力，自会有出头之日。卑职谨记大人教诲，绝不令大人失望。大人，其实自您潜入海外，朝中一些不知情的大臣屡次上书奏请圣上，说大人您连自个儿都被掳走，实难胜任应天知府之职；二来，则是因为大人您征收花船赌房的商税，让某些人的利益受损，故而趁机弹劾大人您。好在圣上英明，不仅大人，卑职说了这许多，您怎的一点反应没有？难道您不觉得愤慨？为何要愤慨？你说的本就意料之中，在朝为官，想干事还想干好事，岂能不遭人嫉恨？他们愿意弹劾，由得他们好了。为臣者，心正则万邪不侵，行正则万事无惧。若是昏君坐朝，我虾人绝不踏足朝堂半步，宁愿找个山头隐居。可如今圣君坐朝，些许鬼魅魍魉，任他们上下翻涌，也翻不出浪花。我这一生不求富贵荣华，只求让这天下每一处都插满我大明旗帜。若圣上信我用我，我便鞠躬尽瘁；若圣上以我弃我，我便采菊东篱，唯此而已。虾大人，老徒啊，你我可为同僚，亦可为友。至于其他，本府可是正经人啊。卑职明白，卑职也是正经人，卑职对您除誓死追随之外，断然没有其他念头。大人，自传言您被贼人掳走，除少数一些花船赌房如数缴纳税银，余者皆抗税不遵，就连登门收税的衙役也被打伤了10余人。既然某些人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非得逼本府拔刀，那便如他们所愿，刀不见血，绝不归鞘。哼，真是晦气！前2日上门被收拾了一顿还不够，现在又找上门来了。保姆，看来上次咱们还是下手太轻了些，我看今晚不如让弟兄们下手重一点，让这些狗腿子吃不了兜着走。若那位煞星死在外面，那一切好说。可如今那位煞星已然返回京城，虽说在家调养伤势，但即便是病虎，也还是吃人的老虎。我先下楼应付，你即刻通知东家，问问他的意思。几位差爷大驾光临，奴家有失远迎，房中已备好薄酒，还望几位差爷赏脸。公务在身，喝酒就不必了。想必你也知道我等的来意，涂大人交付我等的收税事宜必须得完成，否则我等难以交差。乌班头，众目睽睽之下，难道非得奴家把话挑明？上个月我万花楼之所以缴纳所谓的税银，可全然看在虾大人新官上任的份上，算是我万花楼敬上的贺礼，而非所谓的税银。征收妓院赌房花船商税之事，乃下大人钦定，我等唯有奉命而行。吴某良言奉劝一句，最好还是如数缴纳，否则……奉劝诸位一句，我万花楼东家的脾气可不太好，趁他还未现身，诸位还是离开的好，否则……万花楼的东家脾气好不好，我乌云者不知，但我家大人的脾气那是真不好。原本我等不愿让我家大人因替我等出头而树敌过多，因此只要万华楼肯如数缴纳税银，即便前几日我等在万华楼受辱之事，也绝不会向虾大人提及。否则依着虾大人极为护短的性子，待他伤愈之后，若得知万华楼不仅不缴纳税银，还殴打应天府衙差，只怕后果会非常严重。所以吴某再奉劝一句，若万华楼如数缴纳税银，那一切既往不咎；若冥顽不灵，一旦虾大人得知，恐怕就不仅仅是税银的事了。杜三还不服着咱本少爷？没看见本少爷被这狗腿子口中的虾大人吓得都快瘫地上了吗？您是何等人物，从来都只有您下别人的份，哪有人能吓得了您呢？别说这几个狗腿子，即便那所谓的虾大人若得知了您的真实身份，也得处您3分。登姐，您又何须亲自现身，让杜三给您传句话不就得了？登姐，您又欺负奴家，待会儿陪本少爷喝杯酒，咱们单独聊聊。头儿，俗话说不怕老壮，就怕愣头青。这东家看着年纪不大，可作风却甚是不良，行事只怕会毫无顾忌。要不咱们还是先撤。好吧，咱们先撤，待禀明涂大人再做计较。可惜虾大人受了内伤，在家调养，否则依着虾大人的脾气，他敢肆无忌惮的试试。虾大人体恤下属，咱们也该体恤大人才是，过多树敌，于大人不利啊。算了，咱们还是先回去，也先别惊动虾大人。少爷，那帮要饭的惊动了您，现在却说走就走，未免也太不将您放在眼里了。少爷身份何等尊贵，
若如此轻易便放他们走，那少爷您的颜面……杜三，正因东家身份尊贵，又岂会与区区衙差一般见识？再者说，那位煞星已返回应天，若将事情闹大，煞星，本少爷可不是驸马李琦，本少爷今日打的就是那煞星的狗腿子，看他能奈我何。杜三，你不就是想在本少爷面前露脸，做本少爷的狗吗？那好，今日本少爷就给你个露脸的机会。爹，现已是亥时，您该歇息了。九江，你先睡吧，爹待会儿。今儿个怎的是曾知你端茶过来？你大哥呢？爹，大哥他晚饭过后早就睡下了。哼，你大哥又上哪鬼混了？大哥他用过晚膳就出门了，说要去巡查自家产业，还说府里的所有产业早晚要接手，故而得先熟悉一番。你大哥已年近弱冠，平日里不求上进，现如今能巡视自家产业，也算有所长进吧。爹说的是，万花楼日进斗心，偶尔巡视一番艺术应该。应天府每月收取的份子钱，你大哥都已如数缴纳了吧？自大哥听闻应天知府光着腚子被人掳走后，就说那位知府只怕是一去不回了，就算侥幸逃了回来，也是颜面尽失，无需在意。所以大哥不仅没有如数缴纳税银，前2日还将上门催缴税银的应天府衙差羞辱了一顿。什么？那个逆子竟如此狂妄，竟敢将我的叮嘱抛诸脑后！用大哥的话来说，爹您是圣上嫡亲外甥，堂曹国公，他是圣上嫡亲外甥孙，曹国公爵位的顺位继承人。咱家身为堂皇亲国戚，小小的应天知府能奈我何？皇亲国戚能奈我何？真混账啊！驸马李琦是不是皇亲国戚？招惹了那位虾永侯，被主板生生抽成了猪头，接连10余天带着个黑纱斗笠，脸尚未痊愈，又因心中不忿想要报复，结果大腿中了一冲，至今还拄拐。即便是你二表哥秦王朱赏，故而欲借花船缴税之事行挑衅之举，却被那虾人一顿猛锤，臀部肿大的生生长裂了外裤。幸有此事，驸马得其知识，孩儿倒有所耳闻，却不曾想竟连秦王殿下也。事关秦王脸面，知晓内情之人谁敢乱嚼舌根？若仅仅是尚未缴纳税银之事，再行补交道也无妨。但九江却偏偏羞辱了应天府衙差，那个虾人可是极为护短，万一……来人，快备马！爹，您何必如此着急呢？即便没了大哥，不还有我得增知吗？下人了，下人，你可千万别让我失望了。登阶，差不多了，好歹给应天府留点面子，是不是？本少爷出身名门，家父更是战功赫赫。所谓虎父无犬子，本少爷最大的志向，不说超越家父，也必须与家父并肩才行。否则，我李景龙不仅剁了家父的名头，更辜负了我这南7尺躯。兵法有云：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略如火，不动如山，难知如阴，动如雷震。因此，本少爷的性格，要么不动，动则是如雷霆。登阶，您自幼熟读兵法，得曹国公真传，奴家坚信您未来一定如汉之魏霍一般，名留青史，为万世之楷模。魏霍虽为历朝将帅所敬仰，但我李景龙则不然。所谓心有多大，世界便有多大。我李景龙这一生所见功勋，定要远超魏霍，成就万世威名。吴半头，你也别怪我杜三下手重，你我既各为其左，也各为自身的前程。我杜三想要出人头地，改变命运，唯有踩着诸位的肩膀，才能直上青云啊！你今夜所为，能否出人头地、青云直上，尚犹未可知。但乌某保证，待下大人病愈，等待你的恐怕不是出人头地，而是人头落地。手下败将，还敢犬吠？少爷，小的不辱使命，请您示下。看在你还有点用的份上，本少爷便收下你了。有空多读几本兵书，今后随本少爷沙场建功，自有你人头落地、出人头地的一天。谨遵少爷教诲，杜三绝不辜负少爷信法之恩。今日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待我家下大人病愈，自会替我等讨回一个公道。你家虾大人可是那光着腚被贼人从床上掳走的虾人。哎呦，可真是吓死本少爷了。小梅，赶紧扶着本少爷，我腿软。腿软不要紧，本府这就给你治。大人，您终于来了，卑职等给您丢人了。没关系，本府定然将我应天府失去的尊严连本带利找回来。潘云将受伤的弟兄们扶到一旁疗疾，再封锁大门，许进不许出。本府今晚要好好会一会这位藏头露尾的东家。是大人。大人，这人虽戴着面具不知真容，但看衣着论气度却颇为不俗。以卑职愚见，不妨先摸清楚对方的底细，以免……想必你就是那……登阶，您没事吧？
你好歹也算个人物，居然是个趁人不备搞偷袭的卑鄙小人！怎么不服气？本少爷自幼熟读兵法，勤练武艺，即便单独对阵10几位汉子，本少爷3拳2脚下去，他们也只有大败亏输了份。若非你突然偷袭，又岂是本少爷的对手？大伙都听到了吧？这位神秘东家说不定是一位不世出的绝世高手啊！绝世高手不敢当，但拿捏你绝对绰绰有余。拿捏本府也罢，既然你急于寻回面子，那咱们的账待会儿再算。现在本府就给你个机会。大人，此人自小习武，身材颇为健硕，而您又是文臣，若是双唇泛白，眼角泛黑，腰身无力，脚不屈服，无非是摆摆花架子罢了。本府若是连此人都收拾不了，干脆找块豆腐撞死算了。当家，您自小习武，自然是身手不凡，可对方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您下手可得悠着点，千万别闹出人命啊！你先去沐浴，在房中等我，本少爷稍后就到。你可以先去左下角抽个卡牌消遣下。东家您别折杀我，这市面上的游戏下载都要费极大的功夫。放心，这不用下载，几点即完，而且上线就送1000抽呢。您可别被骗，这能抽出什么好卡？哦，大人，我一下抽到了吕布，天，居然还能抽到关羽！我就靠送的1000抽稀有名将，我就没少出，而且这里面的女角色卡牌可太漂亮了，舒适度拉满。这么好的游戏，大人您怎么不早说？我现在就去玩。赶紧点击左下角，1000抽是不是真送？你自己看看就知道。胜负未分，就先让老鸨在房中等他，看来是做庆功之用了。照我看，夫尊大人虽号称修罗之父，也不过是手无缚鸡之力的文臣，估计不用估计了。看万花楼东家那健壮的体型，恐怕说言不虚。我比该子的文臣，又岂能与之抗衡？左右也是闲着，不如犹在下坐庄。若万花楼东家胜，10赔3；若辅尊大人胜，1赔3。诸位若是感兴趣，尽管下注。2楼发生了何事？在本少爷欲将大显身手之际，却如此吵闹，成何体统？回少爷，2楼的宾客正在下注，大多都是压在您这边，赌注已过10万两，居然利用本少爷下注，真是岂有此理！公子无需动怒，小的即刻将那不知死活的商人丢出去罢了。看在他们颇具几分眼力的份上，且由他们去吧。赔付多少？回公子，若压您胜，10赔3；若是这位修罗之父胜，则1赔3。辅尊大人果然身价不菲啊！这么高的赔付，本少爷都忍不住要压自己输了。不过家父有的是银子，本少爷也不在乎银子，就好个脸面。你老爹有的是银子，那就好。却以万花楼的名义下注10万两，至于压谁，不用本少爷说吧。小的明白，少爷您文武双全，自然是压少爷您了。小的即刻去吧。不论其他，单以装逼而论，你当属泰山北斗，天下无人能出其右。老徒以应天府衙的名义压注20万两，若是压多了，本府担心庄家赔不起。我只想借机发一笔小财啊，可眼下这赌注已破100万，现在退庄可会犯众怒啊！怎么办？怎么办？我的知府大人，您可一定要赢啊，否则即使我倾家荡产也赔不起啊！左右也不过1两招的事，来吧，早点完事，本少爷也好早点办事。办事，若今晚上你还能自个儿爬上床，本府一定给你写个大大的福字。那待会儿定要将知府大人写的这个福字贴在床头，本少爷定然雄风大展。今晚上注定了本少爷将一鸣惊人。本少爷若早生20年，开国第一元勋舍我其谁？所谓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本少爷钻研兵法10余年，熬练武艺10余年。废话真多，到底打不打？长这么大就没见过如你这般能装之人。放心，待比试过后，本府定然给你留下墨宝，并且绝对符合你的盖世风采。虽说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本少爷未免落下个欺负手无缚鸡之力文人的名头。本少爷便让你3招，来啊！脚不屈服，腰身无力，你这10几年的武艺，想来也是在床上练的吧？你不过是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怎可能有这般大的爆发力？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800里分麾下炙，50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辛弃疾虽说隶属文臣，然上马可治军杀敌，下马可济世安民。即便是先贤孔子，亦是仗剑天涯。是谁告诉你文人就一定手无缚鸡之力？本少爷承认小觑了你，但还请看在本少爷刚让了你一招的份上，容我缓缓。待本少爷缓过这口气，你我再行一战。行，本府便给你1刻钟。我说这万花楼东家不会是与夫尊大人联手坑害我等吧？夫尊大人披圣衣上乖张，一正一邪，被你这么一说，这场赌注还真有可能是冲咱们设下的一个局。不错，若非如此，这个万花楼东家为何从头到尾都戴着面具，是故作神秘？我当真是被鬼迷了心窍呢。
押注1万两，就他们押了个不堪一击的草包，1万两可是我半个月的收入啊，就这么没了。1万两虽多，也不过是你半个月的收入罢了。老夫仅押注5000两，却是老夫近2年的收入啊！禀大人，半个时辰前，夏永侯率近100名衙差往秦淮河而去。只要不是被贼人光住丁子路走就行。你说什么？不可能！夏永侯即便雅兴一起，也该偷偷摸摸独自前去才合理，绝做不出率众票。如此荒唐之事，卑职失毕，还请大人示下。夏永侯毕竟以己弱冠之令，虽说身为朝中重臣，公然率属下票颇为不雅，可年轻人虚火上身，总得。此乃人之常情，更何况圣上令我等保护夏永侯安危，可某说让咱们将夏永侯捉奸在床啊！本座这么说，你该明白怎么做了吧？捉奸在床，捉吴大人的奸，卑职愚钝，还请大人明示。本座的意思是，你只管护好夏永侯的安危，至于其率众嫖妓之事，不归咱们锦衣卫管，无需多事。大人，您只怕是想差了，事情是这么回事儿。你他妈为何不早说？一位是圣上宠臣，一位是圣上的嫡亲外甥孙，伤了任何一人，你我都难辞其咎。还他妈愣住作甚，即刻召集人手，随本座赶往万花楼，要快！今夜的确是你震惊世人之夜，你看整个万花楼寂静一片，被你震惊的不轻啊！本少爷饮酒过度，以致状态不佳，稍逊一筹。待本少爷调整好状态，1月之后，你我再行一战。若诸位信得过本少爷，1月之后不妨再行下注。本少爷定会让诸位赚回今日所输的银两。1个月之后继续押你赢，坑我等一次不够，还想再坑一次？杜撒，你他妈是死人啊，还不快将？杜撒，你他妈人呢？少爷，小的在这呢。大人，此人狗仗人势，竟率万花楼中打手，公然没有我应天府衙差，见势不妙想溜，现已被卑职所拿，请大人示下。本府很是好奇，到底是谁家的少爷，竟如此嚣张，公然指使打手，于众目睽睽之下殴打我应天府衙差。应天府衙并无行文指令，善收商税本就触犯国法。本少爷即便打了上门善收商税的差役，也是理所应当。你能奈我何？别以为驸马里奇栽在你手上，你下人便嚣张不可一世。或许别人记你3分，本少爷却偏偏不将你放在眼里，收我等钱财，成全你青天之名。别人答应，本少爷却不答应。青天之名也好，奸佞之名也罢，本府从不在乎。本府就是看不惯尔等利用手中权势赚得盆满钵满，同时却高高在上，视贫穷百姓如同蝼蚁。本府的确是善征商税，那又如何？不收尔等税银，难道让本府学尹士德一般榨取穷人钱财？本府绝不允许达官显贵、手掌权势之人占尽天下10之8九的财富，却视为理所当然。本府也绝不允许让天下本就家徒四壁的穷苦百姓肩负起奉养国家的重任。尔等服也好，不服也罢，但叫本府一息尚存，本府定要打破这世间最大的不公。真想不到你家人竟这般天真，自古以来便是弱肉强食。我等手握权柄之人，本就该高高在上，即便占尽天下钱财，也是理所当然。给那些无权无势的平民百姓留下1两分财富，得以糊口已是大发慈悲。即便你觉得不公，又能如何？莫非真想自不量力，与天下手掌权柄之人为敌不成？你可别忘了，如今你家人也隶属权贵之人。本少爷给你一句忠告：病子若是做歪了，便只有自掘坟墓。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而非权贵之天下。无数贫困百姓，更非任凭压榨的蝼蚁。至于本府自掘坟墓也好，粉身碎骨也罢，就不劳你操心了。现在也该算算咱俩的账了。虽说本少爷因饮酒过度惜败一招，但仅凭区一介文人，又岂能重伤于我？本少爷倒要看看被人掳走的光腚之府想如何算账。好一个光腚之府！原本念在尔等上月所缴税银的份上，本府并不愿大动干戈，但现在大动干戈。原本众目睽睽之下，本少爷本不欲人前显圣，但本少爷却很好奇，得知了本少爷身份之后，你能奈我何？敢奈我何？大人，此人不仅是曹国公李文忠嫡长子，更是当今圣上的嫡亲外甥孙，而圣上至亲本就极少，依属下之见，不如换之姬靖侯。卧槽，竟是大明战神李景龙！我虾人竟于众目睽睽之下，与后世之笑柄的大明战神李景龙公然比试了一番，这莫非将给后世留下一段八卦？洪武朝麟德殿大学士兼应天知府虾人，因争风吃醋，奋勇大战草包李景龙，于万花楼险胜一招，最终夺得老宝龟。常言道杀鸡儆猴，但本府今日偏偏要杀猴敬鸡，去他们的将二代、官二代，有事自有本府担着。乌首领，你说说，这些人中哪几个伤尔等最重？
大人，唯有卑职等人的众多打手之中，唯他们4人未下重手。卑职以为不妨网开一面。也罢，既然我应天府辽属替尔等求情，这没你们的事了。谢辅尊大人开恩，谢吾班头及几位差爷宽恕大度，小的等感激不尽。今日咱们可算得上是死里逃生啊！谁说不是呢？多亏了乌副班头及几位衙差求情，否则今日咱们就算不死也得脱层皮。做人留一线，也是给自己留一线。是啊，今晚上就属渡头下手最狠，只怕要大祸临头了。刚刚过去的是曹国公李文忠、李景龙之父。我的妈呀，连锦衣卫也出动了，今晚万花楼只怕要热闹了。再聒噪一句，4肢截断。少爷，小的可是你刚收下的狗，今后随您征战沙场。上刀山下有过几位忠心的狗啊，您可得救救小的。住手！杜三乃是本少爷刚收下的狗，动它犹如动我。你李景龙不就是想让本府放人吗？没问题，潘云放人，算你识相。否则，来人，即刻找个大锅过来，越大越好。家人，你他妈到底想干什么？别激动，你不是收了一条能替你上刀山下油锅的走狗吗？刀山本府一时来不及准备，至于油锅倒是好办。现在本府给你3个选择：1. 打断4肢，在床上躺个1年半载，或可痊愈；2. 跳进油锅打个滚，生死由天；3. 将你的主子当众痛扁一顿之后随你逃。还有，别指望你的主子能救你，这里本府说了算。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大人，我选第3条路。东家，别怪我杜三心狠。杜三，你他妈刚刚还说要替本少爷上刀山下油锅，现在……杜三，你竟敢当众殴打东家，你不想活了？大人，不知你可满意？夏知府满不满意另说，我李文忠却很不满意，当众痛打我李文忠的儿子，留你不得。爹，您终于来了。九江，你先去房中歇歇，万事有爹。孩儿不走，虽说是此人打的孩儿，但真正的始作俑者却是这个姓夏光腚知府。您看，特么的光腚知府，光腚知府，你他妈是亲眼看见老子光腚了！大庭广众之下3番2次诋毁本府，你他妈到底是何居心？来人，给我打断他的腿！大人，仅凭在应天府衙100来号人手，恐非身经百战的军族对手。俗话说，好汉不吃眼前亏，不如既然是杀猴竞技，岂有半途而废之理？本府脸面是小，但这商税却是非收不可。曹国公，你说本府霸道也好，目中无人也罢，事已至此，今夜之事必须得有一个说法。说法？本宫还未向你虾人讨要说法。你指使此人将我儿按在地上一顿暴打，真当我李文忠可欺不成？此人是你儿子刚收入门下的走狗，你儿子被自己的狗打伤，干本府何事？九江可有此事？爹，孩儿不过随口一说，又岂能真将此人收入门下？姓夏的指使此人将孩儿打伤，乃是事实啊！被自己的走狗暴揍，本府可不替你李景龙背这口黑锅。糟了，只怕来晚了一步。九江，你这是怎么了？可别吓爹啊！虾人，我儿若是有个3长2短，我定与你不死不休。曹国公，你先冷静冷静，万事好商量。冷静？我儿被这姓夏的吓成这样，你叫我如何冷静？夏永侯，你干什么把人吓成这副模样？本府1没打2没骂，不关我的事。众目睽睽之下，你竟还……哼！我李文忠虚活半辈子，就从未见过如儿这等厚颜无耻之人。曹国公，您先冷静，万万不可冲动啊！冷静冷静，你还他们还能不能说点别的？自打你毛香一出现，屁股钉子就他妈歪得厉害，真当我堂堂曹国公是你捏的不成？国公爷，令公子的失魂之症乃是徒受精绝所致，国公爷乃沙场宿将，受精绝所致失魂的兵勇，该如何为之使其复偿？想必国公爷比下官更为清楚。的确是本宫关心则乱，以致险些乱了分寸，多谢毛大人提醒。来人，快将少爷抬去卧房。九江醒来，九江醒来，抽不醒啊！莫非我儿今后将会痴傻一世？这是呢，我怎么会在这？爹，那姓夏光腚知府欺孩太甚，您可一定要替孩做主啊！之前为父早有交代，甭管别人交不交商税，咱们万花楼照交不误。可你不仅不缴商税，还2次折辱于应天府衙差，你为何自作主张挑衅那虾人？都怪二爹，若非他的崇拜，你弟弟曾之年幼，关他何事？昨日孩听闻姓夏的安然返回应田，原本想将税银补上，
谁知曾之突然跑过来，满是崇敬目光，说以我这大哥为荣，还说自驸马李琦惨遭姓夏的毒手之后，京城勋贵子弟皆为其3分，唯有我李景龙视其如同无物，还说咱家身为皇亲，姓夏的即便心有不满，也唯有忍气吞声。若是咱在姓夏的失踪之际，将上门收税的差役打了出去，可姓夏的将返回应天，便巴巴的将税银奉上，传了出去，未免太丢人。孩儿细细思量，觉得倒也是这么个理。所以你头脑一热，为了所谓的脸面，为了增之所谓的崇拜，便公然打脸虾人，以彰显我曹国公府的威风。倒也不全是，孩儿也想趁机称一称此人的斤两。你再不争气，也是我李文忠的儿子，你丢掉的尊严，爹亲自给你找回来。下楼跟爹多学着点。曹国公带儿子上了3楼，许久未见动静。若李景龙未能恢复，则必生冲突。到时是要护下拥护周全，明白吗？卑职绝不负大人所托。姓夏的，到了这般境地，你还能从容自若的喝茶，未免太目中无人了吧？照你这么说，本府手里的这盏茶该怎么喝？是该战战兢兢的喝，还是学你一样浑身抽搐着喝？你行了，九江，你站一旁，爹今日要以身作则，让你看看什么叫堂堂正正，不战而屈人之兵。国公爷，令公子已然痊愈，今日之事便到此为止，如何？爱虎，虽说刚才本宫成了你一个人情，但今晚自打你一出现，屁股钉子就歪得厉害。若今夜你不想断送了咱俩多年的袍泽之情，就请你让开。二虎，承蒙你诸多关照，今晚乃是我与曹国公府的私事，没必要让你夹在中间为难。远赴山东赈灾干净利落，筹集征倭军费堪称奇谋，孤身海外灭倭合纵连横，与本宫对视，虽一介文臣气势，却不落下风。本宫不得不承认，你远胜我儿九江之才。世人皆道生子当如孙仲谋，可依本宫看来，生子当如虾仁，不负7尺男儿身。但即便本宫再敬重于你，也不能容忍你如此欺辱我儿。事到如今，本宫给你2个选择：一，给我儿九江赔礼道歉，你我恩怨两清，税银照交；但你虾人躺着离开万花楼。你说敬我3分，可对于负我华夏山河一关，推翻抱元战功卓著的开国将帅，我虾人又何尝不是满怀敬意？若非你儿装逼太甚，妄图踩着我应天府衙的脸面扬名立万，又何至于此？罢了，念在你曹国公乃本府敬重之人，你只需应下本府2个条件，今夜之事便算彻底了结。姓虾的，你只怕是做梦还没睡醒吧？竟敢和我爹妄谈条件，真是不知天高。九江闭嘴！一来，本宫很好奇，此时此刻你虾人能开出什么样的条件；二来，本宫也很是好奇，若本宫不答应你的条件，你虾人又能奈我何？一，看在你曹国公的面子上，你儿子的2条腿今日得以保全，不过万花楼今后的税银翻倍。二，你儿九江今后习文从政也好，袭爵坐持等死也罢，但有一点，他这一生绝不能为将，更不可为帅，否则本府定与你曹国公府势不两立。想我李景龙苦读兵法10余年，立志征战沙场见未获之功，你竟妄想断我？住嘴！若本宫不答应，你待如何？无论你信与不信，本府第2个条件实则是为了江山社稷着想。至于曹国公你是否答应，先别急着做抉择，本府有8个字奉上，待听完这8个字，你再做决断不迟。爹，您没事吧？九江，我们走。大人，您到底说的哪8个字，竟把堂堂曹国公吓成这样？老徒啊，若想活得长，还想活得好，就别有太大的好奇心。若你真想知道，不妨改日找曹国公当面解惑，看他会不会一刀劈了你。给那些还未缴纳税银的厂子传句话，不管他们背后的东主是谁，本府给他们2个选择：一，关门大吉没商量；二，税银翻倍没商量。二公子，您不畏严寒，只为迎老爷与大公子回府，虽孝心难得，但如今已近子时，要不还是里屋等候吧。爹与长兄深夜未归，身为人子又身为幼弟，我这心里又岂能放心得下？区区严寒与孝道相比，又算得了什么？虾仁，你可千万别让我失望啊！爹到了。大哥，爹怎么了？怎么了？你还有脸问？爹变成现在这样，都是拜你所赐，滚开！大哥，余弟到底做错了何事，以致竟无辜遭你殴打？你还有脸问？怎么着？看着你大哥我安然回府，很失望吧？增之你行吗？想你大哥我一向自诩精明，不成想竟差点在你小子手上。明天咱哥俩必须得好好谈谈，做大哥的定会叫你心服口服。
现在立刻马上给我滚进去！丫敢崩半个不字，我他妈生生踹死你！爹，今儿个这到底怎么了？莫非您是因为姓夏的那句把柄攥于人手，为父即便万分不愿，也唯有爹唯有答应他的2个条件，我曹国公府才能得以保全啊！您行事素来严谨，平日里更是深居简出，严于律己。您能有什么把柄让那姓夏的攥住？若硬要说把柄，也无非是咱家开了个妓院而已，却也不至于像爹您说的这般严重啊。即便被舅公得知，大不了就是训责一顿罢了，岂能？别再说了，咱家开妓院敛财之事，圣上早已得知，只因为损及百姓利益，这才睁只眼闭只眼。而爹所说的把柄，是早年做的一件糊涂事，若被你舅公得知，后果恐难预料啊！当年之事何等隐秘，唯一知情的2人也被灭口，不曾想今日竟被你一语道破。虾仁啊虾仁，你他妈到底是人是鬼啊？哼，这才消停了多久，又他娘的闹起来了，真是混账至极！今日务必要商讨出1万全之策。怎么，刚刚礼部上表给江西杨家李氏树贞节牌坊之事，诸位口若悬河，引经据典，怎么如今军政大事当前，诸位竟就没有谏言？莫非咱这满朝诸子贵，也就仅只能给老百姓树一树贞节牌坊？陈清，你说说看。启禀圣上，广西贵州2地土司同时作乱，显然早有预谋，臣怀疑暗中或有奸人作祟。臣以为当派遣大理寺督察院急行不干练之事，即刻赶赴2地揪出奸人，唯有先找出症结之根源，方能对症下药。真是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亏你还是吏部尚书。陈清，到底是咱太愚钝理解不了你话中深意，还是你在给咱顾左右而言他？圣上明鉴，绝非臣有意含糊其辞，只因事起突然，臣还来不及多做思量，还望圣上容臣几日，待臣想出可行之策，再具折上奏。洪武3年2月，次年9月，洪武9年10月，以及这次云贵川广诸省土司频频作乱之事，已不胜枚举。咱倒要问问你们这满朝诸子，脸上疼是不疼，又丢人不丢？即便等脸不疼，咱朱元璋的这张脸也他娘的没地方搁。臣等能。无能的又岂止是尔等？咱这大明皇帝也他娘的有能不到哪去？父皇息怒，云贵川广等诸省土司频频作乱之现状，乃历朝历代皆难以根除之顽疾，降而复叛，叛而复降，本在预料之中，并且儿臣认为贵州、广西2地土司同时作乱，绝非偶然。儿臣猜测，漠北残垣与2地土司暗中定有苟合之盟，或许2地土司叛乱之举，本就期望借此激怒父皇，既期望于朝廷因一怒而兴兵，如此一来，即能消耗大明国力，也可致使我大军分散，难以攥紧拳头，既与漠北残垣雷霆一击。太子之言在于循序渐进，缓缓图治，乃守正之道。孙子有云：凡战者，以正和，以奇胜。虾仁素有奇谋，若辅之太子之手，正或有2全之法。圣上口谕，这灵德殿大学士即刻入朝。臣恭领圣谕，还请您稍后片刻，待本阁洗个澡再入宫见驾。虾大人，奴婢没听错吧？圣上召你入朝，您不即刻动身，竟还要先行洗个澡？怎么，本阁练功出了一身的汗，洗个澡有问题？自然有问题。圣上亲召，哪个大臣胆敢耽误？还请虾大人即刻更衣，这就随奴婢走吧。你再教我做事？大胆，竟敢殴打圣使，该当何罪？区区一传旨太监，竟敢在本阁面前盛气凌人，以致本阁差点误以为自个儿身处东汉，把持朝政一手遮天的十常侍当面。是奴婢不会说话，还望虾大人大人大量，千万别往心里去。奴婢先行告辞，就不打扰虾大人您沐浴更衣了。圣上手掌乾坤，自然是独尊天下，却不意味着身为天子家奴的你们能在外臣面前颐指气使。记住，认清自个儿的身份，命才能长久。恕小人多嘴，公子，常言道，您得罪君子，莫招惹小人。小的听说太监向来心眼极小，也极为记仇。历朝历代太监乱政，祸乱朝纲之举不胜枚举，若不压压他们的气焰，反倒一味迁就忍让，终有一天。算了，说了你也不懂，别人或许惯着捧着他们，想在我面前摆谱，那就是找抽。启禀圣上，所谓雷霆雨露皆是君恩，圣上传召臣子入朝，身为人臣，本该片刻不得耽误，飞马赶来才是。而这虾人却还要先行沐浴，目无君上，此乃罪一。罪二，
传召太监来秉承圣意前往宣召圣意，却遭虾大人掌乖。此等行径与欺君何异？试问，若不将之重处，置天子威严于何地？衍圣公所言甚是，臣附议。那些个文臣也真不是个东西，不就是打了个阉人吗？至于扣上欺君之罪这般大的罪名吗？堂哥，若换作是你，你敢掌乖登门传召的太监？那些捏着兰花指不阴不阳的太监，见着本侯皆是恭恭敬敬，本侯一直找不着机会罢了。林德殿大学士奉旨觐见。都看我干嘛？不就洗了个澡罢了，屁大点事，差点没特么被你们吓死。咱前人召你入朝商议国事，你却还要先行洗个澡，吓人啊！咱是该说你出于尊敬咱呢，还是视咱的圣誉如同无物？臣对于圣上唯有尊敬，绝无丝毫亵渎之心。他娘的！上次按住老二猛捶了一顿，昨晚上又将九江那小子当场吓尿，咱这回可万万不能心软，今儿非得好好震震这小子不可，否则搞不好连咱边儿今后都有可能遭这小子毒手。吓人啊！就委屈你一下了。哼，尊敬咱，你若真心尊敬咱，咱前人宣召你，你就该飞马赶来，是不是？今后咱剩下一口气的那天宣召于你，还得先容你洗个澡，再来听听咱朱元璋的遗言啊！再者说，大白天的你洗哪门子的澡？你小子是不是一大早就干什么龌龊事了？禀圣上，臣不过是大早上练功出了一身的汗，也是出于对您的尊敬，怕满身的汗味熏着圣上您呐。夏大人，若说你一大早练字，在场的诸位同僚倒也相信，可你身为一介文臣，一大早练个哪门子的武功，难道不是有意替自己开脱，借此蒙骗圣上不成？在下虽读书不多，却也知当年孔圣人是手握书卷，腰挎长剑，率3000小弟，3000弟子横行天下，纵横春秋战国，未尝一败。若是孔圣人泉下有知，得知他的后人手不能提，肩不能担，堂堂男儿却连只鸡都扶不住的话，怕是棺材板都按不住了吧？夏家人，你竟敢辱没先祖圣人！辱没孔圣人的到底是我家人，还是尔等自靖康之变是修降表的孔圣后人？天下百姓自有公论，本阁懒得与你争论。至于本阁是否假借练功为名替自己开脱，这位小公公可为证。回禀圣上，奴婢觉着既然是圣上宣召，做臣子的即便有要事在身，也应立即入宫见驾才是。更何况夏大人不过是活动一番手脚，稍稍出了些汗水，却置圣上圣誉于不顾。奴婢觉着夏大人此举实乃大不敬之罪。区区一宦官，竟敢在圣上面前搬弄是非，真是嫌自己死得不够快，不够惨呐！不过恐怕朱老大也不会放过这借题发挥的机会吧。下人年纪轻轻就已身居高位，如今又挟灭倭之大功而返，若在行风上风头太甚，只怕下人从此将成为众矢之的啊！事到如今还敢避重就轻，巧言诡辩蒙蔽圣听，今日留你不得！来人，将这个自作聪明的狗东西拉出去，拔去他那喜欢搬弄是非的舌头。遵旨，圣上饶命了，奴婢再也不敢了。原本念你小子灭倭有功，咱有意晋封你，连圣旨都依你好，只待你病愈之后再行颁发。然今日你之所为，有亵渎君王之嫌，故功过相抵，罚俸3年。罚俸3年，酝酿了半天就这。若是这样，你老朱倒是早说啊！晋封我家人从没放在心上。至于3年俸禄，老朱就那3瓜2枣，你也好意思提？还愣着作甚？还不将贵广两地传来的密报给下人看看？禀圣上，臣以为贵广两地土司之所以不服王化，屡屡叛乱，乃因教化不足，缺德所致。那依你之见，该当如何？常言道，缺什么补什么。既然贵广土司5行缺德，自该以人补之，以德感之。欲平贵广之乱，无需刀兵镇之，只需一人一嘴，亲治2省，化人为贤，以德为鉴，3、2月之内，定能平息叛乱。这明摆着是心恐的腐儒，明晃晃的捅了虾大人一刀。依着虾大人的暴脾气，不反手一刀捅回去，那才叫活见鬼了。这老腐儒平日里对咱们武将便有诸多诋毁之言，说什么杀伐太甚，匹夫难登大雅之堂。我等善于用刀，却不善言语，以致屡屡吃瘪。今日让夏大人好好扫一扫他的那张老脸，看着老腐儒敢不敢亲至贵广两地走上一遭，看看他那张嘴能否让两地土司化剑为礼，从此安守王化。禀圣上，臣有要事启奏。老臣因年迈以致体力不支，并时有眩晕之症，恐当众晕厥惊扰圣上商议国事，还望圣上准许老臣告假学乐。待老臣这不争气的病体稍愈，定当为大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哼，孔卿己身体不适，今日起就回府好好调养吧。
虾仁啊，你刚说的那仅凭一人一嘴，化人为险，以德作谏，顷刻间便能平息两地叛乱之人，不会是你吧？臣素有自知之明，与满朝硕学鸿儒相比，臣不过是莫学后进罢了。以仁德感化贵广两地土司，开什么玩笑？平日里说说，不过是向世人彰显一下仁德之名罢了。你虾仁竟他们还想让我等千里送人头不成？禀圣上，臣虽身为礼部尚书，却不敢苟同辖大人迂腐不堪之言，一味怀柔，以所谓的仁德感化，倒反而助长了叛贼的气焰。正所谓雷霆雨露皆在圣门，臣以为当先以雷霆震之，待叛逆亡魂丧胆，再施雨露感之，方能使贵广两地重归王化之下。王尚书所言甚是，云贵川广诸省土司降降叛叛，叛叛降降，明显已成朝廷毒瘤，当速速革之。臣附议。这些话不是应该由咱们来说才吗？现在劝他们让他们说了，现在咱们说啥，总不能风头让他们出了，咱们却干出在这吧？谁说不是？真是大白天的活见鬼了！平日里但凡用兵事宜，这些个三儒皆大谈什么与民生息，还引用老子之言说，老子说什么来着？老子说过什么我不知道，但那些酸儒常常提及的一句话，我非据道士记得清清楚楚。夫家兵者，不祥之气，不知恶也。不错，就是他娘的这句话，说家兵不祥的是他们，现在鼓噪出兵平叛的还他娘的是他们。无职业就算了，但这话本该是由咱们来说的。要说虾大人对付这些无耻的文人，还真就有一手，三言两语便逼得他们将所谓的老子之言抛诸脑后，为了不前往贵广两省枉送性命，竟连读书人的脸面也不顾了。臣父有德，愿提调大军10万，前往贵州平定叛乱，快则3月，慢则半年，定有捷报传来。臣冯胜愿提调大军10万，前往广西平定叛乱，半年之内必然横扫叛逆，捷报飞马入京。贵广两地土司林立，朝廷屡屡加恩厚赐，然他们却屡屡叛乱，可见皆是狼心狗肺叛逆之徒。唯有以雷霆万钧之势，方能使贵广两省重归朝廷治下。大军征剿叛逆，已是大势所趋。咱引用当年老对手陈友谅的一句话来说：首战即决战，一战定乾坤。那么咱希望这一战能打出贵广两省的万世太平。身为大明开国君主，咱绝不允许大明王化之下有国中之国的存在。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你小子向来主意颇多，善用奇谋，来吧，咱想听听你的见解。靠，不是吧，皇上又来？要么不做，要么做绝。自秦征百越，贵广两省虽归属华夏版图，然历朝历代两地土司降而复叛，叛而复降之势从未断绝。诸位可知这是为何？依老夫之见，当是不明天时，不识天威，天威不远人，数起其天意。不错，的确是妄图蚍蜉撼树，行欺天之举。历朝历代或力有不逮，对于土司之乱难以遏制，或国力衰落放任自流，或图仁义之名加恩安抚，以致云贵川广诸省土司是朝廷中枢软弱可欺。依你之见，该当如何？区土司之乱，无非是朝廷中枢能不能为之、想不想为之的两个选择罢了。依臣之见，当正其并用，釜底抽薪，断其根基，方能一劳永逸，长治久安，再无后患。正其并用，釜底抽薪，正乃堂堂正正之师，既与叛逆雷霆一击平定叛乱，然孤不解，何谓其？又该如何釜底抽薪，断其根基？禀太子殿下，于云贵川广土司不服王化，屡屡作乱之举，臣总结了8句话：雷霆镇压，再行分化，恩威并重，废除宣位，改制抚州，留官治下，改土归流，归入王化。一语破迷障，8言定4省。虾仁堪为社稷之臣也。今日早朝便到此为止。虾仁跟咱来。别看了，3个人4个菜，有荤有素还有汤，就这些了。其实上次吃的红焖熊掌软糯爽口，挺让人怀念的。红焖熊掌美的你，咱每年也就吃那么一回，你小子就别惦记了。以往国力疲软，也因顾全大局，不愿杀伐过甚，唯有行恩抚之局，望使诸省土司沐浴圣恩，安守王化。但那些个猪狗不如的东西，不知感恩也就罢了，想复叛，叛复降咱也忍了。如今竟狗胆包天勾结残垣，欲行分裂之举，真是自寻死路，死不足惜。如今倭寇已灭咱腾出了手脚，能大干一场了。咱豫兴大军50万，兵分3路，2路大军各领兵10万，直扑贵广；另1路大军则直捣云南，待平定云南，再分兵10万入川。不知你俩有何看法？
兵者，诡道也。古有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之奇谋，咱大明亦当学以致用。臣建议3路大军当正其并用，50万大军先合并为2路，待临近贵广之际，再悄然分兵奇袭云南。若是借镇压贵广土司叛乱之机，行瞒天过海之举，奇袭云南，倒也的确不失为可行之计。父皇，儿臣认为虾仁之策可行。如今漠北委员已有南下之图，与其坐等委员大军南下，倒不如咱们抢先一步拔除割据云南的梁王。到时失去内应的委员，必然孤掌难鸣。委员的那位天元帝可不是孤掌难鸣，一来以辽东为诱饵，联合高丽出兵10万乱我边塞；其次欲以一府之地相赠，苟合倭寇搅乱我沿海诸省，使我沿海30几万重兵动弹不得。其三，委员许下贵广自治，才说动2省土司同时作乱，以达到继续分散我大明兵力的目的。因此，即便是一战灭了割据云南的把扎拉瓦尔密，漠北的那位可绝非孤掌难鸣呐，咱们可万万不能掉以轻心呐。否则，万一哪天星辰逆转，天地倒旋，让委员再次入主中原，咱这一把年纪了，总不能让咱重操旧业吧？老朱啊，老朱，损起人来还真有你的，还重操旧业。老朱，你是真没把我当外人啊！对了，虾仁啊，那老和尚来信了，目前一切进展顺利，被你采爆了卵蛋的心寒，在老和尚的极力辅佐下，已拉拢了几位关键人物。若不横生枝节，高丽为我大明所有的日子亦为时不远了。身为大明子民，小子所做的不过是尽了自身的本分罢了。若不是蒙你及时提醒，揪出那丧心病狂毒妇吕氏，咱的妹子彪儿、雄鹰、允彤，只怕难有善终。论功，即便公爵也属应当，但今日朝堂上咱借故鞭笞你，以你的聪慧，想来定能理解咱的良苦用心吧。臣虽愚钝，却也明白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道理。您老对臣的全权爱护之意，臣岂有不知？若有朝一日臣犯下大错，招来圣上厌恶，到时还请圣上留下臣这条命，让臣亲眼见证我华夏子民独霸天下的那一天。没成想你小子年纪不大，心胸倒极为豁达。若是满朝文武皆如你小子一般，那咱这个皇帝即便垂拱而治又有何妨？咱今日便明明白白的告诉你小子，只管放开手脚的干，万事有咱给你撑腰。即便今后咱朱元璋2眼一闭，2腿一蹬，就那么去了，也有继位的彪儿替你撑腰。一句话，只要你小子不忘忠义无愧大明，不丧良心无愧百姓，咱的天子剑永远斩不到你小子头上。大明不亡，虾氏永存。父皇的话也正是姑想说的，只要虾仁你心存大明，不忘忠义，姑保你一世周全。臣今后行事定当谨守忠义，不忘初心，绝不辜负圣上太子殿下教诲。出征云贵川广之事已是大势所趋，这3路大军的统帅人选，说说你们的看法吧。魏国公徐达行军作战，守正暴起，所向无敌；永昌侯兰玉行军作战，急如闪电，悍勇无双；曹国公李文忠行军作战，静若处子，动若脱兔；西平侯穆英文武兼备，雷动风举；燕王朱棣果敢刚毅，英勇无畏，皆可为统帅人选。好小子，朝中将帅如数家珍倒也罢了，临了还将老四拉出来凑数，老四还颇显稚嫩，行军造诣上还不到火候，难当此重任。不过奇袭云南的重任，你小子还能够想到老四，咱心甚慰呀。但徐达已奔赴大都防御漠北，蓝小二咱已令他及秦晋2王率军北上，以镇陕山2地。至于老四他，不日一将北上就翻大都，而穆英太过年轻，经验还有所欠缺，唯独咱那外甥曹国公李文忠，行军作战正气并重，凌厉刚猛，堪为第3路大军统帅人选。但咱那身体向来强健的外甥，昨夜却居折高架，如今正卧病在床。文忠表哥病了，昨儿个不是还好好的吗？怎的突然就卧床了？是啊，昨个还好好的一个人，突然就病了。听说是昨晚上叫人给下病了。太医回禀说，文忠是因突受惊厥所致，乃是心病，药石难愈，大事当前，最适合统帅大军的人选，却突然病了。虾仁啊，你说咋办？没成想昨晚上还中气十足的曹国公，一转眼竟病得这般重，真是疾风骤雨，世事无常啊！所谓心病还需心药医，他的病想来这天底下唯有一人能治。虾仁啊，你小子可知这唯一能治好文忠所患心病之人是谁？唯一一人，除了我还有谁？谁他们能想到横行沙场的堂堂曹国公竟他们这般不惊吓？如此看来，想必是臣催收税银的手段颇有些粗鲁，以致曹国公爱子心切，因忧虑太甚，竟患心病。要不待臣出宫之后，上曹国公府给他瞧瞧。
什么？文中表哥的病竟是你给吓出来的？太子殿下明鉴，臣昨夜的确在万花楼与曹国公之子及曹国公本人发生了些许摩擦，但也不能就此肯定曹国公的病就一定是被臣给吓出来的。搞不好是曹国公夜间入厕见着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却也极有可能。别说世上有没有什么所谓不干净的东西，即便是有，身经百战杀人无数的堂堂将帅，又岂会怕那玩意儿？这么低劣的借口，也亏了你小子能脸不红气不喘，竟说得如此振振有词。瞎人啊！顾那文中表哥的性子素来严谨要强，等闲之人，等闲之事，绝难以乱其心，更难以丧其胆。你昨晚上到底做了什么？做了什么？彪儿，你该问问这小子，昨晚上鬼鬼祟祟的在文中耳边说了什么才是？听说你小子昨晚上可是大显神威，人前显圣啊！咱那外甥孙不仅被你小子三拳两脚打翻在地，还差点叫你小子突然踢进怀里的一颗人头给当场吓成痴傻。这也就罢了，咱问你，为何不许九江的小子今后成为统兵将帅？咱再问你，你小子鬼鬼祟祟的在咱外甥耳旁说的那8个字，到底是他娘的哪8个字？竟令原本准备大动干戈的文中当场偃旗息鼓，以致萎靡不振，蔫头耸脑，率众而回。于后半夜竟又因惊惧过甚，一头栽倒在地，以致卧床不起。老朱，别怪我骗你，若是实言相道，你外甥曾经竟有心背叛于你，投靠张士诚。你那堪称大明战神的外孙李景龙和朱棣之间的事之后，只怕下一个卧床不起的就是老朱你了。骗你也是为你好啊。论爵位，曹国公乃当朝1等爵位，臣相差甚远；论品衔，曹国公乃当朝1品，大权在握，臣实职不过是4品之府，难以相提并论。论威望自立，曹国公乃战功赫赫的开国元勋，更是圣上您的亲外甥，臣更是拍马也难以企及。臣怎么可能下得住堂堂曹国公呀？照你小子这么说，是咱误会你了，还是二虎的那双眼睛长屁股上看错了？圣上明鉴，臣当时身处险地之中，眼看着曹国公即将拔刀相向，臣也唯有狐假虎威，借着您老的威名将其镇住。所以您没有误会臣，毛指挥使的眼睛也绝对没有长在屁股上。臣不过是在曹国公耳旁说了一句“先斩后奏，皇权特许”，谁知先斩后奏，皇权特许，这话听起来还真他娘的霸气。您老这是握手。你小子从他娘的哪学来的这一套？大老爷们之间手牵着，成何体统？你小子不知害臊，咱还要脸？这若是让外人瞧见，你小子还愣着干啥？还不将那害人的玩意儿给咱拿出来？害人的玩意儿？我虾人堂堂正正，虽有害人的玩意，可至今却还未用其害过人啊！你的娘住嘴！咱说的是尚方宝剑，还给咱！话没交代完，你小子竟想溜，快给咱说说，你为何非得让李景龙那小子弃武从文？让他弃武从文，还不是为了你老朱家，为了今后不使他这位大明战神祸害勇于征战的军士，要不然我虾人吃饱了撑的。老朱，你想想，一位自诩自幼苦读兵法、勤练武艺之人，却在我这文臣手中撑不过3招，被区区一颗人头差点吓成痴傻，这样的人适合从武？照你小子这么说，咱的这位外甥孙真他娘的成了一无是处的草包。正所谓烂船还有3斤钉，即便是一张卫生纸，也自有它的用处。以李景龙的资质，若从武，不仅害了他自个儿，也会白白葬送许多无辜的军士；但若从文，以他将万花楼经营的有声有色，与秦淮河畔成就一番事业的本事，倒也未尝不失为亦可用之才。将烟花之地经营好，就他娘的能成朝廷栋梁。那咱这朝廷成啥了？咱朱元璋又他娘的成啥了？天底下最大的老鸨。皇上，我还是先去看看曹国公吧。君子务bản，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与？子曰：巧言令色，前矣人。去你妈的4书5经！我李景龙即便混吃等死，也绝不读这摇头晃脑的玩意儿。我李景龙要做横行沙场、立不世之功，为万世所传唱敬仰的绝世统帅啊！即便我爹有把柄被你姓虾的揪住，以此作为要挟就范，以致原本该读兵法典籍的我被逼着读什么4书5经，上门探望我父的燕王4表书，总不至于被你姓虾的揪住把柄吧？我这就去让他主持公道。我李景龙就不信，堂堂燕王之尊已是压人，你姓虾的还能那么坚挺？表弟，能不能你好歹给句话？这事恐怕颇为棘手。上次二哥与虾人因花船睡营之事以致冲突，旁人不知表哥你当知悉，可结果如何？表哥你为人素来稳重严谨，不过区些许睡营，交了也就是了，何以将事情闹到这种境地？都怪九江他太过争强好胜，偏偏要称一称姓虾的斤两。
现在姓夏的斤两倒是被九江称出来了，可他自个儿的前途也陷入尴尬之境。我有一事不解，还请四表弟予以解惑。表哥是想问，何以父皇竟如此恩宠此人？我说的可对？不错，你说他到底凭啥？说句大逆不道的话，若换作我是父皇，对虾人的宠信绝对有过之而无不及。至于始末因由，有些涉及皇室隐秘，有些是观天下社稷，恕我难以言明。别说他仅仅揍了驸马李琦一顿，即便什么？即便虾人将我诛地杀之，父皇或会因此暴怒，也绝不会治其死罪，除非父皇他甘愿放弃霸绝天下的念头。爹，孩儿有事找您商量。让你在书房读书，你跑这来做甚？见过四表叔，爹，四书五经实在是晦涩难懂，孩儿实在读不下去了。混账东西，四书五经也好，兵法典籍也罢，皆有其用武之地，又有何不同？通读四书五经乃是从文，孩儿自幼钻研兵法典籍，乃是为了从武，并立志征战沙场，见为祸之功啊！爹，被区区一颗人头差点吓成痴呆的人，现为祸之功。为祸之功，为祸之功，你他娘的在家吹嘘也就罢了，若是传了出去，你不要脸，我李文忠我他们要脸，给我即刻滚去书房，5天必须将《论语》通篇背下，否则别怪我这当老子的棍下无情。滚！四表叔也不是外人，孩儿有话就直说了。爹，您到底怕那姓夏的什么？昨晚您在万花楼2楼厢房中是何等意气风发，还让孩儿跟您多学着点，也不知那姓夏的在您耳旁嘀咕了什么，竟让您变成了缩头。爹，您堂堂皇亲，功勋卓著的堂堂曹国公，到底怕那个姓夏的什么？忍住，忍住，不能让四表弟看笑话，先把这逆子安抚下来再说。傻孩子，为父所做的一切全都是为了你啊！为了我？爹，您疼孩儿自然明白，可您为何面对那姓夏的却如此害怕，1天之内就让您患病不起？爹旧伤蓦然发作，以致突然卧病在床，又有何奇哉？至于爹直面虾学士前后的极大变化，是为了借此事让你明白一个道理：即便大事操在手，做人也得留一线。爹这般做，也不过是为了给虾学士留个面子罢了。九江，若是你没啥事的话，就先出去吧，爹还有事和你四表叔聊。好的，爹，那你们俩我先出去啊。爹，您的良苦用心，孩儿如今已然明白，也定当谨记于心。四表叔也非外人，孩儿也无需遮掩。但，爹，您的手好凉，孩儿给您暖暖。这小子平日虽然举止轻佻，可这份如沐之情倒极为难得。冲着这份小心，便帮他一把吧。虾人虽嫉恶如仇，却也不是那种得理不饶人的主。爹，您放心，即便你现在就没了，孩儿继承曹国公爵位，也定会将曹国公一脉发扬光大，更不会令您泉下蒙羞。身为您的儿子，自当继承您的衣钵。四书五经之事，今后爹您也别再提了。孩儿如今正在钻研为辽子兵法韬略，待到孩儿学业有成，灭残垣，收高烈，建为祸之功，一鸣而天下惊，您将会为自个儿身为大明传奇战神李景龙之父而深感为荣。若换着是我朱棣，摊上大明传奇战神这么个镊子，只怕也得瘫在床上啊。表哥身体不适，该尽心调养，我先告辞了。对了，弟给你带了只年份颇长的人参，药效颇佳，表哥不妨一用。表弟有心了，四表弟即将天掌大都，表哥有几位不成器的老部下，任职大都以来，统兵作战还算勇猛，还望表弟能予以照顾。待明日我会给他们去信一封，让他们谨遵率令。若有谁胆敢阳奉，因为不听使唤，你该训则训，该打则打，无需以兄为念。弟虽说出身天皇贵胄，却因年少得薄，又蓦然肩负如此重任，原本颇有些惴惴不安。如今有了表哥的鼎力支持，将再无顾虑。弟就此告辞。九江，为父身体不适，难以起身相送，你替为父送你四表叔。龙章凤姿，天日之表，只可惜晚生了几年，可为雄藩，难为雄主啊！秉公也，虾学士求见。姓虾的阴魂不散，竟又追入府中，到底意欲何为？四表叔，这儿今已弱冠之龄，您能否给舅公他老人家说说，让我和你一道北上？表叔放心，侄儿自幼熟读兵法典籍，熬练武艺，军中等闲悍将也未必是侄儿对手。侄儿如今所缺的是一个施展自身才华的机会。如蒙四表叔不弃，侄儿愿为您帐下一偏将。表叔只需给侄儿1万精锐铁骑，侄儿定要纵横漠北，亲手擒的那天元帝凯旋。即便天元帝想学单于夜遁逃，只要我李景龙出马，他也只能是瓮中之鳖。到时由四表叔亲手将天元帝献给舅公，让他在朝堂上给咱舅公跳个舞。四表叔，您想象一下那场面，您激动不？即便我这个外人闻听了你这豪言壮语，都差点高潮，你四表叔又岂能不激动？姓虾的，我爹拜你所赐已卧病在床，你竟还有脸登门，当我曹国公府可欺不成？
真是聒噪，见过燕王殿下。你我之间何须多礼？虾人，你来曹国公府是？也没什大事，昨夜与曹国公有些许误会，今日又蓦然听闻曹国公身体不适，特意上门探望。姓虾的，今日四表叔当面，咱们正好把话说清楚。或许我父因难言之隐，不得不对你委曲求全。然今日我四表叔在此，你若是真有能耐，也在我四表叔耳旁言语一声，我就不信我四表叔也有把柄攥于你手。小祖宗，你他娘的能不能住口？你可知你的四表叔有一个天大的把柄攥于他人之手？莫非你小子非得让你四表叔负你爹的后尘？你小子给我闭嘴！本王问你，你凭什么对朝中重臣大呼小叫？又凭什么不服气？凭你被区区一颗人头差点吓得背过气去吗？3天2头戴个面具，偷偷摸摸留恋烟花之地，你真当我不知？迷恋万花楼年过30的老鸨，满京城王公显贵哪个不小？你让四表叔给你主持哪门子的公道？耳夫卧病在床，虾学士专程探望，你小子竟对客人大呼小叫，这就是你李景龙的待客之道？四表叔，您如此维护姓虾的，莫非您也有？小孩子不懂事，言语多有得罪。虾人，我这四表叔带九江向你赔个不是，但这小子虽然臭毛病不少，秉性却不坏，本事不大，倒也有一腔报国之心。若是四哥，你的意思我明白。一来我虾人并非小肚鸡肠之人，只要不是那种欺压盘剥百姓之人，一切好说。那九江的事就拜托你了，算我欠你一个人情。他日若有事相托，但叫朱棣力所能及，定不推辞。男子汉大丈夫，心存抱负乃理所当然，但一定要脚踏实地，好高骛远只会害人害己。四表叔教诲，这儿定当谨记在心。四哥，你可还欠我3万颗人头，何时给我？不过区3万颗女真族人头罢了，3年之内。虾人，辽东女真一族，部落虽多，却人口稀少，常年蜗居森林，靠捕鱼打猎为生。于我大明而言，形同浮游。为何虾人，你对高丽不甚放在心上，反倒再三提及女真一族？莫非未开化的女真蛮夷，今后竟还会威胁到我大明生死存亡？我四表叔何等人物，真正的对手乃是漠北残垣，区女真一族，有必要？九江，你给我闭嘴！若风水轮流转的道理你都不明白，那你李景龙今后还是在家混吃等死算了。古人早有告诫，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凡开国之处，均为一代雄主。臣因历经战火，多为治世贤臣，率善御将，将善统兵，兵锋之力定是所向披靡。若不趁势荡平四方蛮夷，抢先一步消除隐患，那待到国力衰弱，兵锋蒙尘，必为四方蛮夷所击。这点道理都不明白，你脑子里装的什么？是泔水还是大粪？所谓的自幼熟读兵法典籍，莫非读到狗肚子里去了？抛开其他不论，仅凭你今日之言，你虾人便是我朱棣的知己。若我为君，你为臣，我朱棣定视你为公公。只可惜我朱棣出生太晚，你我也相逢太晚。九江，你先进去，我有几句话和虾学士单独聊聊。是，你说的不错，自身强大时就该及时铲除一切隐患。毕竟风水轮流转，谁知道几十上百年之后，风水往他娘的哪儿转？姓虾的，你刚刚虽然骂了我，但我他娘的心服口服。这小子今后若有所成就，你今日的当头棒喝功不可没。四哥临行前就问一句话：虾人，你是想要辽东女真3万颗人头，还是灭族？四哥，你应该懂我，我要这天下从此再无女真一族。万花楼所需的2倍税银，本宫一大早便令人送去应天府衙。至于我儿九江，也如你所愿，弃武从文，一直窝在书房通读4书5经。不知下学士今日亲临毕府，有何贵干？香浓郁，色翠绿，味醇和，好茶。九江，待会儿记得给虾大人包上几斤，聊表心意。几斤送给他，有这必要吗？让你怎么做就怎么做，哪来的这许多废话？还是算了吧，恰好我今日从乾清宫顺手烧了点茶叶，府中倒是不缺好茶。左右不过是几斤茶叶，虾学士无需推辞。不知夏学士今日亲临毕府，所谓何事？为替你枕疾而来，为兵士前嫌而来，也为胸有宏伟抱负的令公子而来。晚辈此行完全出于善意，绝非心存恶意的不速之客。你曹国公半生戎马战功卓著，我虾人虽行事鲁莽，但我此生最敬佩的便是为国家抛头颅、洒热血、沙场杀伐的血性男儿。今早已时过境迁，年轻一辈能如此认可我等功勋之人不多了。于公而言，晚辈乃是出于敬意，欲与国公爷冰释前嫌；于私而论，晚辈既没碍着国公爷啥事，国公爷也没挡在下的道。因此，你我冰释前嫌，不过是一句话、一个姿态的事。冰释前嫌。不得不说，
放眼望去，满朝勋贵后生一辈中，难有与你虾人比肩者。爹，您没事了。虾人亲自过府诊疾，自然是要到病除。今日你满含诚意，严恳一切，看来是李某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夏学士与我儿九江年岁相仿，若是不弃，你称某叔父，某称你侄儿，不知意下如何？中书乃侄儿敬重之人，故所愿耳不敢辞也。九江还处在这干啥？贵客临门，还不赶紧让人准备酒宴？昨晚还喊打喊杀，眨眼功夫老母鸡变鸭，反倒成贵客了。爹，您到不哪去了？莫非这姓夏的天生可我李景龙？还愣在那干啥？还不过来见过你夏兄长？兄长，爹，据孩所知，这夏学士年岁不过16出头。这什么这？所谓学无先后，达者为师，论及能耐者远超于你，让你小子尊为兄长，莫非还能亏了你李九江不成？中书啊，九江的确比我年长，你我各论各的就是了，千万别勉强。恕晚辈直言，九江虽说熟读兵法典籍，熬练武艺，然兵无常势，水无常形，闭门造车，野牛驾辕，又岂能不翻车？闭门造车又如何？只要造的车够结实，野牛驾辕又如何？四肢健硕，跑起来也利索。想当年封狼居胥的冠军侯货，住口！冠军侯，冠军侯，人冠军侯豪言兄无未灭，何以家为？逆劣！与年过30的老鸨昏天黑地，你真当你老子是瞎子不成？就你这样还敢与人家冠军侯相比？若是冠军侯泉下有知，只怕都得连夜险胜，一刀劈了你。爹，孩儿如今已将孙子兵法背得滚瓜烂熟，如今所欠缺的就是一个。我看你所欠缺的就是为父的一顿好好收拾，先给我滚下去。曾之，若不是你，哪他妈来的这许多破事？你那点小心思，真当你哥一点不知道吗？爹，在你收拾孩儿之前，孩儿须得先替你收拾一顿另一个儿子。素闻盘踞云南，手握20万大军的残垣梁王能征善战，其粹我李文忠与他既分高下，也分生死。真龙逆九霄，风云随之动，等闲不抖擞，一动天下经。中书这诗着实不错，未与民养息，咱大明这条真龙的确已隐匿了许久，以致宵小侧目，鬼魅横行。咱大明也是时候抖抖天威，叫他们知晓什么叫做末日之灾。好一个末日之灾！仅凭这一句，你我当为知己。自洪武5年第2次北伐以失败而告终后，这一等便是足足7年。这7年令满朝能战善战的将帅，从而立之年以至之天命之年。人这一生又有多少个7年？万幸，尚未在我李文忠尚能犯否之际，终于又给了我这次统兵作战的机会。此行奇袭云南，倘若不成功，我李文忠便埋骨云南，绝无他途。这流逝的7年的确让人惋惜，虽说与民养息，但又何尝不是给对手留下了一线生机？若不在兵锋最盛之际扫平四方蛮夷，待到开国这一批老帅一一迟暮，兵锋岂有今日之锐利？正所谓人不狠战不稳，于国而言亦是如此。若想吃个饱吃个够，须得脸厚胆大，缺一不可。瞎人啊，得亏你生在大明，否则依照你这霸道言论，若是生于自诩为天朝上国的大宋，即便朝堂上有你立足之地，也唯有郁郁而终的结局。天朝上国，被周边一族轮番按在地上摩擦的大宋，也配？什么是天朝上国？凡是和我作对的敌人，一概诛灭；凡我看中的地面儿，皆为我所有。一句话，于国而言，我可以选择不动你，但我随时有能力平了你。唯有如此，方有资格称之为天朝上国。瞎人啊！若是你早生20年，你必然会成为我等最可怕的对手。比之当年的陈友谅，有过之而不及。依照圣上的性格，也定不会杀你，只会朝思暮想，将你引为己用。就像当年被圣上赞誉为当世奇男子的王宝宝一样。可惜此人已逝，徒令圣上为之遗憾。王宝宝，难道你不认为大明招降王宝宝失败是一个天大的遗憾？遗憾。的确遗憾，我遗憾的是，为何不他妈早点弄死他？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满朝能征善战的将帅林立，何曾缺他一个王宝宝？既然千方百计求而不得，便该尽早除掉。对敌人仁慈，便是对自家人的残忍。王宝宝蓦然暴亡，不说摆上几桌也就罢了，遗憾个啥？岂不知彼之蜜糖，无之砒霜。说得好，彼之蜜糖，无之砒霜。大明能征善战的将帅多如牛毛，又何曾缺他区一个王宝宝？瞎人啊！你我年岁虽相差颇大，但你的脾性却极为对我李文忠的性格，你我当为知己。延州
赵伯宗、宋汝章，仅凭这8个字，想来虾仁你已知一切。某亦不屑做那推诿之言，但某自问当年做的那件半途而废的混账糊涂事，善后之事做得还算干净利落，不知你从何处得知了？中书旁的我不欲多说，只说3点：其一，虾仁并非搬弄是非的无耻之徒，此事将永远烂在心里，绝不致使第3人所知。其次，中书乃虾仁极为钦佩之人，于国更有大用，虾仁绝不会心存半点害你之心。虾仁啊，大明能有你的存在，乃是大明之福，也是社稷黎民之福。李叔还是想说，亏得你是身处大明开国之初，雄主坐朝时人善用，否则依你的性格，若生于前宋，不仅难以一展胸中抱负，也定会成为大宋君主及满朝奸佞腐儒的眼中钉。若是生于前宋那阿杂软弱的朝廷，于我虾仁而言，仅有一条路，唯有改天换日，重开一片天。他赵家无能，让我炎黄子孙挺直脊梁骨做人，那就只能请他死一边去，别挡道，让能者上。想让我虾仁给软蛋送包卖命，那我唯有送他一句话：要死卵朝天，不死万万年，去他妈的大宋！唯有你虾仁敢如此直言不讳，理直气壮，文中扪心自问，远不如你。若当年的岳武穆如你所思所想，不被昏君赵构连发12道金牌召回，当能重拾旧山河，我堂炎黄子孙也绝不会有让后人为之惋惜，亦为之悲愤万分的怒发冲冠，仰天长啸，臣子恨，空悲切。的确令人惋惜，惋惜他明明一身的能耐，却偏偏为了一昏君，为了所谓的忠义之名，甘愿引颈带路。明明满腔报国之志，却又偏偏满腔忠烈。国与君，他岳武穆最终还是选择了后者，给自己留下千古遗憾的同时，也给后人留下了天大的祸患。软弱无能的大宋，自私自利的赵构，腐朽不堪乌烟瘴气的朝堂，又岂能有真佛的立足之地？北宋杨家将，南宋岳飞，有宋一朝能征善战、功勋赫赫者众多，有谁得了善终？宁愿恬不知耻，年复一年的进贡一族，也绝不愿百战百胜的将帅得个善终。常言道，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可大宋道他们好，竟生怕米粒坏了一锅老鼠屎。再敢耍小聪明，我这个当大哥的就让你煮一辈子乖。大公子，晚宴已准备妥当，您看。真不知道爹与那虾仁怎会有如此之多的话，聊个没完没了。虾仁，那就难怪了。怎么，你认识姓虾的？禀公子，小的只不过是区一介仆役，岂能有幸识得如虾知府？小的只不过是在虾知府处决犯人时，远远见过一次而已。那为何本公子提及虾仁之名，你眼神中竟蕴含敬意？小的之所以眼含敬意，实是冲着虾知府的善举。年前虾知府下发几10万两银子给穷困百姓，每户5两，小的一远房亲戚领到了。也正因这5两银子，我那重病卧床的亲戚才得以活命，说是再造之恩也不为过。我那亲戚病愈后，便亲手做了块长生牌，日夜3磕头来答谢活命之恩。区5两银子罢了，竟值得如此感恩，未免太过可笑。公子您出身高贵，或许于您而言，5两银子不过是一壶酒钱，不值一提；但于我等贫贱之人而言，或许就是这区5两银子，让家中患病的父母平安度过这个坎。过年了，这5两银子足以填满米缸的同时，还能割上几斤3指厚的肥肉，让一家老小每过上一个好年。或许公子认为虾知府是个沽名钓誉之人，但我等贫贱愚昧之人，倒是期望这种沽名钓誉的朝廷大官越多越好。本不欲多做叨唠，不曾想与中书言谈太过相投，以致忘了时辰，还顺势享受了一顿丰盛晚宴。待到中书凯旋，晚辈定当摆酒庆贺。区一顿家常便饭算个甚，倒是闲职的这顿庆功酒，待到书凯旋，定要与你不醉无归。如今正值我大明兵锋正盛之际，朝中又有中书等一众百战百胜的将帅，我大明未来将有无限可能。中书身体将痊愈，还是早些歇息，晚辈告辞。没想到最知我懂我李文忠之人，竟会是一位年不过18的后生晚辈，有能力，会办事，性豁达，知进退，虽野心勃勃，却又毫无私心杂念，生子当如虾仁啊！整个应天府无人不知虾知府其名，也无人不赞虾知府。至于公子您，应天府的老百姓根本就不知道您这号人物，实在难以与虾知府比较。九江，跟爹来书房。九江，想什么呢？爹，孩儿今后定然发愤图强，脚踏实地，绝不给您脸上抹黑。孩儿即便不能为万世传唱，也定要世人知我李景龙之名。九江，你为何？你爹，孩儿以往心高气傲，本事不大，却又眼高于顶，孩儿给您丢人了，也让您费心了。九江，为何突然你竟好似一夜之间长大成人了一般？ 10年寒窗磨一剑，
今朝出鞘是锋芒，孩儿原本以为自个儿熟读兵法典籍，却不成想竟会在一位文臣手中一败涂地。所谓东风吹破白日梦，如今梦破了，孩儿也该醒了。若是再不清醒，孩儿这辈子只怕也就废了。九江不必妄自菲薄，人皆有年少轻狂之时。爹坚信，只要我儿历经熔炉淬炼，必将一剑光还要九州。虾贤侄，万没想到，一块顽石竟被你旦夕之间生生练成了绕指柔。某李文忠念你一生啊！贵广土司不识天威，许死有道。着宋国公冯胜、曹国公李文忠各提调大军15万为西南2路大军主帅，着颍川侯傅有德为西路军副帅，吉安侯陆仲亨为先锋，平凉侯费据、武定侯郭英、江阴侯吴良随军听用。着西平侯穆英为南路军副帅，延安侯唐圣宗为先锋，江夏侯周德兴、永城侯薛显、定远侯王弼随军听用。咱坐镇中枢，任由尔等放手施为，绝不干预。咱只要一个结果，让这大明天下再无土司存在，务必一战永定西南。吾皇万岁万岁万岁！本是临终寿，真龙复其志，一朝任横行，天地一片红。上月应收缴的税银，如今可曾收齐？禀大人，自曹国公府率先缴纳2倍税银后，除满春园尚未如数缴纳外，余者尽皆销归曹随，已一并上缴。满春园，据卑职打探得知，满春园幕后东主本是前太子妃吕氏娘家产业，后因吕家子嗣断绝，又辗转落入。旁的无需多说，你只需告诉我，满春园现如今的幕后东主是谁？这税银他们缴还是不缴？禀大人，满春园如今的幕后东主与当今圣上宠妃郭惠妃母族甚为交好，税银倒也不是不缴，只不过想依照钱例缴纳，不予双倍上缴。郭惠妃，老朱的心肝小姨子，莫非满春园幕后真正的东主？难不成是手头时常拮据又节俭异常的老朱？不可能，老朱何等人物，说是千古之难也毫不为过。满春园即便是一只下着金蛋的鸡，只怕老朱也会嗤之以鼻。但这朝廷官方妓院教坊司又怎么说？老徒以你之见，此事该如何处置？但有道是不怕邪风，就怕枕头风。众所周知，后宫之中除当今皇后，圣上最宠信之人当属郭惠妃，并且属下听闻，郭惠妃日常侍奉圣上之时，大多称其为姐夫。圣上对此也尤为欢喜。如今满春园之事牵扯郭惠妃，若是贸然得罪，时常在圣上身旁吹吹枕边风，属下担心于大人不利啊。依着老徒你的意思，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答应他们。属下以为可以答应他们，但同时也须得提醒满春园东主，让他们对外宣称已按大人所言缴纳双倍税银，务必保密不可泄。脸上照块遮羞布，名利双收，这主意的确可保万全。只不过我虾人做事要么不做，既然要做，就得一视同仁。我不管他是歪风邪风枕头风，本府说出去的话必须得兑现，3倍税银一个子都不能少。让潘云给满春园的东主送句话，日落之前全部到位，即刻封门。3倍税银，若是3倍税银，只怕什么？怕他们不愿就范。世间最大的不公，便是穷富分化太过失衡，世间10之8九的财富却掌握在极少数人手中。本府不宰他们宰谁？既然他们不愿拔1毛而济天下，本府便亲自替他们拔。大人，您如此年轻就已身居高位，今后定然位极人臣，又何必放着康庄大道而不前行，却偏偏要选一条凶险万分之路？朝内也好，朝外也罢，皆讲究花花轿子人人抬，你好我好大家好。您如此不顾自身前途，真的值吗？人活一世，草木一秋，于我而言没什么值不值，遵从本心，想做就做，唯此而已。即便圣上顶不住压力又如何？头掉了也就碗大个疤，即便腰斩也不过就是2节，怕个球。大人此言当真气冲霄汉，属下今后行事也定然以大人所言为尊，绝不给大人您丢脸。怎么，老徒你现在不惧郭惠妃的枕头风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用大人的话而言，头掉了不过是个碗大的疤，怕个球。即便天塌了，也自有大人您这个高个顶着，大人安好便是晴天。若大人顶不住，属下追随大人共赴黄泉也就是了，多大点事儿。大人，属下率人传达您的交代，但满春园幕后东主自个儿不现身，却让郭惠妃母族张氏家主出面，予以断然回绝，态度极其蛮横强硬，并且还说有话尽管直说，无需修饰。禀大人，张氏家主张文博放话说，如今的满春园已归张家所有，若依前例，
冲大人您的面子勉强可以应允，若是2-3税银，张除非东海水界、泰山倒悬，否则绝无可能。还让大人您早些洗洗睡吧，别给脸不要脸。好一个给脸不要脸！想不到应天城竟有如此霸气的人物。为了收取商税，先是秦王找茬，后是曹国公不忿，本府一一摆平之后，如今又他们蹦出个不知死活的张文博。东海水劫、泰山倒悬，本府办不到，也无需等到日落了。葛峰即刻率人赶往满春园封门，并转告那个棒槌，让他回去好好洗洗睡。若是那棒槌横加阻拦，先给我敲断他2条腿，再告诉他别他妈给脸不要脸。遵命。大人，如今已然立春，依照朝廷惯例，主政一方者当劝客氏农桑，并交之以廉耻。您看，劝客农桑，交以廉耻。老徒啊，你给说说，从古至今，上至君王，下至大小官员，有几人亲自种过地，又有几人种过桑，养过蚕，织过布？就拿你我来说，可曾下过地，牵过牛，服过礼？不瞒大人，属下自幼手握书卷，于农桑之事，只知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愚者所知甚少。大人当面，属下也无需遮掩。属下以为，历代农税及农户皆为历朝之根本，朝廷需展现出对农事的重视。至于底层农户，是否真正需要地方官员劝客农桑教以廉耻之举，反倒成了次要。的确是难得的大实话。但我这人天生懒散，于我而言，所谓的劝客农桑，等同于叫人放屁。我这人有自知之明，放屁之气从何来？我自个儿还他妈整不明白，又如何有脸手把手的教人如何排气？总之，徒劳无益，作秀卖弄之事，谁他妈爱做谁做，少扯上我。说这么多，还不如实打实出门巡视一番。跟我走吧。说心生明谁，鬼鬼祟祟跟踪那辆马车，意欲何为？又是受了谁的指使？小的名叫刘四，在京城谋生，只因回家探亲，才途经此地，还望诸位好汉高抬贵手，饶小的一命啊！回家探亲，某有重任在身，没时间在此耽搁。若是再不说实话，某不介意斩断你安身立命的家伙，给你5个呼吸，好好想想。敢问诸位好汉可是宫门中人？可是奉命暗中保护马车上的那位？是又如何？不是又如何？若是，那在下尽可实言相告，以防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相争。若诸位欲对马车上的那位不利，那诸位即便杀了在下，也休想从我口中探得丝毫口风。若是待会儿你道不出个1、2，或有丝毫隐瞒，那此处便是你的埋骨之地。镇抚司锦衣卫副千户谢雨辰，在下还道诸位该是5城兵马司的弟兄，不成想竟是锦衣卫当面，倒是眼拙了。在下真名刘三宝，从属永昌侯蓝玉。此行凤小姐命令打探姑爷的行踪，亦有暗中保护之意。据某所知，你家小姐与夏学士未有交集，她为何要打探夏学士的行踪？还有，夏学士他何时成了永昌侯府的姑爷？我家将军早已内定夏学士为女婿，而我家小姐亦心有所属，因此永昌侯府上下大多称夏学士为姑爷，都成习惯了。我家小姐虽说巾帼不让须眉，却也毕竟是女儿家，涉及情感之事，难免有些羞涩。因此，我家将军前2日来信指点了一番后，我家小姐便命在下打探姑爷的行踪，意图给姑爷制造个英雄救美的机会。如此极不显突兀，又能水到渠成，促成一段金玉良缘。你可真是人间月老啊！在下不过是后府一小厮，可当不起月老之名。在下已言明详情，若解千户无其他的事，请恕在下先行告辞了。抱歉，你得跟我回一趟镇抚司，待确定你的身份，待你向毛大人禀明一切，你再告辞也不迟。还要向你们毛大人禀明一切，这事他也要过问。凡有关夏学士之事，绝不可掉以轻心，须得事无巨细一律上报。你得跟我们走一趟，指挥使大人定然要亲自盘问于你。大人，应天府下辖8县，若是疏通河道、铺路搭桥，一切花销皆由我应天府衙出银子，只怕力有不逮把。更何况历朝历代徭役早已成不可动摇之根本国策，从未听说给徭役民夫发放工钱之事。自古以来，什么人丁税、田亩税、五禽税、割头税、打鱼税，还有他们什么饮水税、剩女税，一大堆乱七八糟的苛捐杂税，就差晒太阳没收税，喘气没收税，和东南西北风没收税了。若不是因为打鱼税，人家陈友谅好好的一位渔民不当，吃饱了撑的将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去造反，搞不好现在还好生生的泛舟江上，白天哼着小调撒网扑鱼，这日子他不香吗？大人所言不错，若不是苛捐杂税太甚，陈友谅想来还在湖面上打鱼，张士诚亦还偷摸到处贩卖私盐，而圣上
就因苛捐杂税太甚，竟即使原本在湖泊里打鱼的、偷摸卖盐的、端着破碗四处要、四处化缘的，高吼一声：“你不让俺活，俺也不叫你好过！”继而揭竿而起，犹如烈火烹油，纷纷投入了起义洪流。而刘邦又为何反秦？若不是徭役太甚，试问秦末有他刘邦什么事？不论大人作何决定，下属必定为您赴汤蹈火。若大人真有粗茶淡饭采菊东篱的那一天，大不了属下与大人您毗邻而居也就是了。朝看日出沉钓湖泊，午锄地垄棒赏栖霞。小酒就小菜，横罗螺丝壳。于你我而言，好似万般无奈才能屈就的日子；于无数人而言，反倒是梦寐以求的神仙日子。大人，句容县到了，是否直接前往县衙？找个客栈歇脚便可。本府倒要看看这位被吏部批语为肯于任事、治民妥善的句容县令是否名副其实。站住！尔等何人？作何营生？前往句容何干？即便进城去盘问，也轮不着你来盘问我等吧？少他们废话！看见爷身上的这身衣服没？爷乃县衙公门中人，问你什么就老实给爷交代什么。别以为你块头大，就他妈胆敢跟爷这般嚣张，你他妈入不识相，可别怪爷将你这棒槌锁了去。说马车遮的这般严实，是不是拉了哪家花船的小娘子上我们句容县做皮肉生意来了？大胆！你这狗才竟胆敢！阿云。哟呵，不是小娘子，竟他妈是个兔相公，皮肉倒还白净，就是这年纪大了点，难怪这傻大个遮遮掩掩，百般推诿。二老爷已经没事了，您可以下来了。这锭银子能不能让我等即刻进城？若是你这位姘头有你这般知行识趣，爷又何必当众揭穿你？不过这位出手就是10两纹银的二老爷，想必藏身于马车上的另一位兔相公，极有可能是大老爷。今日非得从里面这位大老爷身上狠狠敲上一笔才行，否则我杜天斌岂不是错过了这天赐良机？毕竟如此飞扬难寻呐。你想干什么？爷干什么？用得着告诉你。既然爷穿了这身功夫，就有权查一切行迹可疑之人。你最好给爷滚一边去！若是再敢在爷面前犬吠不止，别怪爷爷敲掉你满嘴的狗牙！潘云，辅尊大人的脾气你该清楚。此人即便阎王不收他，大人3、5日之内也得收他。你又何必与一死人计较？这点银子全当是在下的一点薄礼，还望差爷通融通融。我家大老爷他不喜见生人。不成想如今兔相公的买卖竟如此红火，出手就是几10两。你说通融没问题，不过本大爷却想瞧瞧里面那位大老爷到底长得啥模样。喂，我说里面藏头露尾的大老爷，是你自个现身，还是要本大爷请你下来？呵呵，就不必劳烦公爷了，在下这就出来。哟呵，难怪不愿轻易示人，原来这位藏头露尾的兔相公大老爷竟……这能不能让你闭上你的臭嘴？你这是什么意思？想收买我？你说收买没问题，1000两够了吗？我1000两不够，不要紧，不够还有。现在够不够？不愧是堂堂大老爷，当真出手不凡。你放心，在句容地面，今后你大可横着走。若是胆敢有人为难你，尽管报我杜天斌的名头。杜天斌，你的名头有这般好使？我们斌哥可是县尉大人的公子，县太爷的义子，主簿大人的女婿。今日尔等算是出门遇贵人了。有我们斌哥在句容这片地面，没人敢动你们一根汗毛。这家伙真是寻思找不到地方，待到下学士发作之日，这棒槌今日收的几千两银票，只怕给他一家老小买棺材都不够用。即刻传令，务必在2日之内将这杜天斌的一切底细摸清楚。遵命。夏学士，您的行事风格节某又怎会不知？有些事您或许不需要，但为了不给某些迂腐之人攻讦您的机会，愚臣不介意给您多找出些真凭实据，到时自会有指挥使大人转成圣上御览。大人，于杜天斌这种贪婪跋扈之徒，500两足以将其打发，您为何竟给他几千两？钱的路上，你不是说疏通河道、搭桥铺路的费用不够用吗？如今朝廷征伐西南，钱粮所耗颇巨，穷的都快当裤子的户部尚书是指望不上了。本府思之再三，唯有宰几头肥猪，方能使句容百姓开荤。小朋友收获不错嘛，这怕是得有1斤多了吧？可惜了，跑来这么肥的一条泥鳅。小朋友，你抓的这些泥鳅卖不？跑掉的那条大哥哥也给买了。你们是干什么的？鬼鬼祟祟的围着我家二娃做甚？莫非是人拐子不成？爹爹，大哥哥不是坏人，他就是嘴馋了，想吃泥鳅哩。大哥哥，这些泥鳅可不能给你哦，娘病了，爹说要多吃点好的。
病才能好。大哥哥要想吃，可以自己挖的，这东西田沟里很多哩。以你们的穿着，想来亦非穷苦之人，更不会只唯有我等乡下人才会吃的阿杂之物。若是没啥事，你们还是赶紧离开的好。老哥，你误会了，我等不过路过歇歇脚罢了。刚听你家孩子说他娘身体抱恙，不知要不要紧。不错，孩子他娘的确卧病在床。你打听这是做甚？莫非你是游方大夫能治病？二娃，今天扒拉的泥鳅够你娘吃上2顿了，跟爹回家去。大哥哥，俺和爹先回去了。要是你嫌泥巴太脏，水太凉，待俺娘病好了，下次俺挖了泥鳅送你一些。哥哥今天就想吃你抓的泥鳅呢，哥哥用手里的银子和你换，有了它们，你娘的病很快就能好了。这些泥鳅就让给大哥哥好吗？爹爹，这就是银子吗？是不是二娃用泥鳅换得了银子，就可以请大夫给娘治病，娘很快就能好了？小兄弟，多谢你的好意，但区一点阿杂之物随处可挖，俺又岂能？区泥鳅的确不值一提，但娃儿的孝心却异常难得。再者说，若是区20两银子能救人一命，那这买卖千值万值。乡亲们，今年春耕，县令大老爷将亲自来咱小杨村劝客农桑，大家都洗洗干净，换身好点的衣裳，1刻钟后在村口集合，恭迎县太爷。真不愧为一方父母官，当真是好大的派头。老土，你也曾为官一任，当年你外出劝客农桑的派头，比之眼前如何？大人明鉴，属下当年所率不过10余人骑驴而行，哪有如此威风？所谓劝客农桑，不过是挑个村子做做秀罢了。可如此大的排场，哪还有半点劝客农桑的样子？倒像是专为显摆官威而来。也罢，我倒想看看所谓的劝客农桑到底是怎么个劝法。大家伙都给我提起精神，配合县令大人演完这场戏，耽误不了多少农事，可千万不能出岔子。讨民小杨村村正杨东海携全体村民恭迎县尊大老爷。义父，您老慢点，留心脚下。天逼，听说昨日你又宰了一只肥羊，但今后行事且不能太过放纵，须得收敛些。要知道咱们离京畿应天不足100里，若传扬出去，应天府的那位府尊想来也无需义父多言吧。义父您放心，自应天府除了那位吃人的阎王，孩儿就再也没离开句容一步。再者说，在这您就是天，有您坐镇，没人能翻出浪花。不过就是一小小县令，横竖也就管着这巴掌大的地面，还得不顾身份和一群泥腿子打交道，真是晦气。你老连续3年被吏部评为上上，吏部郎中更是您的同窗好友。听家父说，义父您今年极有可能换个地面。想我魏长空才华横溢，却在区句容土好3年，如今也该换个地方了。这里终究水浅庙小。魏大人，这群泥腿子也跪了许久了，咱们早些走完过场，那些说书的也能及时颂赞大人您的贤明不是。不过是地里刨食的泥腿子，皮糙肉厚，不必在意。老邓啊，踏足官场这些年，本县倒也悟出了一个道理：泥腿子如何看你不重要，政绩不政绩亦不打紧，最要紧的得背后有靠山替你说话，其次得手上有钱上下打点，再则埋头苦干，不如多找几个喉舌替咱们歌功颂德，传颂贤名。大人真乃神人是也，为官3要大人早已洞若观火，属下即刻去办，不论为逼还是利诱，就不信那些文人墨客不替咱歌功颂德。大人以您之大才，今后朝中6部当有您一席之地。位列6部，谈何容易啊！山在魏济攀，与攀山一道，今又立新山，无以垂垂老，可惜了。若是身处大元朝廷，以我魏长空之才，又何必如现在这般束手束脚？刚刚本县与衙下老鼠商谈要务，因太过投入，竟忽视了大家。地上粮，大家赶紧起来吧！所谓天下大事万千，守在农桑，唯有仓廪丰足，方能使国稳民安。本县有个问题，想问问大家，如何才能让乡民们过上富裕日子？若有谁能回答这个问题，本县不吝重赏。大老爷，俺知道，要想家中米缸装满粮食，有心意有肉食，一定要玩命的干，没日没夜的干，不怕苦不喊累。就算病了，只要还能喘气，就算爬也得握上你把锄头，就算死，那也得干活，干死才行。说得好，天道酬勤，唯有勤劳才能致富。这1两纹银，乃本县省吃俭用3月得以存下。
本县虽清廉如水，无甚钱财，此人之言甚合天道酬勤之真谛，本县当重赏以彰其德。大人，北侄自回城后，当即召集了那些个说书人。明日一早，凡县中百姓汇集之处，定会有人传颂大人今日之所为，并且北侄已暗中收集士林中颇有声望的文坛士子，替大人您于文坛士林中扬名。大人的前途必如大鹏展翅，从此扶摇直上，一飞冲天。亲家，你这事办得着实漂亮，但你这话我老杜却不敢苟同。说说看，若亲家说的在理，我老邓自罚3杯，给县尊大人赔罪。县尊大人自到任以来，可谓殚精竭虑，呕心沥血，方有如今句容县今日之繁荣，百姓之安乐。大人之功劳人尽皆知，但庆姐功你可别忘了，吏部郎中沈大人即是县尊大人的同乡，又一道于洪武3年金榜题名，有同年之意。试问朝中有人，又政绩彰显，有口皆碑。你说咱们县尊大人此次高升，那还不是板上钉钉的事吗？板上钉钉，棺材板上钉钉还差不多。我家府尊大人微服而来，你们这群奸佞狗官，竟还妄想着升官发财，真是可笑。亲家说的是，有吏部沈大人这层关系在，县尊大人此次高升定然无虞。在座的都是自己人，咱没必要自欺欺人，也没必要往自个儿脸上贴金。什么同乡之情、同年之意，通通都是狗屁。若不是银子开路，他沈崇德能正眼看我，知我为长空是谁？若不是银子开路，洪武3年开科取士者何其多也？他沈崇德为何偏偏高看我一眼？还是常言说得好，有钱能使鬼推磨。只要你有钱，别说鬼推磨，让磨推鬼都成。别看他沈崇德平日里一副道貌岸然的模样，其实与咱们相比更贪婪也更无耻。所以飞云你这3杯酒得喝，却不是因他沈崇德而喝，他不配。大人说的是，即便没有吏部那位姓沈的无耻之徒，凭借大人多年来的政绩，便足以。政绩有些话骗骗别人行，但千万不能连自个儿也给骗了。这些年咱们干过什么，别人或许不清楚，咱自个儿必须心里有数才行。若处事不仅言谈自意，说不定哪一天在座的几位就得落得个粉身碎骨的下场。义父，自打从小杨村回返句容之后，你好似就有些兴致缺缺，不知因何事烦恼。说来也怪，从昨晚开始，本县便隐隐有种心惊肉跳之感，始终绕于心头，挥之不去。今日劝客农桑之际，面对那些泥腿子，竟顿感浑身发冷，头皮发麻。直至现在，本县还是有一种阴霾罩顶、大难临头之感，却又不知何故。天臂，照你昨夜所述，我着人画了这3张画像，你上前看看，与你之前所遇3人相是不像？义父，画像中的这3人虽不是10分相像，却也有7分相似。你确定有7分相似？大人，到底发生了何事？莫非画像中的3人大有来历不成？大人，即便那3人大有来头，天兵一时不慎将人得罪，大不了赔礼道歉。天兵年岁尚小，可万经不起您老如此惊吓。闭嘴！倘若真是那位火眼王卓变装微服句容，咱们全家都得死绝。你他妈还如此气定神闲！火眼王，魏大人，您说的那位火眼王，指的可是应天府衙的那位？他来咱句容干啥？来咱句容干啥？飞云，你以为呢？大人，那位修罗屠夫可是杀人不眨眼，咱们现在该怎么办？怎么办？叫我说，索性1不做2不休。他不是微服而来吗？那就让他神不知鬼不觉地葬身句容。休得胡言，万事皆有应对之法。咱们好不容易才有了今时今日之地位，一旦冒天下之大不韪谋杀堂堂荆棘之府，那无疑是玉石俱焚。卑职以为，或许是大人您至此升任之际心绪稍有波动，以致咱们都是同州之人，若本县青云之上，自然会对尔等诸多提携。若当真大难临头，既跑不了我，也跑不了你们。恩公还请留下姓名，待今后俺杨九宰下钱财，定然如数奉还。九哥比我年长，折煞我了。大哥哥，爹爹常说，人可以穷，但不可以智，不可以智。你爹是不是说人穷却不能志短？爹爹就是这样说的。大哥哥，你借银子给俺娘治病，这是恩，得记，这钱要还。二娃说的是，恩公还望你留下姓名，将来即便俺杨九无能，俺还有儿子，他接着还。
既然九哥这般坚持，那在下留下姓名又何妨？在下名虾仁，家住朱雀大街，门口摆了2座酸泥的那家就是。二娃，你可要记住恩公的模样，还有姓名，知道吗？爹爹，二娃记住了。老涂啊，你说民风淳朴至此，用得着地方父母官教百姓廉耻？依我看，老百姓虽贫穷困顿，却最在乎廉耻，反倒是为官者，呵呵，真叫人倒足了胃口。大人，为官者甭管有用无用，总得干点什么吧？即便多此一举，那也得干，否则如何宣示自己的存在，又如何树立自己的权威？存在、权威，继续说，说真话。于主政一方的官吏而言，大事办不好，难事不敢沾，好事又费钱，就好比打家劫舍的江洋大盗，一个也抓不着怎么办？好办，随便抓几个毛贼凑数便足矣。总的来说，我还是办事了吧。若是毛贼也抓不住，岂不显得主政的地方父母太过庸媚无能？老涂，今晚的话，想来是自你为官以来第一次道出口吧？怎么样，畅所欲言的感觉如何？不瞒大人，属下自踏足官场的那天起，就一直如履薄冰，生怕一个不小心弄丢了头上的乌纱。自跟随大人以来，因大人您的秉性为人，属下最深的感触便是，没有尔虞我诈、口蜜腹剑，没有背后一刀，更没有以往那种随时准备给人当替死鬼的恐惧。老涂聊得好好的，这又哪根筋又搭错了？大人，属下今日这一跪，心甘情愿，满朝文武无人不知我涂姐堪称胡惟庸第一心腹，但只有我自己清楚，为了攀附胡惟庸，我涂姐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卑躬屈膝，溜须拍马，看似风光，实却受尽嘲讽。都说我涂姐生来就是一条狗腿子，直到大人当日于秦淮河花船上，为了我涂姐，竟不惜殴打当朝亲王。也是从那一刻起，我才明白，我涂姐并非生来是狗。我可以做个堂堂正正的人，更可以做个堂堂正正的官。谢霞大人赐我新生。甘愿为权贵门下走狗者不计其数，但人生短短几十年，当走狗未免也太过可悲。早知带你出来转一圈，竟能让你这老油条回头是岸，你他妈倒是早说啊！若大人您早带属下出来转转，我涂姐不仅回头是岸，或许还能落得个铮铮铁骨之名，青史一笔为后世楷模，也犹未可知。能否成为后世楷模，你我恐怕是难以见证了。不过铮铮铁骨倒也并非不可能。老涂，你不是常常抱怨圣上看你不顺眼吗？我便给你一个机会，若你能纵身熔炉涅槃重生，那我向你保证，圣上从此不仅会对你刮目相看，今后定会重用于你。只要大人能给属下这个证明自己的机会，我涂姐定不辜负大人期望，绝不给大人脸上抹黑。荆棘应天乃大明首辅，虽说天子脚下区区之辅算不得什么，只要你今后能秉公执法，无需畏首畏尾、瞻前顾后，该抓则抓，该杀则杀。应天之辅这个位置，你愿不愿接？敢不敢接？您说什么？让属下接任应天之辅？这个位置就是一座火炉，若能经受淬炼，你便涅槃重生；反之，一个不慎便会被熊熊烈火焚为灰烬。大人说的属下明白，但大人让属下接任应天之辅，那您……我得出趟远门，完成缠绕心头很久的夙愿。彪儿，墨已沾好，用之即可。多谢父皇。哈哈，你是咱儿子，爹给你沾个墨咋了？也多亏了虾仁提出的建议，使如今各地呈上的奏折既简洁明了，又条理清晰，不使徒耗时间，费神费力。说到这小子，这2天又不知也去哪了。古语有云：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若非父皇目光如炬，慧眼识才，即便虾仁富有无数奇策良谋，或许终此一生也难有出头之日。彪儿，你这话对也不对？才分大才小才，小才大多身居傲气，却无傲骨，须得倚靠强者，方能一展所长。大才之人大多傲骨嶙峋，谁能令其人尽其才，则任谁为主，绝不屈尊就卑。凡大才者，本身就具有搅动天下风云之能，即便不为你所用，也自有其出头之日。依咱对虾仁的了解，若他想干的是你百般有矣，那咱敢说，无需多久，那小子必定消失得无影无踪，然后于渺无人烟之处现身，扯开嗓子高喊一声：“你他娘的不干，那我他娘的自己单干！”单干，孤身一人，又毫无庇助，能成事吗？别人孤身一人或许成不了事，但那小子呢？旁的不说，那小子一时不慎被张士诚残部掳走，结果如何？那小子和人家喝了鸡血拜了把子，割来地去倒也罢了，可张陈两部原本就有夙愿，竟欲为那小子融为一体，甘愿俯首听命。
彪儿，你说凭借那小子的才华能否成事儿？虾仁天纵奇才，自不用多言，唯独一点儿臣不解，为何虾仁他对异族竟有如此浓烈的杀意？寻根溯源，那小子无非是担心日后的大明与抱元一般有国力衰落、兵锋蒙尘的一天，因此索性趁此刻大明兵锋锐利、兵精将勇之际，先下手为强，务使异族再次崛起，重蹈历史之覆辙。父皇，此举固然一劳永逸，却未免太过可惜。儿臣以为，仅需做到2点，便能使我大明既可饱食一顿，又能斩草除根，不留后患。鱼和熊掌间的有这种好事儿？若真有大明旗帜插满天下的那天，儿臣以为，首先得将异族男丁尽数阉割，釜底抽薪，待到产量极高的红薯、玉米、土豆等农作物遍及大明，几十年之后，我大明人口必然暴增。那么，成吉思汗仅凭蒙古区区100万人众，便能横扫天下，打出一片令人难以想象的广阔疆域，我朱元璋又岂能甘居其下？启禀圣上，毒蛇有信传来。哦，毒蛇来信。是若成辽东去贻害大明或一遇，死而不降的残垣死期不远。父皇，莫非高丽大局已定？不得不说，那姚广孝当真了得，短短10日竟将所谋之事推进到如此地步。高丽王的6位嫡子，或染病而死，或暴毙而亡，或突受惊厥而亡。那和尚替草包心寒扫除继位障碍的同时，竟还能做得滴水不漏，各种手段不可谓不高。即便是陈平在世，贾诩复生，也他娘的得甘拜下风。说来也多亏了虾仁那小子，及时发觉了这不甘寂寞，满脑子都想证明自个儿能耐的老和尚，并说服此人远赴高丽。否则，若这6根不净的老秃驴将其毕生所学用之大明，那后果当真难以预料。老板，煮3碗面，多放。公子，您喜吃辣子吗？老板，3碗面，多放辣子。好嘞，3位客官请上座，马上就好。开言，小老儿从大老远挑来的蛋菜，就算买卖一空，也不过那30-50文贴补家用。您就大发慈悲，就当可怜小老儿一大把年纪，少收点份子钱成吗？老东西，想来你定是城外哪个犄角旮旯里冒出来的土鳖，不知在聚荣买卖营生的规矩。实话告诉你，这条街归我钱米掌管，爷说让你交多少，你就得乖乖的交多少。爷现在给你2个选择，要么挑着你的菜担子立刻滚出聚荣县，回你的土鳖窝趴着；要么就得知情识趣，老老实实给爷上交份子钱，15个铜板，1个子儿也不能少。差爷手下留情，小老儿交钱就是。上梁不正下梁必歪，若说那姓魏的狗官是块腐肉，那他手下的这些小鬼就是那整天围着腐肉打转的苍蝇，令人恶心之极，欲图之而后快。客官，有道是祸从口出，你可千万小点声，可别叫那钱迷听见了，要不然非得给你索回县衙，向那狗县令邀功不可。到那时，不仅3位客官要倒霉，俺这养家糊口的面摊，今后也别想再干下去。怎么，他们做的别人还说不得？聚荣县莫非还没有王法了不成？听几位客官的口音，想必也是从外头来的，有所不知。如今的聚荣县早已没有王法了，聚荣县衙稍微有点良心的官吏，不是无端请辞，就是被魏长空找借口驱除。别看酒楼茶坊里的那些说书人到处传唱姓魏的贤名，但那姓魏的真实面貌，聚荣县的老百姓心里门清。那姓魏的狗官，其实就是一位吃人不吐骨头、心黑手毒的禽兽。吃人不吐骨头的禽兽，那是他还没遇见喜吃禽兽的恶兽。送钱，给他送钱，能不能让他高抬贵手，放咱们一马？钱能摆平很多事，但得分人更得分事儿。那位煞星的确爱财，但却不迷恋财，他和咱们不一样。那咋办？咱们就这么坐以待毙，等着那位煞星将咱们全家押上刑场？当断不断，反受其了。实在不行，就按您说的办，将那位煞星葬身聚荣。让其葬身聚荣不难，难就难在如何善后。咱们还是好好想想，有什么补救的办法。那位初来乍到，最多是听了一些市井传闻，没有证据在手，他又能奈咱们如何？卑职愚见，大不了推出几个替死鬼，而咱们便一推4、5、6，大不了就担个御下无方之责，绝不至于有性命之忧。替死鬼，大人，县城杨定方向来不识抬举，故作清高，与咱们不是一路人。若咱们先下手为强，帮杨定方一把，造成其畏罪自杀的假象，而后将那些见不得光的事往他身上推，待到死无对证，一切便尘埃落定。即便怀疑又能如何？老邓说的不错，听说杨定方的老宅早已无人居住，咱何不趁夜深无人之际，给杨定方送去几箱营养，替其埋于院中，然后……俗话说，
祸害活千年，好人不长命。只要我魏长空平安度过这关，将那煞星打发，照样升官发财，安享富贵。而你杨定方，注定了只能做我魏长空的替死鬼。禀县尊大人，衙外有人击鼓鸣冤，卑职特来请示，是否即刻升堂？都什么时候了，还他娘的添乱，赶出！等等，让值班衙役即刻到堂，本县即刻就到。大人，您又何必管贱民的那点破事？咱们的大事糊涂，咱们哪有什么大事儿？身为地方父母，老百姓的事儿才是咱们的大事儿。大人，那虾仁他会来吗？只要他此刻身在句容，定会前来看本县如何升堂问案。本县得趁此机会好好表现一番，说不定此次不仅能化险为夷，还能让那位对我刮目相看，继而攀上高枝，因祸得福。堂下何人？见着本官，为何不跪？小生姓丁名鹏，乃洪武3年举人出身，见官自然无需下跪。既是朝廷孝廉，自当享有见官不拜之权。搬个凳子让丁孝廉坐着回话。谢大人赐座。丁孝廉有何冤情？尽管一一道来，凡句容治下。但有冤情，本县定会为其伸张正义。都说破家的县令灭门的知府，照今日小生所见，看来句容关于魏大人的传闻乃妙传也。本县任职县令以来，对小小奸佞从不手软，故而难免遭人重伤。丁孝廉能洞察世事，知魏某清誉，无心甚慰。小生今日前来是替小生辜府一家鸣不平。小生今日状告之人，乃是句容县衙班头县尉之子，主簿之婿，你的义子杜天斌。此人伙同刘家庄刘员外之子刘少钦，于半月前谋财害命，强暴民女，致使我辜府一家7口先后死于非命。胡说八道！我杜天斌与刘员外之子素无瓜葛，又岂能伙同他谋害你辜负一家？丁孝廉，容本县纠正一下，杜天斌却是县尉之子主簿之婿，但老夫身为圣人门徒，又岂能善收义子，实乃妙传矣。丁孝廉，你虽举人出身，当知朝廷法度，平白诬告他人后果相当严重。我杜天斌劝你最好想清楚，现在收回你之前所说的话还来得及。大人，这是您要的东西，都是句容市井传闻，至于其他也尽数办妥。今日天气甚好，当真是个送人归西的好日子。大人，即便您有便宜行事之权，但俗话说捉人捉赃，仅凭市井传闻便大肆屠戮句容县衙，到时难免被御史揪住把柄啊。世人为何都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世人为何皆怨好人不偿命，祸害活千年？属下不知，还请大人解惑。都说正义或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可总是迟到的正义，还他妈是正义吗？好人之所以不偿命，是因为他们天性善良，又负重过多，以致心身俱疲，活得太累。坏人之所以高寿，是因为他们自私自利，但凡有利可图，不惜谋财害命。祸害们都不想死，咋办？那只好让本府送他们。大人，如今万事俱备，是否即刻动手？不急，让姓魏的把这出戏唱完，毕竟这是人家此生绝唱。大人，说来说去都是那刘少钦闯出的祸事，卑职愚见，何不令人将那刘少钦缉拿归案，明正典刑？刘少钦暂且不提，依你之见，天斌该如何处理？天斌虽说是卑职女婿，但他性格太过跋扈，以致给咱们招来大祸。他招惹那虾人，想来这辈子也算到头了，横竖都得死。索性用刘少钦与天斌的头颅成全大人您的青天之命，也可使咱们度过此次危难。姓丁的，你辜负一家的事与我杜天斌无关，仅凭一封遗书公然诬陷我，须得先问问我义父他答不答应。胡说八道！你姓杜，本县姓魏，哪个是你的义父？现如今丁孝廉状告你与刘少钦谋人家产，害人性命，你竟还惶然立于公堂之上，还不给本县跪下！大人，此人仅凭一纸狗屁遗书恶意诬陷卑职，还请大人还卑职公道。诬陷，魏大人，还请你即刻遣人捉拿那刘少钦父子到堂。小生倒要问问，我姑父家的田产商铺为何尽归其所有？刘员外乃是远近闻名的大善人，仅凭一纸不知真假的遗书，贸然将其所拿到堂，于法理而言未免有失妥当。有失妥当，明明是吃人不吐骨头的禽兽，于魏大人你而言，反倒成了远近闻名的大善人，何其可笑，何其可悲！丁孝廉，本县敬你举人出身，以礼相待，你却百般讥讽本县，是何道理？正所谓辱人者必自辱，并非小生讥讽于你，相反恰恰是你魏长空自己讥讽自己。公道自在人心，刘少钦父子是善是恶，并非由你一人，唯有众口铄金才能使旁人信服。
今日事起突然，此人又不知死活，你即刻召集人手做最坏的打算。事到临头，怕也无用。若那位活阎王此刻隐匿堂外，与其等死，不如殊死一搏，大不了从此亡命天涯，苟且偷生。属下这就去办。大人，巨龙主簿邓飞云片刻之前从县衙后门离开，并且口中还低声呢喃着说什么鱼死网破，玉石俱焚。难不成那姓魏的狗官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敢公然谋害？兔子急了还得咬人，意料之中。不过就凭里面那几头烂蒜，想要和本府鱼死网破，或许重新投个好胎还有那么点可能。让弟兄们做好准备，魏长空的这出戏演的也差不多了，咱们也该登台了。遵命。丁孝廉，本县身为一方父母，替蒙冤者昭雪乃职责所在。不过据本县所闻，丁孝廉姑父一家乃是自杀，即便当真为奸人所害，仅凭一纸难辨真伪的遗书，的确不足为证。小生姑父一家横死，家财尽归刘家，如此明显的谋财害命，魏大人却不召刘家父子到堂盘问。魏大人公务繁忙，小生不敢劳烦，还请大人将手中遗书交还。既然句容县衙阴霾笼罩，小生倒要看看应天府衙的那位是否有如传闻。应天府你怕是去不成了。丁孝廉，你可真是胆大包天，竟敢于众目睽睽之下抨击朝廷。今日若不将你明正典刑，天下诸多学子岂不萧规曹随？来人，将这狂生拿下，公堂之外枭首示众。遵命。你们都是死人呐，没听见县尊大人的命令还不动手？他们是不是死人不好说，但你杜天斌今日肯定会成为一个死人。府尊大人亲旨，谁敢擅动，杀无赦。天公地道，自好意也好，不过德不配位，必有殃灾。无德之人长居匾下，又岂有善终？魏长空，你说本府说的对吗？真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自来投。本县能否善终犹未可知，但今日尔等谁也别想活着离开。来人，即刻关闭公堂大门，拿下这悖逆狂徒。你既知本府身份，却仍欲置本府于死地，魏长空，你可曾想过后果？就因为本县清楚，一旦落于你手，将会面临何其凄惨的后果，才不得出此下策。原本再有3两月，本县极有可能调往江西主掌一府之地，就因为你这该死的杂碎，让本县千辛万苦得到的一切尽数毁于一旦。今日本县若不将你剥皮拆骨，难消我心头之恨。义父，别与他们啰嗦，还是速战速决为好，迟则生变呢。如今大事操于我手，他们还能怎么变？俗话说强龙不压地头蛇，在句容这块地头上，我魏长空一言九鼎。是龙你得给我盘着，是虎你得给我卧着。如今尔等已成瓮中之鳖，老夫就是人多欺负你人少，你能如何？来人呐，杀了他们，将他们通通剁成，通杀我也。县尊大人，你也知道痛。北指句容县城杨定方见过府尊大人。杨定方，老夫悔不当初，若是早早将你这祸害除掉，又岂能使尔等有咸鱼翻身之日？我杨定方能否翻身不劳你费心。今日府尊大人亲至，你还是好好想想自己会有什么样的下场吧。凄惨下场，府尊欲置本县于死地，不知可有真凭实据？没有，即无真凭实据。本府的确没有你鱼肉百姓罔顾国法的真凭实据，但本府自亲身体会了你义子的蛮横霸道，亲眼见识了魏大人劝客农桑时的风采，再有本府手中市井传闻两相印证。若本府还不知你魏长空是什么鸟，未免太过愚蠢。仅凭市井传闻，府尊便想将本县置于死地？府尊身为朝廷重臣，圣上宠臣，天掌京畿府衙，莫非竟不知朝廷法度？我说老魏啊，这个时候了，你怎么突然又想起朝廷法度了？你这不是故意让本府为难吗？要不这样，是剥皮拆骨还是骗成骗？老魏你自己定，这总可以了吧？大人之言何其可笑！别说你并无有关本县枉法害民的真凭实据，即便有，也该由督察院查查，大理寺审判，如此才合朝廷法度。本府平生最烦的就是你这种人，自个儿肆意践踏国法，却又妄图别人遵守规矩。本府很好奇，国法在你魏长空眼中是什么？是抹布还是厕纸？天公地道，一块极具浩然正气的牌匾，却蒙尘至此，暗淡无光。听说以奸佞之徒的鲜血染就，方能光彩夺目，永不褪色。不过以尔等的鲜血貌似不够，杨县城事情可曾办妥？禀大人，但您的吩咐已全部办妥，县尉杜清林早已拿下，城防一切已在掌控之中。句容治下欺压良善民愤极大者58人已全部缉拿，强暴良家女子谋财害命的刘少钦一家18口也已全部缉拿，包括魏长空、杜清林、邓飞云等3族在内，共计缉拿283人。
既然利用手中权柄使他人含冤枉死，那今日本府便要让那些视百姓如同草芥的家伙们知道，什么叫家破人亡。姐夫，您依然和当年一般精力充沛。那是，咱戎马一生能不雄壮？知道为啥徐大棒槌和汤二愣子从小就甘愿认咱做大哥不？不是因为姐夫你稍稍年长2位国公吗？年长是事实，但想做他们的大哥，没一点真本事还真不成。想当年我们3个站一排，你姐夫我迎风要了3丈远，当时就臊得他们无地自容，从此甘心情愿认咱当大哥，再也不敢诈刺。谁说不敢扎刺？就说那个叫虾仁的，前几日将臣妾的表兄弟打折了腿，至今卧床不起。姐夫您可要为臣妾做主啊！你那表兄人头猪脑，被人当枪使犹不自知，被打折腿也是咎由自取。姐夫，算了，虽然蠢得像头猪，但咱这个表姐夫总不能熟视无睹。待会儿咱让人给他送10两银子过去，给他买点补品补补身子。10两。爱妃你也知道，如今朝廷不日即将发兵南征，钱粮消耗甚大，咱好不容易攒下的一点家当也消耗殆尽。你既是咱的爱妃，又是咱的小姨子，咱们是一家人，你得体谅咱得苦衷啊！你姐夫我这皇帝当的难呐。姐夫，妾身还有些提己，是父亲留给妾身的嫁妆，都给你。岳丈老大人，他是个好人呐。陛下，您该早朝了。这个老货尽坏咱好事。夏学士，大军此次南征，国库好不容易攒下的一点家底即将捉襟见肘，老夫近来可是夙夜难寐。你素有当世财神之美誉，可不能袖手旁观啊！朝内外谁不知夏学士点石成金之能？天底下若论及最赚钱的买卖，莫过于杀人抄家，而咱们夏学士毫无疑问当为个中高手。即便是五周朝的来郡臣所原理复生，比之夏学士也得甘拜下风。你再说一遍。怎么，夏学士做的旁人却说不得？说不说得，得分什么事儿。况且本府正与沈大人言谈，是爱你是了，还是挡你道了？莫非本府一时不慎办了你哪家亲戚？顾盼生辉，又看似面生，想来该是初入朝堂的你，想当众踩着本府的脸面，扬名立万。本官原山东城宣布正使司青州知府，现今位居大理寺少卿席少炳。本官。你仗着圣上宠幸于你，竟如此放肆，斯文何在？你我素未蒙面，但你初入朝堂便刻意挑衅，针对本府，说受谁指使？大家统殿为臣，席少炳虽言语有失分寸，但你当众如此殴打于他，过分了吧？听说夏大人此番为赴居庸，再次大开杀戒，以致居庸城内城外的棺材铺都卖断了货。老夫倒要请教，夏大人身为朝中重臣，堂堂麟德殿大学士，应天之府，掌经济重地，可知朝廷法度？昨日才发生的事，如今看来已是人尽皆知了。你说的不错，依照朝廷法度，本府的确无擅杀县令之权柄，但抓老鼠本是猫的天职，怎么猫自个儿无能，抓不着老鼠，还不许别人代劳？或者说是有些本该抓老鼠的猫坐享其成，与老鼠沆瀣一气，狼狈为奸？你别血口喷人，你我皆为朝中重臣，说话得有分寸，彼此还是留些余地为好。分寸？给你3个呼吸，若你仍然装死，本府碾碎你的脑袋。势力不郎中，沈大人让我。兵圣上，夏学士与大理寺少卿席少炳、户部左侍郎周世清以及吏部郎中沈崇德与奉天殿外殴斗。哦，夏人他可曾受伤？回圣上，夏学士龙井虎猛大显神威，虽以1对3却占尽上风。那3位大人伤势如何？还有几人因何事竟于奉天殿外大庭广众之下殴斗？回太子殿下，沈崇德伤势颇重，周世清次之，席少炳不过是些皮外伤，卑职已令禁军将几人控制在偏殿内，并且命人请太医前往诊治，绝无性命之忧。至于夏学士因何事与几位大人殴斗，属下暂不知详情，不过卑职猜测，殴斗起因或许和夏学士昨日与居庸大肆屠戮有关。至于其中，原有臣已整理好，请圣上过目。闺女前脚被人强暴悬梁自尽，父母上告县衙，当晚全家竟然误食有毒山菇中毒而亡。但凡吃人屎干人事，腹内长了人心，这种卑劣龌龊见不得人的勾当，谁干得出来？世人皆传那小子杀神在世，好生威风，可依着咱看，名不副实。株连区3族，以283条阿扎见民，又岂能让那些家破人亡、无辜枉死的百姓瞑目？沈大人，你手臂骨裂，老夫已替你稳固，100日之内不可轻动。
张太医放心，无需100日，多则3、2日，短则今日。沈崇德大人，他即便想动，也没法动了。夏学士，你别欺人太甚。夏学士，大家同殿为臣，平日里虽无甚交情，好歹也有同僚之意，你又何必如此穷追不舍呢？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敌人多堵墙。我等今日虽被你当众殴打，丢尽了颜面，却也无妨。不打不成交，如蒙夏学士不弃，我等愿既往不咎，与您成为朋友。姓周的，你还要脸不要？姓夏的将我等殴打至此，你不想着待会儿上朝面圣之际参他一本，竟还舔着脸要和人交个朋友？可这世间还有羞耻二字。习大人，所谓冤家宜解不宜结，大家同殿为臣，又何必非要拼个你死我活呢？今后大家互帮互助，遥相呼应，你好我好大家好，岂不是皆大欢喜？周大人不愧为堂堂户部左侍郎，人言鬼语转换自如，毫不突兀，就好比牛身巨物，可长可短，能粗能细，又伸缩自如，持久有力。不过姓夏的，别以为圣上宠幸于你，便能让你治国法于不顾，肆无忌惮地擅杀朝廷命官。实话告诉你，待到面圣之时，本官定要替那被你剥皮萱草悬于横梁之上的魏长空魏县令讨还一个公道。诸位大人，圣上宣诏。有道是杀敌1000，自损800。夏学士，你当真铁了心与我等为敌？道不同不相为谋，知己良朋，本府从不嫌多，但狐朋狗友，苍蝇跳蚤例外。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刚过一则，惠及必伤。虽说你才华出众，深受圣宠，但为人也好，为官也罢，若不知和光同尘，黑白太过分明，则早晚大祸临头，到时只怕悔之晚矣。本府这一事本就是捡来的，既然重活一世，当有所为有所不为，即便千刀万剐，又有何惧哉？不过是死了区区些许贱民，魏长空已然身死魂消，姓夏的竟还妄图寻根溯源，当真可恨之极。如今魏长空已死，死无对证，记住，待会儿你定要咬紧牙口，无凭无据，姓夏的便奈何不得你我。待会儿务必紧紧抓住姓夏的未经朝廷擅杀县令这个把柄，对其穷追猛打，再设法挑起刑部、督察院及大理寺几位大人的怒火，如此我等便不至于势单力孤，你可明白？亲家放心，我沈崇德或许别的不行，但挑拨离间、煽风点火正是我的拿手好戏。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万岁！尔等身为朝廷重臣，竟丝毫不顾及脸面于奉天殿外相互殴斗，咱还万他娘的什么岁？圣上明鉴，并非臣等相互殴斗，实则是夏学士殴打臣，臣须活50有6，从未遭受过如此奇耻大辱，望圣上替臣主持公道。那虾人他为何不殴打别人，偏要打你？圣上明鉴，若非臣年轻，今日定被3位老翁围殴致死。无耻之尤，不敢欺瞒圣上，只因席少炳受小人挑唆，无故挑衅在先。臣念其年老，本想拂袖而去，不成想却一不小心将手甩在了他的脸上，这才启禀圣上，夏学士纯属胡说八道。习大人得知夏学士罔顾国法，于聚荣擅杀包括县令魏长空在内283条人命，因义愤填膺说了2句，夏学士愤而挥拳。臣与周大人好心上前劝慰，却惨遭殴打。朝廷自有法度，即便聚荣县令魏长空罔顾国法鱼肉地方，也该由巡查御史上报督察院，先由督察院查取证，再交由刑部审核批阅，而后再转交大理寺审判，方上合天道，下合朝廷法度。圣上，臣弹劾夏学士无故擅离职守，无故擅杀我朝廷命官，无故殴打同僚，且目无君上恣意妄为，视国法有如儿戏，望圣上将其正惩，以镇君威朝纲，以彰国法森严。称复议，要复议就快点，别他妈像阿屎便秘一样，左挤一点，右挤一点，本府腿都跪麻了。靠！臣不仅复议沈郎中所言，还要弹劾夏学士行刑手段太过残忍，所作所为既残忍暴虐，又荒谬至极。残忍暴虐，荒谬至极。周世清，你指的可是虾人将魏长空剥皮萱草，又将其悬于聚荣公堂房梁之上，并且将聚荣主簿限为2人同样剥皮萱草，立于县衙大门外左右2侧，以求触目惊心。又将公堂之上所书天公地道的牌匾，用283人的鲜血侵染成血色。
圣上明鉴，自古以来，灵芝出丝有之，包皮玄草有之，但将堂堂朝廷命官，包皮玄草后高悬于公堂之上，可谓横古未有害人之计。臣今日泣血上奏，下学士无视三思，罔顾国法，擅杀朝廷命官，手段残忍暴虐，恳请圣上严惩。蓝大哥，咱们得声援一下夏兄啊！下人自个儿都好像睡着了一般，叫别人咋办？别急，这小子才不会吃亏，我蓝玉太了解他了。臣礼部尚书王盾弹劾夏学士竟于早朝面圣之际，不遵君臣之意，公然跪免，请圣上圣裁。王尚书，在下只不过在等众多同僚把话说完，可并未睡着。夏学士，面对众多大臣的弹劾，你有何话说？禀圣上，臣总结了一下，众大臣弹劾臣之罪责，无非就是以下几点：擅离职守，微服巨荣，此乃罪一；未经三思，私自斩杀巨荣县令魏长空及衙下僚属，且手段残忍暴虐，此乃罪二；罪三乃是与周审席三位大人于奉天殿外当众互殴，有碍风化。罪三分明是你偷换概念，将殴打我等说成互殴。这下不必偷换概念，本府算你说的对还不成吗？圣上，夏学士他疯了！圣上，夏学士他虾人有事说事，不可胡来，且由着他。不错，本府是株连县令魏长空、主簿邓飞云、县尉杜青林三族，那又如何？他们无辜，那些被他们害得家破人亡的百姓又无不无辜？弹劾本府罔顾国法，手段残忍，可本府杀的尽是作恶多端之人。而某些人罔顾国法，却能杀人不见血。白银3万两，黄金5000两，沈大人真可谓是生财有道啊！污蔑你这是无中生有，栽赃陷害，仅凭一本不知真假的账本便能污蔑？臣请命彻查吏部郎中沈崇德，并寻根溯源，揪出与其利益同盟之人。若臣冤枉了沈大人，愿以死谢罪。立志犹如治河，上不明下必浊。顺着魏长空这跟头，咱倒要看看能他娘的摸出几个瓜。圣上，臣有不同看法。既有不同看法，尽管畅所欲言。臣以为时有轻重缓急，亦有主次之分。臣斗胆谏言，彻查吏部郎中沈从德之前，应先由三司彻查巨荣县令魏长空是否真有欺君擅权、鱼肉百姓之举。若证据确凿，再彻查沈郎中不迟，否则难免有死为臣者的声誉。因此，臣认为，咱以为该连你吏部右侍郎赵书前一道查。圣上，是您让臣畅所欲言的。臣为官以来，分内之事兢兢业业，丝毫不敢懈怠。上下臣僚尽皆有目共睹啊！圣上，臣虽为吏部右侍郎，却绝未有收受贿赂之举。即便沈崇德3番4次欲用金银腐蚀于臣，皆被臣拒之门外。赵书前，没想到你平日里道貌岸然，官威十足，大难临头之际，竟也如市井之徒一般蠢笨。原本魏长空已死，仅凭姓夏的一本难辨真假的账本，又岂能定得了沈某之罪？你我都是一条绳上的蚂蚱，跑不了我，又岂能跑得了你？赵书前，此生与你结成利益同盟，是沈某的耻辱。沈崇德，你血口喷人，谁与你结成利益同盟了？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沈某的确没料到魏长空行贿竟还记账，以致将沈某牵连。恐怕赵大人也没想到，沈某和魏长空一样，也有行贿账本吧？你就认命吧。圣上，世人皆道你英明神武，雄才大略，可于沈某看来，亦不过如此。放肆，狗东西！你竟敢辱骂圣上，活腻歪了不成？都他娘的给咱闭嘴，让他说。奉天殿朝廷之中枢，即便有雄主坐朝，仍不免有苟且之人、苟且之事。沈某苦读10余载，一生所求为才儿，而与沈某打火求财，身居高位者便足有6人。户部左侍郎周世清，吏部右侍郎赵书前，想来圣明如你早已洞若观火，无需沈某枉费吹舌。但还有4人，不仅极善敛财，竟还颇有清明，可谓隐藏极深。比如督察院左副都御史赖兴忠，南直隶监察御史何为，大理寺左司程韩志，刑部郎中杨求禄。呵呵，人如其名，求禄求禄，杨大人求的不正是财吗？姓沈的，你自己死则死矣，为何非要拉我等陪葬？这与你倒有何好处？无他，黄泉路上人多热闹啊。说得好，黄泉路上人多，的确不会孤单寂寞。来人，将这些枉负圣恩、打火求财的朝廷蛀虫给咱打入天牢抄家。等等，
圣上您说的没错，沈某打火求财，欺君害民，可谓死有余辜。但有些话不得不说，亦不吐不快。若有不敬之处，沈某这副皮囊但凭圣上心意便是。当着满朝大臣的面，有啥话尽管说，咱洗耳恭听。沈某8岁蒙学，年少之时也亲眼目睹元廷暴行。沈某亦深恶痛绝，在圣上推翻暴元、改天换日、重建大明皇朝之际，沈某自问学有所成，于洪武3年双鬓泛白之际科举入仕，自身着冠衣，头戴乌纱，牧养一方之时，沈某就曾暗自发誓，此生定要忠君爱国，体念苍生不易，即便不能青史留名，也定然要雁过留声。臣刚才那一拜，既是感激圣上当年的卓拔之恩，亦是拜别曾经那个有着赤子之心的自己。启禀圣上，臣当年率兵出征，途经渭南县时，看到地方百姓安居乐业，吏治清明。当年沈县令离任之际，万民聚于城门相送的场景，着实令人动容。于冯某而言，仍然历历在目，恍如昨日。冯某不解，沈大人当年可谓是两袖清风，惩恶扬善，深受渭南百姓所爱戴。如今入朝仅不过5载，为何沦落至此？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握马蹄。沈某清贫半生，身为人子，家父家母逝世之时，连一口上好棺椁都无力置办。沈某愧为人子，闺女出阁之日，连一份香香的嫁妆也拿不出。沈某愧为人父，老妻年不过50，却因操持家用劳碌半生。沈某愧为人夫，自沈某踏入仕途至今，历经8载有余，为诸皇帝手下臣子，有幸不被饿死累死，能活至今日，实乃万幸也。沈某半生清明，如今毁于一旦，说到底都是圣上您硬生生逼出来的。哼，一派胡言！好你个沈崇德，欺君擅权，枉负国恩倒也罢了，如今事发竟还有脸倒打一耙将士盆子扣咱头上，你倒是给咱说清楚，大明开国10余载，到底他娘的累死饿死哪位大臣了？圣上，若论及勤政爱民、严于律己，纵观历朝历代君王少有人及，但圣上的精打细算、口门吝啬，古往今来恒古未有。身为大明臣子，吃着朝廷俸禄，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竟还抱怨说咱抠门吝啬、精打细算，真是岂有此理！气大伤身，沈崇德满口胡言乱语，父皇不必耿耿于怀。彪儿，你来给父皇评评理，当咱大明的臣子，当真会被累死饿死不成？寻常百姓一家8口，每年吃喝穿衣所需，文银5两便已绰绰有余。且不说朝中重臣，即便是地方县令，年俸亦有80余担，折合银两足30余两，乃寻常百姓家的6倍有余。那姓沈的狗才居然说任职渭南县令之际，还要糟糠之妻种菜养鸡，方能不使自个儿饿死，真是一派胡言。瞎人，刚刚满朝文武冷眼旁观也就罢了，你小子竟也随波逐流，看起了咱的笑话。亏咱平日里视你为父亲，关键时刻竟他娘的如此靠不住。若非你小子落人画饼，今日早朝又岂会一波3折？咱好心替你小子擦屁股，竟害得咱平白无故的遭那姓沈的狗才一顿数落，险些下不了台。千错万错都是臣的错，臣以茶代酒向您赔罪。您老消消火，听臣慢慢说。少给咱嬉皮笑脸！我说你小子今后能不能克制点？奉天殿啥地方？那可是堂堂大明朝廷中枢，万一你小子下手没分寸，一个不慎将人打死，你他娘的让咱如何保你？还是让咱学汉武帝睁着眼睛说瞎话？说姓沈的狗才几人不慎被鹿给挑死，还是脚底打滑摔死？是，您老说的是，臣今后定当克制再克制，力争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您老消消火，还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你小子的刚烈性格又岂能打骂由人？旁的不说，咱小姨子的母族堂兄前些时日不还让你小子派人给当众敲断了一条腿吗？瞎人，父皇许你便宜行事之权，为何你宁愿落人画饼为重臣弹劾，亦不当众言明此事？民间有句俗语，宁得罪君子，莫招惹小人。其实叫我说这句话，应该换个说法，宁得罪好人老实人，莫招惹奸佞恶徒。因为好人遵纪守法，从不轻易越界。换句话说，就是好欺负。而在奸佞恶徒眼中，所谓的规矩国法比一堆狗屎强不了多少，利益当前，随时可将其践踏碾压。但正所谓天理循环，报应不爽。他们既然能将国法玩弄于股掌之上，鱼肉百姓，草菅人命，那我瞎人必得让他们知道什么叫以恶制恶，以暴除暴。启禀圣上，北至奉命查抄。旁的待会儿再说。
咱想知道官居堂堂吏部郎中，却言之凿凿说差点被咱累死饿死的沈崇德家中抄的多少银两。兵圣上，罪臣沈崇德家资颇丰，经微臣详加查查，共计得银35823两，金3688两，即珍宝古玩若干。堪堪近10万两家财呀！那狼狈为奸打火求财中的6人，以沈崇德的家资排名几何？其中又以谁贪腐最多？兵圣上，仅以家资而论，沈崇德排名最末，其中又以吏部右侍郎赵书谦家资最丰。经卑职详加点算，赵书谦金银足有近15万两有余，尚不包括珍宝古玩、田亩商铺在内。此次查抄所得共计多少？兵圣上，此次微臣查抄所得银423486两，金45672两，珍宝古玩、土地、田亩及商铺，经估算亦不下10万两。仅区6位朝臣所贪竟多达近100万两。虾仁，这6人及其家小人由你处置，咱倒想看看让人闻之色变的修罗之府是否名副其实。恕臣斗胆，今日抄家所得银两，是运往您的内幕，还是……此次远征西南国库已捉襟见肘，近来审吏本的老东西白头发一茬一茬的冒，就给他送去吧，别到时候咱他娘的没饿死大臣，倒是穷死了户部尚书。遵旨。老朱，不瞒您说，若是换作宋国公冯胜一番言语之前，小子定然毫不犹豫地将沈崇德等一干处以极刑。但早朝时你小子还言之凿凿的要寻根溯源，除恶务尽，一副不将贪官污吏斩尽杀绝，誓不罢休的模样。咋了？这才一眨眼的功夫，你小子又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正因凡事都得寻根溯源，因此宋国公对沈崇德的一番言语，才让我改变了初衷。怎么？莫非你小子也觉得沈崇德说的在理？你小子也觉着咱抠门吝啬、精打细算，做咱朱元璋的臣子，不是他娘的累死，就是他娘的活活饿死？还是说你小子也认为沈崇德的贪污腐败是咱朱元璋给活生生逼出来的？老朱，您别激动，别激动，你叫咱如何不激动？大明初创，国力羸弱，民生凋敝，百废待兴。说咱精打细算，这咱承认，不错。咱大明的俸禄比之历朝的确稍显不足，却也绝不至于饿死朝臣。那姓沈的狗才说咱抠门吝啬，咱绝不认同。至于那狗才说做咱朱元璋的臣子迟早累死，更他娘的是无稽之谈，识君之路，忠君之事。再者说，咱身为一国之君，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干得比牛多，一天12个时辰，咱少有睡足3个时辰之时。真要说累，谁他娘的还能比咱累？咱泥腿子出身不怕丑，当游僧那会儿，咱走南闯北，到处化缘，没被累死；饥一顿饱一顿，没被饿死；寒冬腊月席地而睡，没被冻死。那姓沈的狗才吃着朝廷俸禄，再怎么着也他娘的总比咱到处化缘强吧。老朱，您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由小到大一统天下，想必应该清楚一个道理：若是自个儿当老板，再苦再累，那也是甘之若饴；但若是给别人干活，苦点累点，假期少点，倒也不算啥，规矩苛刻也能忍受。可这工钱总得有说服力才行啊！你小子给咱下来，看咱今天不抽死你！老朱，是你让我有话敞开了说，现在是让你敞开了说，但咱没想到你的屁股蛋子不偏向咱，却他娘的向姓沈的那狗才偏。事儿是你挑起来的，害得咱丢尽了颜面不说，现在却他娘的帮着一帮贪官污吏说话，我他娘的抽死你我！混账东西，是谁让尔等贸然闯进来的？父皇，他们也是职责所在，您老消消火，这没你们的事儿了，都下去吧。老了，腿脚不利索了，咱这要年轻个几岁，你小子今天别想逃出咱的手掌心！你小子给我下来，给咱敞开了说。我说老朱，那咱们可先说好了，君子动口不动手。咱承认，咱大明的俸禄便属历朝堪称最低，给臣子的3天假也的确颇为苛刻。刚刚你小子说咱自个儿当老板，群臣都是给咱打工的伙计，话糙理不糙。但咱身为一国之君的，废寝忘食的治理国家，又何尝不是给天下万民打工的伙计？咱又何曾不知群臣私下里对咱的诸多怨言？可店老板尚且食不果腹，身为店伙计，平日里大鱼大肉，当真能吃得心安理得？跟着朱哥混3天饿7顿，也难怪户部尚书年不过6旬，既不懂经济，只知一味勤俭的老朱掌管国库太仓，却苍老成了那副模样。说来惭愧，此次远征西南，咱的小姨子连自个儿的提气钱都交给了咱，说到底都是咱难呐。开国初期，若不是靠宝钞提举司大量印刷宝钞，咱大明朝廷早他娘的穷得当裤子了。有钱男子汉，没钱汉子难。咱虽说是一国之君，可兜里没钱，不也还是落得个抠门吝啬的名头吗？
正因民生多艰，国力羸弱，如沈崇德、杨求禄之流，才更不能轻易诛杀。相反，贪官污吏或许另有妙用，也犹未可知。贪官污吏另有妙用，本就是国之硕属，又他娘的有何妙用？自古以来，清正廉吏犹如凤毛麟角，贪官污吏犹如黄河之沙。若仅凭杀伐，则难以根治。他们虽遭人痛恨，可论及头脑聪慧，反胜于大多清正廉吏。若将其尽数发配，大明今后即将占有之疆域，让其尽情收刮，无疑是一只只给咱大明下着金蛋的老母鸡啊！咱也知道，仅靠杀伐难阻贪腐之风，与其尽数屠戮，倒不如废物利用，让那特殊人才替咱大明敛财。虾仁啊，若果真如你所言，将那些贪官污吏发配至万里之外，每年令其向朝廷缴纳多少搜刮所得为好？做得好可功过相抵，只需搜刮上缴足够的钱财，便可重返大明故土。若表现突出，封他一个搜刮伯或搜刮侯什么的，也无不可。咱们得给那些贪官污吏每人每年定个小目标，比如要求每一位特殊人才每年需给朝廷上缴100万两。若连续10年业绩达标，则功过相抵，有权申请调回大明与家人团圆。若连一个小目标也无法完成，那留之亦无用。每年100万两，10年就是上千万两。贪官污吏竟有如此妙用，这些年有多少特殊人才连蛋还没来得及下，就白白倒在了咱的天子剑下。罪过呀！你小子有这般绝妙的主意，为何不他娘的早点说？若是你早点说，上月被咱给剥皮宣草的礼部侯侍郎，咱留他一命又有何妨？虽说一族死活与咱大明无关，但若搜刮太甚，恐将引起暴动啊！报员的前车之鉴不远，咱大明可万万不能重蹈覆辙才是。一族就是未不熟的狼崽子，畏威不畏德。他铁木真仅凭不足100万人口便能打下偌大疆土，别看你爹毕生白发，咱此生非得打到天地尽头不可。昨日收到擅长奏报，最迟4月底5月初，400艘苍龙号便能尽数完工。若真能将倭国的金山银海尽数搬回大明，咱朱元璋何愁不能横扫天下？也不过将1个月，呵呵，好，很好。倭国等着吧，我虾仁可绝非圣人。虾仁啊，正所谓攘外必先安内，此次朝廷发兵50万，为的就是一战横扫诸省土司，拔出残垣钉在咱大明身上的这最后一根钉子。自洪武5年第2次北伐至今，咱大明与残垣这对生死冤家各自休战了7年有余。这一次，咱可是老朱虾仁，姑知你心思，但正如父皇所言，事有轻重缓急，先定西南，再灭残垣，待到大明再无掣肘，便是我大明横扫天下、腾飞九霄之时。果子就他娘的长在树上，他跑不了。待到平定西南，灭了北元，再灭了倭国那一群矮矬子也不迟。内不安，何以攘外？这些道理我都明白。虾仁，你既明白，又为何好似浑不在意拥铁骑几10万的漠北元廷？在下虽读书不多，又岂会不明白草原一族对我中原的威胁？不过正所谓时过境迁，世事多变，沧海桑田。一族正之横行天下的铁骑，在不久的将来，只怕也就是挨打的货。铁骑挨打的货，虾仁，想来你定然有对付残垣铁骑的绝世妙计，不是？铁骑可谓战争利器，不过世间万物相生相克，天底下从不存在能永久无敌于天下的神兵利器，铁骑亦概莫能外。相生相克，虾仁，若果真如你所言，世间当真有一种神物能称为铁骑克星，那么姑认为当属火器无疑。殿下说的不错。无需千军万马，只需1000人，只要弹药管够，占据有利地形，管他什么万马奔腾、雷霆万钧、排山倒海，通通叫他连人带马给我躺平。你就直接告诉咱，你小子手中的这玩意儿，咱大明到底他娘的能不能造得出来？能，当真。正所谓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面前的2幅图，一幅为改良版的火铳，另一幅为断钢秘术。有了它们，咱大明的武器装备能往前迈上一大步。此神物不仅仅是铁骑克星那般简单，有了它，我大明不仅从此再无惧于天下，更能持之扫平四方蛮夷，令万族臣服。万族臣服非我所愿，但叫实力允许，当涂灭世间一切蛮夷，这个世界有我华夏民族便已足够。人多了太挤。宋太祖人不过是卧榻之侧，不容他人酣睡。可你小子倒好，连其他的地儿也不让人家睡。咱常自诩刚烈霸道，杀伐决绝，可跟你小子一比，咱这个从死人堆里杀出来的皇帝称之圣人，都他娘的毫不为过。为一废物点心，大肆屠戮能征善战的将帅，你老朱即便成圣，也是脑壳有包的圣人。看你这小子7个不服8个不忿的表情，咋了？难不成咱说的不对？对不对得分怎么看？圣若能全我所愿，那便成圣；魔若能成我所愿，那便入魔。但能叫我大明雄霸天下，不再受一族欺凌，
屠戮万族的人屠之名，不妨交由我来背。替秦国变法，奠定大秦横扫六国根基的商鞅，为何最后落得个车裂的下场？你小子应该心如明镜，难道你当真没想过，将来有一天就连咱或许都保不了你？或者说，为堵天下悠悠众口，咱迫于无奈，将屠戮天下之罪孽通通归咎于你，用你小子的这条小命成全咱一世英名。待到我大明称霸世界的那一天，我虾仁这100来斤任你折腾便是。至于屠戮天下所谓的罪孽加深，于我而言简直是甘之若饴。其实小子早已说过，此生最崇敬之人为秦皇汉武，还有就是老朱您。只需待到心愿达成之后，您老若真想杀我，给句话就成。秦皇汉武，还有就是咱在你小子心里就排第3。咱问你，若是咱和秦皇汉武同生于乱世，让你小子辅佐一人，你会选谁？我不管，你必须说。老朱啊！不听，我不听，肯定是谁的实力更强，谁有能力尽早结束乱世，你就选谁。你真以为你是诸葛孔明？哼！诸葛孔明当属汉末不是奇才，若仅凭才华而论，我虾仁亦钦佩非常。可当年诸葛孔明出山之际，天下大势早已明朗，枭雄曹操一方势力最为庞大，堪称一枝独秀。若诸葛亮辅佐曹操，3、5年之内必能定鼎天下。可他偏偏选择了实力最弱小的刘备。虽说其辅佐刘备从无到有功不可没，但也恰恰因此人为展现自身的盖世之才，让早该一统的天下足足推迟了几十年。乍一听好似有失偏颇，可细细想来却又……虾仁，你继续说。汉末先是历经黄巾起义，再历经诸侯混战，好不容易有了一统天下的良机，却又蹦出了个诸葛亮。或许是我虾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那诸葛孔明纯粹是出于证明自身盖世之才，这才不惜罔顾天下生灵，替刘备逆天改命。而此人所做的一切，无疑让早该休养生息的天下黎民持续饱受战火的摧残。若非三国鼎立时期我炎黄子孙死伤无数，又岂能让区区胡虏蛮夷有机可乘，肆意涂炭我华夏生灵？靠！五胡乱华，小爷定要报1000年血仇。两脚羊，我他妈也想尝尝。待到。你小子刚刚说啥？两脚羊？你小子这是走火入魔了！自打你小子从句容回来，咱就发觉你小子不对劲。没想到你小子暗地里竟他娘的憋着这个念头。来人，给咱将太庙的蒲团取来。好好的取蒲团做啥？都说杀人太多容易走火入魔，我他娘的看你小子如今就有这种征兆。彪儿，紧身殿内是柜子，往上数第3排第5个抽屉，内有一物，你亲自去给咱取来。记住，千万别叫人瞧见，咱他娘的丢不起那人。父皇，您要的东西，儿臣给你取来了。这一路上没让不相干的人瞧见吧？来的路上遇见了母后，顺带问了一嘴。父皇，您也知道，儿臣有事向来不瞒母后。你母后咋说？母后说，您这几日操劳过甚，让您注意龙体，别3天2头往郭姨娘那跑。说小姨子固然应该照顾，但也不能忘了自个儿的婆娘。胡说八道！你娘向来嫌弃咱呼噜打得震天响，近来又嫌咱看什么看？你小子杀意滔天，都快走火入魔了，还不给咱跪下？这是干啥？干啥？咱给你准备蒲团，又取来佛经，你说咱准备干啥？山东赈灾之行，贪官污吏连同被你所诛的倭寇共计4800，海外除籍屠戮方国珍余部共计8万，残害孩童案包括此行句容所屠人众近2000，短短半年死于你手上的亡魂，据10万之众仅1步之遥。天长日久，轻则或被杀意所控，心智迷失，重则旦夕之间成为一个疯癫之人。你小子身为堂堂林德殿大学士，咱又不好让高僧替你做法，咱只好重操旧业，替你小子好好洗涤一番。你小子看啥看？今日之事若敢泄露丝毫，我他妈亲自给你剃度。虾仁感觉咋样？好点没？还想杀人不？小子这心里犹如时刻紧绷却突然松弛下来的弓弦，畅快多了。你小子年纪轻轻，也不知哪来的这般重的煞气，连咱看了都他娘的自愧不如。老朱，我有一个想法，不知当讲不当讲。你小子又想出了啥馊主意？老朱你也知道，上次因我一时大意，为张士诚余部所虏，后经我再三劝说，张陈2部终于被老朱您的诚意感动，决定归顺朝廷。在他们得知朝廷有意远征倭国之事后，曾与我商谈欲随大军同行。因此我是这样想的，既然目前朝廷实在抽不出兵力，索性倒不如让你小子率张陈2部先行一步杀向倭国，过过杀人的瘾，是也不是？老朱，瞧你这话说的，可怜我一番拳报国之心，却被您老不以为杀人有瘾。老朱，若你没啥意见，
在下现在便回家收拾，明日天一亮便立即启程赶往望乡岛，力争1月之内登陆倭国。站住！您老放心，张陈二部若合兵一处，可战之兵足有5万余人，非杀他个人仰马翻、鬼哭狼嚎不可。我说，您想叮嘱的我都明白，无非是咱们人少他们人多，不能硬碰硬，得使阴招。虾仁啊，您老放心，此次远征倭国，无需朝廷一分一厘，一切开支由我解决，绝不给朝廷增添丝毫负担。以战养战，杀光烧光抢光，就算粮食短缺，倭岛上的两脚羊不有的是吗？只要倭人一天不死绝，就一天饿不着咱们。你小子能不能让咱爷他娘的说几句？老朱无需多言，道理我都懂。既然兄弟们信我，我将。懂你奶奶的猪屎狗臭癞蛤蟆屁！范清统兵一声，本座有要事面圣。毛大人见谅，圣上有旨，1个时辰之内，任何人不许靠近。圣上曾有严令，凡是官军过大事，不论任何时辰都必须即刻回兵，丝毫不得耽误。那待奴婢同传。两脚羊，你小子他娘的是入了魔怔还是咋的？4条腿的羊你不吃，两脚羊你小子。罢了，圣上既有圣谕，你我身为人臣，当上提圣谕才是。我的乖乖，我可不敢这时候进去啊！即便你小子说的天花乱坠，也休想远征倭国，也不想想，仅凭张陈二部区5万败军之将去倭国能干啥？千里送人头，我他娘的可不想半夜接到飞马来报，说是你小子让那群矮矬子给煎炸烹煮焖炖炒，叫别人给当成两脚羊吃了。老朱您放心，我保证。我说你能不能让人省点些？肉他娘的就在锅里，什么时候吃不是吃？还能叫那群矮矬子跑了不成？你小子就非得急在这1时3刻，叫我这般干等着，我他妈睡不着觉啊！再者说，我率张陈二部先一步远征倭国，也不影响朝廷扫平残垣，平定西南的大局啊！你干你的，我干我的，谁也不碍着谁，这不是两全其美的事吗？你小子给咱说清楚，什么叫你干你的，我干我的？常言道谋定而后动，区5万散兵游勇，贸然闯入他人地盘，能干个啥？若一个不慎被那群矮矬子埋伏，先屠了尔等这条过江猛龙，尔等又待如何？无非是欲凭借张陈二部替咱大明的远征大军先打出一片地盘，若进展顺利，则大大推进屠灭倭国的进程；若进展不顺，朝廷也无损丝毫。古往今来，哪来这种好事儿？老朱您静下心想想，这不是天上掉馅饼吗？照你小子的意思，这就好比是无本的买卖，输了不用赔，赢了算咱的。这么想就对了，赢了赚个盆满钵满，输了您一个子也不亏。太子殿下，您说是不是这个理？粗粗一听，理道的确是这个理，但是虾仁，你所说并非无本买卖，在姑看来却是以大博小。姑劝虾仁，你还是死心吧，别说父皇，即便换作姑，亦绝不会同意如此冒险之举。敢问太子殿下，这以大博小的大到底从何说起？那姑告诉你，以大博小的大，便是你虾仁。我若换作旁人倒也罢了，我大明朝廷能征善战的将帅数不胜数，随便抽调1、2位，手持5万大军，最不济亦能立于不败之地。你小子从无征战沙场的经验，刀剑无眼，这万一有个好歹，万事皆休。我愿意啊！你愿不愿意是你的事，咱不愿意。于公，咱是君你是臣，咱能管你的事；于私，咱年长你年少，咱是你老子，咱就要管你的事。禀圣上，锦衣卫指挥使毛香有要事觐见，让他候着，这1时3刻天他不下来，滚出去！遵旨。虾仁啊，你说灭绝倭国咱没二话，军费不够大家来凑，如今万事俱备，只待我大明剿灭残垣，平定西南之后，倭国任你屠戮，你说你又何必急于这1年半载？并非小子不知大局为重的道理，可人活一世，草木一秋，须得争分夺秒，这等那等，或许等到最后，到嘴的鸭子不仅有可能飞了不说，还他妈等来了一身骚。等来了一身骚。圣上，若能屠灭倭国，臣即便是搭上这条性命，也在所不惜。虾仁，咱记得你说过的话，屠戮我华夏子民3000万余众，此血海深仇，怎可不报？父皇，您刚说倭国屠我华夏子民3000万余众，继五胡乱华之后，我华夏民族在异族的炮火枪口之下，也再一次险些面临亡国灭族之伤，并非我虾仁年轻气盛，不知凡事过犹不及，徐徐图之的道理。但臣要明明白白告诉2位，如今的这个时代正值冷热兵器更替之际，不久的将来，人多势众的优势必将丧失殆尽，届时一颗几万斤的铁疙瘩便能毁灭整个应天府。真到了那时，再多的人面对钢铁大军，也只能沦为待宰的羔羊。什么样的铁疙瘩，仅凭1颗便能毁了整个应天府？
什么样的钢铁大军能让素来人多势众的华夏子孙沦落为待宰的羔羊？可以这么说，若是冷兵器时代，凭借我炎黄子孙的凝聚力，即便一时不济，早晚也有翻身之时。而面对钢铁洪流，再多的人，再顽强的精神，也将被碾为尘埃。不久的将来，某些国家为称霸天下，一场席卷天下的热武器战争，几乎罕有国家能置身事外的一场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竟高达近万万之众，一场举世瞩目、关乎及改变世界格局、历时仅区区半载的保卫战，双方共伤亡了近千万之众。仅仅一场保卫战，竟造成了近千万之众的伤亡。虾仁，臣知道殿下您的疑惑所在，但恕臣无法回答。臣想说的是，一统天下的霸业与灭绝倭国的计划，若无法在我等这批人手中完成，那么就再无一丝一毫的机会。时不我与，机会转瞬即逝，而正因如此，臣才如此的迫不及待。唯有尽早屠灭倭国，掠其财富，方可铸就我华夏大明万年江山。据你所言，咱华夏子民被屠3000万余众之时，是否发生于所谓的世界大战时期？咱再问你，世界大战之时，咱大明于整个世界格局而言，处于何等地位？是否那时的大明早已不再伫立于世界之巅？否则又岂会被区区弹丸之地所欺？您老目光如炬，那个时候大明早已不复存在，由异族统治的华夏早已丧失了血性，沦为行尸走肉。因忌惮我华夏子民人口众多，因忌惮热武器流落民间发扬光大，继而推翻他们的统治。那时的统治者竟不惜闭关锁国，并亲手将本已矗立于世界之巅的热武器打落尘埃。待到异族联军用长枪大炮轰开我华夏国门之后，我华夏几乎毫无还手之力，悲哀地沦为了待宰的羔羊，生生被异族敲断了脊梁骨。民族自信心也正是在那一刻起跌落尘埃，崇洋媚外的自卑也就此生根发芽。好一个民族自信心跌落尘埃，好一个崇洋媚外生根发芽。我华夏繁衍至今，虽有低谷受人欺凌之时，但骨子里的尊严、傲骨却从未动摇。不曾想，不久的将来，冷热兵器更迭，此乃浩浩大势，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咱们必得抓住我华夏民族这最后一缕良机，仍可叫群雄束手天下归一。趁他病要他命，生而为人，你不争别人得争。今日你不抢他人，待到他人强大之时，铁定反过来抢咱们。所谓天不与之，道阻且长；天与不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行，必受其殃。规则法度可用于禁锢天下百姓，但弱肉强食的天道法则，谁若违逆，则必遭天谴。天与不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行，必受其殃。来人，传工部尚书朱英、锦衣卫指挥使毛湘。臣工部尚书朱英参见圣上。锦衣卫指挥使毛湘参见圣上。此乃国之重器，朕已即刻召集工部能工巧匠，务必在最短的10日之内将其化为实物，以壮我大明兵锋。臣遵旨。途中之物关乎我大明兴衰前程，干系重大，万不能泄，否则圣上放心，若有泄露，臣提头来见。二虎，朕已调集锦衣卫精锐干练之士，暗中保护朱英及守护图纸。凡居心叵测之人，务必寻根溯源，斩草除根。臣谨遵圣谕。丞相长居漠北，当真辛苦。趁此雅兴之际，挑个美人节节披发尝个鲜。今时今日的场景，竟让本相不由得想起了汉人的一个典故。丞相熟读汉家典籍，学识渊博，本王洗耳恭听。此间乐，不思熟也。恕本王读书不多，不知丞相此言何意？敢问梁王殿下，可还记得我大元曾经的荣耀？可还有身为长生天子孙的骄傲？是否想过夺回我大元朝廷失去的一切？是否早已失去了我蒙古族历代先祖的血性与意志？曾经能征善战、驰骋疆场的梁王殿下，此时此刻又是否早已骨头酸软，一身的勇武劲力都用在了汉家女子的腰上？敢问梁王殿下，现如今你的眼里可还有大元皇帝陛下？又是否愿意遵从皇帝陛下的圣意？大明第2次北伐，若非本王击溃李文忠，使大明首尾难顾，南境全攻；若非这些年本王犹如一颗钉子一般，死钉在云南牵制大明；若非这些年本王替王庭运送钱粮，费尽心力苦苦支撑。敢问丞相大人，如今的大元尚在否？大元曾经的荣耀，身为长生天子孙的骄傲，本王片刻不敢忘。至于丞相刚刚问及本王眼中是否有大元皇帝陛下，呵呵，本王倒有一事不明，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何事不明？我大元的擎天一柱王宝宝，到底是因病暴毙而亡，亦或者是功高震主，为他人所不容，暗中谋害？
被大明皇帝朱元璋求而不得的大元战神，竟于天元帝继位前夕不明不白的暴毙而亡，这不得不令人怀疑，到底是谁背叛了大元？王宝宝确属暴毙无疑，与伪名常遇春之死别无二致，个中并无阴谋阳谋。哼，那据丞相所言，如今已万事俱备，是否只待辽东高丽佳音传来，我大元必然胜券在握？王爷所言不错，我大元蛰伏多年，实力虽不如往昔，却也是兵强马壮。如今只待高丽佳音传来，再有王爷您从中策应，必定势如破竹，长驱直入。到那时势必能夺回大都、河北、山东等地，威逼应天，继而剿灭逆贼朱元璋。无需3年5载，我大元势必夺回曾丢失的一切，再次入主中原，雄霸天下。本王终于知道，您是列门丞相，为何能多年于我大元丞相之位屹立不倒？莫非王爷觉着本相将所言，图为画饼而已？若照本王所想，如今伪名已根基稳固，现又正值如日中天之际，时局使然，我大元最好的抉择，应远遁漠北蛰伏待机。逆贼朱元璋虽说乃一代雄主，却也年事已高，我大元仅需蛰伏10年8年，不仅可一举熬死朱元璋，那一批善战将帅也必然垂垂老矣。到那时，我大元再联合高丽举族杀出，势必动摇大明的根基。大汉说，即便此战不胜，我大元也势必全身而退。王爷，您所谋划稳妥有余，却未免有长他人志气，灭我大元威风之嫌。只说吧，在你们一番苦心谋划之下，给本王安排了何等重任？战事一起，王爷您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出兵贵广，扶持两地土司割据自立。待尘埃落定，王爷您再挥军杀向四川，到时当地土司必然趁乱起兵，西南半壁一乱，伪名上下必然寝食难安。如此不仅分散逆贼朱元璋的精力，同时也达到了消耗伪名国力的目的。此次谋划虽看似胜券在握，然而辽东高丽的小人寡，当真有魄力与大明为敌。高丽熟手两端，认大明为宗主国的同时，又暗中朝贡我大元，足以说明高丽并非真心臣服于伪名。且不说高丽王本就是我大元女婿，因私怨本就敌视伪名。再者说高丽觊觎辽东久矣，一旦有可乘之机，以高丽贪婪无耻的秉性，绝不介意趁火打劫，在伪名背后捅上一刀。只可惜多年来劫掠伪名沿海的倭寇，竟于旦夕之间被屠戮殆尽，令本该万无一失的谋划有了那么些许瑕疵，当真是可恨至极。此事本王有所耳闻，世人皆道倭寇狡诈如狐，残忍暴力，竟被一名为虾人的稚子玩弄于股掌之中，尽数受首，当真草包至极。倭人的确无能，但即便是几万头猪，也能拱死伪名不少贼兵。没想到大汉的苦心谋划，竟被一庶子所扰。有朝一日，若不将这小贼千刀万剐，难消我心头之恨。若我大元当真有再次入主中原的那天，伪名上下皆为案板上的鱼肉，丞相又何必气恼？对了，世人皆传伪名为图谋倭国无穷财富，不日即将远征倭国。若此事为真，我大元何不成想伪名如此拙劣的阴谋，王爷竟险些信以为真。本王不解，个中有何阴谋？一场针对我大元的阴谋。朱元璋一介泥腿子出身，在他的折腾下，伪名穷的都快要犯了，这才不惜假借倭国无穷财富之名，妄图麻痹我大元君臣，令我等放松警惕之后再行雷霆一击之举，这才不惜向世人撒了个弥天大谎。伪名上下皆盛传，此次跨海远征不仅要尽数掠夺倭国的财富，还欲将倭国化为坟地，斩尽杀绝。呵呵，如此暴力残酷所为，可符合汉人素来讲究各以德报怨的迂腐秉性。那我们何时动手？据派遣高丽的使者飞鹰传书所言，我大元女婿高丽王欣毅然心动，想来与众臣商议过后，一切便可尘埃落定。蜘蛛在握的天元帝料想的没错，高丽王的确欲与大元联手。然而，一代妖僧姚广孝扶持着一代草包辛寒，却即将在高丽掀起一场巨大的风暴。原是前来，其目的诸位都已知晓。汉人有句俗话，一人志短，众人志长，事关我高丽国运，寡人不敢轻断。诸位爱卿都各自说说意见吧。禀王上，常言道天雨不受，反受其咎。臣以为这是收复辽东的天赐良机，万万不可错过。据元始所言，此次天元帝计划周详，挟泰山压顶之势，南攻大明。若我高丽紧随其后出兵辽东，杀大明一个猝不及防，本该为我高丽所有的辽东，当可谓是唾手可得。我高丽虽认大明为宗主国，然辽东本就为我高丽所有，
大不了待收回辽东我等便立即止戈，到时派遣使臣赶赴大明，任各所到各县，再奉上些许赔礼，当能化解两国之间的不虞之处。众所周知，自古以来中原王朝就好个面子，即便明知你占了他便宜，但只要你事后认个错，不仅可保太平无事，甚至为了笼络咱们，不仅不会怪罪我高丽，说不定还会因此厚赐于咱们。如此迂腐之国，有何惧哉？敢问诸位，是否早已忘却了抱怨与我高丽的国仇家恨？老大人，凡事得往前看，时过境迁，往事如烟。我高丽又岂能因陈年往事，摒弃唾手可得的辽东？时过境迁，往事如烟，这话不错。李大人可曾听闻？就是尔等口中迂腐不堪、以德报怨的大明，早已筹集千万军饷，欲远征倭国，鸡犬不留。若此事为真，则说明一头甘愿食草的野牛将化为一头吃人的猛虎，将远比抱怨更为可怕。老大人，寡人知你素来心向大明，但也无需如此危言耸听吧。以老夫对汉人的了解，如风盛行的大明的确做不出来屠戮一国之事，但世事难料，我高丽的小国弱，本就在夹缝中生存，抱怨与大明两虎相争，我等还是两不相帮，静观其变为好。汉人有句俗话叫稚子闹事抱金砖，即便我高丽趁机夺回辽东，一旦抱怨与大明结束战争，即便是为了面子，大明第一个收拾的也定是我高丽啊！哼！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间，或可分高矮胖瘦，亦可分贫富贵贱。但国与国之间，虽说强弱有别，可倘若给人当儿子，某却不服。我高丽虽然地小人寡远，不能与大明争雄，但如今的大明比之昔日的大隋，论及兵锋国力，孰强孰弱？大明虽强，然比之大隋，尚有所不及。当年国力兵锋冠绝天下，万国来朝的大隋，为何竟与旦夕之间分崩离析，落得个国破君亡的下场？高句丽与如今的高丽虽有一字之差，却同样建国扎根于辽东之地。某不解，为何高句丽敢于和大隋针锋相对，并最终获得胜利？可为何我高丽竟先是臣服于抱元，待大明横空出世，又他妈上杆子给大明当了干儿子？为何我堂堂高丽国王非得他大明册封？为何朱元璋可称之为朕，而我王却只能以寡人自称？曹将军放心，朕君临天下的这一天开始，我高丽绝不再低人一等。世子殿下，你率军公然闯入勤政殿，莫非意欲造反不成？造反！如今朕身为高丽唯一的王储，这位子早晚为朕所有，朕用得着造反？不过你这老东西说的倒也没错，今日在场的众人之中，的确有人意图谋反。竟还有人意图谋反？是谁如此大逆不道？除了寡人这不孝子，还能有谁？来人，将这逆子拿下！王上，您就别嚷嚷了。如今的王城，包括整个开京，早已在皇帝陛下的掌握之中。皇帝陛下没说退朝，谁也别想离开。王上您也不例外。寡人待你有如父亲，为何背叛寡人？没办法，王上您虽对奴婢不薄，但架不住世子殿下他给的太多。父王先别急着走，听儿臣说两句。您若着急，待会儿臣亲自送您上路也不迟。送寡人上路？逆子，寡人可是你的父王，莫非你当真想背负弑父夺位的千古骂名？千古骂名，待到朕君临天下，谁敢骂朕，朕便诛他满门。中原大唐那位是凶杀地又夺嫂的唐太宗李世民，可是为无数汉人所敬仰啊。因此，朕悟出了一个道理：欲成大事者，至亲亦可杀。唐王李世民的确是凶杀地夺嫂，但他最终也没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提刀弑父啊。所谓青出于蓝胜于蓝，朕这一生唯有绝情绝义，做得比李世民更狠更彻底，方能成就一番远超唐王李世民的旷世伟业。再者说，朕那几位爱氏的兄长，朕已经送他们上路了。父王，即便是轮，也该轮着你了。什么？你的几位兄长当真是被你？王儿，寡人如今仅有你这一个儿子，这个位子迟早都是你的，你又何必立于一时？若你当真想要，只管和为父打个招呼，为父传位于你也就是了，又何必冒天下之大不韪？传位于朕，正所谓妻不如妾，妾不如偷，偷不如抢。且不说父王你舍不舍得将王位传位于朕，即便你心甘情愿继位为王，又岂能彰显出朕的能耐？唯有经过一番苦心谋划，抢夺而来的王位，才能向世人证明朕乃是手段逆天、智谋无双的盖世雄主。念仗，老夫历经三朝，
活了这么一大把年纪，就从未见过如尔这等灭绝人性的畜生。王上如今就你一个嫡子，大魏将来迟早是你的，顺位继承人你不做，偏要做一个谋反弑父之徒，你脑子莫非被狗吃了不成？夏虫不可语冰，尔等燕雀安知朕的鸿鹄大志？老东西，只可惜你一大把年纪，即便朕今日不杀你，你也看不到朕雄霸天下、龙飞九霄之日了。雄霸天下，你前些日前往大明朝贡，到底都经历了什么？你虽不成器，却也不至于如此糊涂，更做不出杀兄弑父之举，必然有人暗中挑唆，告诉为父，那人到底是谁？受人挑唆，父王在你的心目中，莫非真就将朕永远当成不成器的脓包？朕就这般容易受人挑唆？世子殿下，微臣可从未得罪过您呐。你的确未曾得罪过朕，但仅凭此刻的一句世子殿下，你就该死。阿弥陀佛，出家人以慈悲为怀，别怪贫僧，真要怪罪，可将罪孽通通算在瞎学士身上。大师，这如今的新韩王子，其昏聩暴力比之北齐的高阳，只怕也不遑多让啊。比之北齐高阳，新韩只怕还差了点火候，贫僧仍需努力啊。无耻小儿，即便你今日夺得王位，日后也定然不得好死。我等今日先走一步，黄泉路上等着你。传旨，张宝基、李庆松等逆贼不服王化，妄图谋逆，诛灭九族。遵旨。朕现已君临天下，父王仍不行参拜大礼，莫非意图谋反逆天不成？你我父子一场，能否容为父写下传位诏书？如此一来，即可保全为父的颜面，又可……朕说过，本就属于朕的东西，朕自会亲自取来，又何须那所谓的传位诏书？大将军，你肚子里的阴谋算计是你自己招，还是让朕替你公之于众？臣对高丽忠心耿耿，绝无不轨之心，望陛下明察。好一个忠心耿耿！大将军说起谎来脸不红气不喘，若非朕英明神武，差点就他们信了。带上来！李大将军，是让他们替你说，还是由你自个儿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李某人替我高丽立下的汗马功劳有目共睹，如今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要杀要剐，悉听尊便就是。李某无话可说。谁若当庭指证，朕可大发慈悲，留他一命，否则即刻赐死。陛下明鉴，有关李成贵暗中谋逆的一切帖证，臣昨日以悉书笔录成书，已被今日当庭举报之用。李成贵此贼不服王化，暗藏谋逆之心，帖证如山，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不杀不足以振朝纲，不杀不足以显君威。李大将军，你为了谋朝篡位，真可谓煞费苦心呐！利用寡人对大明的怨恨之心，先极力说服寡人联合大元兵出辽东，待行军途中再利用将士的畏敌惧死之心，向手下将士言明大明是大，与大明为敌无异于以卵击石。然寡人心意已决，圣意难违，因此为保全众将士的性命，唯有调转枪头，行兵变之举，改朝换代。成王败寇，李某认了便是。但凭你的能耐与智慧，今日的政变绝非你所能为之。若做一个糊涂鬼，李某必然死不瞑目。不知陛下能否念在李某往日的功劳，让李某做个明白鬼？凡成就大事者，无不是雄才伟略，智谋盖世的旷世雄主，可笑尔等有眼无珠。我高丽千年难得一遇的盖世雄主，竟被尔等当成了难以成事的草包，当真是可悲可叹。有眼无珠，说得好！错把明珠当于目的脓包，留着眼珠子也无用。将此人的双眼给朕抠出来！不瞒诸位，陛下降生之日，霞光满天，云龙翱于九天，可见雄主将士定有祥瑞相伴。今日且看陛下杀伐决绝，且尚未登基便已识破了逆贼李成贵的谋逆之举，如此种种，便足以说明陛下乃是我高丽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旷世之君，天降雄主，天佑高丽，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传旨，国师姚广孝志虑忠纯，人才难得，封其为辅国大法师、忠义侯，掌参议天下军政国事之权，助朕开疆拓土，横扫天下。陛下明鉴，中原有句谚语：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此人非我高丽之人，且对我高丽毫无功勋可言。陛下对其如此厚恩，似有不妥之处。陛下明鉴，和尚位居朝堂本就是所罕见，掌军政参议之大权，更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望陛下三思。阿弥陀佛，贫僧本为方外之人，
出家人六根清净，尘世中的功名利禄于贫僧而言本就犹如浮云。然而出家人讲究因果循环，贫僧得遇明主，乃受上天电话，自该顺应天道，辅佐陛下成就一番宏图霸业。更何况出家人四海为家，陛下以国事待我，贫僧自当以死相报。陛下初登大宝，地位尚未稳固，大可不必为贫僧一人以致君臣失义。贫僧恳请陛下收回成命。册封神僧姚广孝，乃是朕的第一道旨意，尔等却横加阻拦，是否暗藏谋逆之心？哼！虾仁，朕说过，不报此仇，誓不为人。你胯下的2颗卵蛋，朕要定了。来人，立即传召大元使者，朕要让天下看看，我高丽虽小，却可左右天下。正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自心寒杀兄弑父夺位不过半月，位居两江流域且隶属高丽疆域内的女真一族，则最先遭受了来自高丽政变后的无妄之灾。贺朗哈酋长，接下来我等该怎么办？高丽屠下杀手，众部死伤惨重，如今唯有迁移才能保全族人性命。我等世居高丽，素来以捕猎打鱼为生，可算的上与世无争。高丽此次为何对我等众部屠下杀手？据混战中抓到的几条舌头说，高丽发生政变，现如今高丽有名的草包心寒执掌高丽，所以用汉人的话说，高丽政变，我等也他娘的跟着受了鱼池之殃。那个纨绔草包他居然发动了政变，竟还成功的执掌了高丽，千真万确，不报此仇，我贺朗哈誓不为人。可惜我女真各部各自为政，犹如一团散沙，否则集结女真各部勇士之力，未必不能与高丽相抗衡。汉人有句话，叫君子报仇10年不晚。放心，总有一天，我女真一族将会从一盘散沙凝聚成一柄杀人利器，到那时，鼻息，快趴下，熄灭篝火。酋长，我等不慎落入陷阱，避无可避，也无处可逃。汉人有句话说的是大丈夫能屈能伸，此时濒临绝境，不如多伦长老，高丽手上沾满了族人的鲜血，你竟想投降他们，给人当狗？并非我多伦贪生怕死，只不过是顺势而为罢了。如今身处绝境，唯有先度过眼前的难关，保住族人的性命，以图来日。大秦帝国的先祖曾经也不过是给人养马的出身，但即便卑微如蝼蚁，也依然创建了大秦，最后更是一统6国，天下归一。咱们里面的蛮夷听着，尔等已被团团包围，本将军大发慈悲，给你们一条活路，限尔等半战茶的时间，丢下兵器，跪地就缚。能屈能伸方为大丈夫，人死了可就再也翻不了身了。我等愿降。很好，既然愿降，本将也不愿多做杀戮，即刻点燃篝火，丢下兵器，跪地请付。若你出尔反尔又如何？尔等如今已是丧家之犬，除了相信本将还有其他选择吗？真以为山坳内漆黑一片，本将就奈何不了尔等。枉你身为堂堂将军，竟出尔反尔，先哄骗我等放下兵器投降，再行屠戮之举，你可还有半分廉耻？亏你身为海童女真酋长，竟如此天真。身为一方统帅，自当以达成目的为首要，是你自己太过愚蠢，又岂能责怪本将无耻？你说的不错，若非我贺朗哈太蠢，今日又岂会将族人尽数带上不归路？好了，你的族人已先走一步了，你身为海童部酋长，也该随他们去了。简将军，念在3年前某送了你一张白老虎皮的份上，能否替某解惑，让我贺朗哈和我的族人死个明白？也罢，毕竟相识一场，本将今日便让你死个明白。多谢，我海童女真一族世居于此，以捕猎打鱼为生，与高丽并无深仇大恨。尔等高丽为何对我等赶尽杀绝？说来你女真一族与我高丽以往的确并无太大恩怨，我高丽也犯不上赶尽杀绝。但尔等身为完颜族后裔，大金与蒙古族曾经的恩怨，想来就无需本将多言了吧？我女真一族与蒙古族以往的恩怨，与高丽何干？很简单，我高丽欲与大元结盟，陛下需借用尔等女真族人的头颅以示诚意，尔等也别怨天尤人，要怪也只能怪尔等女真一族江河日下，唯有任人宰割的下场。念在那张白老虎皮的份上，本将今日便给你一个自行了断的机会。从来只有战死的女真儿，举刀自尽乃懦夫所为，你若有种，不妨与某一决生死。本将军念在相识一场的份上，本想给你留具全尸，既然你不知好歹，本将便成全你。此等蛮夷，又岂配与将军一决生死？便由在下代劳，您看如何？去吧。横竖都是死，能拉上你陪葬，倒也聊胜于无。
先别言之过早，能否拉在下陪葬，那得看你能否胜过在下手中的兵刃了。动手吧！这一刀距心脏尚有3寸，不足致命，待会儿自会有人相救，不必相疑。高丽与大人已达成联盟，欲将天下女真诛杀殆尽，与大明争锋。若想保全女真一族，唯有联合女真众部与大明联手，先除残垣后诛高丽。果然不出朕所料，高丽确实对辽东垂涎已久，欲趁机夺回辽东。大汗算无一策，举重若轻，不露声色便已搅动风云，臣等拍马也难及大汗之外衣。大明、贵广两省如今已是烽火狼烟，云南两网也已准备就绪，随时可搅动西南半壁。而迟迟不曾回应的高丽，不仅答应了我大元的联盟，新罕为表诚意，几乎将其疆域内与我大元旧有夙愿的女真一族屠戮殆尽。恕臣而悲，大汗年说是新余6子中的新罕。呵呵，朕倒是忘了告知诸位，那位庸弱无能的高丽国主新余已命丧新罕之手。大汗，新罕此人大逆不道，暂且不提，但此人将弑父夺美，料想其国内局势必然不稳，臣担心。只愿大人尽管放心，高丽国的局势在新罕大肆挥舞的屠刀下，可谓是稳得不能再稳。连3朝元老张宝基以及大将军李成桂都已做了刀下之鬼。高丽此次政变，可谓是将朝内朝外尽数清洗了一遍，新罕政权已是稳如泰山。大汗，据臣所知，新罕此人乃是高丽有名的9色王公花花太岁，仗着新余的宠爱为所欲为，长得人模狗样，实际上却是一个只知吃喝玩乐的草包。今日乍然听闻新罕此人发动政变执掌高丽，臣担心。臣听闻高丽去年朝贡伟明，新罕已随之同行，臣担心新罕此人会不会暗中与伟明达成了某种默契，否则实在难以解释一向草包至极的新罕，竟于旦夕之间一举夺得了高丽政权啊！说来，高丽有如今的局势，还真多亏了伟明的那位林德殿大学士下人。若非他那一脚，又岂会造就如今的新罕？若非他那一脚，高丽王新余、3朝元老张宝基、大将军李成桂又岂会惨死？若非他那一脚，世居山野以捕猎打鱼为生的女真族人又岂会惨遭屠戮？若非他那一脚，又岂会造就一位死心塌地追随我大元、与伟明有着血海深仇的铁杆盟友？我大明应重开科举，废除举荐，广纳天下英才。圣上早有圣谕，科举所取之人大多经验缺，不堪重用，下学士不免有哗众取宠之嫌。听罢科举改为举荐制，赖圣上金口玉言。你此时公然提出废除举荐制，重开科举，莫非是暗指圣上做错了不成？哎，老朱对不住了，既然你让在下演这出双簧，那么，看来孔大人年纪大了，智力也着实让人堪忧啊。科举制虽有万般不适，却维持了一个最起码的公平，使权力不受垄断。所谓的举荐制度，虽说并非一无是处，可是问，如同其妻一般，举贤不避亲，外举不避仇的大公无私之人，古往今来又有几人？《论语》早有言明，世人不患寡而患不均。衍圣公身为孔圣后人，莫非从不曾细读过？其实世人要的并不多，追求的不过是最起码的公平公正罢了。所谓大道者众，小道者寡，被大多数人所认可的国策，毋庸置疑，定是良策无疑。更何况圣上何等圣明，既然提出停罢科举，改用举荐制，个中必有深意，又岂容臣下质疑？再者说，你公然质疑圣意，莫非你认为自个儿比之圣上更为英明，更为睿智不成？与圣上相比，在下不过是相伴于皎月身旁的一颗小星，微不足道。在下虽不通四书五经，却于国有用，与民有益。书读得再多，文采再好，若与国无用，与民无益，饱读诗书又他们有个屁用？强词夺理，你这是强词夺理。我等位列中书，说代表天下黎民，也自无不可。既代表天下黎民，就应站在百姓的立场，就得了解百姓真正需要的是什么。若打着为百姓好的幌子，为谋私利，只会叫百姓戳咱们的脊梁骨。在下保证，你孔熙学将会是最后一位衍圣公，孔圣人自然值得万世尊崇。你又凭的什么？你圣上，衍圣公他昏死过去了，咱还没下，即刻将体弱多病的衍圣公送往太医院，务必给救活了。下学士，孔大人已年过6旬，你竟如此咄咄相逼，可知尊老之道？孔大人年纪大了，身子骨若风一吹就倒，如今昏死过去，关我何事？圣上所谓时过境迁，有些国策随着时间的流逝已难以适应当下。臣以为当废除举荐制，重开科举。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咱虽为一国之君，但有错就得改。时至今日，举荐制度也该是寿终正寝之时了。
传旨，即日起钟鸣一朝，彻底废除举荐制，重开科举，8年磨一剑。咱这次倒要看看这天下学子的剑磨的是否锋利，可堪一用否？有道是前车之鉴，后世之师。天下学士沉寂了8年，想来定不会叫圣上失望。此次科举事宜，便由礼部统筹安排，尚书王顿为大事主考。至于统考、监考，这6部各拟定5人上表，由咱定夺。启禀圣上，臣对科举事宜有几点浅见，以供圣上斟酌。尽管畅所欲言。臣以为大事主考之职，若由圣上担任，或许更为有利。如此不仅可震慑宵小，杜绝徇私舞弊的可能，更能极大的激励天下学子奋发图强。瞎言！你他娘还能干点人事吗？举荐制改科举制也就算了，主考之位你他娘的也要横插一脚，过分了吧？启禀圣上，臣以为夏学士所言未免有失妥当。科举自隋唐以来，从未听说由帝王担任主考之举啊。众所周知，科举主考素来被赶考学子视为作诗，有道是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一旦入得门下，就难免出现结党营私的苗头。圣上不妨想想，若是开科取士，但凡被朝廷择优录用的学子，皆为天子门生。试问，若非人头猪脑、狼心狗肺之徒，堂堂天子门生，又岂会与他人结党弄权、为祸社稷？凡天下英才，皆为天子门生。下人，你接着说。臣以为天子门生之称，乃极大殊荣，急需有所制约才是。那该如何制约？正所谓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同理，天子门生蒙圣上如此厚恩，更应洁身自好，忠君体国才是。臣以为天子门生日后凡有负圣恩、罔顾国法，通通罪加一等，抄家灭门。既为天子门生，谁敢给咱抹黑？咱灭他9族。还有，凡天子门生，不论品级，皆享有具折上奏，直达天听之特权。老朱不愧为一代雄主，头脑之敏锐，当真深不可测，竟从此事联想到几百年后的雍正帝的密折制度，真是厉害。圣上，臣以为，若将这天下比作一块地，那么科举选材就好比甄选种子，种子选得好，庄稼才能长得好。反之，若是一开始甄选的种子就有问题，那即便地的主人再勤劳，也是枉然。依你之见，这种子该如何甄选，才能使地里的庄稼年丰岁壬？臣一直认为，以4书5经为骨，8股为皮，所甄选出的人才难堪大任。试问，手不能提，肩不能挑，且不知农时，不识五谷，不晓民生，不通国情，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学子，又岂能担当大任？指望他们牧养一方，替百姓谋福？呵呵，无异于天方夜谭。夏学士，你这话未免太过武断了吧？莫非圣人呕心沥血、穷尽一生所著的4书5经，在你看来就如此不堪，以致弃如敝履？在下刚刚说过，4书5经乃我华夏瑰宝，若非先祖圣贤，我华夏又岂能有今时今日之文明？若无这份冠绝天下、无人能及的璀璨文明，秦汉2朝、东西2晋、南北2朝，又岂能融合各方一族，继而一举奠定华夏版图？夏学士既认为4书5经乃华夏瑰宝，又何故言之凿凿地说8股选材不堪一用？4书5经可开智，可明理，可万世传承，但国事万千且繁杂多变，若奉其为治国宝典，到头来早晚误了大事。就以劝课农桑为例，天下官员数以万计，有几人亲自下过田种过地？有些人连小麦与韭菜都分不清楚。试问劝课农桑到底劝的他们哪门子的桑？有这瞎操蛋的功夫，还不如多花些精力，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提高粮食产量，让老百姓多打几担粮来的实惠。夏学士出身仆役，少小无读，对我等圣人子弟有着天然的偏见，人越是缺什么便越是嫉恨什么。夏学士自个儿不通4书5经，自然瞧不起我等圣人子弟。夏学士自个儿富无文采，又何必当众贬低圣人所著？你也隶属文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都给老子闭嘴！张口文采，闭口才华，老子今日就让尔等见识见识什么叫做文采。老子是不喜无病呻吟，却也不是不会。出题吧。奉天殿乃商议国事之处，还是？圣上，请给臣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有道是匹夫不可夺其志，就请夏学士以志为题吟诗一首，也好让我等见识见识夏学士的绝世文采。雷，放心，若待会儿本阁所作入不得诸位大人法眼，本阁刚刚奉送的大耳瓜子双倍奉还便是。若当众做出什么远看黑乎乎，近看亮晶晶的打油诗，这叫他咱的老脸往哪搁？不炼金丹不坐禅，一心只求社稷安，命就糟糠果我腹，不使人间造孽钱。
树下观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这首诗或许是夏学士剽窃而来的吧。靠，还真被你给蒙对了，确实是从唐伯虎4句中借了2句。可此时唐伯虎他爷爷都还没出世，你嘚瑟个什么劲？这巴掌是为了告诉你无凭无据的事儿，别他妈张口乱喷。若你真有文采，便以斯为题，下官便不信世上当真有少小无学无师自通的旷世奇才。既然赵大人还皮紧，那本阁再做一首也就是了。老唐说不得，又得向你借诗一用了。横竖你文采非凡，也不缺这1首2首。雨打梨花深闭门，辜负青春虚负青春。赏心乐事共谁论？花下销魂，月下销魂。愁聚眉峰，近日贫，千点题痕，万点题痕。晓看天色暮看云，行也思君，坐也思君。不可能，这怎么可能？唯有使我大明越发强盛的能力，方可称之为才华；唯有让天下百姓的生活蒸蒸日上的办法，方可称之为才华。诗做得再好，赋做得再绝，若于国无用，与民无益，那这种所谓的文采，到头来也只是小才难登大雅之堂。古往今来，每逢国破家亡之际，与异族拼命的都是被你们瞧不起的无知莽汉。咱倒想问问，每逢乾坤倒悬之际，那些所谓的饱学硕儒都他娘的上哪去了？莫非做他娘的几首烂诗破词，就他娘的能叫异族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我大明需要的是钢刀火炮，百姓需要的是柴米油盐。谁能使大明强大，让百姓富足，谁他娘的就是旷世之才。所以臣以为此次科举，除八股选才之外，应再添几门，比如农事民生、律法国情，皆可为题。此外，为避免重蹈若宋头重脚轻的覆辙，臣建议朝廷重开文举之余，也应顺势推开武举之门，给天下能人猛士一个替国效力的机会。唯有刚柔并济，文武同时，我大明才能越发强盛，永世不衰。怎么啦？平日威风凛凛，今日竟连几个老家伙都应付不了，还弄了个灰头土脸。都是一群老胳膊老腿的老家伙，在下若当真放手施为，他们还能有命在。倒是您老今日可谓收获满满，文武科举之事都尽数敲定。老朱啊，有道是有功而不赏，择善不劝矣。在下冒着被打破头的风险，替您老办事，您倒是说说，准备给在下多少提成？你小子有种，普天之下当着咱的面管咱要张口分银子的，你小子还是独一份。提成日后再说，就凭你小子今日的狼狈，咱对你还真他娘的不大放心。要不倭国你小子就别去了，让汤和去。咱准备6部之外另设1部，名为税部，交由你来执掌，你看如何？什么？刀剑无眼，战场厮杀从来都是你死我活。说句掏心窝子的话，你小子虽非咱亲生儿子，但除却几位嫡子之外，你小子老朱您放心，对付倭国的那群矮矬子，在下绝对。你先听咱把话说完。于私而言，你小子对咱脾气，身上有咱年轻时的影子，咱不希望你小子有任何闪失。于公而言，先不说你小子对大明的重要性，土豆、玉米、红薯等高产农作物，以及剿灭残垣、平定西南之后的摊丁入亩、炼铁火铳等等这些你给咱画的饼，咱还等着你取出画里的饼给咱尝尝呢。您老放心，这些事在下保证。瞎人，咱问你个问题，你须得老实回答。此地仅你我2人，无需任何避讳。你如何看待你与太子之间的关系？君为臣纲，知己良朋。帝王其实也需要朋友，更需要臂膀。咱希望你与太子之间的这种关系有始有终，恒古不变。待咱100年之后，你在朝中又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制衡。如何制衡？朝中文武就像大明的2条腿，不能一长一短，也不能一粗一细，得均衡。唯有如此，大明才能走得稳，走得远。说得好，你小子头脑灵活，办事果断，可谓是集灵性及智慧于一身。如你所料，昨夜接到擅长奏报，沿伏这2省为了剿倭事宜开始征兵，短短旬月便已征集大军20万。如今万事俱备，可咱着实不愿也不敢让你小子身临险地啊！这万一……没有万一，苦等了这么久，终于等来了这一天，非去不可。此乃在下毕生夙愿，此生若不亲临倭国，杀他个尸山血海，亡族灭种，我他妈死不瞑目。若非咱亲身经历过你小子的神鬼莫测，根本就无法相信我堂堂华夏竟被一弹丸小国欺负成那番境地。咱记得你曾说过，你小子所预知的一切皆是出于神灵托梦，咱就不明白了。按说咱曾经也算是佛门弟子，如今更是一国之君，神灵即便托梦也该找咱才符合情理啊。或许是因为在下生的俊朗不凡，灵气逼人，神灵他老人家看在下格外的顺眼吧。照你这话的意思，佛祖他老人家看咱格外的不顺眼。
或许是您老的煞气太重，又或许是您老的龙威太甚，以致神灵难以入梦。你小子这180斤，起码有50斤肉长嘴上了。罢了，徒说无益，咱就如你所愿。多谢圣上。我国如今虽濒临南北乱世，战乱不休，可好歹也他娘的有几百万之众。兵法有云：谋定而后动。说说吧，争倭之行，你小子具体有何谋划？你小子总不能公然叫嚣着我他娘的要将你倭国亡族灭种的口号行事吧？自信和愚蠢那是两码事，狗急跳墙的道理在下明白。毕竟谁都是爹妈生的，但凡能减少战损，在下必当竭尽全力。有道是一将功成万骨枯，你小子能说出这句话，咱很欣慰。在下此行不求军功，不图封侯，皆为报仇。再者说，我华夏男儿的性命何等贵重，又岂是龌龊所能比拟？具体的谋划谈不上，依旧以曾经商议过的战略行事。倭国地形狭长，兵分两路，南北夹攻仍是上策。待到时机成熟，再出一支骑兵，一战而定。共计20万兵力，兵分两路，本就捉襟见肘。你小子竟还想着隐藏一部分兵力，以作骑兵之用。20万兵力不够，若是再加上5、6万外援且身经百战的兵马，倒也勉强够用了。外援且身经百战，你小子所谓的外援，指的是盘踞在沿海岛屿上的陈友谅和张士诚的残部。那些人顽固不化，至今也不愿归于大明王化之下，让他们替大明效力，只怕是你小子的一厢情愿吧？私人恩怨又岂能与民族大义相提并论？倭寇屠戮我沿海诸多百姓，同为炎黄子，他们又岂能不恨？更何况当初在下与他们一结金兰之时，早已商议过，一旦朝廷发兵征倭，他们甘愿替民族效力。往事如烟，沧海桑田。如今回首思量，张士诚、陈友谅、王保保，曾经咱的那些生死大敌早已作古，而咱也从当年的壮小伙，到现在两鬓斑白，年过花甲罢了。你转告他们，当年的事咱一切既往不咎，待征倭归来，他们愿解甲归田，重返故里过太平日子也好，愿重返沙场替大明效力也罢，咱都由着他们。说1000到1万，无论是张士诚还是陈友谅，都是为驱逐鞑虏，将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好汉。怎么很意外？莫非咱在你小子心里就如此不堪，非得揪着前尘往事难以释怀？瞧您这话说的，论及心胸，天下谁能及得过您？在下只是感慨，我他妈这辈子没跟错人。虽然咱觉着像在拍马屁，但你小子这话咱还真就他娘的爱听。陈茂祥参见圣上。啥事儿？禀圣上，杜赦来信。天佑大明！自残垣北遁亡命荒漠以来，朝廷2次北伐皆不如人意，可这一次咱要将残垣连根拔起，焚为灰烬。这姚广孝果然如你所说，当真是一根旷世难寻的搅屎棍，仅用了短短不到半年的功夫，竟他娘的在高丽掀起了惊涛骇浪。如今素来敌视咱大明的高丽王新宇，已然被他最痛爱的草包儿子亲手送去了西天。人才，这姚广孝真他妈不愧是个祸国殃民的旷世之才。如今新韩草包主掌高丽，在姚广孝倾尽全力的辅佐下，苛捐杂税已然层出不穷，因搜刮无度，高丽百姓已是怨声载道。再有就是漠北那位出生牛犊不畏虎的天元帝，已然和高丽结成了联盟，竟不自量力的做起了夺回大都，再次入主中原的春秋美梦。说来你小子的功劳着实不小，若非你小子当初一脚，哪来的如今大好局面？区区女真一族，竟还特意浓墨重笔，这老和尚吃饱了撑的。什么女真一族？与残垣相比，区区女真算得个啥？你小子这般激动作甚？这般激动作甚，自然是为了尽早灭了他丫的。圣上，若我说女真一族乃是我大明的掘墓人，您相信吗？你小子给咱说清楚，女真掘墓人一说，到底他娘的咋回事？大明近300年的历史，我他妈得说到猴年马月。若真的实言相告，朱棣只怕就得提前回凤阳养老。还能咋回事？神灵护佑大明，故而托梦告知呗。咱就当你小子说的是真话。那你说那些要人没人，要实力没实力的女真，凭什么颠倒乾坤，取大明而代之？首先是老天爷不给力，其次是自家人不争气，而别人又太过争气，大致上就这么回事儿。老天爷不给力，你的意思是咱大明几百年后天灾频仍，以致民不聊生？自古以来，凡天地道玄，无外乎天灾人祸，以致根基动摇。再有就是如若宋一般，帝王昏庸无道，文臣贪婪无度，争权夺利，将无能兵未死，国防犹如纸糊。然而塞外一族却磨刀霍霍，虎视眈眈。照你这话的意思，
亡国的这些必备条件，我大明都他娘的占全了。那倒没有，只具备了天灾人祸、文臣贪婪无度、争权夺利、塞外蛮夷、虎视眈眈这4点。至于武将兵勇，在下只能说非战之罪。大明都他娘的亡国了，你竟给咱说不关他们的事？老朱，您应该明白，打仗不仅仅靠悍勇谋略，更重要的是钱粮以及后勤保障。这开国之初为与民养息，国力不振，钱粮不足，尚在情理之中。咱穷也就罢了，可咱的后世子孙总不至于和咱一样，穷的连行军打仗的钱粮军饷都他娘的掏不出来吧？事实就是如此啊，老朱。据在下梦中亲眼目睹，天灾人祸虽使大明根基动摇，塞外异族虽频频袭扰边境，但以当时朝廷的军力，却并非无力回天。说来说去，就因为朝廷拿不出钱粮，以致兵锋蒙尘，一败涂地，最终改朝换代。可笑，我大明亡国竟是因为朝廷没钱，钱呢？是不是被咱后世的不孝子孙给折腾败光了？冤枉啊，老朱！论及勤政节俭，在下不得不说句公道话，大明后世的那位亡国之君，与您相比，绝对是相差无几。可要论及帝王之术，论及英明神武，却连你老3分的火候也没有。不得不说，他绝对算得上一位好皇帝，却又不是一位合格的帝王。什么叫是个好皇帝？却他娘的又不是个合格的皇帝！你小子给咱说清楚。他3更灯火5更鸡，勤劳国事萧役干时，每天几乎只能睡上2、3个时辰。他身为一国之君，却节俭非常，龙袍上的补丁比您老的还多。他本是一位安享富贵的王爷，却因先皇绝嗣，不知帝王之术的他，从兄长手中接过早已千疮百孔的大明江山，苦苦支撑。他倾尽全力，外御敌寇，内剿叛逆，后宫佳丽3000，却少有享乐，一心只想重振大明山河。重振，这份初心从他所取的国号便可窥视一二。他虽拼尽全力，却难逆煌煌大势。最终他寻了棵歪脖子树，以3尺白绫一了百了，而我大明皇朝也就此终结，对吧？咱想知道临死前咱们后世子孙都说了些啥？朕良得妙功，上干天救。然借诸臣勿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师，无伤百姓一人。自去冠冕，以发覆面，死后无颜面对祖宗。哈哈，他已拼尽全力，咱又岂会怪他？这一切都是在下做的一个梦罢了，老朱您又何必当真？甭管是不是梦，咱们把一切后患都他妈提前给他铲平了就是。究竟是不是个普通的梦，或者真是神灵显圣佑我大明，咱一试便知。你再猜一次，若这次依然准确，咱今后再不对你梦中所见存有丝毫猜疑。猜什么？老四临行前给咱报喜，徐达家的大闺女又怀上了，让咱给起个名。你猜猜，若这次还是男丁，咱刚刚给起了个啥名？瓦罐鸡。啥瓦罐鸡？你给咱说清楚。在下一时走神，竟想起了曾钦差山东之时所吃的一道菜品。行了，瓦罐鸡的事以后再说，言归正传。据在下梦中所知，燕王妃所怀定是男丁无疑，且您老给取的名字姓朱名高绪。由南而起，至北而中，一碗定天下，一绳疗残生，天眼4九，人遁其一，一心降临，万事太平。咱想知道，我大明的那位崇祯皇帝驾崩之日，朝中有多少大臣替大明殉葬？崇祯皇帝毕竟是一国之君，驾崩之日肯定少不了人为其殉葬。你小子实话实说，崇祯驾崩之际，满朝文武到底他娘的有多少人殉国？据在下梦中所见，反贼攻破京城之日，朝中文武大多出城迎接反贼。至于崇祯皇帝驾崩之时，唯有贴身太监王承恩一人随驾而去。尤其是一位名叫钱谦益的大儒，因嫌水太凉，以致不敢投湖，为图苟且，先投叛逆，后投女真。哼！我大明都他娘的亡国了，君王也上吊了，他钱谦益身为人臣，竟他娘的咸水太凉，无耻！弑君之路，忠君之事，咱不求他们以死报国，他娘的辞官归隐总可以吧？说来说去，大明之所以亡国，与当时文盛武衰的局面有莫大关系。如若真要找出大明亡国的罪魁祸首，恐怕非文臣之间的结党弄权莫属。自号称9000岁的太监魏忠贤被崇祯诛杀，就此东林党一家独大，凡与他们作对之人，杀的杀，贬的贬。当时的朝堂知音会与奸臣当道的南宋相比，几乎别无二致。等等，所谓的9000岁，
和那些结党弄权的东林党是他娘的咋回事？那可就说来话长了。若说全燕、魏忠贤与东林党的相似之处，便在于同样的权势滔天，同时也极尽所能搜刮钱财。而两者最大的不同之处，便在于魏忠贤还算知晓分寸，只对士绅豪门下手；魏忠贤尚在支持大明，虽摇摇欲坠，却始终屹立不倒。凡征剿叛逆、外遇蛮夷的钱粮所需，在他的斡旋下几乎从无短缺。因为他清楚大明一旦亡国了，他魏忠贤也只有死路一条。东林党则不同，他们搜刮起民脂民膏，可谓花样百出，即便山河内外已然遍地狼烟，即便百姓一子儿时，他们也熟视无睹，该刮就刮，毫无底线。最无耻的是，明明他们家中的金银钱粮堆积如山，却个个如同守财奴一般，在国库太仓已然枯竭之际，仍作弊上官一毛不拔。崇祯以堂堂帝王之尊，不惜屈尊降贵，亲自向重臣筹措军费，可最后只借得区30万两。而反贼攻破京城之后，竟在群臣身上生生榨出了近8000万两之巨。在他们看来，大明就算亡了又如何？正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大不了到时摇身一变，来个老母鸡变鸭，换个主子伺候也就是了。好一个30万两与8000万两，好一个东林党，好一个孔圣弟子。老朱有些话在下不吐不快。文武能够平衡固然好，若难免失衡，文盛武衰，倒不如武盛文衰。以文御武，不仅早晚不了弱宋后尘，更无异于阉割我炎黄子孙的血性。说句大逆不道的话，若有朝一日大势难逆，江山易主，又何必白白便宜了塞外蛮夷？普天之下也只有你小子敢不知死活的当着咱的面堂而皇之的安排我大明的后事。然话糙理不糙，我炎黄子孙可以受穷，却绝不能丧失了血性，更不能让大好河山落于蛮夷之手。二虎伪臣在，即刻传书秦王朱爽、晋王朱刚、燕王朱棣，还有魏国公徐达、永昌侯蓝玉，告诉他们，咱不问手段，不计代价，务必将漠北、辽东方圆1000里之内化为焦土，一个不留。另外告知姚广孝那老和尚，无需有任何顾忌，任他放手施为，咱相信他。伪臣即刻去办。天子一怒，伏尸百万，老朱霸气。咱不求我大明万世，唯愿华夏万年，炎黄子孙自明之后，永不受异族之害。正所谓前车之鉴，后世之师，五胡乱华，蒙元称雄。我汉人的奇耻大辱，有这么2次就够了。若非图我，乃是你小子毕生夙愿，否则咱绝不会让你小子亲临险地。不得不说，你小子像极了咱年轻的时候，无所畏惧。有道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咱还是那句话，咱不管你怎么做，任你放手施为。不过你小子必须给咱毫发无损的回来。您老放心，不仅在下定会完好无损的回来，2年之内，我国的金山银海定会源源不绝的运回大明。在下建议，国库也好，您老的内堂也罢，也是时候扩建了。一切依你所言，但咱可把丑话说在前头。若是到时国库和咱的内堂扩建之后没金银搁进去，害得咱丢人，你小子就准备亡命天涯吧。您老尽管放心就是，在下只会给您老脸上贴金，绝不给您丢人。扶着2省虽征集20万大军，却缺乏临阵经验，战力必然不足。因此，咱准备抽调禁军1万，助你一臂之力。为保障你小子安危，镇抚司将调集500锦衣卫精干之士，时刻护你周全。汤和则与你一道奔赴倭国，你与他一南一北，一正一气，相辅相成。还有，年轻人精力旺盛，咱能够理解，但对你小子，咱可是寄以厚望。你必须洁身自好，不可胡来。抱歉，老朱，办不到。你小子就如此猴急，就不能再等个3、2年？这跟猴不猴急没关系，为国争光的事，在下哪怕精尽人亡，也在所不惜。要说从老朱那顺来的茶，就是他们的香。大人好雅兴啊！老徒你来的正好，本府不日即将离京，有些事你得替本府办了。大人代有所命，卑职无有不从。礼部郎中赵如海，这个人你给我好好查查，看看他的屁股钉子干不干净。大人尽管放心，卑职先别急，赵如海只不过是一道开胃小菜。现如今的儒家迂腐不堪，顽固不化，时代在变，可儒家已然成了障碍。我大明若想无限扩张，称霸天下，迂腐无用的儒家必须靠边站。什么？大人您竟想打压儒家？怎么害怕了？这个世界从来都是适者生存，自汉武帝起，一枝独秀的儒家主政社稷1000余载，也是时候退出朝堂了。要我说一家独大，并不是什么好事。如春秋战国时期的法道墨儒阴阳明杂农家等百家争鸣，万花齐放，岂不是更好？仅凭区几本4书5经，我他妈实在想不通，到底是能兴军强军，还是他们的能富国兴民？大人言之有理，可说到底，
若是四书五经读得通透，便可使人登堂入室，位列朝堂，这才是儒家立足的根本所在。大人明鉴，此事太过重大，不知圣上他。我说老徒啊，依着圣上的性格，你觉着圣上他是否真就喜欢迂腐不堪、早已变质的儒家？圣上雷厉风行，向来是不喜儒家的。聪明，那依你之见，礼部郎中赵如海举不孔家这篇文章，咱们该如何执笔？以卑职愚见，礼部郎中赵如海乃是孔希学亲自举荐，若是由他充当马前卒，率先反儒的话，很好。具体如何做，本府绝不过问。圣上他想来也定会装作不知。你尽管放手，施为先行造势，待本府从倭国回来，就是儒家寿终正寝，彻底退出朝堂之日。大人，您别看他们一个个张口道德、闭口仁义，实际上天下最无耻的就是他们。遥想当初逆贼胡惟庸尚在之时，为捞取权势利益，那些所谓的孔圣门人可没少巴结讨好，金银钱财那可都是成箱的往里送。既然这事交由你来办，那本府也不好袖手旁观。临行之前，给你支个招。嘿嘿，大人出手，必然一击必杀。扫黄。扫黄。大人，何为扫黄？扫黄通俗来说就是抓奸，抓那些以孔圣弟子自居的奸。虽说孔圣他老人家早已羽化成仙，但我等后人也得让圣人好好瞧瞧，自诩为他老人家门下弟子的那些人，到底都是些他娘的什么玩意？抓奸，自古奸情出人命。众所周知，圣上从不踏足污秽之地，也最为不喜污秽之事。只要咱们抓住那些人的把柄，那些伪君子素来最重颜面，到时也只能任凭拿捏。老徒，你这是什么表情？有话直说。大人，逆贼胡惟庸有一回喝多了，私下里和卑职提起过，言圣上他10几年前尚未称帝，与陈友谅决战前夕，逆贼胡惟庸曾亲眼所见。圣上他还有魏国公徐达、信国公汤和、鄂国公常遇春4人乔装打扮亲临烟花之地。还有就是，圣上虽说与马皇后伉俪情深，可圣上曾任吴王之际也金屋藏娇，私会美娇娘，因此卑职担心。老朱啊，老朱，昨晚你说我猴急的时候，您老是如何做到那般的理直气壮？哎，既然话阴差阳错说到这了，我总得替老朱都回来不是？老徒你错了，此事圣上曾和我说起过。与陈友谅决战，不仅事关天下归属，更有关身家性命。圣上以及汤徐长3帅岂敢怠慢？之所以乔装打扮亲临烟花之地，乃是为抓奸，是为了亲眼看看临行决战之际都有哪些人置军政要务于不顾，竟敢在大敌当前嫖妓。圣上为江山社稷，万千黎民殚精竭虑，呕心沥血，真可谓是我等人臣的楷模。想来陈友谅之所以败于圣上之手的原因在这。思路本府已然言明，至于如何抓奸，上哪抓奸，抓奸之后该如何拿捏他们，想来以老徒你堪称丰富的斗争经验，也无需本府多言。应天知府的位置，本府已然向圣上举荐了你。圣上虽不情愿，但看在本府的面子上，总算勉强答应了下来，姑且让你试试。大人，您对卑职的栽培，卑职永视。3件事，你只需办好3件事，本府不仅保证你性命无虞，你今后的仕途也必将一片坦途。还请大人教诲，卑职定当牢记在心，时刻不忘。1. 赌坊妓院每月的份子钱绝不能断，所得银两需尽数用于改善民生。2. 若想长治久安，须得化身修罗，铁面无私。勋贵子弟也好，高官子侄也罢，该抓就抓，该杀就杀，无需顾虑。3. 摊丁入亩，士绅一体纳粮，待到剿灭残垣，平定西南，以应天作为试点，摊丁入亩势在必行。而你必将成为众矢之的的同时，也将获得一个天大的机会，成则流芳百世，败则死无葬身之地。卑职必定谨记。还是那句话，别有顾虑，放手闯吧。今后若想青云直上，一切靠政绩说话。大人教诲，卑职永世不忘。卑职预祝大人此行马到功成，横扫倭国建不世之功。卑职等祝福尊大人马到功成，横扫倭国建不世之功。借诸位吉言，见过信国公。下人不必多礼，走上我府上喝酒去。今日一别，相见有期，大家保重啊。早有传闻说你酒量匪浅，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想来国公爷今日叫在下过府饮宴，不会是专程找在下比拼酒量吧？不瞒你说，朝中将帅云集，人才济济，率军征倭的重任到头来竟会落在我汤和身上。也正因如此，此番征倭之行，汤某这心中没底啊。国公爷与你在万花楼差点抽刀子动手的曹国公李文忠，最后都莫名其妙成了你曹叔，到了汤某这就成了国公爷。小侄见过汤叔。好，坐下说话。明人不说暗话，汤叔认你为侄，
一是某听闻你父母亡于乱世，身世坎坷，孑然一身，汤某感同身受，今后某便是你亲叔。其次，你小子年纪轻轻便杀伐果断，贪官污吏，不法奸佞，当杀则杀，丝毫不为仁义之名所累。你的所作所为都极对汤某还有众弟兄的脾气。汤叔拳圣意，家人明白。说到底，小子不过是遵循本心行事罢了，即便不为世人所理解，受尽千夫所指，万人唾骂，那又如何？说得好，不瞒你说，任你为职，除以上原因之外，也有我汤和的私心作祟。其实汤某有一事相求。无朕此诚如作乌鸡，左顾则左，右顾则右。此言当真是霸道绝伦啊！小侄不得不说，论霸气，您足以比奸汉之霍光。来人，把门关上！没本宫的命令，任何人不得踏足堂中半步。是国公爷。关门！老朱的锦衣卫有多厉害，您不知道。恐怕您老晚上和哪个小妾安寝，坚持了多久，用了哪些姿势，老朱都了如指掌啊。汤叔，要不还是将房门打开？这好端端的把门关上，容易引起不必要的误会啊。两个大老爷们能引起什么误会？虾仁，叔问你个事儿，你须得实话实说。探知霍光这个说辞，是你随口之言，还是？呵呵，其实圣上有话让小侄带给您。大致的意思是，您老当时马尿喝多了，有些事过去了也就过去了，您没必要整日装出一副谨小慎微的模样，他不吃那一套。圣上他真这么说？其实那是说大也不大，说小也不小，把话说开也就是了。至于汉之霍光那句话，不过是出于小侄个人对您的高山仰止罢了。得了吧，你小子轻描淡写的高山仰止，差点没将你汤叔活活吓死。瞧您这话说的，您可是死人堆里睡过觉，血海里面泡过澡的堂堂大帅之一，能被活活吓死？汤某由一介布衣到如今的位极人臣，名望地位荣华富贵，该有的都有了，死又何惧？汤某放不下的无非也就是这一家老小罢了。有道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一个人即便权势再大，钱财再多，就好比霍光一般，生前风光一世，死后满门被屠。虾仁，你我叔侄，有话不妨直言。常言道，水满则溢，月满则亏。人世间的功名利禄，待到两眼一闭，两腿一蹬，谁也带不走。再过不久，朝廷将推行一道令天下为之震动的国策，届时天下黎民将会有无数人因此受益，而有人受益，则自然有人受损。小侄提前告知，一来是希望减小此项国策所面临的阻力，二来古往今来朝廷但凡推行改革，为扫清障碍，免不了要拿一些人的脑袋祭旗。文臣的死活不关我的事，可满朝将帅皆是朝廷柱石国家利刃，小侄实在不愿看到战功赫赫的将帅为了铜锈之物枉送性命。若我所料不错，你所说的国策想来应与土地有关，而朝廷去年所谓的丈量全国土地，也不过是为了先确认天下土地数目，为推行此国策而背书，对否？对，说到底就是一场以土地为骨骼的改革，同时也是有关利益分配的一次重新洗牌。愿闻其详。摊丁入亩，士绅一体纳粮。顾名思义，今后朝廷将不按人头收税，改收土地税。土地多则多缴税，土地少则少缴税或无需缴税。士绅一体纳粮，则是上至亲王权贵，下至地方士绅，朝廷将取消一切特权，该缴的税一个子也不能少。圣上说了，摊丁入亩，士绅一体纳粮的国策势在必行，谁阻谁死。此策称之为开天辟地之壮举，也毫不为过。自打去年朝廷丈量土地之时，汤某便隐隐有所猜测，圣上必然要拿土地下一盘大棋。只不过汤某没想到，圣上这局棋下的竟如此之大。我汤和虽不精通政务，却也清楚摊丁入亩之国策于开国之初推行时机最佳，断然比现如今推行顺畅得多。世间之事向来如此，分配利益之时皆大欢喜，可给出去的东西一旦再想将其收回，后果必然是反目成仇。反目成仇，只怕不止关乎切身利益、世代荣华，可不仅仅是反目成仇这般简单。有道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摊丁入亩必将演变成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否则又何来血祭一说？没错，权贵与天下农户之间的一场有关利益重新分配的阶级斗争，的确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阶级斗争这词用得好，可你小子是否想过，此策一旦推行，你必将成为众矢之的。良田万顷，且不过一日三餐；拥广厦万间，也不过卧榻三尺。功名利禄非我所求，我所求不过是华夏万年，给百姓谋上一条活路罢了。成为众矢之的，那又如何？自古艰难唯一死罢了。小侄已经是死过一回的人了，这一世本来就是老天爷给的，怕个球啊！
功名利禄视如粪土，干大事而不牺牲。若是我家小子有你身上的3分魄力与担当，我汤和即便是现在驾鹤西去，也他娘的足以含笑九泉。汤叔谬赞，小侄愧不敢当。汤叔见多识广，以您猜想，摊丁入母氏之国策最终能否攻成？圣上想做的事，谁阻谁死，死的人多了是也就成了。贤侄，你能提前告知此事，足见有心，多谢了。汤叔言重了，您别怪小侄害得您破财，小侄就心满意足了。破财！我汤和若真糊涂至此，恐怕也活不到今日。水满则溢，月满则亏，钱财本就是身外之物，于我汤和而言，子孙延绵，代代相传，才是头等大事。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与前世的 KTV 和酒吧相比，这才是我堂堂华夏大好男儿该待的地方啊！也不知道后世那些自甘堕落到倒贴洋鬼子、崇洋媚外、看不起我华夏大好男儿的人，若是看到这一幕，当作何感想？靠！虾人，别紧张。姑当初上世吴王世子之际，随父皇教场检阅三军，也被三军浑厚凌厉的气势震慑得说不出话来。教场上的三军乃我大明的守护之神，只需敬重，无需畏惧。紧张？我这明明是激动啊！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几百年后的84年大阅兵，在电脑上重温几10遍的我，能被今日的这场面镇住。你小子穿上这身盔甲，倒的确是英武十足，咱倒要看看，倒是直面大军冲天的煞气，你小子还能否有往日的气魄？没有3两3，岂敢上梁山？圣上您尽管放心，小子绝不给您丢人。既然倭国乃我华夏世仇，且亲手埋葬倭国乃你夙愿，今日咱就如你所愿，后军都督府左都督汤和听令。陈汤和，功陵圣谕。自宋末元初，倭寇便有如复古之躯，乱我沿海诸省，屠我华夏生灵，疑惑至今，不得不诛。今朕封你为征倭大元帅，率大军10万余以征讨。因倭国孤悬海外，鞭长莫及，特赐尔尚方宝剑，许你便宜行事之权。臣领旨谢人。临德殿大学士虾勇侯听令。臣虾人，功陵圣谕。你虽弱冠之灵，却不畏生死，孤身入海，联合张陈2部诛灭倭寇，足见领兵之才。今日得以征倭，你功莫大焉。今朕加封你为扬威大将军，由你另率大军10万，替沿海诸省亡死于倭寇之手的冤魂报仇雪恨。为使你事无掣肘，朕特赐你天子战刀，外可持之征战四方，内可持之节制三军。凡此行不遵军令者，不论品质，朕许你先斩后奏。来了个鸟哩！这船队也忒多忒大了点吧？这怕不得是官船吧？这可不是官船，这是我大明的战船，这可比当初陈友谅的江海号、混江龙大多了。自圣上率我等横扫四方群雄，创建大明，除2次北伐之外，几乎再无大的战事。我吴真从小从没上过私塾，除了操刀子杀人，啥也不会。如今四海升平，我等原以为这辈子驰骋疆场已经没啥指望了，不曾想，虾帅，若不是你，我等这辈子恐怕不是醉死，就是像几年猴过2愣子一样病死。我等大好男儿，即便要死，也宁愿战死沙场，病死醉死老死，也太他娘的窝囊了。虾帅，这杯酒属下敬您，若不是你设法筹措征倭军费，朝廷即便有心征剿，怕也无力。妈，且容我说完，你再饮此杯。昨夜因时间紧迫，来不及细言。唐某只是派人传信诸位，摊丁入母之国策万不能阻。想必诸位或许未必清楚，此事乃是虾人提前告知，为的就是希望我等弟兄到时别不慎被人利用，做了哪只被用来杀鸡害猴的鸡。现如今咱们曾经的一般老弟兄，不是公爵侯爵，也是个伯爵，最不济也捞得个将军统领之职，与20年前苦哈哈的日子相比，可谓是天壤之别。现如今不过是多缴点税，算得个啥？圣上的脾气大家清楚，那可是眼里不揉沙子的主。以往咱们干的那些狗屁倒灶的破事，圣上念在往日的情分，还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这件事，谁若是不长眼对着干，最好先把后事准备好。汤帅说的没错，这事的确是我的主意，也的确让大家损了钱财。但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有时候捞得太多，未必是件好事。虾帅，弟兄们曾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如今天下太平，弟兄们安享富贵，难道不应该吗？安享富贵也得讲究个分寸方法，若分寸过了，方法错了，到头来不仅害了别人，也将连累自己的子孙后代。大家听我给你吹，呸！听我把话说完。我大明的钱财就好比这长江里的鱼都想捞，但这江里的鱼却并非无穷无尽。我等倚仗着自身的权势，固然可以大捞特捞，甚至连起手来吃独食也不是不行。
可一旦咱们贪得无厌、肆无忌惮的大肆捕捞，那反过头来，这天底下的弱势群体，最后连小鱼小虾都没得捞，就得饿死。一两人饿肚皮，或许是能力问题，可一旦天下大多数饿肚皮，那必然是朝廷问题，也势必演变成社会问题，后果将会极其严重。您一向足智多谋，您看看有没有办法能叫这长江里的鱼无穷无尽，叫我大明的上至权贵，下至平民，都他娘的吃个肚皮溜圆。有，只需勾连天下八方之渠，到那时，我大明长江里的鱼自然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了。如何勾连八方之渠？抢夺八方之财，成就盛世大明。那咱们将别人抢了，别人吃啥？运气差的吃刀，运气好的吃炮。当着大明的官，咱们应该考虑的是如何让我大明千万的黎民既能吃得饱，还要吃得好。至于外人吃什么，能否吃得饱，与我何干？从我大明决定远征倭国的那一刻开始，他们的日子怕是也只能过一天算一天了。敢问虾帅，您刚刚说的抢，是让咱们大家伙放开手脚的抢，还是稍稍收敛着抢？当然是放开手脚，痛痛快快的抢上一次了。得了吧你，有的抢就不错了，还想放开手脚的抢？难不成你曹蛮子还想和以前做土匪一样，翻墙入室，将人家蒙元大老爷一家杀个精光不够，还强暴人家的闺女？你也不怕受军法处置？今时不同往日，曹蛮子，你自个受军法处置也就罢了，若是连累了虾帅，我第一个不答应。不瞒你说，之前堂叔对你小子独领一军还存有顾虑，可现如今看来，你小子怕是煞星下凡，天生吃的就是杀人这碗饭。是不是煞星下凡我不清楚，但身为炎黄子孙，在下绝不允血。圣上将你比作冠军侯或祛病，但我敢断言，你小子的志向绝非冠军侯，而是杀神白起。汤帅的确是小子的知己，曾经的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今天你打我，明天我打你，烽火狼烟，民不聊生。始皇未统六国之前，天下何曾有过一天太平日子？战死的疆族，枉死的百姓，又何止千万？杀神白起之名虽历经千载，至今仍被后世文人所诟病。但以我看来，坑杀赵族40万众，换六国归一，天下太平，不仅无罪，反倒是功莫大焉。若此生在下能继白起一波，杀出个大明万世，华夏不朽，炎黄子孙代代相传，即便是受尽天下人唾骂，我他妈也甘之若饴。咋了？咋了？你说咋了？当今世上敢如此堂而皇之的公然到处斥杀神白起为楷模之人，恐怕只有你了。但你的话的确极为有理，以一人之罪孽患我华夏万年，这笔买卖啊！之前我曾听有些腐儒私底下偷骂杀神白起，说什么坑杀将族必遭天谴。我黄斌虽没白起那般大的能耐，却知道非常之事当行非常之事，俺也觉着白起做的没错。小时候听说书的说这段觉着太过残忍，可设身处地的想想，以当时秦国贫瘠的现状，也养不起这几10万张嘴啊！不杀咋办？难不成放回去，让他们回赵国吃饱喝足了，再他娘的接着打？接着打没那道理，那是一统天下的战争，又不是小孩子过家家。那些酸儒知道个啥？看别人挑担不嫌累，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又不是他们。真要是国破家亡了，那些屌人摇身一变老母鸡变鸭，换个主子伺候得了。哼，也亏了那些酸儒成天张口仁义闭口道德，他们若真有能耐，咋不敢上元廷卖弄？人家元廷可不信那套，他们上人家那卖弄，怕是当场就得白刀子进红刀子处。也就是圣上把他们当宝，要依着俺曹朕的性子，非得一个个剁了那些个鸟人，特别是那个老不死的孔希学，基本是没有还他娘的成天卖弄。你曹蛮子要是想死，投江也好，抹脖子也罢，别他们连累大家。圣上的对错也是你能说的。圣上虽英明神武，但之前对那些文人的确颇为宽纵，长此以往难免重蹈若宋文圣武衰的覆辙。曹大哥的话虽有些粗鄙，却也是事实。瞎人慎言。有些话你不说我不说，试问何以纠错？施以补缺，不也是我等人臣的本分吗？汤帅放心，曾经的圣上的确将文臣当个宝，但今后圣上只会视他们犹如一根草。为何？若是有那么一群虚伪无耻却披着一层正义凛然外衣的人，占你家财败你基业，却被你提前识破，试问你是把他当宝，还是当路边野草？至于曹大哥口中的老不死孔希学，待到咱们灭倭回朝之日，再割了他这颗毒瘤。精细到如此地步的地图，若不是亲眼所见，打死曹某也不信。若是当年追随圣上南征北战之时，能有如此神物，咱们驱逐鞑虏的速度能提前2年完成。虾帅，这一幅倭国地形图，便是您之前筹措军费时所说的地图。没错，兵法有云：天时地利人和，三者聚其一，便有3成胜算；三者占其二，则胜算7成；三者俱全，则必胜无疑。如今我大明蒸蒸日上，兵锋冠绝天下。天时已是无需多言，至于人和，想来大家都清楚。倭国如今正处于南北乱世，整个乱成了一锅粥，人脑子都快打成了狗脑子。
因此人和也站在咱这边。此外，异地征战若不知山川河流，不晓大路小道，两眼一抹黑，仅靠一腔热血蛮干，即便逞一时之雄，也势必难以久长。不过，若此行统兵将领能够人手一副倭国地图的话，将来以诸位征战多年的丰富经验，势必会如虎添翼。现在咱们也该探讨一下，此行如何才能以最小的代价犁庭扫穴，将倭国上上下下屠个干干净净。夏帅，难不成您当初在奉天殿筹集军费时所说并非气话？是啊，夏帅，自古以来还从未听说过将一国尽数诛灭的潜力，卑职以为只需给倭国一场刻骨铭心的教训，必将使其认识到自己曾经犯下的错误。从今往后，倭国必然对我大明恭恭敬敬，丝毫不敢再有冒犯之举。若我现在杀了你，再装模作样的挤出几滴鳄鱼的眼泪有用吗？你接受吗？能令你死而复生吗？记住，世间最廉价的东西，就是犯下不可饶恕的罪孽之后，那可笑至极的惭愧。一人作恶，官府惩之；一国作恶，举兵诛之。咱们得让四方蛮子睁开狗眼，好好看看，得罪了苍天或可苟且，可得罪了我大明，就他妈是个亡国灭种的下场。本帅手里的这柄倭刀，乃是原倭寇大首领山下基所有。他曾手持这把倭刀，亲手砍下沿海百姓1800多颗头颅，其中有年逾古稀的老者，有襁褓的婴儿，甚至连怀有身孕的孕妇。不瞒诸位，本帅之所以留着这柄倭刀，不过是想要令其饱饮18万倭畜的鲜血。华夏一人死，须得倭畜100人偿。据汤某所知，仅从至正元年到如今的洪武12年，沿海死于倭国之手的百姓已远远不下50万众。文臣素来提倡以德报怨，可我等粗鄙之人素来讲究有恩必偿，有仇必报。若对于那些手中沾满我大明百姓鲜血的倭畜心存怜悯，试问将那些被倭畜残杀的无辜百姓置于何地？本帅有话素来喜欢说在前头，此行征战自踏上倭国的那一刻起，还望诸位丢掉那所谓的仁慈。咱们得叫倭国上下睁开狗眼，见识见识什么叫穷凶极恶，什么叫暴力自摧，更得让那些3寸丁知道我华夏招惹不得，否则连忏悔的机会都不会有。夏帅军令，属下定当遵从。今日既同坐一条船，我等就是同道中人。既是同道中人，就该戮力同心，用倭畜的那肮脏鲜血浇灌我华夏万千黎民，使其岁忍年丰，用其污秽的皮肉铸就一条令我大明万世不衰的康庄大道，同时也让我等踩踏着倭畜那阿杂的骸骨，谋求一条升官发财的辉煌之路。夏帅这话不仅说到了点子上，直到现在俺才真正弄明白了您之前说的引他江之水入我长江。真到了那时，咱这长江里的鱼，怕是吃腻了也他娘的吃不完。至于倭国的那些畜生，只要我大明百姓能过上富足日子，我管他死不死。说的再多不如做的漂亮。夏帅，您觉着灭倭之战，咱们首先该从哪里入手？倭国乃一个四面环海，这东边放个屁，西边也能听着响，南北都能闻着臭的弹丸小国。咱们做事要么就别做，要么做绝不能让倭国有咸鱼翻身的机会。因此，这第一步必须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将其战船全部摧毁，先斩断倭畜后路，令其无处可逃。届时，四面环海的倭国将变成一只硕大的瓮，而倭畜自然也就成了瓮中之鳖。虾仁啊，汤某不解。按原先计划，无非多等个1年半载，待朝廷腾出手来，我大明50万大军横推过去，屠灭倭国的把握岂不是更大？有时候，对于一件事来说，今天做和明天做，或许就会得到2种截然不同的结果。今天唾手可得的机会，明天未必会有。那些3寸丁，难不成还能连夜扛着倭岛飞天遁的，消失的无影无踪不成？那倒不至于，可在我看来，残垣以及西南诸省的异动，或许就是苍天施舍给倭国的一线生机。是有凑巧也好，苍天怜我也罢，总之，我虾仁绝不会给倭国一丝一毫的机会。若倭国当真受苍天垂怜，气运加深，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将成为我大明的威胁。有道是趁他病要他命，此行再难也得灭了他。只要走狗足够多，倒也未必有多难。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倭国历经100年乱世，彼此杀红了眼。若谋划得当，我等仅需缘木一根，便可翻转泰山。你小子刚过弱冠之年，别总想着打打杀杀，杀性太大，煞气太浓，容易伤人也易伤己。多谢汤帅提醒，不过我既选择了这条路，此生便绝不回头。古往今来，才华横溢的诗人不计其数，然晚辈尤为尊崇诗仙李太白。男儿行当暴力，是与人两不利；男儿是在杀斗场，胆似熊，皮目如狼；男儿从来不恤身，纵死敌手笑相承。愁场战场100处，处处愿与野草青。夏帅，听了您这一段，属下恨不得现在插上翅膀飞去倭国图他个痛快。是啊，李太白的这手男儿行，太他娘的提气了。得了，本想劝你，不成想到是被你小子给
罢了，刚才的话就当我没说。汤叔的好意，小子明白。您无非是担心小侄被心魔所控，丧失了理智。不过您大可放心，晚辈绝不会被杀意所控，沦为傀儡。即便真有那么一天，家人屠戮的也只会是一族蛮夷，绝不会举刀向内。幸好你小子出生晚了10余年，未能与圣上交锋，否则仅凭你这张极具蛊惑煽动性的嘴，以及那积善弄钱的本事，元末乱世谁能走到最后问鼎天下，恐怕也只有天知道了。我这人生性懒惰，既不想争霸天下，也没那能耐。叫我说做皇帝，还不如做个伯爵来的潇洒。您看看圣上，每天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都给累成啥样了？倒也是，国泰民安倒也还好。圣上虽忙碌，却也能抽出片刻闲暇。可如今北边战事将起，西南动荡，圣上他……西南动荡只不过选界之己，待大军横扫改土归流之后，将再无动荡。至于辽东、漠北两地，即便加在一块，想来还不够那素来喜欢兴风作浪的老秃驴一个人折腾。晚辈坚信，待洪武12年之后，漠北残垣也好，辽东高丽也罢，怕是得成为一对同病相怜的亡命鸳鸯。启禀大汗，高丽王率大军10万，距文平已不足30里地。再探，待高丽大军据此10里之外再行禀报。蛰伏了8年，我大元也该是时候潜龙出渊了。大汗，高丽王心寒亲临，是不是由臣前往迎接？从来只有儿子朝拜父亲，又岂有做父亲的迎接儿子的道理？不过玩者不花，吩咐下去，令中军即刻出营列阵，用最威武勇猛的姿态，好好的镇一镇那些远道而来的客人。父皇就不必劳烦平章大人了，不如将此事交由儿臣去办，您看如何？也好，此事便交由你去办。务必记住，高丽虽弱，好歹也有10万可战之兵，与我大元多少有点用处。震慑即可，绝不能盛气凌人。父皇放心，儿臣定会掌握好分寸。启禀王上，据小的查探，大元君臣似乎并没有前来迎接我高丽的动向。知道了，来人，将此人拉下去枭首。怎么回事？为什么？饶命啊，王上！朕早已昭告天下，自朕登基的那一刻开始，由王改称皇，而你却口呼王上2字，仅凭这一点，已是罪该万死。启禀陛下，大元太子天宝奴率大军10万，直奔我军而来。天宝奴，素有传闻，延元亭太子天宝奴雄姿勃发，英武过人。今日一见，果然是名不虚传。已是丧家之犬，竟还如此的狂妄自大，耀武扬威，不知收敛，真是自寻死路。陛下，我等虽与元廷结盟，可元廷来势汹汹，臣特来请示陛下，我军是否列阵以待？国师，依你之见，该当如何？陛下明鉴，虽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元廷目前的确稍胜我高丽一筹。可今日不同往日，自陛下登基以来，我大高丽早已今非昔比，已出具猛虎下山之势。虽说陛下尚处于潜龙在渊的阶段，可一朝风云汇聚，便可龙吟9天，又岂能被区区丧家之犬如此折辱？再者说，求着与陛下您结盟的是他元廷，现如今妄图给陛下您一场下马威的还是他元廷。试问天下岂有如此道理？陛下亲临漠北，按说天元帝本该亲迎，如此才上合天道下合不理，如今却仅派一乳臭未干的质子率10万铁骑前来，这分明是没将我大高丽，更没将陛下您放在眼里。因此臣斗胆谏言，虽说元廷不过虚张声势，但我高丽也该拿出应有的姿态，绝不能令元廷小觑。国师的意思就是朕的意思，记住，绝不能在元军面前堕了我高丽的威风。遵旨，臣必不负陛下所望。列阵。传令下去，让我大元勇士以最快的速度冲向高丽，待1里之外再减缓速度。太子殿下，这似乎有些不太好吧？毕竟高丽现如今并非我大元的敌人。父皇令我全权此事，再敢废话，小心你的人头。国师，国师，看元军这阵势不像是下马威啊！国师，国师，会不会是元廷识破了咱们的阴谋，先下手为强？国师救我！国师救我！见过高丽王，父汗特地派本王前来相迎。好，知道了。哼，现在你有多么意气风华，待时候到了，朕会让你知道什么叫做悲痛欲绝。魏国公有令，关闭4门，元廷大军即将来袭，行人即刻归家。这才过了几年太平日子，又要开战了。若不将暴人彻底灭了，咱老百姓哪有什么太平日子？听说了蒙，这次大战可不同以往，保元可是和高丽联手一块攻打我大明啊！
哎，我看咱们还是别跟着添乱了，赶紧回家吧。二狗子，你他娘的被狗撵了，连你三叔公也丢着不管了。老人家别急，有晚辈遣人送您回家，顺便替您教训一下危急之时只顾自己逃命的堂孙。国事当前，俺老汉就不给将军添麻烦了。俺那堂孙一向胆小，慌乱中丢下俺老汉，想乃三叔公，您在哪？别瞎喊，俺在这。俺三叔公年纪大了，腿脚不便，还望将军恕罪。我炎黄子孙，即便是大难当头，也绝不能丢了孝道。是。启禀殿下，四门关闭，城内百姓也已大不归家。很好，先进城后拿人。这一次，本王倒要看看那些躲藏在阴沟里的老鼠往哪逃。吩咐下去，按计划行事。此次务必将援军的探子一网成擒。如今好不容易觅得了一劳永逸的天赐良机，绝不能让那些阴沟里的老鼠坏了大事。遵命。若非父皇命锦衣卫前来协助咱们，本王万万想不到大都竟藏有如此之多的园亭细作。而且谁他妈能想到，大都城内有名的豪商竟狗胆包天暗通援军，为细作提供窝点。有道是乡外必先安内，内贼不诛可以灭寇。老爷，大事不妙！住嘴！遇事如此慌乱，天塌了不成？让他说，我倒想听听我马相日有何不妙之处。不如就由本王代劳，告诉马家主你何为大事不妙，你看如何？燕王殿下亲临，还不速速参拜王驾？草民马相日参见燕王殿下，不知殿下亲临，有失远迎，还望恕罪。都说马家父的刘游，今日一见，果然不假。王爷，本王没让你说话之前，马家主最好还是别自作主张。敢问燕王殿下，我父所犯何罪，竟让你这般有恃无恐，公然率人闯入府中？殿下将就翻大都，便如此，难道就不怕治下的百姓寒心吗？这话说得好，不过本王自然不会叫治下百姓寒心，却会叫治下的宵小之徒胆寒。看你吃的膘肥似猪，皮光肉滑，看来这些年暗地里勾结园亭，没少捞取不义之财吧？殿下明鉴，我马家虽颇有家资，却是3代经商所获，从未以阿杂手段巧取豪夺。身为堂堂汉人，我马家也从未与园亭暗中往来，还望殿下明鉴。照马家主所言，倒是本王误会了马家。不敢，我马家颇具家资，难免招人嫉恨，恶语重伤。殿下初来乍到，生出些许误会也在情理之中。草民听闻园亭欲与高丽联手攻我大明，草民虽是升斗小民，却也知国家大义，愿为殿下效绵薄之力。无论粮草或是金银，殿下尽管开口，草民绝不推辞。马家主果然是一片担心。倘若我大明的富甲豪商都如马家主一般，那我大明他真就完了。殿下口口声声说我马家暗通园亭，不知有何证据？若殿下费尽心思的栽赃陷害，只为榨取马家钱财，那大可不必如此。殿下尽管说个数，我马家双手奉上就是。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别认为自个儿做的烟杂事神不知鬼不觉，你要证据，本王给你就是。来人，将咱们刚刚从老鼠洞里揪出来的奸细通通押进来。马家主，假山里面挖洞藏人的那一套已经过时了。这可真是天要灭我马家啊！素有传言说马家主不爱钱财，乃是一位心存国家大义之人。本王不解，马家主既不为钱财，那暗中构合园亭为的哪般？不爱钱财，草民不过是假借清高之名，更好的摄取钱财，同时也更好的隐藏自个儿的狼子野心罢了。事已败露，草民无话可说，要杀要剐，悉听尊便就是，又何必与草民穷途末日之际提出如此可笑又难堪的问题？两军尚未交战，没想到我大都城内倒先一步血流成河了。出卖国家，谋取私利，万死也难恕其罪。此等败类杀得越多，于大明江山社稷而言，便越为稳固。常言道，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倘若他们不死，终有一日会撬动我大明江山。一旦社稷不稳，黎民必然遭殃。可惜锦衣卫出现的晚了些。若8年前第2次北伐，能一举将大都城内的奸细肃清到如此地步，勿使消息泄露，我徐达又岂会败于那王宝宝之手？岳父不必介怀，您南征北战，乃我朝毫无争议的大明第一帅，半生戎马也不过西逢易败罢了。再者说，王宝宝虽已作古，可此战若能全功，一举灭了苟延残喘的暴元，便足以令您与魏霍比肩，名传千古。至于锦衣卫，的确精进干练，形如狂风骤雨，可办起事来却又是润物细无声，不露半点破绽。是啊，锦衣卫就犹如圣上的眼睛，今后这天下将没有任何人任何事能瞒得过他的眼睛。岳父老了，
若这一仗能一举灭了残垣，我估摸着今后也只能在应天养老了。有那虾人天天在圣上面前极力怂恿，再从倭国搬来金山银海，再加上你曾提及的那什么红薯、土豆、玉米等极为高产的农作物，可想而知，届时若财力物力俱都暴涨，以圣上的性格绝不会甘于现状。或许有朝一日，我大明真能开拓一片不亚于蒙古巅峰时期的巨大疆域，届时以你的文韬武略，定会大放异彩。若真有那么一天，殿下到时候大可请做圣上，许你海外建国，成为真正的王。此事早已敲定，自虾人献出天下图的那一晚上，便已向父皇提及此事。父皇也已应允，大多不过是我朱棣暂时的落脚之处。只待夺取倭国金银之后，凡16岁以上皇子将各率10万兵，凭自个儿的本事打下一片属于自己的王国。若真有那么一天，所谋尽都成真，那可真就应了汉朝那句霸气绝伦的话了。凡江河所至，日月所照，岂归我大明所有？父皇雄视万里，顾盼八方，他的儿子又岂会是软蛋孬种？如今我大明兵锋冠绝天下，如若再补其唯一的短板，横扫四方，蛮夷天下归一，不过是时间问题。殿下，难道你从来没想过，万一倭国的巨大财富乃是虾人为了灭倭而杜撰？如此之大的一张饼，若到头来，决然不会。为何？启禀徐帅，燕王殿下，都督府外有一人声称是锦衣卫，说是从北边而来，有重大军情告知。快有请。都督府人多眼杂，需替其遮掩行藏，将其带入书房，别让人看见。遵命。没想到那老秃驴竟凭那条极能蛊惑人心的舌头，当真促成了对残垣一击绝杀的天赐良机。去，将朕的万国酒速取来。按说贫僧乃方外之人，本该是一切犹如梦幻泡影，可这马乃酒比之陛下您的万国酒，简直……国师既为方外之人，就更应实话实说。这马乃酒入喉犹如刀割，的确是让人难以下咽。此等糟粕与朕的万国酒相比，就好比天上的云彩和地上的污泥。成天卖弄你那狗屁不通的文采，若非老衲定力惊人，只怕早已吐了一地。陛下不仅学究天人，更是心细如发，不愧为一代旷世雄主，贫僧钦佩之至。若非国师目光如炬，一眼便发现了朕这颗深埋于沙砾之中的旷世明珠，朕即便是富有经世之才，也唯有抱憾深埋地下。若非国师相助，朕又岂能有今时今日的成就？国师虽为方外之人，却身怀绝世之谋，犹如朕的子宫，让朕横空出世，助朕成就一番大业。但叫你我君臣同心协力，残垣算什么？大明又算得了什么？叫他们通通臣服在朕的脚下。有道是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陛下犹如皓月当空，贫僧以一介萤火之光，有幸相伴左右，唯有以死相报。很好，只要你我君臣联手，先谋漠北，再……陛下，如今正处极为紧要的关头，须防隔墙有耳。若消息一旦泄露，后果不堪设想啊！泄露又如何？难不成已成丧家之犬的残垣，还敢与朕为敌不成？陛下何等霸绝天下的人物，残垣自然不敢与您为敌。即便是濒死的老虎也容不得猴子撒野，一旦消息走漏，残垣不将你这草包剁成肉泥，那才是多多怪事。丧家之犬就是丧家之犬，做起事来竟如此拖拉。朕已率大军赶到，竟说什么休养3天，待恢复精力再举兵南下，如此磨蹭，这岂是做大事的姿态？横竖也就是3天罢了，陛下就当大发慈悲，且看在残垣待客还算周到的份上，让他多活几天吧。只怕夜长梦多啊！国师，朕让你办的事办得如何？大明那边可有回信？朕可不希望朕殚精竭虑的一番苦心谋划，关键时刻却被大明拖了后腿。启禀陛下，臣蒋桓有要事求见。是不是大明回信了？吾皇英明，臣还未来得及禀报，陛下却早已洞悉一切。启禀陛下，此乃大明回信，请陛下过目。高丽皇帝陛下亲启。这可真是大丈夫不可一日无权呐！遥想几个月之前，朕还犹如一条丧家之犬，被大明官兵一路追杀。然斗转星移，一转眼朕便一跃为95之尊，与大明诸皇帝平起平坐。如此看来，待此战漠北为朕所有，仅需朕御笔书信一封，料想那位老不死的诸皇帝必会将那姓夏的小畜生双手奉上。不知我大元的饮食是否入得贤侄的眼？如鲠在喉，难以下咽。贤侄快人快语，不像南蛮子那般虚伪。我蒙古男儿素来敬重直言之人，不喜那虚伪造作之徒。来朕与贤侄共饮一杯。大汗乃元廷大汗，朕乃高丽皇帝，今两国结为联盟，贤侄之称似有不妥吧？再者说，大汗也仅比朕年长8岁，朕着实费解，贤侄之称从何说起？众所周知，国主您的生母不仅是我大元郡主，同时也是我大汗的堂姐。
因此众所周知，朕的父王因谋反逆天，已被朕亲手诛灭。因此，他是他，朕是朕，绝不能混为一谈。精神错乱，狂妄自大，不知进退，目空一切，这不恰恰是一位极为趁手的利用工具吗？这种人须得顺着来才行，只需给足其面子，一切好说。姑且不论国主与我大元无可争议的亲属关系，且说当年的高丽不过是我大元统治下的征东行省，仅凭这一点，我父皇称你一声贤侄，又有何不可？当年先祖无能以致高丽蒙羞，现今由朕执掌的高丽，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令先祖无能，却好歹也是个完整的男人，不像国主你。逆子，给朕闭嘴！你刚刚说什么？朕没听清楚。国主勿怪，这逆子被朕给宠坏了，以致不知天高地厚，当众胡言乱语。逆子，朕命你立即向国主赔罪，再给朕滚出去，领50军棍。赔罪就不必了。我儿虽言语有所冒犯，可他毕竟还是个孩子，国主没必要如此拔刀相向吧。孩子，那姓夏的狗才对朕下毒手的时候，朕又何尝不是个孩子？朕乃一国之君，又岂容他人冒犯？若非念在两国结盟的份上，此人现在早已成为了一具尸体。给朕记住，今后谁若胆敢在朕的面前提及此事，朕必然与他不死不休。父皇，您怎么了？按时间推算，那小子想必已到杭州了吧？沿长江转大运河，便可直达杭州。此时正值春夏更替季节，可借东南风一路顺流而下，想来早已抵达杭州。怎么，父皇又想起虾仁来了？那小子没走之前，为促使蒸窝尽快成型，3天2头的进攻给咱画饼。现在倒好，这一放出去，直接将咱给抛到了九霄云外，他娘的连个信都没有。父皇，这可不能怪人家虾仁啊。难不成怪咱？父皇莫不是忘了，因虾仁自丑，被您老嫌弃，您亲口说过，叫他有啥事面谈即可，别用那一手狗耙子污了您老的眼。还真忘了这茬。不过咱是说过叫他有事面谈即可，可那小子现如今远在千里之外，难道还要面谈不成？来封狗耙子偶尔污咱的眼，又有何不可？关键虾仁离京也才几天，没啥大事，信中说啥？难不成专程来信给父皇您说一声，圣上，臣已平安抵达了杭州，切勿牵挂。都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彪儿你倒好，从那小子的身上倒是学会了和父皇抬杠了呀。父皇此言差矣，虾仁直言不讳，不正如唐之魏征吗？唐之魏征，他哪能和那小子相提并论？所谓的帝王之道，无非是识人、用人、育人之道，以及帝王手把手传授如何处理军务及政务的能力罢了。倘若魏征真乃千古征臣，便绝不会对李世民占其嫂、占弟媳，并将太子建成及齐王元及子嗣诛灭殆尽之举。视而不见，无动于衷，此为不忠不义。父皇，儿臣以为，咱知道你想说啥，先听爹把话说完。咱并非说魏征一无是处，可说到底，身为元太子近臣，与那李世民一样，都是出于需要罢了。有道是时军路中军事，身为朝中重臣，若只会找问题而不会解决问题，此乃无能。儿臣明白了。唐太宗刻意抬高魏征，即为了稳定建成太子的旧部，同时又可向世人展露自己过人的胸襟。而身为建成太子的旧部，太子败北，犹如身处悬崖边的魏征为了保命，彼此心照不宣，极为默契地履行起自身的职责。彪儿，你的悟性非常好，但你得死死地记住，看人查事须得一层一层地包下去。《史记》虽是一本书，却是由血为墨笔录而成，江山更是由无数的累累尸骨垫为基石铸就的江山。你别看虾仁那小子平日里做事看似仗着咱的宠幸横冲直撞，其实那小子早已摸清了咱的性格，也极为清楚咱的需要。那小子往往化繁为简，以最粗暴、最直截了当的手段达成自己的目的。当时被胡惟庸当场捉到，一拳将人打翻在地，是何等的干净利落。钦差山东赈灾，无需朝廷的1钱1两，不择手段却被冤枉一人，来回不过旬月之间便已攻城而退，还顺道给咱带回了200余万两，是何等的精明干练。任职应天知府，这才过了多久，便集青天修罗之名于一身，百姓人人称颂，令纨绔退避，宵小胆寒。虽光定为贼人所虏，却临危不乱，翻云覆雨之间，便将倭寇及方部余孽诛灭殆尽，以利为引，1日之内便筹集了上千万两的征倭军费，只为先下手为强，替我大明诛杀海外那头尚未长成的狼崽子。启禀陛下，杜赦传来书信。好样的，姚广孝！此计若成，3日之后，这天下将再无元廷。虾学士您就放心吧，前些10日火器弹药运来之际，老夫全都细细检查了一遍，
绝无以次充好之事。韩国公说的没错，我已通通检查了一遍，火器弹药皆无差错。有道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大明本就陆战无敌，如今有了他们，从此亦将称霸海上。虾帅说的没错，自100艘苍龙号，足以令我大明海军从此无敌于天下。开嗨，虾人呀，老夫有一事相求，不知能否应允？李叔贵为当朝国公，在下只不过是区区伯爵，能帮到李叔你什么忙？虾学士太过自谦了，你如今虽是伯爵，可论及圣宠朝中，可谓是无人能出其右；论及秉性能力，更是。李叔啊，除圣上之外，你我认识的最早，有话直说，若是不为难，在下应了你便是。虾学士快人快语，那老夫也就不兜圈子了。不瞒你说，老夫这辈子早已无憾，唯有犬子任性使气不成气候，让老夫操碎了心。有道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老夫思来想去，倒不如驸马爷身份尊贵，又曾与在下发生过冲突，而在下的脾气又容易冲动。李叔您这不是所托非人吗？再说了，身为堂堂驸马，即便是在下答应，也需得到圣上的准允。大军赶路要紧，可没时间在此等候。虾学士，你应允便可，其他老夫早已办妥。逆子还不赶紧滚上来！知道了，爹，孩儿来了。自古英雄出炼狱，醉生梦死难成器。虾学士，犬子就交给你了。他若敢出什么幺蛾子，你尽管放手施为，老夫绝无怨言。也罢，看在你爹的面子上，本帅便应下此事。但有一点，本帅须得把话说在前头，军中没有驸马，唯有军法。知道了。错，待会拖下去罚5军棍。曹将军，你告诉他错在何处？驸马，李校尉，你须记住，军中答话须得声音洪亮，有男儿气势。再者，军中没有知道了这3个字，唯有遵命2字。本虾帅，倭人传下郑雄求见。其儿，你须得记住，要想抬头挺胸做人，须得先学会弯腰。今后虾人坐哪你站哪，多看多听多学，别乱插话。父亲放心，有道是吃一堑长一智，人若是没本事，皇帝都能被人拉下马，更何况我一个有名无权且身无长技的驸马。传下郑雄见过主人。传下，本帅再问你一遍，你当真甘为我大明奴才？回主人，郑雄不仅愿为大明走狗，也是对您忠心不二的奴才。很好，有我大明罩着你，天皇之位非你莫属。但郑雄啊，你又能替我大明做些什么？主人放心，一旦奴才主掌倭国，必然上呈国书，生生世世臣服大明，朝贡大明。就这。若仅仅是这样，待我大明攻陷倭国，随意扶持一人成为天皇，又有何不可？本帅问你，自元而时，我沿海百姓枉死于尔等倭寇之手的这笔债该怎么算？郑雄愚笨，还请主人明示。那好，本帅就明白的告诉你，此次大明远征，一为长治久安，二为血债血偿。请主人直言，倭国该怎么做，才能消除大明的怒火，抵消以往的仇恨？3件事：一、收拢倭国子民为我所用。2. 待你成就天皇之位，倭国须得赔偿我大明1000万两白银，1个子也不能少。3. 本帅粗粗算了一下，自元而时，我华夏枉死于倭寇的百姓早已不下50万众。不过看在你的面子上，本帅就给你打个对折，1赔5即可。而本帅看在你我一见如故的份上，也就象征性的提出3个条件，已经很给你面子了。郑雄啊，你又何至于此？坐地上容易着凉，来跪着说话。谢主人，主人，倭国有错在先，奴才本不该与您讨价还价，但不该死的人也已经死了，关键得为活着的人着想。大明有句话叫做远亲不如近邻，倭国毗邻大明，可谓名副其实的近邻。郑雄以为仇恨不应延续，邻里之间应和睦相处才是。你以为什么时候轮得到你以为？不要忘记自己的身份。主人息怒，郑雄绝无他意。照你刚才所言，以往种种，咱们大家握个手，从此一笔勾销。为了那所谓的2国邦交，我大明是不是不仅应该免去那1000万两赔偿？为彰显我大明的仁义无双，是不是我大明还应以德报怨，倒贴1000万两替你倭国重建家园奔小康？奴才万万不敢有这等想法。那你是什么想法？倭国几百万众，想来欲为天皇甘为我大明走狗的倭人不计其数，并非你不可。为弥补倭国曾犯下的过错，奴才愿竭尽全力，以2000万两白银向大明赔罪，只求主人看在近邻的份上手下留情，勿以倭人子民的性命偿还。本帅明明白白的告诉你，这3个条件乃是本帅的意志，绝无讨价还价的余地。即刻给我滚出去，用你的猪脑子好好想想，答应你将会得到什么，不答应你将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是，奴才告退。虾人呀，你如此折辱此人，
这川下正雄即便是答应下来，怕也不过是为求保命，虚与委蛇罢了。不错，以倭人一贯的秉性，即便是川下正雄答应下来，也绝不足信。更何况我等此行是为了战旗的夺奇才，将倭国上下屠戮一空，你又何必？在下心中的执念，现在的你们是不会明白的。野兽再凶，也不过是临终称王，又怎及霸道凶残、睥睨天下的凶兽？正所谓不疯魔难成活，我大明欲成霸业，只需无敌便可。本帅没读过什么书，却也明白一个道理：血债须得血来偿。我等众弟兄与倭寇皆有深仇大恨，自不会手下留情，做他娘的以德报怨的蠢事。但弟兄们却担心，待战事过后，万一有迂腐大臣向陛下进言，参奏我等手段太过残忍，到时朝廷是否会秋后算账，问罪我等。天理昭彰，报应不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何罪之有？一句话，天塌了，有本帅顶着，你们只管放开手脚，放心大胆的干。如此慌张，莫不是出什么事了？老爷，大事不好了！老奴刚收到消息，有大军深夜入城，不下10万之众。此事当真？禀老爷，石南小的亲眼所见，具体人数小的不知，但绝不下于10万之多。且人数虽多，却并不嘈杂，怕是朝廷精锐。何人领军？主帅是谁？帅旗为徐朱两面。小的当时藏身于屋舍之内，大军路过之时，曾隐隐听到徐帅2字。魏国公徐达、燕王朱棣，果然是他们2人领军前来。可恶，竟敢坏我大事！老爷，现在咱们该怎么办？慌什么？咱们与袁廷之间的关系极其隐密，即便所谋不成，亦无他天之祸。你即刻派一众干将出城，将刚刚探得的消息告知袁帝，提醒他们务必。阮家主何必多此一举？你手下的干将本千户全都给你请来了，有何吩咐？阮家主大可当面交代。你们是什么人？竟敢私闯民宅？难道就不怕国法森严吗？大祸临头了，竟又想起了国法，脸皮如此之厚，难怪挣得如此家业。不过勾结残垣以出卖国家的手段，敛得再多的钱财，你阮氏一门怕也是没命享。来人，给我拿下！无凭无据，你凭什么说拿人就拿人？老夫的妹婿可是居庸关从吴平武义将军，尔若敢乱来，他绝不会与尔等善罢甘休。阮家主就不必自报家门了，凡涉案与你有关之人，尽已成擒，你那妹夫自然也不例外。放心，黄泉路上，阮家主绝不会感到孤独寂寞，倒是不仅会有你的一家老小陪着你，且无需多久，你暗地里认的主子，也必会协同袁廷上下一块下来陪你。大汉，再有50几里就是伪名第一雄关居庸关了。一旦居庸关落入咱们手里，尽可进逼大都、雄氏、河北、山西等地。如若战事遇阻，我大元亦可随时退入关外，保全我大元的实力以作后土。不错，居庸关乃兵家必争之地，一旦为我大元所有，进可三面猛攻，退可远遁漠北，将使我大元立于不败之地。以微臣料想，势必以重兵防守居庸，将我等御于国门之外。哪来那么多的重兵？如今魏明西南半壁烽烟四起，辽东有高丽大军压境，云南更有我大元的20万兵马，真实在想不出，你贼朱元璋还能抽调出多少精锐兵马，与我大元一决高下。请恕臣等愚昧，还望陛下替臣等解惑。魏明兵力虽重，然漠北草原与魏明接壤之地，不下于几千里之遥。以逆贼朱元璋的性格，定会在边境薄弱之地设以重兵驻守，而居庸关乃人所攻之的铜墙铁壁所驻之兵肯定不多。为迷惑魏明，朕早已命人暗中放出风声，欲从相对薄弱的陕甘2省南下中原。为不使此次行军路线被大明提前侦知，朕于3日前才定下此次行军路线。即便是被魏明侦知，区3日，逆贼朱元璋也断然来不及调集重兵驻守居庸。然以居庸现有的几万兵力直面我大元100万雄兵，无异于螳臂当车，传令下去，不惜一切代价，务必在天亮之前攻下居庸关。圣主出世，我大元崛起有望啊！圣主出世，有老衲在此，你们的圣主连同你大元上家，也唯有出世的份。都他妈死到临头了，袁廷上下这群棒槌，还他妈如此欢畅！此战能否尽歼袁军主力，此地便为关键之所在。徐帅，关沟可是位于我居庸关之内，设伏关沟便意味着将居庸关拱手让给袁军。一旦居庸为袁军所有，即便关沟设伏成功，又如何能够将袁军主力一网打尽？还望徐帅三思。事已成定局，燕王殿下，就由你来向诸位言明详情吧。遵命。
宣德侯刚才所言俱都在情在理，然而却不知详情。此战我大明要的并非是御敌于国门之外，此战我大明要的是一劳永逸。仅此一战，将袁廷连根拔起，令其永无翻身之日，而后再剑指漠北，将其融入我大明版图，永除漠北之患。不瞒诸位，时至今日，一切都已布置妥当，袁军亦已入钩，亦可实情相购。高黎明为袁廷盟友，实则却是咱们的人，为谋划此事，包括高黎国内的政变，也是出于我大明的手笔。此战机万事难寻，圣上也早已知悉，诸位无需存疑，照徐帅军令，各司其职，务求一战定乾坤。本帅清楚诸位心中的疑惑，无非是觉得高丽是否可信。高丽联合我大明坑害袁廷，所图为何？今已如箭在弦。本帅且长话短说，之所以有今日之局面，其实皆出于夏学士当初鸿胪寺的那一脚。因夏学士丧尽天良一脚，令杀兄弑父夺位的高丽王兴汉已处于一种半疯癫的状态。否则以高丽那弹丸之地的实力，但凡以正常人的思维，断然不会如此不知天高地厚的公然称帝。难不成现如今的局势，早在鸿胪寺之时就已在夏学士的谋划之中？这还用说？若非早已在夏学士的谋划之中，又岂能有如此环环相扣、看似匪夷所思，实则合情合理的绝世之谋？启禀徐帅，此后刚刚来报，敌军已逼近20里之外。夜间急行，竟有如此速度，看来袁帝对居庸关势在必得啊！启禀徐帅，夺舍飞鸽传书。哦，此战将再无悬念，众将听令。禀大汉，居庸城头虽遍布伪名军士，却颇显慌乱。直面我袁廷100万大军，区区几万贼军虽据雄关在手，又岂有不慌不乱之理？大汉，一切均如您所料，逆贼朱元璋果然未曾向居庸增添兵力。那是因为贼首朱元璋认为居庸作为大都的西北门户，即便战事一起，亦可迅速派兵增援，绝无失陷之虞。大汗，居庸距大都近在咫尺，2日之内若攻之不下，只怕……大汗，强攻居庸势必死伤惨重，攻城之重任何不交由高丽？待时机一到，我大元再坐收渔利，岂不是更好？汉人还有一句话，叫做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各怀鬼胎，终究难成大事。这高丽王虽看似不似常人，实则却受不得半点委屈。一旦提及此事，必与我等反目，即刻以响箭传讯，让咱们的勇士以及那些汉人走狗立即行动，只待城内一乱，大军即刻出动，务必以排山倒海之势强势攻下居庸关。此次我贝尔至今托古斯铁木儿，亦要将中原腹地脚踏个天翻地覆。启禀大汉，贼军甚是顽固，我军死伤5万余人，连续猛攻2个多时辰，居庸关仍是巍然不动。那依你之见，该当如何？臣前来只为告知大汉，在我袁廷大军的猛烈攻势下，居庸关虽看似稳如磐石，实则早已后劲不足。因此，臣特来请大汉准臣再调拨大军5万，日落之前，臣定然攻下居庸。准。若晌午之前仍无法攻下居庸，朕便用你的头颅祭奠那些战死的勇士，兵贵神速，唯有尽早拿下居庸，才能不使徒增变数，以致功亏一篑，懂吗？懂，臣懂。臣即便拼了性命，也一定替我大元拿下居庸关。大汗，咱们的大军攻上城头了，居庸关是咱们的了。大汗之谋，当真是神鬼莫测，一切尽如您所料。夺下居庸，大都西北门户一开，北方诸省从此将任由我袁廷铁骑肆意驰骋。我大元势必在大汗的率领下再次崛起，重回往日荣耀。传令下去，待居庸城破，攻城大军先暂作休整，大军主力随朕一道直奔大都。朕己准备不足，我等须以风卷残云之势横扫北地。弟兄们，敌军势大，居庸守不住了，咱们须得保住有用之身，万不能再叫大都落入袁军手里。弟兄们，跟着我撤往大都。今侯有令，弃守居庸，即刻撤往大都。演戏真他妈不是人干的事儿！为了不露破绽，竟他娘的战死了老子2万多弟兄！等着吧，好戏才刚刚开始。这蛮子当真可恨至极！居庸关一战，让本长义手下的勇士死伤大半。谁叫咱们运气不好，担当了攻城重任呢？认命吧！在漠北足足憋了近8年，原以为此次南下能建立一番功业，哪曾想咱们几个现在只能在这里守城。怎么，诸位可是对我父皇的命令有所不满吗？太子殿下明鉴，我等只是不该镇守后方镇财报院几句，绝不敢对大汉有丝毫不满。居庸在手，我们原则可全力进攻伪民，如若战事不顺，亦有一条退路。如此重要的，启禀太子诸位将军，大事不好了！高黎大军他是不是高黎那枚卵子的心寒背叛了我大元？禀太子，背信弃义的高黎大军本该随大汉直奔大都，竟突然无耻的调转枪头朝咱们杀过来了。高丽竟如此光明正大的背弃盟约，真是狗胆包天！区区高丽竟敢对我大元下黑手！
高丽云脑子里装的都是浆糊不成？前有居庸在我等手中，后有大汉亲率的几十万人马，高丽此时向我大元发难，这不是明摆着找死吗？都给我闭嘴！传令，即刻点燃狼烟，一来向父皇示警，二来告知父皇，居庸有失陷之虞。如今我大军尚未走远，只要父皇加以戒备，及时调转兵马，区10万高丽蛮子就只有待宰的份。遵命，卑职即刻去办。尔等还愣在这里做什么？即刻前去镇守城关，无论如何，居庸关绝不容有失。另外派大军前去抵御高丽叛军。遵命。是不是高丽叛军即将攻向城关？不是高丽叛军，是伪明秦王晋王率大军围城。贼军有多少兵马？禀殿下，贼兵铺天盖地，绝不下15万之众。不可能！3日前，父皇收到我援军细作回禀，沿驻守西安的秦王及驻守太原的晋王皆无调兵迹象。现如今你却跑来说什么秦晋二贼王率大军围城？难不成此二贼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成？太子殿下恕罪，城外敌军却是打着秦晋二贼的旗号，末将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啊！暗通高丽命其假意与我大元结盟，再弃居庸，待我军进城，再断我后路，瓮中捉鳖。伪明此谋，竟欲将我大元上下一网打尽，好一条毒计！如今外有伪明敌军压境，内有高丽叛军作乱，殿下咱们该怎么办？慌什么？敌军不是还没杀过来吗？尔等即刻按乎刚刚吩咐的去办，各司其职。今已点燃烽火，最多坚守1个时辰，父皇必然率军回援。殿下，伪明即费尽心机，设了如此阴毒的计谋，或许我大军主力此刻早已陷入险境之中，自身难保啊！这什么味道？怎么越发的刺鼻？不好，地上倒有火油！不好，有埋伏！大喊小心！咱们中了敌军的埋伏，快撤！大家都别慌，跟着朕杀出一条！不好了！大喊，高丽大军他叛变了，咱们中计了！魏明可真是煞费苦心呐！好一招环环相扣、步步紧逼的毒计，竟欲将我大元尽数埋葬于此。大汗，如今局势万分紧急，再不设法突围，咱们大元怕就真的完了。我20万大军，如今尽数堵在这狭长的关沟内，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是为兵家绝境。魏明贼军伏兵无数，向前唯有死路一条。好在通往漠北的居庸关尚在咱们手里，为今之计，唯有调转兵马，以最快的速度将那背信弃义的高丽狗贼尽数杀光。唯有如此，我大元才有一线生机。我蒙古族的无数勇士们，因朕无能，中了贼人毒计，朕死不足惜。但即便是死，朕也要带尔等杀出一条血路，杀出一条通往居庸关的生路。我大元的勇士们，跟着朕杀！今日关沟这一战，与当年的孙膑设伏于马陵道何其的相似，只不过当年的魏国经马陵道一败，也仅仅是一蹶不振、痛失霸主之位罢了。然今日的关沟一战，我大明势必斩草除根，以风卷残云之势横扫漠北，不留后患。这天下从此将不会再有大元。徐帅，元军虽已成梦中之鳖，但为稳妥起见，索性就让末将率军出击，在元军背后给他补上一刀。不急不急，火候未到，元军已为笼中兽，为求活命必奏困兽之斗。今局势已定，元廷再无翻盘的可能，我等又何必增添无谓的伤亡？且元军回返途中，既有高丽拦路，亦有燕王伏兵未出，唯有将元军仅有的一口锐利消磨之后，才是将其置诸死地的最佳时机。再者说，秦晋二王已率大军赶到，天元帝若战死关沟，倒也一了百了，否则他将会体验到什么叫做前所未有的绝望。星汉，你这背信弃义的无耻狗贼，竟公然背叛盟约，可知世间还有羞耻二字。汉人有句话，叫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背而至今，要怪就怪你自己蠢，蠢到天真的以为我高丽竟会与你大元结盟，蠢到你大元在世人眼中早已沦为丧家之犬，却无自知之明，竟妄想还有翻身之日。龙游浅滩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汉人的这句话，朕今日算是明白了。心寒小儿说的没错，的确是因为朕的愚蠢，将我大元陷入生死存亡之境。大汗无需与纳入入口小儿做口舌之争。如今我大军主力尚存，只需杀退高丽贼兵，便可同居庸关内的几万人马撤往漠北，待休养生息，最多不过几年。以咱们的实力，必有卷土重来的那天。前有豺狼，后有猛虎，我大元真的还有机会吗？心寒狗贼，贼首朱元璋到底许诺了你何等惊人利益，以致令你竟至唾手可得的辽东于不顾，更不惜背上背信弃义的骂名，也要出卖朕。辽东与广阔无垠的漠北相比，区区辽东又算得了什么？
朕费尽心机，殚精竭虑，日夜谋划，不曾想到头来竟是与一疯子结盟。朕何其可笑，大元又何其无辜。庶子小儿，你但凡还有半点智慧，也绝不会相信如此荒唐的承诺。且不说事成之后，贼首朱元璋是否会信守承诺将漠北拱手相让，即便如此，凭你区区高丽小国的实力，今后又该如何在各方不足多如牛毛的漠北立足？朕的盖世之谋雄才伟略，尔等草包又岂能明白？若元廷上下尽都是智者，如何会被汉人驱赶，夹着尾巴逃回荒漠？星寒，你的图谋的确是惊天地泣鬼神，可却犹如水中月，镜中花，极不现实。且以伟明的所作所为，我大元若亡，高丽早晚被伟明鲸吞，倒不如与我大元联手，让出一条路，从此与我大元守望相助，联手抗击伟明。与尔大元联手，无异于与诸合谋，不是联手送死，就是联手做一对缩头乌龟。你大元早已日薄西山，而我高丽在朕的主宰下，国力蒸蒸日上，兵锋无敌天下，朕又何须与尔等联手？别妄图说服朕放尔等一条生路。今日即是你大元的死期，也是我高丽的崛起之日。星寒小儿，高丽有你这等愚蠢狂妄的国主，势必此人胡言乱语，神志不清，只愿不必与他枉费唇舌。今日我大元上下即便死绝，也一定要将这甘为伪名走狗的高丽拖进18层地狱。高丽大军战力如此不堪，也亏得那星寒竟是那满嘴鬼话连篇的老秃驴为肱骨重臣，听信了那什么横扫天下的鬼话。殿下，高丽怕是顶不住了，咱们要不急，残颜主力既已入了关沟，就已是十死无生，不妨趁此机会让其替我大明多除去一些反复无常的高丽大军，卧榻之侧又岂容他人酣睡？横扫漠北只不过是个开始罢了。星寒小儿，睁开你的狗眼看看，若你再冥顽不宁，大元高丽今日唯有同归于尽的下场。用你的猪脑子想想，伟明若真有心与你结盟，又岂会在这时候仍不现身？这难道不是有意让你我互相残杀，他好坐收渔翁之利吗？国师，你不是说早已和大明谋划妥当吗？为何之前说好的前后夹击援军，现在反倒成了我大高丽独抗援兵？大明兵马却连个鬼影也不见。这不明摆着是借刀杀人之计吗？诛灭元廷的同时，也顺带消耗你高丽的军力啊！如此愚蠢的问题，你竟还要向老衲问个究竟？阿弥陀佛，世人皆有私心，大明又岂能例外？不过陛下不妨换个思路想想，大明此举恰恰证明了其忌惮我大高丽，忌惮陛下您的雄才伟略啊！岂有此理！朱元璋那老家伙竟出于忌惮于朕，抢先一步下手，背后捅朕一刀。汉人有句俗话，不遭人即是庸才。你说的这些朕都清楚，不过既已洞悉了大明的险恶用心，朕又岂能叫他如愿？陛下说的极是，高丽虽实力雄劲，也绝不能平白给他人做嫁衣。此刻居庸关想来已落入我高丽手中，以贫僧愚见，应即刻率军撤往居庸。如此一来，主动权便落入我手，进退皆可自主。英雄所见略同，朕早有此谋。贝尔至今不知朕送你的这份大礼是否满意？哼，恨只恨朕瞎了眼，竟与你这草包结盟。星寒小儿，你可别高兴得太早，愚蠢如你，早晚有你痛哭流涕、追悔莫及的时候。死到临头还他妈倒驴不倒架！朕现在能亲眼目睹你一副丧家之犬的模样，你却看不到朕龙腾九霄的那一天。贝尔至今，你真以为居庸关现在还掌握在你那废物儿子手里？你就和你手下的一众废物们留在这陪大明慢慢玩吧。若你侥幸不死，朕在居庸关等你。即刻传令下去，无需再无援军纠缠，全军撤回居庸关。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一旦居庸落入贼寇之手，一旦我大元主力大军尽数葬身于此，漠北龙庭的无数子民可救。被我死咬住高丽畜生的尾巴，顺势掩杀入关，必须以最快的速度横穿居庸，杀回漠北。杀回漠北？你这是无视我朱棣吗？传令，任由援军死咬高丽大军，待其尽数通过伏击圈，我军再以猛虎下山之势从后掩杀。告知众将领，速度一定要快，下手一定要恨。元廷即如此垂涎中原，我大明自当成其夙愿，叫元廷上下统统埋骨于此。遵命。居庸关马上就到了，援军已入伏击圈。大元完了，可笑我贝尔至今日夜苦心谋划，妄图崛起大元，到头来竟成为了亲手葬送我大元的千古罪人。家帅，这风急浪涌的，你说咱们这船会不会？放心，四海接受龙王掌管，四海龙王乃是我华夏神灵，自当佑我大明。这番解释真他妈在情在理，不就是他娘的一场暴风雨吗？姓虾的棒槌无所畏惧，我堂堂驸马怕他娘的个球。
靠，姓夏的装逼你不管，我他们就嘀咕了几句，你这又是惊雷又是暴雨，还有没有天理了？我有4岛，由南向北在下依次取名为侏罗岛、蛆虫岛、蛤蟆岛以及狼蛛岛。此4岛乃是倭人栖身的主岛，齐聚了90%以上的龌龊，极少数的龌龊则容身于4岛周边海域的其他小岛上。倭国今已近在咫尺，诸事虽已部署妥当，按之前商议，由在下与汤帅各率军10万，分南北2路进攻。太平岛3位兄长则率部协助汤帅，未尽全功，不使龌龊一人逃脱。3位兄长不仅需协助汤帅日夜巡视侏罗、蛆虫2岛周边海域，还需分兵肃清栖身于各小岛的龌龊，待歼敌大部，再步步为营，向前推进，逐步占据各岛。放心吧，吴兄弟，我等久居海外孤岛，曾几次3番与倭寇厮杀，对龌龊的秉性不说了如指掌，却也知其8九。更何况有船坚炮利的苍龙号，以及弹药充足的火铳在手，若还不能对付那群矮矬子，那我等这大半辈子也算他娘的白活了。主人，再有1个时辰便可抵达九州岛。九州岛，屁大点地方也配称之为九州岛，是不是太狂了点？奴才该死，竟险些忘了主人已亲自将九州岛更名为狼蛛岛，还望主人恕罪。恕你无罪，毕竟不久的将来，你可是要荣登倭国天皇之位，那可是本帅也得为之仰望的人呐。主人说笑了，奴才即便坐上了天皇之位，也永远是您最忠心、最听话的奴才。孙子可教也。就凭你今日的这番话，本帅向你保证，未来我大明的清史中定会有你的一席之地。若是表现出众，甚至以浓墨重笔大书而特殊你的功绩，也绝非不可能之事。你若是再努力一些，说不定本帅还能顺道沾点光。你我2人这一不小心，或许便成就了一段足以传唱千古的佳话了。哦，夏帅，您看，狼蛛岛已点燃狼烟，看来他们是发现咱们了。咱们都快杀到人家门口了，被发现不过是迟早的事，轻松点，不必如此紧张。来而不往非礼也，现在也该轮到你们这群矮矬子好好享受一下被他人打上门的滋味了。即刻传令，以3叉戟阵型，直奔前方港口，待行至火炮射程内，务必给本帅将那些丢人现眼的船只通通摧毁。遵命。广佐大人，敌军战舰如此庞大，这可不像是北朝那边的战舰呐。如若北朝有如此庞大的战舰，早就一统大湖了，哪还有咱们南朝的立足之地？毗邻我大和且具有如此实力，唯有大明与高丽。不过高丽区区弹丸小国，可能性极小。那么，大人，您的意思是敌军来自大明？这怎么可能？怎么不可能？除了我大和对岸人数众多、疆域广阔又极为富有的大明，还有谁能造出如此庞大、数量如此之多的战舰？可是大人，大明朝廷不是早已将我大和列为不争之国了吗？为何却突然派大军前来？不争之国，这种骗人的鬼话你也信？你也不想想，从大元开始，我大和武士从华夏中原掠夺了多少钱财，而这些掠夺而来的钱财，其中又沾染了多少汉人子民的鲜血？我曾一直认为中原华夏只不过是一头体型庞大、只知被动防御却不知主动进攻的食草兽，可现在看来，哼！命令所有武士待遇敌舰靠近，不惜一切代价登上敌舰，哪怕是全军覆没，也得让这些胆敢入侵我大和领土的汉狗知道什么叫做武士道精神。浮游汉术，不自量力，开炮！反击，即刻反击！真以为我堂堂华夏男儿都是些不知反击，只知一味的被动防御，一味的谴责妥协，一味的以德报怨，一群没卵子的孬种！就他妈这种操蛋的实力，竟敢不自量力，挑衅我堂堂华夏大帝，真是找死没第二买！给我接着来！混蛋！北朝的那些叛逆都打上门了，军情如此紧急，你们竟还如此拖沓。若我南朝正统的武士都像你们这群废物一样，如何辅佐天皇陛下打败北朝的那些叛逆一统大和？你他妈纯属是看别人挑担不嫌累，有本事你别骑马，约我等一样一口气狂奔个10余里试试。这些倭国的矮矬子真他妈耽误事，狼烟都快灭了，总算是赶来了。将军，此地距港口已不足5里，为何突然停下？奇怪，为何会如此安静？弓箭手即刻上前开路，凡有可能隐藏敌兵之处，通通都要以弓箭射击，以确保不被敌军埋伏。将军，港口可足足驻有5000重兵，拥有战船120余艘，即便北朝叛军偷袭，一时半刻也难以沦陷，有必要如此谨慎吗？
汉人有句话说的极为有理：小心能使万年船。解烽火示警，必有敌军入侵。此地距港口已近在咫尺，若两军交战，绝不至于如此安静。北朝叛逆曾多次偷袭港口，最后都是狼狈而逃，这次想来也不例外。再者说，自烽火示警尚不足2个时辰，5000精锐大军总不至于这般快的就已全军覆没吧？依属下看来，要不就是北朝的那些叛逆已尽数被歼，要不就是偷袭不成无奈撤军。既然港口并无交战的迹象，倒也不急在这一时半片刻，还是小心点好。想不到这3寸丁海他们挺谨慎，亏得本帅做了2手准备，否则还真难以将你们这群送上砧板的龌龊一网打尽。将军，这敌人身形高大，绝不是北朝的那些叛逆，竟然是大明军士，这怎么可能？即刻传令大军盾牌手段后，掩护主力大军撤退。将军有令，盾牌手段后，掩护主力大军撤退，快撤！想跑？为了迎接你们，本帅一共备了3道菜，这才品尝了1道，能叫你们给溜了。被我虾人盯上的猎物，上天入地也唯有死路一条。我这是骑了1匹马，还是骑了1条狗？真不愧是倭国产物。人长的3寸丁就算了，连他娘的战马体型竟也如此与众不同。这不知道的还以为本帅竟不顾身份，将狗当作马来骑。柳木界生事吧！从今日开始，不论你是死是活，本帅赐你为柳下剑。名虽不好听，然得蒙本帅赐名，却也是你柳生一族18代祖宗的无上荣幸。不错，想龌龊的身份何等卑贱，尽得蒙下帅赐名，只怕他家祖坟都他娘的冒青烟了。有种，长了个3寸丁的身板，倒是狂的没边了。郑雄啊，你今后可是要当倭国天皇的大人物，怎么能躲躲藏藏，像是见不得人一般呢？过来替本帅翻译一下，对面的那位彪形大汉刚刚都说了些什么？是主人，柳下简刚刚说你以多欺少不说，还搞偷袭，胜之不武，真有能耐。他愿与您决一死战，若是不敢要杀要剐，悉听尊便。决战此事待会儿再说。你问问他是否愿意为了世界和平，为了你的天皇大业，替我大明也替你做出一点贡献。主人放心，奴才定会极力说服此人，让其效忠大明。不愧是即将成为倭国天皇的男人，果然是一点即透。为了主人，郑雄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主人，看来他不愿大明的奴才。行了，文斗还是武斗，兵刃还是拳脚，由你来定。若你赢了，本帅的命归你；若你输了，本帅也不要你的命，只需你与川下郑雄一般，充当本帅的走狗，替我大明效力。今后自有你诸多好处。若敢食言，那么本帅担保你会尝遍世间所有酷刑，求生不能，求死不得。要不拦着点，万一虾帅受伤。驸马爷，要不你上前拦一个试试？虾帅平日里倒是极好相处，可一旦涉及到龌龊，除圣上之外，谁他娘的也拦不住。姓吴的如此霸道，说来说去都是岳父大人给宠出来的。可是万一他有个闪失，驸马爷尽管放心，锦衣卫乃圣上亲军，素来精谨凶悍，有他们精心保护，绝不会有丝毫闪失。也亏你姓虾的竟还有脸说本驸马装逼，与你相比，本驸马也不过是萤火之光罢了。这恐怕就是传说中的作弊了吧？怎么出汗了？竟妄图与我比气势！当今世上除老朱外，在气势上爷爷还从未触过任何人，就凭你这3寸丁，也妄图在气势上压倒我，不自量力！未免他人诽谤说本帅欺负你这3寸丁，也未让你输得心服口服，本帅容你先行出招。怎么样，还狂吗？你这家伙，乃我大和民族到底想干什么？这屁大点地方竟分南北2朝，人脑子都快打成了狗脑子。这不，我大明皇帝陛下听闻了此事，夙夜难寐，特遣本帅率大军前来，帮助倭国共同富裕，同奔小康。大明此行的目的，莫非是想彻底吞并我大和民族不成？错，本帅刚刚说过，此行为大东亚共荣而来。想来第2波援军差不多也该到了，时间紧迫，本帅没时间与你诸多废话。之所以留你一条贱命，原因很简单，本帅御兵不血刃地拿下长崎郡，而你将负责与川下郑雄一道替本帅炸开城门。身为高贵的大和民族，本将军定死，也绝不充当大明的走狗，背叛大和。这么说，你是打算出尔反尔，食言而肥了？其实食言而肥本就是你倭国的无耻秉性，本帅丝毫不感到意外。但本帅想告诉你的是，死并不可怕，尝遍世间所有酷刑，生不如死的滋味才真正恐怖。
本帅担保，今夜子时之前，你定会改变主意。把他带下去，将镇抚司所有的按摩手法给他通通用上一遍。天亮之前，大军能否兵不血刃的拿下长崎郡，就看你们锦衣卫的手段了。夏帅尽管放心，落在锦衣卫的手里，就算是颗铁树卑职，也定能教他开花。启禀大帅，我国驰援大军已行至5里之外。多少人？禀大帅，据卑职估算，驰援大军应在5000上下。于即将入王，已无需再探，即刻命人传讯港口的弟兄，宾客已至，系即刻开演，务必将这5至6千连夜赶去投胎的龌龊尽数歼灭。遵命。屠戮倭国就从长崎开始。禀上总手，港口燃起球员烽火，北朝叛逆果然阴险，竟派重兵从海路绕道而来，妄图从我长崎登陆，以达成他前后夹击，令我朝首尾难顾的阴谋。真是比你即刻率重兵5000驰援长崎港口，绝不能让逆贼足利义满的阴谋得逞。遵命。总手大人，您说来犯之敌会不会是大明朝廷派重兵前来报复我大和？根据我的判断，大明欲派遣重兵征伐大和的消息，乃是刻意放出的假消息，其最终目的不过是为了震慑我大和，以保中原沿海诸省的平安罢了。总手大人，天下局势变幻莫测，凡事皆有可能，这不怕1万，就怕万一啊！依属下之见，还是将大明来犯的可能上报太宰院为妥。照你的意思，是身为下总手的你，比身为上总手的本大人更为睿智吗？用汉人的话说，本大人吃的盐比你吃的饭多，本大人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多。记住，本大人是长崎上总手，你不过是本大人的副手，本大人的威严绝不容半点挑衅。属下以下犯上，请总手大人责罚。本大人之所以如此肯定绝非大明来犯，自然有其道理，未免他人说本大人擅权，本大人不妨给诸位详细分析一番。8年前，本大人曾作为朝廷使臣出访过中原，对汉人最直观的感受便是迂腐不堪，极其的看重仁义之名，与当年的唐王朝一般，一族他邦但有所求无不应允，极其的贪图所谓的天朝上国的虚名，却又毫不在乎实际利益。那所谓的万国来朝，说到底不过是一国他邦向其进贡一些不值钱的玩意，而中原王朝为了颜面，动辄便是几10倍甚至上百倍的馈赠，其馈赠之丰厚，足以让万国恨不能天天前往朝贡。旁的不说，就说曾经为了争夺朝贡大明的主导权，我大和南北两朝竟不惜兵戎相见，以致死伤无数。后达成协议，1年1次轮着来，这才避免了因朝贡大明而引起的巨大死伤。若大明当真不顾后果征伐我大和，又岂会等到现在？我大和论及国力与财物，与汉人相比天差地别。试问他们不惜耗费庞大军资，即便攻下我大和，瓜底3尺又能榨出多少？大人，据侥幸生还的几位武士所言，汉人之所以远征我大和，乃是传说我大和有数不尽的金山银山。金山银山，我大和若真有那所谓的金山银山，为何我大和无数子民却丝毫不知，反倒被几乎对我大和一无所知的大明县一步知悉？这种骗人的鬼话你也信？这该死的虫蛙真是吵死人了，深更半夜的也不消停，想打个盹都不成。打盹，港口连发2道烽火示警，先后2次派去驰援的8000大军，至今尚未传回消息。为此，内城及城防增添了3倍军力，左右兵卫都2位大人亲自镇守巡视，眼睛瞪得比牛眼还大。平日里咱们轮着打个盹，将军们或许还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若在这种时候被逮个正着，绝不会有好果子吃。再有不到2个时辰，天也就亮了。龟田军要在这最后关头给人揪住了把柄，受军法重处，那可真就不划算了。哼！敌军来犯，你2人不恪禁止守严密巡视，竟敢在此攀谈，难道我大和的武士道精神都让你2人喂狗了吗？属下知罪，请将军责罚。念在用人之际的份上，死罪可免，活罪难逃。来人！将军，您看，烽火并未重燃，如此看来，定是武田、刘穆2位将军击退了北朝叛逆，得胜归来。爸爸怎能如此轻率？如今尚难以看清真容，敌我难分。若是叛逆来袭，岂不是因为你的大意将我长崎郡拱手让于叛逆？大和局势如此动荡，你们凡事须得万分谨慎，绝不能有丝毫大意。属下等定当谨记将军教诲。即刻传讯城头上的所有武士，命他们务必小心戒备，没有本将的命令，擅开城门者诛灭满门。川下君，你这脸色可不太好啊！怎么，事到如今后悔了？
后悔，回头已无路；后悔又有何用？我大和民族南北两朝对峙，至今已有40余年，而这40余年，我大和战死沙场的武士，以及因内战而耗损的国力，损失之大，令人难以想象。我川下正雄之所以不惜背负国贼骂名，也要引大明大军前来，就是为了能够尽早的结束这无休止的内耗，是吗？那你可真够伟大的。过程或许会残酷，但我始终坚信一点：大明绝不会将咱们大和纳入版图之中。大明不可能永远这般强大，我大和也终将会有崛起的那天。汉人有句俗话叫做"身在曹营心在汉"，为了大和的未来，你我必须死死地隐忍下去。即便你我宁死不从，也难以逆转大势。仅凭城内仅存的5000守军，绝对无法后长期周全。唯有不计千古骂名，彻底取得大明的信任，尽早结束我大和的内部残杀，尽可能保存我大和的元气，蛰伏待机，奋发图强。待到华夏汉人衰落的那天，便是我大和民族的复仇之时。倭人素来奸诈，毫无信义可言。侠帅，莫非你就丝毫不担心那2条倭狗先一步进城之后出尔反尔，调转枪头对咱们反戈一击？古往今来，天骄妖孽数不胜数，然世间从来就没有所谓的万全之策，即便是费尽心思，也不过是谋求大事罢了。本帅以11398颗倭畜头颅筑起的大事，就凭长崎郡那些守军，即便那2条走狗反戈一击，又能奈我何？若非为了尽可能的避免不必要的伤亡，本帅早已用泰山压顶之势将长崎上下碾为齑粉。怎么害怕了？本帅这辈子最见不得只知在窝里横，对外却手脚发颤的软蛋怂包。待会杀进长崎，你必须亲手斩下100颗倭畜头颅，否则本帅不介意亲手替你松松筋骨。来人止步，否则即刻射杀。属下遵命。柳木君，来犯之敌可曾击退，港口可曾保全？汉人有句话叫做"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事已至此，柳木君履行你我的使命吧。希望咱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否则你我将成为大和的千古罪人。回禀将军，却有北朝叛逆妄图偷袭港口，属下奉命率军驰援，却险些不敌。幸亏武田将军率大军及时赶到，一番激战过后，我军获胜，敌军溃逃。来人，打开城门，你即刻前往郡府告知总守大人，敌军已被击退。咱们的勇士们为了大和无惧生死，与敌军浴血奋战，如今得胜归来，理应受到崇高的敬意。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国仇家恨亦当百倍偿还。桥中示警，关闭城门。八卦，身为大和武士，竟敢为大明走狗！别说你我国这区弹丸之地，终有一天，这整个世界都将跪倒在我大明脚下。愿为我大明走狗者可活，反之挫骨扬灰。启禀大人，传启将军命末将前来回禀，敌军已被击退，柳木将军已率军回城。可笑北朝那些叛逆，竟将本大人视之为无能之辈，竟妄图偷袭我长崎港口，当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他们哪里知道长崎郡有我镇守，此次偷袭他们无异于选错了对象。我问你，柳木将军率大军3000赶往驰援，此战伤亡如何？还有，你刚刚说柳木将军已然回城，那么武田将军呢？难道他并未率军回城吗？禀大人，属下并不知此战详情，但柳木将军率军回返的武士已不足1000人。至于武田将军，柳木将军已率军回城，战事已定，详细战情稍后便知。金田君又何必与一区门作喋喋不休？大人，如今虽有柳木将军率军回城，却已不足1000人，难起关键作用。一旦突起变故，城防空虚，郡城必将置于危险境地。因此，属下建议八卦，金田少总，你这是在质疑本大人的能力吗？大人不好了，八卦，到底发生了何事？大人，柳木将军率众哗变，勾结汉人大军杀进来了。这怎么可能？大人，大明大军不该来的也已经来了，此危急关头最紧要的是如何应对。属下判断，柳木界升级已叛变，想来港口守军已全军覆没，否则汉人即便插上翅膀，也绝不可能无声无息地攻入郡城。因此，属下建议应即刻命人飞奔太宰府，告知大明入侵我大和国土的重大军情，早做准备，以免局势继续恶化。再者，应立即调集城内所有可战之兵，且放出牢内所有死囚，免其死罪，尽一切力量全力与敌军周旋，坚守待人。总之，身为九州门户长崎郡绝不容有事，否则大明必将以长崎作为跳板，
源源不断的运送兵力入侵我大和国土，真到了那时，后果将不堪设想。今天君临危不吧，当真有大将风范，就按你说的办，由你全权代本大人统筹长崎郡一切兵马调度及指挥，力保长崎不失。大明入侵大和乃是极其重大的军情，本大人将连夜赶往太宰府，亲自告知此重大军情。大人不好了，敌军不仅人数众多，且大多手持弓弩火铳，城防武士死伤惨重，已无力抵挡。他们朝郡府杀过来了。八卦，我与你们这些汉狗拼了！挡住他们，绝不能让汉狗攻进郡府。传令下去，众将士随意，3日不封刀。禀大帅，长崎郡一众大小官员的家属尽都被擒，已全部在此，愚者已押送至军营之中严密看管。我大和年年前使朝贡大明，与大明早有盟约，互不侵犯，而你们大明也早已将我大和帝国列为不争之国。可现在你们不仅无故撕毁盟约，悍然入侵我大和国土，竟还无耻的大肆屠戮我大和平民，难道就不怕让天下各国寒心吗？素闻华夏大明乃礼仪之邦，行仁义之道，不仅对天下各国给予极大的包容，也是有对他国雪中送炭的高尚之举。也正因种种作为，致令天下各国为之信服，为之不远千里，年年朝贡，成就了曾经的华夏大唐王朝，现在的华夏大明王朝的万古来朝之美名。而现在你们这犹如禽兽一般的屠戮行径，哪还有半点天朝上古应有的仁义风范？若你们现在撤兵退出我大和的国土，在前使商讨赔偿事宜，两国之友谊尚有缓和的余地；否则，待到天皇陛下派遣的无数勇士驰援长崎，不仅你们将面临粉身碎骨的下场，你们的残暴行径也必将引起两国战争，从此兵戎相见。到时你不仅要面临你们国内无数人的口诛笔伐，并且为了平息事端，促使两国关系再次交好，你的下场将可想而知。真是好一张恬不知耻、振振有词还巧舌如簧的巧嘴，差那么一点，本帅就被你这老鬼给吓尿了。本帅也不得不佩服你们倭国人的脸皮之厚。你们所谓的朝贡，无非是当我大明人傻钱多，将我大明对你们的宽容仁慈当成了软弱可欺罢了。就你们这种3岁小孩的把戏，不知感恩的豺狼心性，瞒得了别人，能瞒过本帅？我大明钱虽多，却由不得外人无休止的掠夺；我大明人虽众，但每一个子民的性命都无比的弥足珍贵，由不得外人肆无忌惮的屠戮。我大明地虽广，却没有1寸多余的土地，更容不得一族狗胆包天的践踏。既然尔等不知感恩是我大明的宽容大度仁义为软弱可欺，那没办法，本帅唯有用修罗手段，让尔等知道什么叫做雷霆之怒。有鉴于此，本帅若是不给你颁个奖，都对不起你这番精彩的演讲。我知道今日难逃一死，但是可杀不可辱。死后我定当化为厉鬼。画你奶奶个腿！活人本帅尚且不惧，还怕你这3寸钉化成的厉鬼？若不是尔等先祖舔着脸，可怜兮兮的从我华夏求得了丁点的文化，尔等仍旧是尚未开化的野人，学完手艺打师傅的龌龊事，普天之下怕也就尔等才能如此的理直气壮。你竟还有脸在本帅面前说什么是可杀不可辱？很好，非常感谢诸位，因为你们的幡然醒悟，令本帅减去了些许的罪孽。此外，诸位也无需觉着惭愧，这本就是个强者为尊的世界，弱者臣服于强者，做我大明的狗不丢人。诸位既已弃暗投明，那自然就是本帅的朋友，而本帅从不为难朋友，只要你乖乖听话，前途大大的有。启禀吴帅，末将奉王将军之命前来回禀，一切都已布置妥当。启禀吴帅，末将奉吴将军将令前来回禀，一切都已就位。很好。酒宴咱们算是摆好了，就看宾客什么时候来了。转告2位将军，绝不能超出10比1的战损，否则将被本帅视之为战败。遵命。谢雨辰何在？末将在。转告所有偏将以上将领，将倭国年岁40以下的妇女通通保护起来，在军营左侧另起一营用以安置。身为大军主帅，给将士们谋求福利，本帅责无旁贷。大人，卑职还需负责您的安全，此事不如就交由李琦、李校尉去办，您看如何？不行，早一刻将帅令传达下去，就能让将士们多保护一些倭国的妇女。时不我与，此事已迫在眉睫，李校尉腿脚没你快，必须由你亲自去办。卑职遵命。大帅，此处并无外人，咱关起门说话，若有不对的地方，还望大帅包涵。
其实弟兄们唯一担心的，无非是担心日后班师回朝，朝中那些酸儒的口诛笔伐罢了。公然屠戮之举，只要众弟兄众口铄金，陛下看在往日的情分上，倒也不是不能搪塞过去。元末战乱之时，的确不乏奸淫附势，但大多也只是偷偷摸摸。如今大帅公然下达帅令，营建那为什么营？此事绝非等闲之事。一旦日后为朝中酸儒所知，定会有无数人上奏弹劾。到那时，我等包括大帅您在内，恐怕都是啊，吴帅，我等倒不在乎屠戮倭国平民，但公然营建那什么营，此事可谓是亘古未有啊，还望大帅三思。本帅就2个问题，你们是对本帅兴建此营之举感到不满，还是出于担心班师回朝之后来自圣上的雷霆之怒，以及那些酸儒的口诛笔伐，唯恐秋后算账？行了，诸位既然不好明言，那就让本帅来说。说来说去，诸位无非是担心日后引起那些个酸儒的弹劾，将会面临秋后算账的危险局面罢了。事关生死荣辱，诸位的顾虑本帅能够理解，但不知诸位可知道汉武大帝曾说过的一句话？汉武帝曾说过：“寇可往，我亦可往。”本帅今日不妨把话撂下，诸位尽管放手去做，陛下即亲赐本帅圣刀，那么倭国的一切所为自该由本帅做主，同理任何后果，本帅一人承担。末将等主要是担心，此事一旦传开，天下必将哗然，此事也必将引起天下各国的不满，从此视我大明如同邪魔，甚至从此敌视大明。倘若局势发展至此，且不说我等难辞其咎，依照陛下的脾气，后果难料啊！即使天下哗然，那又如何？天下虽大，亡国众多，有谁胆敢直面我大明兵锋？仁义之名堪称登峰造极，无人能出其右的若宋，早已用那血淋淋的例子告诉了我等后人，这个世界从来强者为尊，你若拥有碾压一切的实力，那你所做的一切，天下谁敢言错？若我大明空有仁义之名，实力却羸弱不堪，那么天下各国将会用他们的实际行动告诉咱们，若是实力不如人，咱们就连呼吸都是错。有些事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道理，我想诸位不会不明白。陛下虽贵为九五至尊，手掌日月乾坤，雄视万里山河，却也有难言之隐。陛下即赐我圣刀，许本帅便宜行事之权，那么也就是说，倭国的一切事务都将由本帅一言而决。本帅话已说完，不论诸位想得通也好，想不通也罢，明天日落之前，本帅将亲自前往给新营接贬。今日本帅要举办一场大赛，通知在场偏将以上将领集合，告诉他们赏银1万两，谁的能耐大，赏银归谁。既有赏银1万两，还能当众露脸，看来今日必是曹某名利双收的日子，末将这就安排。该说的话，想来曹将军已向诸位转达，那本帅便宣布一下比赛规则。据孙副将回禀，拨处共计1583人，包括本帅在内，每人可分的100人。至于多出的83人，念在李下尉近来还算勤勉，又身为陛下女婿的份上，便算上他一份。能不能别算上我？我他妈谢谢你还不行吗？那个大帅，多谢大帅关照。陛下与我有时拔之恩，你身为他的女婿，本帅又岂能不加以关照？不过丑话我可说在前头，拿不到奖励，本帅不怪你。可若是完不成任务，让本帅丢了脸面，那你自个儿掂量后果。是，我一定尽力而为。不是尽力而为，是必须做到，绝不能给陛下丢人。比赛规则很简单，谁能够在最短的时间之内独占鳌头的话，那么恭喜你，不仅喜提白银1万两，还将荣获屠倭宗师之美誉，妥妥的名利双收。大人，属下曾听你说过，遵循孔孟之道的汉人，乃是天底下最为可欺的民族。即便被外人欺辱，事后只要认个错，再说上几句恭维的话，便能就此结果。可大人您看看，这就是您口中遵循孔孟之道，天下最为可欺的民族。若真是如此，他们又岂能在我大河做出如此惨绝人寰之举？或许我曾认为的食草动物，如今已长出了嗜血的獠牙。诸位的心情我能理解，不过如今我等都已沦为大明走狗，不论大河的未来怎样，但咱们即便如此，汉人又何必召我等前来？为何非得让我等亲眼见证如此令人发指的残暴行径？传奇君住嘴！若是叫那位杀神听见，大家伙都得受你连累。主人有令，命诸位即刻前去填土。那你此处遍地汉人大军，主人为何偏要我等填土？我会掩埋自己的同胞。明摆着的是，传奇君又何必装糊涂？事已至此，传下奉劝诸位一句：即已登船，除非全家死绝，否则别想着下船。还有，你们的一举一动全都在他的掌握之中，他的可怕远超诸位的想象。八卦，若不是你现在说这些，已无任何意义。走吧。总守大人，您曾出使大明，想来对其有一定的了解。依您之见，大明突袭我大河是为报复而来，还是为占领而来？
难以判断。我曾记得曾经与大人闲聊之时，大人曾说华夏王朝素来最重视颜面，尊请仁义之道。华夏汉人上至君王，下至平民，大多崇尚和平，待人异常的宽容。若非出于自保，绝不会轻易动兵。即便反击得胜，但只要对手及时的上书请罪，并稍稍放低姿态，给足大明的脸面，这事也就接过去了。松下君说的极是，属下建议明日大人您找大明的那位大帅说说，若大明愿从长期退兵，大和与大明仍为友邦睦邻。没错，汉人有句话叫做君子报仇10年不晚。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先叫大明退兵，如此一来，或许天皇陛下看在咱们戴罪立功的份上，能宽恕咱们的过失，保住咱们的官职。至于今日的这笔血债，总有一天我大和要让华夏汉人10倍、100倍，甚至1000倍奉还。叫大明退兵，保住咱们的富贵荣华。呵呵，好一个异想天开啊！大明变了，其行事风格也一道变了。3日不封道，若非亲耳所闻、亲眼所见，我山下美之郎绝不相信如此灭绝人性之所言竟会使汉人手笔。仅这一天，我长期竟恐怕就已死伤大半。据我之前所了解的，大明素来尊崇儒学，而儒家素来崇尚仁义之道，以德报怨。各国对于这种行径，明面上虽赞誉有加，实则背地里却极尽嘲讽，认为迂腐懦弱的汉人不过是一头强壮的食草动物罢了。即便是当年我大和公然宰杀大明使臣，大明上下虽怒到最后，却还是未予追究。也正因如此，大明沿海诸省的所谓倭患才会越发的难以遏制。大明皇帝曾让我转告天皇陛下，让我大和务必约束好国内的浪人及武士，绝不能使其泛滥。可消息传至国内，我大和却狂妄地认为大明那头食草动物却也不过如此。即便对我大和不满，但隔着茫茫大海，他能奈我何？可事实证明，大人，那您的意思是，从见到大明那位统帅的一刻，我便隐隐有种不祥的预感，我大和恐怕将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浩劫。若想大和化险为夷，唯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杀了他。但叫此人一息尚存，那么最终等待我大和的，必将是一场灭顶之灾。说得倒轻巧，此人长无数铁甲锐士，出入皆有那身着精美华服的几百精锐贴身保护。怎么杀？用眼神杀吗？夏帅听闻诸位正连夜开会，特命本将前来传召诸位，即刻前往军府开会。夏帅，这是他们私下开会的所有谈话记录。不愧是锦衣卫，行踪诡秘莫测，办事雷厉风行，却又心细如发，果然厉害。谢大人夸赞。本帅欲在倭国设立锦衣卫镇抚分支，就由你暂时担任倭国第1任指挥使。哦，客气话不必多言，本帅对你就一个要求，那就是务必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将狼诸岛所有势力通通给我摸清楚。本帅不问手段，也不论过程，你大可放手去做。承蒙大人如此看重，末将绝不令您失望。诸位废寝忘食，商议了大半夜，怎么着？听说诸位准备谋害本帅。主人明鉴，奴才等早已发誓效忠主人，绝不敢有丝毫二心。是吗？那你不妨看看这个。主人，诸位放心，仅仅只是一个构想罢了。本帅素来心胸广阔，又怎会予以追究？第一次，本帅可以原谅，若胆敢再有下次，呵呵。奴才等从此必定死心塌地，甘为主人效犬马之劳。诸位皆为当今栋梁之才，今日又与本帅联手，毫无疑问，今后诸位必会成就一番惊天动地的丰功伟绩。不瞒诸位，本帅深夜召诸位前来，只为一事，那就是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小的代价攻占南朝都城吉野。诸位皆是栋梁之才，想必定有高见，望诸位各出己见，千万别藏拙。自正平22年与北朝叛逆谈判破裂至今，烽火连天，战乱不休，大和上下乱成了一锅粥。如今尚未土壤，又来一虎。诸位卿家能否告诉朕，我大和的未来在哪里？启禀天皇陛下，臣以为如今当务之急，应即刻派遣使臣前往大明，迅速摸清大明此次发兵我大和的最终目的所在。若大明态度疲软，使臣因态度强硬，对大明悍然入侵我大和之举给予强有力的斥责。天皇陛下无需忧虑，汉人有句俗话叫强龙不压地头蛇。大明虽疆域广阔，人多势众，但论及战力却远不如我大和。想当年天马山一役，大明万余将士占据地利优势，面对我大和不足1000人，尚且损失惨重。大明若是知晓厉害，乖乖退兵倒也罢了，否则我大和势必将成为他们的埋骨之地。我大和区区几万浪人就已让大明焦头烂额，大明若不退兵再给予赔偿，那他们口中所谓的倭患势必将愈演愈烈。但今时不同往日，如今的大明王朝乃由汉人所创，
而所谓倭患到底是怎么回事？大明朝中上下想必早有猜测。如今大明悍然出兵我大河，臣以为乃是出于报复而来。哼！土岐君，你可别忘了，朝廷这些年若不是靠他们在大明掠夺钱财，别说征伐北朝叛逆，恐怕就连朝中大臣的俸禄都早已断了。华夏中原物阜民丰，与我大河又近在咫尺，我大河武士从他们那掠夺一些钱财壮大我大河，何错之有？八嘎！北朝叛逆暂且抛开不提，今日朝会重点只有一个，就是如何才能使大明以最快的速度退兵，避免我朝腹背受敌的不利局面。臣以为，即便朝中派往驰援长崎的5万大军击溃了敌军，也不过是得保一时平安。大明地大物博，人多势众，随时可抽调更多的兵力入侵我大河。因此，若想以最快的速度使大明退兵并消除后患，臣以为当前是上表大明，严明曾经的过错，并奉其为宗主国。对于土岐君的建议，请等意下如何？臣等赞同。如今上表臣服大明乃目前最佳策略，但为免大明小觑我大河，臣以为当即与长期敌军雷霆一击，唯有以战促和，充分地向敌军展示自身的实力，才能有力地震慑大明，使其今后不敢轻举妄动。传朕旨意，凡九州大明需立即抽调500至1000武士为朝廷所用，由兵部省大夫仁川正隆统一调度，5日之内赶至长崎，给予敌军雷霆一击，彰显我大河雄风。大帅，恕末将多嘴，您为何不趁敌军尚未反应之际，一路横推向前？想来凭借咱们的实力，在此耽误的几天，足以再占领几座城池，以逸待劳固然是个妙计。末将只是担心会因此错过了战机啊。曹将军不用担心，兔子一定会来。战争从来不是以占据敌人多少城池为目标，而在于歼灭敌人的国防力量。城池占据的越多，兵力就越是分散，战线拉得越长，露出的破绽也就越多。不错，以我军的实力，的确可以一路向前推进，但死伤也绝不会小。都说一将功成万骨枯，但在我看来，身为统兵将领，若是以将士们的无数死伤来铸就自己的辉煌，无疑是一种卑劣行为。冠军侯霍去病之所以名垂青史，便在于他几乎所有的战役都是以最小的战损取得最辉煌的战果。本帅曾花了几天时间总结了冠军侯一生战无不胜的关键所在：静则不动如山，静待时机；动则奔如雷霆，出手即绝杀。一句话，两国交战，伏击、暗算、偷袭、奇袭才是王道。你索性直接说暗箭伤人，玩的不就好了？也不知大帅你这一番总结，冠军侯霍去病若泉下有知，当作何感想？大帅高见，末将叹服。卑职是王将军帐下之后校尉赵大全，有军情急报大帅。一路辛苦了，起来说话。启禀大帅，卑职于城南50里外发现敌军踪迹，经仔细查点，敌军约有4至5万之众，且人人带甲，军容整齐，行军速度快而不乱。应是我国今日按时间推算，应在傍晚时分抵达长崎城下。王将军令卑职转达大帅，是否按原计划进行？转告王将军，时机未到之时，绝不可暴露行藏，依计行事。遵命。本想打只兔子，没成想倒是引来了一头老虎。如此看来，得准备一口更大的锅，才能将他们一锅给炖了。传令召集偏将以上将领，还有本帅的那些走狗，即刻前往郡府议事。遵命。世间种种肥料，当以施肥为尊。来年这块地想不风雨也不成了。28天了。父皇大可宽心，想当初夏人孤身犯险，凭一己之力根除大明顽疾，倭国不过弹丸之地，国内可战之兵不过50万，且正值南北两朝诸侯林立，战乱频仍，夏人首长大军10万有余，且还有一众锦衣卫日夜守护，罪不计也。咱又何尝不知，有咱授予的天子战刀在手，且手握大军10余万，罪不计也可保全身而退。那小子的驴脾气咱清楚，就是个不达目的不罢休的货。咱主要是担心，在局势极端不利的情况下，那小子仍会不管不顾的孤注一掷。咱说破了大天，那小子偏就不能耐住性子等个1年半载，等咱腾出手来。当初让虾人率军出征的是您，现如今牵肠挂肚的还是您。咱有什么办法？你们都不知道。咱说要将其禁锢在京，那小子竟以绝世相逼，要么让他死，要么让他去。若不禁锢其身，依那小子的脾气，必会偷偷溜出京城，远赴海外，召集章臣余部，直奔倭国。两权相害取其轻，与其那样，咱还不如朝廷招募大军，调遣朝中将率助其一臂之力。父皇所言极是，这的确是虾人的性格，敢想敢做，横加阻拦，反倒会适得其反。哼！若不是念在这小子所思所想、所作所为，皆出于一心谋国，并非出于私欲，又是咱如叔如父的份上，咱非得扒了他的皮不可。
说来，自夏人离京之后，儿臣却是隐隐感觉朝中似乎多了些许的怒气，少了许多的朝气以及锐气，儿臣这心里也是空落落的。若不是你及时揪出了吕氏那条毒蛇，孤难以想象，失去了母后，失去了雄鹰，失去了孤的父皇，今后将会变成什么样子？大明的未来又会是怎样的一番模样？夏人，你可一定要平安回来啊！启禀大将军，山道前方5里处未发现敌军踪迹。启禀大将军，密林6里处未发现敌军踪迹。怎么会？如今距长崎城下已不过10里之遥，仍未发现敌军的踪迹。莫非命前军中军即刻止步，后军加以戒备，向中军靠拢？数百指愚钝，长崎已近在咫尺，大将军却令大军止步，不知其中有何深意。据你之前所言，汉军极善偷袭，可这一路行来却是风平浪静。汉人有句俗话，叫做事出反常必有妖。本将军推测，大明此次出兵大和，攻占长崎有2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为了警告我大和上下，约束国内的浪人及武士，从根本上解决所谓的倭患。若真是这样，想必他们必会以长崎当作筹码，与我朝签订互不侵犯，甚至迫使我大和认其为宗主国的条约。若是如此，敌军固守长崎即可。八卦，我大和帝国素来独立，绝不会向任何国家臣服。华夏中原若不是仗着人多，早已被我大和征服，竟还妄想我大和成为藩属国，真是可笑。哼！沿海布防30余万重兵，竟奈何不了我大和区区几万浪人武士，足见大明战力羸弱，不堪一击。大将军素来战无不胜，如今大明竟敢肆无忌惮地挑衅我大和威严，绝不能让他们活着回去。说的没错，羸弱的汉人既然敢挑衅我大和的威严，就必须给他们一个终身难忘的教训，要让他们死死地记住，我大和欺负他们行，他们欺负咱们绝对不行。大将军，那据您推断，还有一种什么样的可能？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敌军为使我军掉以轻心，刻意选择了一处距长崎近在咫尺且便于埋伏的绝佳之地，那就是前方琅琊沟。一旦我大军轻敌冒进，必定会被敌军掐断首尾，分个惨死。可他们不知道的是，此次他们面临的对手是我楠木正义。你人即刻前往山坳回禀将军，我处大军突然止步不前，原因不明，足足2天2夜，狗东西，你们可算是来了。启禀大将军，琅琊沟未见敌军踪迹，你们可曾仔细查看？大将军明鉴，卑职绝不敢有丝毫懈怠。琅琊沟左右2侧，横纵延伸5里之内，但凡能够藏人的地方，卑职等都已仔细查探，并未发现敌军踪迹。汉人不愧是汉人，琅琊沟未设伏兵，足以说明敌军并不想与我大和爆发全面战争，否则敌军就绝不会放弃琅琊沟这处绝佳的埋伏之地。大将军，看来不自量力的大明的确与设伏我大和俯首称臣，认其为宗主国。那就让羸弱不堪的汉人好好见识见识我大和勇士的无敌军威，传令大军即刻开拔，我要亲手打破他们那不切实际的幻想。他娘的，足足1个时辰，你们总算动了！你2人即刻回禀将军，猎物咬钩了。是。虽然让本帅等了大半夜，不过来了就好。来了，夏帅，他们来了。你小点声，若是惊动了他们，以致功亏一篑，本帅扒了你的皮。隔着这么远，他们能听见吗？这夜深人静的，放个屁都没地方藏。要是因为你的一嗓子吓跑了他们，或是引起了他们的戒心，致使大军徒增伤亡的话，到时别说你爹韩国公天王老子也保不了你。大帅息怒，末将知错了。待此战过后，自个儿上军阀处身领20军棍，也好给你长长教训。多谢大帅手下留情。请主人吩咐。于以上沟，本帅之前交代给你的那些话没忘吧？主人放心，您交给奴才的那些话，奴才已全部背熟。这就好，他们就快到了，该敲钟示警了。尔等一家老小，本帅已命人送至我大明战舰，远离战火，绝对的安全。现在咱们才真正是一条船上的人，记住这场戏演好了，一切好说，演砸了一个也别想活。敲钟示警。城门紧闭，果然如本将所料，东条军由你率5000勇士上前校阵。所谓强龙不压地头蛇，我楠木正义今日倒要掂量掂量，敌军统兵大将到底有多少斤两？区区几万汉军，又能否抗衡我大和5万虎狼之师？城下何人？那你长崎不是丢了吗？这怎么可能？八嘎，你不是前往吉野禀报说长崎被大明攻占，早已沦陷了吗？你竟敢谎报军情！
东条将军息怒，卑职也。莫非你暗中投靠北朝叛逆，假借长期沦陷为由，削弱都城基野的防御力量，妄图置我南朝正统于死地，好一条环环相扣的毒计！来人，将这奸细给我拿下！将军明鉴，卑职绝不敢谎报军情，更不曾投靠北朝叛逆。卑职奉命赶往基野传讯之时，敌军早已攻占城门，局势的确是岌岌可危。至于过往，真相就在眼前，顷刻间便能水落石出。你随本将一同前往。真相，我他娘的也想知道。丞相可是左兵卫都土肥将军？正是本将。你是何人？卑职是您的部下，左门卫龟田次郎啊。至于城外5万大军，乃是由楠木大将亲自统帅。自己人，将军，卑职奉命赶往吉野传讯之时，城门即将失守，为何现在长期仍在咱们手里？为何？因为我等皆已沦为大名走狗，奉命在这搭台唱戏，诱你们上钩。别怪我，谁也不想全家死绝。当日局势的确是凶险万分，幸亏之前早有准备。上总守大人率城防武士及时赶来驰援，因我军拼死反扑，敌军久战不下，这才退兵。还请龟田君回禀楠木大将，长崎上下对他亲自率兵驰援非常感激，一路辛苦。本守这就吩咐善作司准备酒食，宴请楠木大将，并犒谢大军，打开城门，迎楠木大将入城。是否进城，须由楠木大将定夺。详情未明，一旦城中有诈，只怕进城容易出城难。将军，您的意思是城内有埋伏？不知道，一切都太过顺利，顺利的令人心惊肉跳。汉人有句俗话，小心驶得万年船。东条军，由你率5000大军进城查探一番，本将在此侧应，若城中有诈，即刻示警。遵命，众军听令，随本将进。大将军，他们出城了。长崎郡总守山下美治郎率城内属官恭迎大将军，有劳山下守亲迎，多谢。传令大军以犄角之势就地扎营，以防敌军偷袭。东条军率5000大军随本将进城，并接管城防，以策万全。川崎君，我知道你并不怕死，但本将奉劝你一句，开口之前想想你的父母妻儿，更何况有心算无心。从楠木大将兵临城下的那一刻就已注定了失败。如今木已成舟，我等又何必枉送性命，累积家小呢？暴风雨早不来晚不来，却偏偏等到楠木大将率军抵达长崎才来。由此看来，楠木大将不愧为我朝擎天一柱，尽受上苍佑护。不成。为感谢大将军亲自率军驰援，山下已命人在府内备好一切，有劳山下君了。山下君，这就是你所说的已命人备好一切？情况不对，赶紧离开此地，与大军会合。来人，将他们拿下，保护大将军出府。有埋伏，敌军来袭，全军戒备，都别乱，守住郡府大门，保护大将军。埋伏了大半夜，你们这群瘪犊子总算是他娘的上钩了！竟然是汉狗，弓箭手准备。哟呵，三界啊！你们这些阴暗沟里的老鼠，不是善于打洞潜藏行踪吗？你们不是善于收我大明汉奸为己用，肆无忌惮的祸害我大明吗？践踏我大明国土，祸害我大明百姓，是他们谁给你们的勇气？大帅有令，一个不留。顿首弓箭手就地阻击敌军，尽最大努力拖延时间。其他武士随我入府，保护大将军从后门撤离，与城外大军会合。身为大和帝国的子民，你们竟如此自甘堕落，竟然勾结汉人出卖大和。若不是我朝与北朝叛逆派遣武士假扮浪人祸害大明，我大和又岂能有今日之祸？山下君说的没错，若不是朝廷犯下无法饶恕的错误，素来以仁义著称的大明，又岂会无缘无故的派遣大军攻伐我大和？八卦，因为你们的贪生怕死，这才不惜。做我大明的狗就是自甘堕落。那本帅待会儿倒要看看你楠木正义的骨头到底有多硬。李校尉，你想必听说过何谓京官吧？禀大帅，末将有所耳闻。这就好。待此战过后，本帅命你将今夜来犯之敌遗品自行铸3处京官，以供后世子孙瞻仰我等今日之壮举。再将此话写于京官之上，明犯强悍者，虽远必诛。大帅，末将经验不足，不知能否将此重任。八大雅路，阁下行事如此残暴，难道就不怕引起天下人的非议吗？哟呵，不瞒你说，有幸被你控诉残暴，倒着实令本帅感到快意。不过与尔等鬼畜相比，本帅所为顶多也就是个弟弟。至于天下人的非议，你们这些犯下累累血债的鬼畜都不在乎，本帅又何须在乎？说来，本帅倒是要感谢尔等鬼畜，只因这残酷法则，本帅是从你们倭国身上悟出来的。
我曾经听父亲说，汉人一生为儒道所束缚，崇尚以德报怨，虽地广人多，却不足为患。希望父亲说的这番话都是真的。汉人有句俗话，叫做知错能改，善莫大焉。本教承认，我大和之前确有得罪之处，但我朝天皇已派遣使臣前往大明，愿为修复两国友好，当面赔罪。有道是远亲不如近邻。不瞒你说，本将率军出征之际，天皇陛下曾亲自叮嘱本将，切勿伤及大明将士的性命，礼送出境即可。逝者已逝，无论是大明亦或是我大和，咱们都得为活着的人着想啊。为了两国和平相处，阁下您可千万不能意气用事啊。这话有点道理，别停，继续说。那你真的有效，为免彻底挑起两国战火，本将有上中下三策献上，望阁下自行斟酌。少策，阁下可派遣使臣随本将前往都城吉野，面见我朝天皇陛下，商谈善后事宜。本将也必将全力斡旋，促使两国再次交好。如此，阁下将携大功还朝，高官厚禄将指日可待。无需犯险，白嫖义工的确是个好主意。继续。周策，我大和已派遣使臣前往大明，想必1月之内定能平息此次事端。阁下大可按兵不动，至长期静待局势突转，再行定夺。至于下策，你所谓的下策，如若本帅猜的不错的话，一旦和谈不成，则两国之间必将玉石俱焚，对吧？阁下一语中的，本将虽一时不察落入阁下构中，沦为俘虏，但阁下可别忘了。放心，本帅做事素来喜欢赶尽杀绝。本帅既然精心安排了今日的这出戏，说什么也得圆满落幕。大爸，你到底有什么阴谋？阴谋？孔子曰：平日不读书，铁定蠢如猪。本帅所运用的围点打援、引蛇出洞、关门打狗、调虎离山之计，很明显应该称之为计谋才是。大爸，即便你将我部全歼，但你可别忘了，南朝虽名为中枢朝廷，可实际上直接掌握的兵力不过区15万。除去拱卫都城吉野的兵力，再除去防御所谓北朝叛逆的兵力，剩余的可战之兵，本帅都替尔等害臊。唯一能够对本帅形成些许威胁的，不过是我国那些占据村落、拥兵自重的大名罢了。南木蠢猪，本帅猜的对是不对？哼，你别得意的太早。这个时候想来忠于我朝的大小领主早已，与其四处找鼠灭鼠，倒不如引诱老鼠自个儿送上门来。不瞒你说，本帅生性懒惰，一个一个的剿灭，实在太过于麻烦。实话告诉你，被你视为救命稻草的那些所谓大名，若不聚集还好，一旦汇聚，他们势必将会感受到什么叫做灭顶之灾。所以南木蠢猪，你就乖乖给本帅当狗吧，跟着长庆天皇混没前途。巴泰雅路敌军火力太猛，远战就是死路一条，唯有短兵相接，才有一线生机。盾牌手掩护，给我冲上去！难怪当年的天麻山一役，我大明将士即便远多于倭寇，仍是死伤惨重。还真不能小看了这群矮矬子，个子不大到他娘的一个个凶悍的紧。屠戮至此，战死已达3成，这些龌龊仍不见溃败迹象，真是活见鬼了。论及悍不畏死的勇气，尔等与当年的倭寇相比，倒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若不是当年火器不足，又受弹药所限，当年的天麻山一役又岂会成为老子的心病？你们当年不是神出鬼没，日行百里吗？现在我他妈倒要看看，沦为瓮中之鳖的你们还能往哪逃？弟兄们，咱弹药充足，无需解手，给我使劲的造。虾帅说了，咱华夏儿郎的命金贵，绝不能给我出一命换命的机会。虾帅还说了，咱们奉命在城外蛰伏，很是辛苦。待此战过后，可回那什么营犒劳。前几日俺隔壁村的刘七，就因为在那什么营里表现突出好，被虾帅当场给提拔为校尉，还赏银100两。弟兄们都加把劲，早些完事儿，咱也好早些回去，凭自个儿的本事赚虾帅的银子。东风夜放花千树，持兵戈灭鬼畜，血漫长旗诗满路，剑矢如风，弹如雨下，一夜鱼龙舞。父亲，这个冷血屠夫就是你口中被仁义道德束缚的汉人。南木恳求阁下下令停止屠杀，给我大和武士一条活路，求您了。对自己人，本帅素来是宽厚仁慈，不信的话，你不妨问问山下美治郎他们。自从当了本帅的狗之后，有哪个不是1日3餐？家中的女眷哪个不是安安全全？自从遇见了你，山珍海味变成了1日3餐，娇妻美妾变成了独守空房，我他妈谢谢你。爸爸，汉狗竟敢入侵我大和帝国，若是不给他们一个刻骨铭心的教训，我大和帝国的尊严何在？从来只有我大和帝国欺负别人，绝不容许他人欺负我大和。汉狗既敢来犯，那我小泉脏辫就绝不允许有一条汉狗活着回去。尤其我曾听闻华夏大汉曾有一句极其霸道的宣言：民犯强汉者虽远必诛。如今汉狗无故犯我大和疆土，
将他们通通埋葬于此，也好叫天下各国知道，无论远近，犯我大河者，必诛。大明悍然入侵我大河，如今国难当头，本府不才蒙天皇陛下委以重任，唯恐有负圣恩。今有诸君率军前来助阵，本府不胜感激。用汉狗的话来说，强龙不压地头蛇，更何况迂腐羸弱的汉狗不过是一条看似庞大的无毒之蛇罢了。有道是兵贵神速，我朝擎天一柱南无大将，已先本府一步，亲率5万朝中精锐星夜赶往长崎。本府以为大人不好了，事后急报，在我军左右2翼3里之外，发现敌军踪迹。你竟敢谎报军情，不说如今大雨倾盆，本府为求稳妥，方圆20里之内几乎遍布滞后，敌军怎么可能悄无声息地出现在3里之外？没想到汉狗如此无耻，竟丝毫不讲武德，趁暴雨偷袭。如今事出突然，已来不及部署，诸军唯有各自统帅部下武士，随本府应战。现在才反应过来，不是太晚了吗？大帅有令，将这群老鼠诛灭，即刻展开3光计划。禀大帅，这是倭国天皇派去我大明求和的使者，被我们半路拦截请过来了。两国友好邦交，退兵。本帅倒很好奇，为修复两国友好，你们的天皇开出了哪些条件？奉天皇陛下旨意，为表达曾经的歉意，我大和将尊大明为宗主国，年年纳贡，岁岁朝拜，绝不间断。为表诚意，我大和愿与大明签订2国盟约，从此将全力约束国内浪人，并封锁出海海域，确保大明沿海各省从此海晏和亲，百姓安居乐业。这就是你们的诚意？我堂堂华夏大明是否海晏和亲，百姓是否安居乐业，用得着尔等倭国保证？至于年年纳贡，岁岁朝拜，我大明物华天宝，缺尔等那3瓜2枣。再者说，尔等那所谓的朝拜内供，背地里酝酿着什么臭屁，真当本帅不知道？说到两国之间的所谓盟约，恐怕在尔等背信弃义的白眼狼看来，也就是一张擦屁股的草纸，用完随时都可以丢进粪坑吧。尔等这种骗鬼吃豆腐的话，骗我大明那些腐儒，倒是一骗一个准。本帅可不吃这套。阁下不过是统兵将领，两国友好邦交能成与否，须由大明皇帝陛下裁决。我等船只已被阁下下令摧毁，还请阁下派遣1艘战舰护送我等前往大明，面见大明皇帝陛下。你听不懂我说话吗？也罢，李校尉，今日本帅心血来潮，想要钓鱼，但是没有鱼饵，怎么办？遵命。两国相争，不斩来使，阁下难道就不怕天下人齿寒吗？且慢，若阁下觉着我大和的诚意不够，我愿回城请示陛下，不对，是全力说服陛下，对我大和以往的冒犯之举做出大大的赔偿。我愿投降大明，从此死心塌地的效忠阁下，求你饶我一命。侠帅，吉野毕竟是倭国都城，防御必然不俗。您说咱们此次突袭能成吗？能不能成不清楚，但本帅在心中反复推演了无数次，实在找不出失败的理由。还请侠帅解惑。别怪本帅说话直，以你的智商，本帅很难给你解释。再者说，以你的性格，即便勉强能够理解，也未必敢付诸行动。征战之事，你就别想了，好好的替本帅做好后勤工作。我大明将士的命金贵，容不得你瞎折腾。你只要知道，天底下绝没有无用之人，只有用错了地方的人才。就比如说2天前，你能够克服心中的恐惧，亲力亲为修筑的那3处金棺，就足以说明你并非是那种无可救药、一无是处的草包。你他娘的哭啥？天下之大，知我李琦者为大帅您一人。不瞒您说，我李琦绝非庸碌泛泛之辈，只不过岳父他曾颁布圣谕，不许外戚干政。身为当朝驸马，我李琦即使身负大才，胸怀藏宏图之志，也难有尽情施展之处啊。恕本帅眼拙，竟没发现你竟深藏不露，脸皮之厚令本帅都自愧不如啊！启禀大帅，我军行踪暴露，远处有狼烟示警。大帅，如今我等行踪暴露，不知是否按原计划进行？并非我军行踪暴露，而是本帅就从未想过隐瞒行踪。他折损大半兵力的吉野，拿什么来抵御我大明天军？攻破吉野不过是弹指之间。令本帅唯一感到遗憾的是，即将对本帅敞开大门的是吉野，并非东京。东京？难不成是大帅记错地方了？蒙大帅所赐，末将等人手一幅倭国地形图，却从未在地图上见过东京之名。不知大帅您为何对此地如此挂怀？因为南京大屠杀之血海深仇，不可不报。大帅，您倒是说句话啊！曹将军，你到底对夏帅做了什么？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众目睽睽之下，我还能对夏帅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不成？
那为何刚刚还无比正常的夏帅，竟突然间变成了这番模样？你问我问谁？东京到底是他娘的什么鬼地方？为何竟有如此魔力？这要是被圣上知道了，我曹真不过是随口一言，竟让他的宝贝疙瘩陷入魔怔之中难以自拔，还不得活刮了咱！来人，速请军医前来，要快！曹将军，不论夏帅之事是否与你有关，卑职定会将今日之事上禀陛下，您好自为之。等等，我记得临行之际，陛下亲口给我说过，夏人之恨在于我国，尔等须给咱死死记住。但凡那小子双眸血红之时，须速以倭寇之血化解其心中戾气，绝不可等闲视之。哦，有了，亏你身为天子亲军，堂堂锦衣卫千户，遇事竟如此浮躁。莫非曹将军想出了唤醒夏帅的办法？启禀大帅，今已攻陷东京，还请大帅明言，下一步该当如何？华夏之争天地悲，血仇不报恨难平。唯愿英烈尽开眼，笑看东京万丈红。在热武器面前，所谓的狭路相逢勇者胜，不过是个笑话罢了。论及保家卫国、与敌寇拼命的勇气，天下之大，谁能与我炎黄子孙比肩？若非我华夏当年被野猪皮统治，受辫子朝禁锢，以致武器低劣质近乎倒退了几百年，所谓的八国联军，也不过是送上砧板的货色罢了。夏帅说得对，身为炎黄子孙，今天我老曹就敢把话撂着，倭寇不除，我老曹打一辈子光棍。曹将军言重了，现在找女子还不简单，咱可以上新域找一名亭亭如玉的大家闺秀，为咱延续香火啊！啥新域啊？就是这个专门找女子的新域，上面都是周边奔着真人恋爱的单身美人，长相个顶个的好不说，还温柔体贴，会过日子。头像就是本人资料，都是真人认证过的，里面貌美如花，温柔妖娆，啥样的都有，不用加好友就能直接聊天语音视频，这看着还真不错。那必须啊，上面的女子都特别热情，你看我一上线就收到这么多消息，根本聊不过来。论相貌才华，曹大哥万中挑一，这要是去点左下角下一个，那女子还不得从这窝岛排回大明啊？行，我这就去试试。保护大帅！八嘎雅路，擒贼先擒王，加快速度，与敌军战舰拉近距离，杀死敌军统帅。来而不往非礼也，本帅倒要看看你他娘的狗头有多铁，举一张强弓来！八嘎雅路，恨狗欺我太甚！这谁他妈射的箭，竟放着脑袋脖子不上，专挑人下三路这般残忍，关键还他娘的射的这般准，看这模样怕是鸡飞蛋打了吧？罢了，念在上天有好生之德，本将这就帮你解脱。大帅神箭，举世无双，汉有吕布辕门射戟，今有夏帅苍龙射囊，末将拜服。苍龙射囊，我他妈明明对准的脑袋，为何却偏偏射中了？人吕布辕门射戟传为千古佳话，难不成我虾仁今后却将落得个苍龙射囊的名号？可区区小事不值一提，本帅行事素来低调，还望诸位切勿张扬。即刻告知川下正雄，令其率南木正仪残部1个时辰之内替我军肃清港口残敌。遵命。什么？前几日令我等亲手处决不肯归顺的武士还不够，今日竟又令我等自相残杀，汉狗党真是欺人太甚！住口！南木大将，您看我等是否能趁此时机反戈一击？在绝对的实力面前，所谓的反戈一击不过是取死之道罢了。那杀神已从水陆两支大军齐头并进，直奔都城基业，而我军不仅毫无准备，又因城防空虚，已无力抵御敌军。我南朝怕是完了！南木大将，你竟敢公然背叛天皇陛下！莫非你忘了南木家族曾经的荣耀吗？难道你想南木家族被永远钉在我大河的耻辱柱上，生生世世被我大河子孙唾弃吗？抱歉，我也是为了给大河保留一丝火种，只不过你们选择了对抗，而我却选择了曲线救国。大明这头恶龙已然苏醒，并彻底盯上了大河。为今之计，只有尽早投降认输，才能给未来的大河留下一丝涅槃重生的可能。南田军别再顽抗了，大明帝大巫伯雄兵100万，而我大河如今却是4分5裂，形同散沙。以我大河的实力，若再负隅顽抗，那等待我大河的将会是一场毁灭性的打击。汉狗虽雄兵100万，却要时刻防御漠北元廷的反扑，且这群汉狗跨海远征必定难以持久。若你我联手反戈一击，即便难以取胜，也必能重创敌军。只要给天皇陛下争取到招募武士的时间，待稳住阵脚，定能伺机反扑敌军。如此，不仅我大河得以保全，南木家族的荣耀也将得以保全，还望南木大将深思。大将军，末将赞成南田军所言，对汉狗反戈一击，给天皇陛下争取时间。如今我军仍有一战之力。
龌龊果然不可信，时至如今竟还想着对咱们反戈一击。大帅，要不咱索性将那些鬼畜一股脑全灭了得了，赵起木楚留着迟早得反咬咱们一口。反咬一口，那也得看他们有没有那么好的牙口。给南木正一带句话，本帅耐心有限，若真想反戈一击，还请尽快。再转告川下正雄，半个时辰之内，若左木所属上有一个活口，本帅将亲手拧下他的狗头。遵命。南木正义，所谓的反戈一击不过是毫无意义的白白送死罢了。哪怕有一成机会成功，我川下正雄也会义无反顾地陪你赌上一把。但请睁开你的眼睛，好好看看，面对汉军的火冲劲弩，所谓的反戈一击有没有成功的机会？汉人有句俗话，叫做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忍辱负重，才能为我大和留下死灰复燃的火种。为了大和，给我冲！80里外就是我大和经济重地，为了天皇陛下，冲啊！曾经尔等那些鬼畜子孙倚仗武器精良，狂言说3个月内全面占领华夏。如今武器精良者乃我华夏大明，本帅倒要试试3个月之内能否将尔等这个肮脏的民族彻底抹除。天皇陛下，我大和的天塌了！那你天塌了！刚刚接到兵部紧急军报，汉军突袭港口，300余艘战船连同13000余众海军，几乎全军覆没。那南木正义竟作为敌军先锋，将南田左木残部7000余众诛杀殆尽。他背叛了朕，背叛了大和，竟然无耻地成为了汉军的走狗。时间紧迫，无需为了南木正义那无耻狗贼耽误时间，待打退敌军再行处置此事不迟。如今北部屏障已失，敌军顷刻将至，还望诸位群策群力，护我大和。启禀天皇陛下，咱们中了敌军调虎离山的诡计，因叛逆南木正一律精锐5万驰援长崎，如今防御经济的城防力量堪称前所未有的薄弱。臣建议应紧急在城中招募武士，并释放牢内关押的囚犯，并期待最立功协助守城。都城基也代表着我大和的尊严，臣判断不出3日必会有源源不断的大明率军赶来驰援。此事就交由你去办，不服从命令者格杀勿论。启禀陛下，兵部大夫仁川正隆奉命召集众大明以抗敌军，想来必不负所托。只要我等据城坚守3-5日，待仁川大夫率大军赶到，将势必对敌军形成前后夹击之势。陛下，大事不好了！臣刚刚接到紧急军报，兵部大夫仁川正隆与众大明齐聚大军8万，却在白石町遭遇敌军偷袭，全军覆没。短短半月之内，先是长崎沦陷，后有南木狗贼叛变沦为敌军先锋，现在倒好，竟连我兵部大夫仁川正隆以及诸多大名竟被敌军突袭于白石町，全军覆没。谁能告诉朕，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朕还有诸位重臣将成为我大和千年未有之耻辱的亡国之君、亡国之臣吗？启禀天皇陛下，汉经曾言，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何况帝王乎？如今局势岌岌可危，趁敌军尚未兵临城下，老臣建议陛下应即克律朝中重臣，移驾本州岛察察民生吏治。陛下，此地危险，赶紧带我们逃命吧！爸爸，经济面临如此险境，朕又岂能弃祖宗宗庙于不顾，弃城内30万子民于不顾？田中尽散，你这是欲置朕于不仁不义之境吗？不过有道是兼听则明，朕绝非独断专行、刚愎自用之人，不知众爱卿对于田中尽三所见有何看法？有何看法？陛下，您要想跑路，倒是直说啊！敌军来势汹汹，随时都将兵临城下，此时不跑，更待何时啊？至于保卫经济与敌军拼命的事，交给那些贱民就是了。臣等复以田中尽三所言，望陛下以国事为重，即刻移驾本州岛，察察民生吏治。如此看来，倒是朕错了，竟险些因小失大，那咱们就赶紧收拾收拾。启禀陛下，敌军已兵临城下。那你这么快，敌军是否已开始攻城？启禀陛下，敌军虽已列阵以待，却并未攻城，就由你替朕转达圣谕，命城防大小将领各司其职，绝不能有丝毫懈怠。待经济转危为安，上至守城将领，下至守城勇士，朕皆有重赏。遵命。看来走不掉了，如今局势已危如累卵，不知诸位爱卿可有良策？启禀陛下，如今敌军已兵临城下，令我军措手不及，先机已失。事到如今，我大和将被动地面临3个选择：战守和，还望爱卿速速到来。战则应趁敌军立足未稳之际，
清涧城内所有可战之兵，抱着必死之决心出城与之决一死战。守则请陛下即刻发布圣谕，举全城之力紧急招募城内所有男丁，上城抗敌，守护经济。其外，诚恳请陛下抛开往日之仇怨，与北朝联手抗敌。如若可行，最多则半月之内北朝大军必将赶到，解我朝之危。只不过，请谁容易送神难。即便到时候与北朝联手将敌军击溃，我南朝只怕也将为北朝所吞并。朕虽不才，却也知民族大义，与其为外人所欺，倒不如促使大和一统。朕累了，这有无休止消耗我大和国力的内战也该结束了。朕已决定，先与敌军议和，若不成则坚守待元首；若不成，则举全城之力与敌军玉石俱焚。大帅的终极目标非吉也无疑，之前在长崎唱的那些戏，也无非为了指导黄龙。没想到如今咱们都兵临城下了，大帅却依然未见踪影，也不知他娘的得等到什么时候。大帅可算是来了。兵锋锐利如斯，这就是大明帝国真正的实力吗？这就是频频招惹华夏大明之后，我大和将要面临的对手吗？我大和到底是唤醒了何等恐怖的存在？大帅，您看，白起，要说倭国还真是能屈能伸。也罢，念在上天有好生之德，就让尔等这群鬼畜唱完这出戏。大帅，有道是兵贵神速，迟则生变大。生变，如今大局已定，他们已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妥妥的兵家绝境。别说生变，就是特么的72变也休想逃出本帅的手掌心，大不了就是全城皆兵，30几万鬼畜罢了，弹指可定。大和帝国民部大夫兼制部少府东宫少傅松下满见过阁下。囔囔了这么一大串，官职如此之大，且如此之多，看来你此行前来的目的是为了震死本帅啊！素闻华夏大明乃礼仪之邦，本部奉我朝天皇陛下圣谕，特意前来与阁下议和，还望阁下给予本部应有的尊重。你说的没错，我华夏的确乃礼仪之邦，但无奈本帅少小无学，平生就好个面子。话说你直挺挺的站着与本帅讲话，对本帅很不尊重啊！八卦，我乃使臣，代表了天皇陛下的颜面，你们竟如此无礼！愚臣，给他10个耳光，让他好好清醒清醒。话说，你们那天皇陛下是不是对我大明的皇帝陛下太不尊重了？也不撒泡尿，好好看看，就你们这屁大点的国土面积，竟有脸自诩大和帝国？还有你们这不及本帅裤裆高的体型，口气竟如此之大，狂妄的自称什么狗屁天皇？这可真应了我华夏的一句俗语：天狂有雨，人狂有祸啊！这下好了，本帅来了。不知阁下如何才肯退兵？我大和该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才能与大明重归于好？拜儒家所赐，我华夏民族素来与人为善，喜太平而不喜战争。无奈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现在刀架在脖子上了，你们倒想着如何重归于好了。这柄刀曾为山下姬所有，本帅将其千刀万剐之后，曾对此刀发誓，有生之年必将屠尽倭畜，亲手将尔等这弹丸之地亡族灭种。而本帅从来都是言出必行。八卦，你竟敢！陛下，汉狗准备攻城了，此地危险，还望陛下速速回宫。八卦，朕不走，朕身为大和天皇，势必与勇士们共存亡。护驾，快保护朕即刻回宫！护驾，护送天皇陛下即刻回宫。八嘎牙路，若能度过此次难关，我金山一川定要以死上谏，即便付出一切代价，我大和也一定要大力发展军备。待到我大和实力足够强大的那天，定要10倍100倍的报今日之耻辱，让华夏大地遍地哀嚎。大帅，此行携带的炮弹已消耗3成有余，炮管也已滚烫发红，片刻之后将难以发挥作用，还请大帅允准，由末将率军攻城。末将愿立军命状，3个时辰之内若不能攻破吉野，请斩某头。本帅不准，炮弹仅消耗3成，即便用尽亦可再行补充。其次，炮管滚烫发红，用水也好，用尿也罢，替其降温便是。哦，还能用水给大炮降温，末将去就来。正如大帅所言，以水降温的办法果然奏效。攻城就好比偷盗，善于开锁者又何须翻墙而入？只要找对了方式方法，咱们就能以最小的代价，以最嚣张的姿态攻破吉野。本帅还是那句话，我炎黄子孙的命金贵，除非迫不得已不得不为，否则本帅绝不会做那种与敌军直面硬刚的蠢事。在火铳大炮出现的那一刻，世间将不会再出现坚不可摧的城池。若不是出于将吉野上下一网打尽的目的，于本帅而言，有30门大炮、1万大军已足以破城。大帅，我国经济虽远不如我大明经济之庞大，
却也有30余万军民。仅凭区30几门大炮1万大军，即便成功破城，也难以掌控局势吧？是吗？不妨拭目以待吧。当初的8国联军仅不过5万余众，却仗着长枪大炮横行华夏，攻破紫禁城，令慈禧狼狈而逃，最后签订一个又一个割地赔款的不平等条约，生生造就了我华夏100年之辱。此事足以证明，随着热武器的出现，我华夏人数众多的根本优势将被悍然击破。唯有先进的武器才能有力的主导战争走向，才能决定一个国家的前程命运。等了这么久，尔等鬼畜可千万别让本帅失望啊！等什么？传本帅令，所有大炮即刻向前推进100步，越过城头，火力来回延伸，覆盖打击。遵命。巴盖亚路，咱们用刀，敌军用炮，实力相差如此悬殊，天哪，这仗还怎么打？原本还想着为国而战，现在看来这就是白白送死啊！此乃天法，天要灭倭大河，非战之罪，非战之罪啊！入城。大河的勇士，随我一起共赴国难。共赴国难，说的倒好像老子欺负你们似的。这也就是你们这些矮矬子尚未迎风起势，否则怒吼这句话的就该是我炎黄子孙了。说来也真的多谢你们，若非尔等曾经的暴行，又岂能令本帅下定决心以杀正道？还望大帅恕末将不敬之罪。有道是千金之子坐不垂堂，末将深知大帅您悍勇无敌，然大帅乃我军擎天一柱，些许小杂鱼又何须劳烦您亲自动手，交由末将即可。给你1刻钟，大帅尽管放心，1刻钟之内，末将定为大帅扫除一切障碍，迎大帅入城。前世今生，那无数次的黄粱一梦，终于化作了眼前这道极其亮丽的风景线。启禀大帅，滞后营刚刚在5里之外发现近100倭处。本帅急着进城，时间紧迫，谁是领头的？出来说话。不得不说，这种时候赶来吉野，你的运气真的很不好。若不想生不如死，就将你前来吉野的目的痛痛快快的交代清楚。哎，当真是天不佑我大河啊！原本还指望南朝能够念在同宗一脉的份上，出兵解我北朝之围，没成想南朝竟比我北朝的局势更为不堪。哟呵，看来汤和将军在北边也是进展神速啊！启禀天皇陛下，城门被破，敌军已攻入城内。那你这么快，八卦，你竟敢谎报军情？且不说外有护城河，内有高4丈的城墙阻敌于外，我们仍有5万城防口卫经济。况且镇守城池的右近卫军大将纪山宜川，虽不善战，却极善防御。即便敌军不断炮击城池，也绝不可能如此迅速地破城而入。禀事部大人，护城河与城池均未起到丝毫阻拦敌军的作用，在敌军的不断炮击下，绞索炸毁护城桥，失控坠落。在之后，敌军竟以数十门火炮同时平击城门，而仅存的城防军为阻击敌军入城，连同纪山大将在内已全部玉碎。我不要见到那个来自地狱的恶魔，我不要见到他。速速传朕旨意，命中野三郎、桥本一木2人即刻率大军护卫皇宫，坚守待援。快去啊！末将无能，唯有率禁卫军竭尽全力替陛下阻挡敌军，还望陛下速速移驾。移驾，大河虽大，可是至如今，朕还能往哪里移驾？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城头一别，再次相会，诸位是否安好？你就是大明统帅，有何见教？大明号称天朝上国礼仪之邦，如今却不宣而战，悍然入侵我大河，难道就不怕天下人指唤吗？难道就不曾想过大明此举必会引起天下各国恐慌，被群起而攻之吗？不宣而战，这不正是你们的拿手好戏吗？曾经那些肆虐我大明沿海诸省的龌龊，试问有哪一次是宣而战之？说到为天下人齿寒，那又如何？我中原华夏素来与天下人为善，而天下人却当我华夏软弱可欺。如今我大明不惜耗费庞大的军费远征我国，就是为了让天下人知道，我华夏虽善却不容挑衅，怒则吃人。至于所谓的群起而攻之，呵呵，你信吗？且不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天下各国本就各怀鬼胎，即便他们能够众志成城，那又如何？我为天下尊，掌上有乾坤，阴阳随我意，天下尽称臣。八大雅路，你竟敢对我大和天皇陛下如此无礼，真是闻名不如见面。没想到华夏汉人竟如此狂妄，不知礼仪。八卦，我朝天皇陛下身份何等尊贵，又岂能容你如此侮辱？还请阁下自重身份，遵从人臣之道。
聒噪。照本帅看来，尔等倭国也就剩这点长处了，个子不大，嗓门倒是不小。不过尔等说的倒也不错，我华夏乃礼仪之邦，本帅身为炎黄子孙，虽读书不多，却也知书达理。然本帅一路太过匆忙，竟忘了给贵国天皇准备礼物，着实有些失礼。有道是亡羊补牢，为时未晚。无奈本帅身无长物，唯有借花献佛，向诸位大和之栋梁借上一物，聊表心意。你还有你，说的就是你，4尺差9寸，嗓门最大的彪形大汉。别说了，少不了你的一份。为成全本帅对贵国天皇陛下的全权之意，还望诸位不吝借头颅一用。我经济足30余万军民，一旦失控，阁下也必将付出惨痛的代价。我南朝虽败，却有北朝尚在，援兵不日将至。若阁下此时退兵，倒也为时不晚。如若稍有耽搁，必将全军覆没。北朝援兵不日将至。就你们这批大点的京畿，能否发起所谓的暴动，稍后自有分晓。至于北朝，诸位就别指望了，安心上路吧。且慢，天皇陛下的面子，本帅一定要给。天皇陛下是不满意本帅献上的礼物，还是觉得本帅太过吝啬，所献的头颅不够多？汉人有句话叫做冤家宜解不宜结，阁下如此肆意妄为，难道就不怕我大和千万子民从此与大明不死不休吗？难道就不怕大明沿海诸省从此陷入战火之中，永世不得安宁吗？汉人还有句俗语，打蛇不死，后患无穷。而小国想与我大明不死不休，那也得看看本帅会不会给尔等这个机会。启禀大帅，城内反扑敌军已被尽数镇压，其也已尽在掌控之中，还请大帅示下，我军下一步该当如何？所谓穷家富路，我军钱粮虽丰，却仍需未雨绸缪，告知将士们，一切以长期为准，照旧。城中可任由施为，然所得钱粮须得尽数上缴，到时统一分配，胆敢私藏者杀无赦。我大和愿尊大明为宗主国，俯首称臣；朕也愿尊大明皇帝陛下为圣父，从此忠心不二。天下共所周知，我皇气势如虎，身形雄健伟岸。就你这满脸猥琐之相，明显发育不良的3寸丁，竟妄想高攀我大明皇帝陛下为圣父，你也配？你这明显是包藏祸心，欲置我皇为天下笑柄。大爸，记住，要再让本帅听到这2个字，本帅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士可杀不可辱，你到底想怎样？大明与我大和相隔茫茫大海，即便阁下率军攻破我大和，也无非是为了报复这些年的倭患之仇。如今仇也报了，目的也达到了，你到底还想怎么样？你他娘的哭啥？本帅和你讲道理，难不成还特么欺负你了？当初欺负别人的时候，关起门来大秤分金，大口吃肉，自诩为老子天下第一。现在被人反打上门来，大祸临头了，知道哭了，早他妈干啥去了？姓瞎的，我爹说的果然没错。身处我大明之内，你当真已是极为收敛。一旦让你奔赴大明之外，你骨子里暴力霸道的秉性必将得到彻底释放。什么宗主国、藩属国，不过是尔等将我大明当成了一棵用以攀附繁衍的大树而已。尔等于我大明而言，就是一群毫无用处的寄生虫。一旦等到我大明衰落的一天，第一个落井下石、趁火打劫之人，就是你们这些所谓的藩属国。有道是烂船还有3斤钉，蛤蟆再小，用力挤一挤，总能挤出几滴尿来。说说吧，天皇陛下，国库内行里有多少钱财，通通交出来，本帅饶你不死。还有你们，倭国再穷，你们也绝不会穷。本帅不仅脾气差，这耐心也极为有限，活命的机会只有一次，能不能把握，就看你们的诚意了。阁下的意思是，只要我大和上下献出足够多的财富，阁下便会率军退出我大和？退兵？讲什么呢？怪只怪本帅没把话说清楚。毕竟以你们那核桃人大小的脑子，能领悟到花钱买平安这点，已是极为不易。还望阁下明言。本帅预收20条走狗，而此处却有倭国君臣共计83人，也就是说，这场活命的游戏规则很简单，用钱买命。本帅将以白银3万两为底价，愿为本帅走狗者，大可全力竞价这20个活命的名额。如此，本帅自然能够看见诸位的诚意，而不愿竞价或竞价失败者，诛灭全族。区区3万两银子便可保全性命，鄙人礼部大夫小泉太一愿进献全部家财白银10万两，还望主人笑纳。小泉君，你为何钱财再多，权势再大，死后一切成空？明大事知取舍，若是位列我大明朝堂，倒也是个人物。原本帅订立的规矩，应是当众竞价20个活命指标，不过念在你还算知情识趣的份上，也罢，给他松绑。多谢阁下，阁下再造之恩，从今往后小泉唯有肝脑涂地，以此相报。鄙人誓不少府田中进丧，愿献白银10万两，并生生世世效忠主人。若为此事天诛地灭。
势不少府，几乎等同我大明中书省幼宰，好大的官。本帅说过，活命的名额只有20个，价高者得。虽说你身为倭国幼宰，同样得遵守本帅订立的规矩。田中进3出价10万两，倘若诸位倭国之栋梁没有异议的话，那么活命的名额将仅剩18。且慢，我愿进献白银11万两，生生世世效忠主人，还望主人垂怜。我愿进献白银13万两，我愿进献15万两，我愿向主人进献16万两。大帅，不是早有传闻说坐拥宝山而不自知的倭国，因连年征战穷的都快饿血了吗？可末将刚刚大致估算了一下，仅是他们竞价所言，都已超过500万两之巨啊！国之财富若无异族劫掠，又无外财流入，将始终如故，绝不会无缘无故的消失。国家越乱，百姓越穷，那么10之8九的财富就必然为贵族门阀所夺。旁的不说，就好比你家贵为公爵，且还是世袭罔替，即使国家再穷，百姓再苦，又与你家何干？道理倒的确是这么个道理，大帅您又何必说得如此直白？买断离手，不愧是倭国幼宰，果然是财大气粗。恭喜你以白银25万两的价格，替全家买下了一个活命的名额。多谢主人。继续。出征已巡阅有余，以老朱的性格，想来也该着急了。金山银山跑不了，先灭国再挖宝的计划不变，但必须得给老朱打一针鸡血。只要本钱还回去了，那灭倭之战变成了稳赚不赔的无本买卖。到那时，即便有1-2条漏网之鱼前往大明当众控诉本帅的暴行，老朱也有理由堵那些圣人弟子的嘴骂。只要钱到位，孔孟都得靠边站。更何况倭国，我特么管你死不死！曹将军正式出道之前，你曾有过特殊的经历，想来对抄家灭门有着极为丰富的经验。这些竞价失败之人，尽数交由你来处理，就由本帅刚收的这群走狗替你带路。一来将他们的买命钱尽数收拢，二来将这些穷逼府中掘地3尺尽夺其财。大帅尽管放心，末将定然将此事办得妥妥当当。即便是他们藏在兜裆布里的银子，末将也定然给他掏出来。想做我大明的狗，仅献出钱财可不行，必须得有投名状。走，随本将一道办事。我等定当尽心竭力，替将军效劳。饶命啊，阁下！求您给我一个效忠大明、效忠您的机会吧。我愿倾尽家财献出白银10万两，只求主人您给个机会，给奴才一个效忠您的机会吧。本帅早已给过尔等公平公正公开竞价的机会，无奈是你们自己不争气，又怪得了谁？位列朝廷中枢，身居高位，竟连区20-30万两的买命钱也拿不出来，那也就怪不得本帅了。大帅，收获如何？启禀大帅，倭国不愧为弹丸小国，末将奉命遍搜皇宫，也不过的金16363两，白银854629两，以及珠宝58壶。不过大帅，您素来神机妙算，不妨猜猜看，这3只金丝檀木的盒子里各自装的什么宝贝？盲盒猜宝，你不说，本帅倒还差点忘了。南朝之所以号称倭国正统，完全得益于当年秦始皇为海外寻仙赐予徐福那狗东西的3件镇国神器：草雉剑、8尺镜、8尺琼勾玉。虾帅果然料事如神，竟当真是流落海外1000余载，被徐福那狗东西从始皇那骗走的稀世珍宝。大帅您向来见识广博，不知这3件至宝有何奇特之处？本帅只知这3件至宝被倭国奉为神物，至于他们有何奇特之处，我也不知。也罢，念在你寻宝有功，往日也还算兢兢业业的份上，本帅今日就给你一个露脸的机会，就由你率1000军士押送1000万两白银，连同长庆天皇及这3件至宝，即刻运回大明。末将遵命。岳父大人，小婿出息了，给您老送银子送宝贝来了。大帅您还别说，倭国这批大典的地方倒还真有其过人之处，就好比今晚这牛肉，那可真是鲜嫩多汁，回味无穷啊！咱大明的牛肉与之相比，还真他妈差点意思。本帅似乎听说咱大明的牛乃禁杀之物，等闲不可食之啊！大帅说的极是，朝廷确有律令，擅杀耕牛者罪无赦，但末将所食之牛肉都是。或许你所食之牛肉皆为即将老死或意外致残，今后将难以肩负耕种之重任的牛肉，对吧？大帅当真是洞若观火，明察秋毫。不错，末将所食之牛肉的确是即将老死或意味致残之牛肉，且还是先向地方官府报备，再经官府派人查验许可之后，再行斩杀食用。我堂堂炎黄子孙吃个牛肉都得报备，这既是一种悲哀，同时也是我等为官之人的失败。朝廷北伐漠北，至今已3月有余。若之前所谋进展顺利的话，漠北草原将彻底纳入我华夏版图，从此沦为我大明牧场。从洪武一朝始，无论是他娘的牛羊马驴，将食之不尽，用之不竭，再无需他娘的向官府报备。
汉狗屠城，大和帝国的武士们都团结起来，和他们拼了！杀！保护大帅。谢大哥不必紧张，些许小杂鱼掀不起风浪。本帅今日倒要检验一番，川下正雄所招募的2万日间是否可堪一用。奉主人之命，镇压叛乱，举族诛灭。没想到这群杂碎还真他妈像狗一样听话，你们的武士道精神呢？都他娘的死哪去了？我说你们倒是赶紧联合起来反戈一击，给曹某一个出场的机会啊！桥本君，竟然是你！道歉，我不想死。身为高贵的大和民族子民，你竟为了活命，背弃了武士荣誉，无耻地投靠了入侵我大和的汉狗。如若奋起反抗，哪怕有一丝生存的可能，我桥本也绝不会背叛大和。可是，南木大将，您一直让我等隐忍，可隐忍当真能使我大和浴火重生吗？胆敢上前一步杀无赦！没事，让他过来。奴才东条太郎，拜见主人。做得不错。尔等对大明的赤胆忠心，本帅很是欣慰。本帅素来赏罚分明，即日起，本帅封你为中明将军，正五品衔。终有一天，我东条太郎的后世子孙会将今日之辱加倍奉还。主人对奴才的大恩大德，奴才唯有以死相报。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天亮之前，本帅不希望再有暴动者的存在。奴才明白，奴才绝不会让那些自寻死路的暴动者打扰您的清梦。杀起自己的同胞，竟毫不手软，倒是一条听话的好狗。再听话的家犬，若从小投喂带血的生肉，早晚也必会成为一条吃人的恶狼。东条太郎是吧？就怕你不会有后代了。大帅，恐怕您当初力排众议，筹集军费出征倭国的目的，并非是为了倭国的金山银海吧？倘若真有金山银海，又何必大肆屠戮？龌龊，让他们替咱们当苦力，岂不是更好？你说的不错，本帅当初筹集军费的最终目的，的确是为了将倭国这头善于学习、更善于隐忍的恶狼提前扼杀。而金山银海之事，也绝非本帅虚言。待到将倭国王族灭种之后，自见分晓。至于替我大明挖山掘地的苦力，本帅早有安排，他们比龌龊更听话。率领陈友谅与张士诚残部迁居倭国之事，不知这是你个人的意思，还是望乡岛所有人的意思？圣上早已明示天下，往日的那些恩恩怨怨一笔勾销，并许诺张陈旧部，愿卸甲归田返乡也好，为国效命征战沙场也罢，皆会妥善安置。你又为何？时过境迁，沧海桑田，成王作古实数载，往日那些恩怨我等早已释怀，否则我等当初大可不必为了沿海百姓与倭寇海上搏杀，为民族效命，我等自当义不容辞。但我等身为成王旧部，虽为败军之将，却也知忠义二字，有生之年绝不会另投新主。至于解甲归田回返故里，曾经沧海难为水，乱世征战10余载，我等又孤悬海外10余载，故乡虽在，却早已物是人非，不满贤弟，包括陈友谅余部在内，我等早有另寻栖身之所的想法。只不过天大地大，但举目四望，却难有我等败军之乡的容身之处。现在好了，倭国将灭，周边群岛也肃清，不久的将来，倭寇也将从此绝迹人间。因此，陈某与部众商议过后，一致认定，倒不如索性在倭国扎根，告别过往，从头开始。三哥的意思，为帝明白了，但事关重大，须得由圣上决断，为帝也只有90%把握促成此事。大恩不言谢，今后但有所需，兄弟尽管开口，刀山火海任凭驱使。大捷，倭皇被擒，已被押解回朝，南朝覆灭，缴获无数。玄曼，倭国覆灭，连他们的天皇都给惊回来了。这出征还不到1个月吧，就把倭国给灭了。咱们的这位青天之府未免也太厉害了吧？那可不，你可别忘了，咱们这位辅尊大人那可是有着修罗之府之美誉。这次辅尊大人亲自出手，那些无恶不作的龌龊还能有活路？你说啥？南朝覆灭，连倭国的那狗屁天皇都给咱擒回来了。启禀陛下，此事千真万确。曾经的倭寇何等的艰险狡诈，30几万大军耗时11年也难以剿灭，不曾向倭国本土尽如此的不堪一击。传旨召开5朝，宣文500官即刻入朝。遵旨。韩国公，恭喜恭喜呀！有道是母凭子贵，父以子荣，驸马爷的建奇功，当真是虎父无犬子啊！所谓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百师兄有此灵儿，现杀老夫也。承蒙诸位抬爱，老夫感激不尽。但今日之大捷，皆因信国公夏永侯2人指挥得当，以及众将奋力搏杀于倭国。我儿不过是略尽绵薄，又岂敢言功？虾人呀虾人，我儿烂铁成钢也就罢了，今日献捷之恩，叫老夫何以为报？爹，孩儿这刺客，皇宫禁地，岂容你在此大呼小叫？去
须知越是得意之时，就越的低调，绝不能得意忘形。圣上素来不喜争名夺利之人，待会儿圣上传召，你表现的越是谦逊，越是不争，圣上便越会看重于你，明白吗？爹，孩儿明白。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今日破例召开五朝的原因，想来诸位都已知晓。我大明首次远征海外，一路所向披靡大捷，肆虐我华夏沿海各省近100年，烧杀掠夺无恶不作的倭国，今时今日终于为他们的狂妄无知付出了代价。替大典疆域，却敢大言不惭，自称天皇。蛤蟆打哈欠，好大的口气！咱倒要看看，胆敢凌驾于咱朱元璋之上的天皇陛下，到底他娘的有何过人之处？宣进来！陛下有旨，宣赴马里奇，倭国伪皇入朝面圣。士别3日，当刮目相看。从今往后，我将不再是我。稳住，一定要稳住，一定要淡定从容。李琦，你绝不能恃功而骄。臣奉命押解倭皇，连同白银1000万两，及始皇3神器，8尺琼钩玉8尺镜，草雉剑，回京献捷。下人这小子办事还算靠谱，你随那小子在倭国走了一遭，也还算有所长进。待大军回朝，再一并封赏。臣多谢圣上。此行征倭，我军之所以所向披靡，功在陛下气冲霄汉，乾坤独断；功在太子殿下及众大臣的戮力同心，众志成城；功在夏勇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功在景川侯敬宁、侯拱昌侯等众将勇猛无双；功在全体将士为扬我大明国威，奋勇杀敌。与之相比，臣之功劳实在是微不足道，不值一提。敢问大明皇帝陛下，大明派大军前往，是为了征服我大和帝国，还是准备冒天下之大不韪，欲将我大和民族亡国灭种？大胆而一介蛮夷，今日有幸的见真龙竟如此不知礼数，还不赶紧行叩拜大礼？两皇相见，自当齐肩以待，岂有叩拜之礼？齐肩？咱即便是坐着，就你这8岁顽童的体格，也不配与咱齐肩吧？怎么着？听你这话的意思，咱还得在这奉天殿给你安排个尊位，与咱平起平坐。朕自小熟读汉家典籍，素闻华夏乃礼仪之邦，对此仰慕已久。可今日一见，却让朕不由得想起了一句汉家俗语：闻名不如见面。所谓礼仪，不过是浪得虚名。此言大谬也。倭国乃一介小国，地小人寡，国力羸弱。反观我大明，却被天下共尊为天朝上国，人杰地灵，地大物博，当世无双。你虽贵为倭国天皇之尊，却也不过是区区小皇，又岂能与我皇并立？这个衍圣公可算有点眼力见了。恕老臣斗胆谏言，长庆天皇虽不配与陛下您齐肩以待，但其贵为一国之君，也当以礼相待，予以赐座才是。若大明皆如此人一般善解人意，我大和也并非没有浴火重生的希望。倘若平安度过此次劫难，我大和定要不计代价地发展军备，窃取大明的火铳大炮锻造之法。待到大明逐渐衰落的那天，我大和帝国定要10倍、100倍、1000倍地报今日之血海深仇。这老东西当真是糊涂透顶，还不赶紧给咱住口！太太，也难怪虾人看这老东西不顺眼。都说人老精马老化，顶着当代衍圣公的头衔，这老东西当真是越老越糊涂。你自个儿蠢，那也就别怪我老李不仗义了。启禀陛下，衍圣公之言恕臣不敢苟同。遥想出征前夕，夏永侯曾说过一番话，令微臣至今记忆犹新。有朋自远方来，我大明当以美酒佳肴热情相待；有敌自远方来，不必迟疑，当以刀枪剑戟等18般兵刃，变着花样的轮番伺候，喂养我大明国威，为我大明沿海诸省100年来枉死于倭寇之手的无数冤魂，也为警戒天下万国，我大明隆威荣不得丝毫挑衅。所谓上行下效，为教会后世子孙对敌当施于雷霆手段，绝不可心怀怜悯，给后世留下隐患的道理。臣气血上奏，恳请陛下将倭国这不知天高地厚、妄自尊大的狗屁天皇，于是日后押解西门，当着京畿无数百姓的面凌迟处死。大明恃强凌弱，不宣而战，无耻地偷袭我大和民族，难道就不怕天下人为之耻华吗？汉语有句话叫做是兔死狐悲，华夏历代王朝素行王道，因人亦知名为周边各国尊之为宗主国。倘若大明当真将我大和民族亡国灭种，天下必将震动，众藩属国从此必将视大明有如蛇蝎，各国恐慌之余为图自保，势必联合起来群起而攻之，到时大明将毁之晚矣。真是恬不知耻！老夫问你，倭寇自南宋开始便未祸我华夏沿海诸省，至今已100年有余，百姓更是死伤无数。尔等有哪一次不是偷袭之举？真以为尔等以兵作贼，公然劫掠我大明沿海诸省的鬼祟伎俩，能瞒得了天下人不成？如今我大明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师出有名，何错之有？朕承认，所谓倭寇的确是朕管束不力，以致让其为祸有利。汉语有云：知错能改，善莫大焉。我大和愿全力弥补曾经的过错，今后愿为大明帝国马首是瞻，效犬马之劳，只求大明皇帝陛下高抬贵手，赐予我大和民族改过自新的机会，因此我大和民族得以继续繁衍生息。倭皇所言，不知众卿有何看法？我大明是否该召回大军，给倭国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启禀陛下，孙子曰：“夫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混账东西！堂堂华夏居住，竟被你这狗东西用来替异族蛮夷开脱，咱留你不得！所谓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老臣以为，我大明乃堂堂天朝上国，为天下共尊，当以教化为主，刀兵为辅，应以广阔的胸襟，给予倭国改过自新的机会。此人大大的好，我大和若此次得以保全，朕定以重金收买此人。不对，凡今日替我大和招募之人，都值得以重金收买。一旦他们为我所用，大明持之横行我大和的火铳大炮的锻造之法，必将成为我大和的囊中之物。衍圣公所言，不知众爱卿有何看法？启禀陛下，古语有云：其所善者无则行之，其所恶者无则改之。倭国即愿痛改前非，从此效忠大明，臣以为当赦免其过也。臣附议，所谓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倭国毗邻大明，若能痛改前非，今后自当以和为贵。攻己恶者，故不得攻人之恶。若小小而辞皇人，定是自治疏底。微臣恳请陛下予以宽恕。所谓人孰无过，当容其改，微臣附议。还有附议的吗？古往今来，好人坏人都不会死，只有愚蠢看不清局势的人上赶着找死。太子，依你之见，此事当如何处置？正所谓开弓没有回头箭，落子无悔大丈夫。启禀父皇，儿臣以为既然做了，那就干脆把事做绝，彻底将倭国纳入我大明版图。那依你之见，今后我大明将倭国纳入版图，倭国百姓又该如何处置？前车之鉴，后世之师。东汉末年五胡内迁，后西晋八王之乱，以致国力日衰。趁此时机，原本饱受恩惠、比狗还听话的五胡，当即化身虎狼，祸乱天下，涂炭生灵。由此可见，一族当诛，倭国乃是只豺狼。今即已结下不世之仇，孤以为当斩草除根。陛下，倭岛无他，可牛肉着实嫩滑无比。小子给您捎了几头回去，您可千万要烤着吃，多放胡椒，少放盐。身为堂堂临德殿大学士，咱一再叮嘱他好好练字，如今大半年过去了，这小子的字迹竟还是如此的不堪入目。呵呵，所谓字如其人，又如其形。以虾仁学士豪放不羁的性格，写出这是如狂风乱云的字迹，倒也在情理之中。难怪您老身为一介文臣，竟能够在众多开国功勋中脱颖而出。仅凭您老这一手睁着眼睛说瞎话的绝活，就足以傲视群雄了。擅长所言却也不无道理，一般人还真写不出如此卓尔不群的字迹。圣上不妨细看这一句：逮住蛤蟆，钻出尿来。此言下笔如风，铁画银钩，尽显决心与霸气。哦，信笺中还有这句，哈哈，这小子果然才气过人，深得朕心啊！只是虾仁已年幼17，这终生大事直叫朕担忧。前往倭国之前，朕已催促数次，但每均以失败告终。此事不如交与臣来办。圣上看这几位女子如何？擅长。这是从何处寻得的？这几位佳人是臣在爱寮上寻得的，皆才智出众，为女子中的佼佼者。臣已一一核实过，皆真心寻觅良人，不求荣华富贵。倘若虾仁学士不满意，也可自己去上边寻觅，操持起来也很便捷。于左下方进入，即可匹配100丈之内的佳人，其芳龄家底皆可查看。圣上可放心。这爱寮听着不错啊！昭告天下，我朝未婚男子皆可于上方了结终生大事。言归正传，咱最初以为虾仁是一位治国安民的大才，不成想这小子竟有冠军侯攻伐之才，远征倭国竟一路势如破竹，望风披靡，10日之内便已攻陷9州，直捣黄龙，擒回倭皇。最难能可贵的是，此战乃我华夏历朝历代以来第一次跨海远征，意义重大。若换作旁人取得了如此大捷，未以彰其功，恨不得将战事始末尽数言明，唯恐有所疏漏。这小子倒好，信笺中仅只是言明了如今取得的战果，过程却是只字未提。李琦，你一路跟随虾仁左右，赶快给咱说说。
岳丈大人，您可算是问对人了。远征倭国战事始末，没人比小婿我更为清楚。启禀陛下，始皇3神妾及1000万两白银，锦衣卫已尽数押解回宫。如今国库空虚，急需填充，命锦衣卫即刻押送700万两运往国库，并告知户部尚书沈立本，这笔银两算是户部投资军费所提前预支的红利。此外，太子为远征倭国，宁愿捉襟见肘，亦决然自以军费10万，自当予以分红。命锦衣卫即刻押送30万两运往东宫。多谢父皇，但此事已定，无需多言。至于始皇3神器，乃我华夏瑰宝，流落海外千载有余，今物归原主，自当珍藏。命锦衣卫即刻运往珍宝阁，务必小心。陛下，不知剩余的270万两白银，奴婢当运往何处？那依你之见，剩余银两应当运往何处？奴婢该死，奴婢罪该万死。人有失足，马有失蹄，还望父皇念在云总管往日办事兢兢业业、忠心事主的份上，予以宽恕。若不是太子替你求情，多谢太子殿下，多谢陛下开恩，奴婢这就去拜。朝廷圣上您自个儿以及太子殿下，人人皆分有红利。我老李子以军费足30万两，此次竟却连个3瓜2枣也没捞着。算了，毕竟酒宴开席，老板先吃的道理，老夫还是明白的。陛下，这一次您吃肉臣没话说，下一次运回金银，您可得让臣跟着喝口汤才行啊。好了，快给咱说说，虾仁是怎么拿下那个所谓的天皇的？启禀陛下，在虾帅带领我们登陆倭岛的那天，出其不意山道伏击，李代桃将智取长崎，料敌于先城为使诈，关门打狗瓮中捉鳖，兵贵神速闪电奔袭，直捣黄龙攻破倭都。好，咱当初对虾仁的期望不过是半年之内替咱打下一个桥头堡罢了，万想不到这小子年纪轻轻，且从未研读过兵法韬略，竟有兵仙之能，未获之才。有道是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若非陛下您当初慧眼识才，不论年岁不计出身，毅然予以拔擢重用，又岂能有今时今日之大好局面？若非陛下您胸襟宽广，用人不疑，虾仁学士即便身负绝世之才，只怕也难以全力施展。韩国公所言甚是，遥想当年的兵仙韩信，乃秦末汉初当之无愧的不世之才。其人虽有狂悖之处，却也不该枉死于猜忌之下。汉高祖若能善用其才，使其北击匈奴，又何至于有当年的白马之围？康王赵构若非为一己之私，暗使奸臣秦桧弄出个莫须有，倘若千古奇冤岳武穆尚在，又岂能出现令汉人蒙羞至今的靖康之耻？说得好，一为巩固皇权稳定社稷，一为保住地位一己之私。虽说事出有因，但狡兔未死走狗已烹的做法，属实令人不齿。即便是世间再无狡兔，然念及往日功勋，念及二人的不世之才，也当使其安享富贵荣华，予以善终才是。身为帝王之尊，却行宵小之举，岂不叫人寒心？哼！这宣旨上的一连串人名，无不是今日在朝堂上附议衍圣公孔熙学，赞成给予倭国改过自新的一众大臣。没想到这些迂腐之徒，竟如此迅速地登上了陛下的生死簿。看来这些人是凶多吉少了，圣上没提，还是当作没看到好了。陛下，您的东西掉了，您抬腿，让小婿替您捡起来。咱他娘的眼睛没瞎，用不着你小子提醒。哦，地上竟还掉了一张纸。就劳烦你父子二人替咱跑个腿，前往刑部一趟，传朕口谕：3日后西门菜市口将倭皇处以极刑，凌迟处死。遵旨，臣等告退。爹，虾仁与陛下及太子殿下独处之时，要么用过午膳回衙，要么用过晚膳回府，为何轮着咱们？若不是你小子眼尖，不说回京献捷的功劳，即便是身为岳父的陛下为女婿接风洗尘，也免不了一顿饭啊。近来国事繁忙，陛下如何有空留你我父子用膳？图解，他来作甚？是圣上传他来的。大人，有以在秦淮河中的画法，每月按时缴纳税银。若我等贸然前往，是否不妥？不妥。你二人可知虾大人出身微末，其身后更是没有任何背景，为何却能够在短短不到1年之内一跃为朝中新贵？尔等可知辅尊大人自任职应天知府以来，一路遇神杀神，遇鬼斩鬼，从未有过丝毫忌惮，所凭何故？圣卷隆恩。尔等仅看清了表象，却未曾参透实质，包括涂某在内。此前也以为辅尊大人因年轻气盛，一朝得志便不知天高地厚，
直至辅尊大人临行前的一番金玉良言，涂某这才明白辅尊大人的深不可测。还望大人解惑。圣君坐朝，为臣者结党弄权，尽报腐朽逆势而为，早晚大祸临头。辅尊大人之所以大获圣宠，全在8个字：忠君不二，为民请命。身为人臣，我等忠于陛下，为国除奸，为民除害，何惧之有？启禀大人，目标出动。哼！果然如瞎大人所言，朝中道貌岸然者多为阿萨腐朽之徒。任凭这个老东西平日里隐藏的再深，也终究还是露出了他的猴屁股。所谓捉贼捉赃捉奸拿双，本府此次定要将那无耻之徒的遮羞布亲手揭下。走！尔等在此照应，记住，绝不能暴露身份。老爷尽管放心，小的明白。哎呦，我的赵老爷，鲜花在眉也须得雨露滋养。您若再不来，我们家牡丹怕是得相思成疾，就此凋零了。可有闲杂人等？老爷放心，一切如旧。老规矩，没有我的吩咐，任何人不得擅自入内。赵老爷尽管放心，房中已备好酒菜，绝不会有任何人坏您的好事。牡丹，老夫来了。涂大人，怎么是你？你为何在这？所谓顺藤摸瓜，本府身为虾永侯第一心腹，如若不揪住你这根藤，叫本府如何摸瓜，又如何完成陛下之重托？赵大人无需惊慌，涂某此行别无他意，不过是奉旨捉奸罢了。奉旨捉奸，陛下都知道了？那倒没有，涂某尚未来得及禀报此事。既然如此，还望涂大人高抬贵手，容赵某先行穿上衣物，一切好说。不成想赵大人一知廉耻，此前赵大人四处传唱，言虾永侯当日光着腚子为贼人所掳之时如何，恍如亲眼所见一般。有道是一报还一报，今日涂某倒要让世人看看赵大人的绝世风采。别看了，在你忙着脱衣裳的那会儿，你的那几个随行的家仆全都被我搞定了。禀大人，一切都已办妥，将他们押入隔壁房中审问，签字画押已被陛下预览。哦，对了，别忘了那位将当朝吏部侍郎赵大人迷得神魂颠倒的牡丹，他的供词尤为关键。遵命，卑职定不负大人所托，还他妈愣着干啥？没听见辅尊大人的话？走。赵某生死今操于大人之手，若大人今日网开一面，从今往后赵某愿为大人马首是瞻。赵大人先将衣服穿上。多谢涂大人，大人再奏之恩，书名必定。本府急缺一条咬人的狗，做得好可活，做不好万劫不复。还望大人明示，让书名咬谁？在此之前，赵大人是否应该先给本府一张投名状？有道是口说无凭，翻脸无情，不知赵大人能否理解？还请大人过目。虽说其中定有隐瞒，但仅凭受贿所得白银18万两，就足以陛下将你千刀万剐。涂大人放心，书名明白，待书名回府自当奉上厚礼。你之所求或许是为了那阿杂之物，然本府所求乃为平步青云，史书留名。所谓厚礼之事不必再提。大人志存高远，书名叹服。溜须拍马的话无需多言，用虾永侯的话来说，本府对此免疫。天下风起云涌，朝中正值吐故纳新的改革浪潮，形势一片大好，却总有人为图名望，不惜保守残缺，逆势而为。对此，陛下已极为不满。旁的不说，汤下二帅远征倭国，今已成鲸吞之势，不日可定。朝中以孔熙学为首，竟还有人为了那所谓的仁义之名，主张纵虎归山。这其中自然也包括你赵书明在内。赵大人是聪明人，话已至此，想来也无需本府多言。一句话，陛下欲倒转乾坤，横扫往日之阴霾，传承千载的衍圣公一脉将从此断绝。不断削弱我言黄血性的儒道，从此也将跌落尘埃。而那些与国无用、与民无益之人，朝中也将再无他们的立足之地。所谓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赵大人若不想与他们一块陪葬，弃暗投明，还来得及。孔老，昨日早朝过后，陛下命韩国公前往刑部传旨，于3日后凌迟倭皇。这事您老怎么看？是啊，孔老，自听闻了这个消息，下官总有一种莫名的心惊肉跳之感。您说陛下他会不会就此疏远我等？若早知道圣意已决，我等又何必为了博取那所谓的名望，背圣意而为之呢？不瞒诸位，
倭皇之下场本就在老夫的预料之中。说到底，倭国的生死存亡与我等何干？我等替倭国求情，无论成与不成，都将声望大涨。而声望即是我等立足朝堂的垫脚石，同时也是我等安享荣华的护身符。不过是政见相左，即使陛下不惜我等，又何以罪之？孔老不愧为孔圣子孙，文坛智者之名，实至名归。那还用说？论及名望，即便是当代大儒宋濂，与孔老相比亦黯然失色矣。虾仁那数字的确不愧当是财神之名，远征倭国上不足1月，便已运回白银1000万两。我等皆为国出力，众筹军费以作征倭之用，如今获利凯旋，理当筹功才是。孔老，您的意思是？怎么，老夫说的还不够清楚？果然是一群蝇营狗苟的愚蠢之辈，大祸临头犹不可知，竟还笑得出来。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众卿平身。有事早奏，无事退朝。臣礼擅长，有事启奏陛下。准奏。启奏陛下，所谓大乱之后当有大治，西南土司作乱今已平定，改土归流之国策亦随之推行。然此国策乃为我朝首创，历朝历代并无先例，虽为一民之善举，无奈贵广云川地处边陲，百姓受漏网之于土司余孽蛊惑，时有对抗之举。因此西南4省布政司纷纷上奏，为消除新政阻力，盼请陛下速派朝中干吏亲临教化，使各省百姓免受蛊惑，明白改土归流之精髓。传朕旨意，卓逢胜、傅有德、李文忠3人务必稳定西南，凡煽动百姓妄图对抗新政的土司余孽，杀无赦。咱绝不允许土司余孽死灰复燃，更不容许一民之新政胎死腹中。传旨4省布政司，教化百姓之干吏不日将至，务必稳定局势，绝不能与百姓冲突，以免加剧事态。遵旨。教化，论及教化，试问满朝文武谁他们还能比老夫是何？今天这风向不对啊，不行，我这把老骨头可经不起折腾。分红之举择日再提，如今的当务之急，须得设法躲过这阵风头才是。启禀陛下，陈诏书明弹劾太常寺卿孔希学、光禄寺少卿张云峰、大理寺承韩文耀等共计15人，结党营私，打火求财，欺上瞒下，徇私舞弊，沽名钓誉，欺世盗名，阻挠国事，妨碍改革，罪8条，望陛下明察。大事不妙，咱们之间竟出了一个吃里扒外的内奸，简直是一派胡言。赵卿，你可知污蔑孔圣后裔当代衍圣公的严重后果？启禀陛下，臣用项上人头担保。住嘴！你这无耻之徒！陛下明察万里，身为孔圣后裔子孙，老臣只求一个清白。启奏陛下，臣早已收到举报，言赵书明赵大人身为吏部右侍郎，倚仗手握地方官吏选拔考核之权柄，以权谋私，暗中大肆敛财。启奏陛下，赵大人不法之事，臣亦早有耳闻，恳请陛下明察。启奏陛下，天下最可恨之事，莫过于贼喊捉贼，等为一奸却诬陷忠良。因此，臣恳请陛下还孔大人一个公道，严惩赵书明。孔大人身为孔圣后裔子孙，当代衍圣公，堪称儒道之瑰宝，又岂容小小污蔑？时其突然，且事关者大，咱一时也难以明断是非曲直，不知众卿有何高见？启奏陛下，臣以为此事关乎孔圣名誉，当言之有序，言之有物才是。国家自有法度，弹劾之事当慎之又慎。若无真凭实据，仅凭道听途说，凭空猜测，岂不成了相互攻讦？天长日久，今后必将党同伐异酿成党争。启奏陛下，国之中枢，容不得宵小立足，中间善恶一查便知。臣以为当彻查此事，以正国法。臣等附议，恳请陛下彻查此事。为平息战火，为天下苍生，孔圣曾呕心沥血，四方奔走，咱绝不相信孔卿竟会做出令孔圣人蒙羞之举。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为堵天下悠悠众口，咱定还孔卿一个清白。传旨，为替孔圣证明，为正当代衍圣公的碧血丹心，由刑部督察院大理寺3司会审，其结果昭告天下。启禀陛下，无需劳烦3司会审。所谓衍圣公及其一众爪牙背地里做出的一些阿杂事，已被臣笔录成书，恭请陛下阅览。哦，那咱倒要看看，其中但凡有一句虚言，臣愿以9族担保。咱一直以为曲部孔圣一脉当为世之楷模，文人学子之表率，可如今看来，或许是咱太过天真。陛下明鉴万里，
书册所言皆为诬陷之词，不足为信啊！陛下，陛下，臣冤枉啊！冤枉！尔等不妨自个儿瞧瞧尔等干的这些阿杂事。咱非庸碌之君，尚能分辨是非曲直。倘若尔等看完之后仍旧觉着冤枉，咱绝不介意彻查到底，还尔等一个所谓公道，给咱照着念。山东雪灾，孔熙学勾结地方官吏，趁机吞并土地，哄抬粮价，贪婪敛财，详细始末。陛下饶命，饶命啊！陛下，主谋皆为孔老贼一人，臣等一时利益熏心，误上贼船矣。臣等一时糊涂，受此贼蛊惑，并非首恶啊！陛下，饶命啊！陛下，臣举报孔老贼倚仗为孔胜后裔于山东区部作威作福，多有不法之事。山东雪灾趁机哄抬物价、兼并土地之举，皆为孔贼之谋。臣愿检举揭发，愿戴罪立功。如今事实俱在，证据确凿，用得着尔等检举揭发，用得着尔等戴罪立功，早他娘的干啥去了？衍圣公一脉世修降表，危害乡里，早已不惧孔圣之风骨。传旨，即日起废除衍圣公之名，党魁孔吸血，上不思皇恩浩荡，下不知体恤生民，赐毒酒一杯，屈部一脉，抄家灭门。张云峰、韩文耀、魏国安等14人，沆瀣一气，狼狈为奸，贪婪谋财，罪大恶极，为张国法森严，为整肃朝纲，着家产尽没，腰斩气势，一灭三族。且慢，太子殿下还是一如往常的仁义，这些阿杂之辈，您又何必替他们求情呢？太子有何话说？启禀父皇，论及罪过，抄家灭门，一灭三族，绝不为过。然如今朝廷正值用人之际，还望父皇念在他们曾众筹征倭军费，于国有功的份上，从轻发落。那依你之见，该当如何？儿臣以为，孔圣后裔世修降表虽为事实，犯下大错亦为事实。然念及孔圣之功，衍圣公一脉至此废除，贬为庶人即可。此外，屈部一脉所行不法之事，占山者当还山于民，占地者当还的于民。至于孔卿等一干人等，为震慑宵小，儿臣建议一律官降5级，取缔倭国分红之权，即刻赶赴西南，向当地百姓阐明改土归流一之利弊，戴罪立功。处置衍圣公一脉，朝众风向如何？启禀陛下，中武将的反映处及少数几人外，皆贪官详情大为赞同，严酷俘虏就义，赵宋中儒却成了软蛋松包，受尽欺凌。由此可见，那些百无一用的俘虏早该整治了。心有猛虎，却横遭受缚。然今朝解雇，他们自当弹冠相庆也好，当用之时却闲置，不用无异于暴殄天物。咱要亲眼见证，我大明这头解除了禁锢的老虎，登高望远，虎啸天下的绝世风采。那少数几人有何高见？据微臣所知，少数几人与今日被贬大臣皆为姻亲关系，故而对此颇有微词。咱圣意已明了至此，这些人竟还如此的懵懂无知，可见鼠目寸光，难堪大任。好在上知好歹，知道感念咱边的恩情，否则，咱现在最关心的是否有人趁此时机背地里兴风作浪。陛下英明神武，的确有人唯恐天下不乱，趁机散播谣言，意图离间朝廷与天下学子之间的关系。据密探暗中探查得知，孔熙学、张云峰、韩文耀等一干被贬之人的亲友，以及一些妄图举荐为官的门生，共计82人，因不满朝廷所为，这才暗中鼓噪，意图抹黑陛下。虽说谣言止于智者，但咱却认为，制止谣言的最好办法，就是让那些背地里制造谣言的鬼祟之徒永远闭嘴。微臣明白。山河破碎，国破君亡，即使贵为一国之君，也终究沦为一头待宰的羔羊。世间从没有万世不衰的王朝。倘若有朝一日，我大明日薄西山，江河日下，太子殿下，您看，欲万世长青，唯有天下大同，天下一统，众王分封，纵有纷争，亦远胜为一族所欺。出发！太子殿下有令，出发！不要，我不要凌迟，太子殿下，真要见？不对，我要见你们的皇帝。我愿投降大明，我愿昭告天下，从此大和并入大明疆土。不必了，倭国并入大明疆域与否，事到如今已由不得你。今日监刑，乃孤自行请命而来，其目的就是为了向世人宣告，对异族蛮夷，我大明从此将不再仁慈。孤长这么大，尚还是首次监刑，即便是前些时日被处决的残垣余孽，也未享有如此殊荣。所以你应该感到荣幸才是。你不必担心受虾人启发，孤早已命人准备了100年老参汤。孤向你保证，3600刀。倘若让你少挨了一刀，便算孤办事不力。
为何要将我大和赶尽杀绝？难道无数典籍中记载华夏所谓的仁义之名，以德报怨的胸怀，不过是些欺世盗名、蒙骗世人的吹捧不成？自商周以来，我华夏对尔等一族蛮夷的以德报怨之行径还少吗？唐宋两朝更是对尔等一族蛮夷极尽包容之能事，可最后换来的结果是什么？晋有五胡乱华，唐有安史之乱，宋有靖康之耻。以德报怨换来的是尔等一族蛮夷的以怨报德，换来是尔等倭国的变本加厉。但凡我华夏内部不稳，现如今貌似听话的四方蛮夷，必将毫不犹豫地化犬为狼。到时以德报怨换来的必将是我华夏大地烽火狼烟，生灵涂炭。好在大错未成之际，我大明及时的幡然醒悟，今以王霸并举，内行王道，外行霸道。从今往后，犯我大明者，亡国灭种。太子殿下所言极是，臣素来以为，一族蛮夷为威而不为德。所谓的以德感化，无异于投石喂虎，反被虎伤。兄弟齐心，尚且其利断金。倘若我大明上下同心同德，将所有的力量拧成一股绳，我大明势必从此蜕变为一条龙吟九霄的神龙，任他虎豹豺狼尽俯首。骗子！汉家典籍中所记载的仁德无双，尽是些骗人的鬼话。倘若典籍中所言尽数属实，我大和又岂敢轻落虎须？倘若不招惹大明，我大和又岂会面临一场王族灭种的浩劫？我堂堂天皇之尊，即便战败被俘，最不济也不过是囚禁终老，又岂会面临千刀万剐的凌迟酷刑？微臣屠杰率应天府全体衙役参见太子殿下，千岁千岁千千岁，免礼平身。蒙上苍庇佑，君臣同心，百姓同德，将士无惧生死，勇于征战。今外灭残垣，内安西南，远征倭国势如破竹，连战连捷。时至今日，孤感慨万千，万语千言，皆为肺腑之言。孤自小受儒家熏陶，曾天真的认为，举兵征伐远不如以仁德教化天下，无需流血，无需杀戮，便可保天下太平。然放眼古今，无数残酷的事实证明，孤曾经的想法太过天真，大错特错矣。放眼回眸，历朝历代之仁德，也尽数为了不知感恩的虎狼。咱们的仁慈，皆被一族蛮夷是为了软弱可欺，是为了一个予取予求的大冤种。孤直至近来方才幡然醒悟，尊严唯有用武力来捍卫，屈辱唯有用敌人的鲜血才能洗刷，唯有踩踏着敌人的无数尸骸，方能真正实现万世之太平。孤今日来此，只为一事，那就是以我皇之血肉，敬告苍天大地、日月乾坤以及我大明6000万众。从今往后，我大明将不再仁慈。凡冒犯我华夏天威者，凡欺凌迫害我炎黄子孙者，即使山高水长，相隔万里，我大明也是必诛之。大快人心哦！太子所言当真是大快人心啊！俺虽然没读过书，却也明白一个道理：谁若欺我大明，就得以牙还牙，绝不能做那等以德报怨的蠢事。说得好，以德报怨有个屁用！咱大明现如今的太平，那可是以无数场的搏杀，用无数人的性命生生杀出来的。店家赶紧上酒，上最好的女儿红，此情此景当痛饮一番。刚过一舍，须以绵尽中和。待黄某此番高中，太子殿下您若信得过我，此诚必将倾心辅佐，助您成就一番旷世伟业。民心所向，足以撼天动地。区区儒道与之相比，不过是沧海一粟，微不足道。直到现在，咱才彻底明悟，一味的追求太平安享太平，到头来却难有太平。倘若所谓的国泰民安是以委曲求全犯而不教，甚至予取予求的代价所换取的话，不要也罢，咱也绝不允许我堂堂华夏炎黄子孙因安享所谓的太平，逐渐磨灭骨子里的血性，蜕变成一族蛮夷口中的食草之兽。圣上所言极是，今日之景象，让臣不由得想起了报元当政之时，一民不聊生，乾坤倒悬，天下烽火狼烟，无数百姓为求一条活路，纷纷投身起义大军之洪流，其势之大，如同江河决堤，非人力所能逆转。由此可知，天下浩浩大事，从不在某学某派之间，而在天下数千万黎民之手。现回首相顾，如遇天下无异于弃大道而求小道，舍本逐末。我大明百姓虽大多无学，说不出什么义正辞严的大道理，却傲骨天成，从不畏惧战争。遥想当年汉武帝倾国之力北击匈奴之时，天下百姓即使无米下炊，穷困潦倒，心中也不曾有半点怨言。且回顾史实，昔日的开元盛世何等的繁荣昌盛，却因唐明皇错心安禄山，使思明之流，终于酿成了安史之乱，以致繁华落幕，苍生倒悬。说得好，朝之文臣，唯你李善长，虽师从儒学，却从未受其所累。孔子有云：“盛极而衰，盈满则亏。”此言的确不假。五胡乱华、安史之乱，皆使我华夏民族元气大伤。但咱相信，事在人为，人定胜天。待到我大明横扫八荒陆河的那一天，自当否极泰来，
永世不衰。大明残暴如此，他日必然不得好报。终有一天，尔等华夏大地终将负我大和的后尘，战今日生死，也当化为厉鬼，亲眼见证。区区蛮夷，安敢在此犬吠？活人我大明尚且不惧，安惧厉鬼乎？若深入幽冥，安敢有丝毫放肆？我华夏无数先烈也定叫尔灰飞烟灭。说得好，可笑此僚不自量力，死到临头竟还敢在此犬吠。少年郎此言当真提气，一语尽述我大明之风骨。给他灌一碗参汤提提神。纵观历朝历代，有哪一位太子储君能与咱彪儿比肩？不愧是咱朱元璋的种。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擅长啊，你素来目光如炬，洞若观火，咱想听听你对咱边的看法。为人臣者，臣有岂敢犯大不敬之罪？评判君上，你我君臣相依20余载，功大于朝，何事不可言？直言便是。恕臣斗胆直言，太子殿下虽为龙章凤姿天日之表，然此前却仁义有余，霸道却稍显不足。各位一代明君却难成千古一帝，但太子殿下为龙章凤姿天日之表，极善吸纳各方所长，才略增进，更是一日千里。今脱胎换骨，破茧成蝶，今后之成就或将青出于蓝胜于蓝。臣敢断言，陛下与太子殿下必将同尊后世。白云苍狗，不曾想短短1年，竟好似换了人间。往日如行天下，重明轻利的大明，如今竟好似脱胎换骨，大有以霸代儒之势。谁说不是呢？以往那重明轻利，被各国权贵私底下调侃为绝世大冤种的大明，如今竟幡然醒悟，着实不应该啊！北原乃大明之宿敌，其下场凄凉倒也在情理之中。但今日倭皇之下场，却足以说明大明对外的态度已然发生巨变。当速速是紧国内，从今往后，我安南对大明当抱以敬畏之心。倘若仍旧如以往那般外尊内讽，后果将不堪设想。言之有理。我安南毗邻大明，无异于握居虎侧，希望皇上还有朝中的那些官老爷们对我等的这份情报能够给予足够的重视吧。你二人在此继续监视，不得懈怠。遵命。就这等潜藏之术，也敢在我锦衣卫眼皮子底下班门弄斧，真是不知所谓。启禀圣上，卑职拦截安南国探子的信鸽，给朕念。启奏皇上，据卑职打探，倭国因不尊大明，如今已成种种枯骨，亡国已成必然。倭皇亦为大明所擒，身受万剐之酷刑，其状惨不可言哦。由此推断，大明今性情大变，大有依法剔儒以霸待人之势哦。故此，卑职泣血上奏，盼望我王从此谨守蜀国之道，万万不可受民以柄，招致灭顶之灾哦。原件放飞，在此之前，先将信笺交于史官尽数抄录一份，告诉他要一字不漏地将其记载史书。咱要用铁一般的事实告诫后世子孙，对外当行之以霸，用之以威。刀子远比他娘的仁义好使。别看了，我的衍圣公大人，圣上派你我去西南教化地方，已是任意至极。没想到事到如今，你还活在梦里，还妄想着有百官出城相送。住口！你这背后捅刀子的无耻之徒，竟还有脸在老夫面前犬吠，岂不知世间还有廉耻二字？老夫倒要问问你，往日交情甚重，何以突行宵小之举？不背叛你们，我赵书明不仅要身败名裂，还将死无葬身之地。从今往后，朝中但有虾仁在，绝对在无酸儒的立足之地。好在他并未赶尽杀绝，事已至此，智者自会感悟，愚者多说无益。遥想五胡乱华之时，我华夏因内乱贫仍为异族所成，无数生灵被当作两脚羊为异族烹食，何其无辜！彼时仁慈何在，天理何在？寒窗苦读14载，不曾想功成名就之时，却悄然忘却了少年时的初心。如今梦碎了，也该启程了。孔大人，你别等了，如今我等与瘟神无异，他人唯恐避之不及，谁会前来相送？众因得果，如今我等落得今日之下场，不怨旁人，只愿我等抱守残缺，表里不一，咎由自取。言尽于此，我等虽然同途，却已形同陌路。山高水长，请恕赵某先行一步。擅长啊！不瞒你说，自100万大军出动以来，咱从未睡过一宿好觉。这步子迈的实在太大，容易总觉着心里不踏实。直到今时今日，我大明连战连捷，内外皆安，咱一直悬着的心才总算是放了下来。所谓投入越大，斩获越丰，臣
臣当在此恭贺陛下。仅凭陛下今日之文治武功，已足以比肩秦皇汉武，我大明盛世可期矣。呵呵，还言之过早。我国暂且不提，诛灭的残垣不过是一条元气大伤的丧家之犬，又岂能媲美汉击匈奴之雄风？至于平叛西南，本就应属朝廷分内之事，何足称道？呵呵。不错，是个好瓜。这小子脑袋咋就这般不开窍呢？难得陪咱这老丈人出趟门，也不知道买个大西瓜给咱解解渴。不买俺的瓜，你就别乱撬啊！要不是看你这汉子上了年纪，俺非得……你非得怎么样？大爷玩笑了，小的在这摆摊卖瓜，求的是财，又非求气，哪敢与人口角？大爷，您要买瓜？你这瓜包数吗？瞧您这话问的，应天府的差爷大多都上俺这买瓜，您说熟不熟？我问你这瓜包数吗？买个瓜而已，您别吓俺呐，包熟一定熟，不熟不要钱。天子敲瓜，当然是口渴了要吃瓜，要是不熟或是不甜，那可就不是钱不钱的事了。您放心，大爷，小的打小卖瓜，但毛给你挑一个又熟又甜的瓜。大爷，您看这个瓜成吗？你挑的瓜还能比得上陛下亲手敲过的瓜？不必找了，把刚刚那位也敲过的瓜，大小均匀分成片。是，小的这就帮您切开。未入3副食瓜，倒是缺了几分滋味。呵呵，西瓜之妙用在于驱暑，未深入冰窖，又岂能尽显其妙？西瓜滋味再好，也难抵粮食珍贵。今太仓之粮能否撑到秋收？回陛下，足以撑到秋收，积蓄8载。又从湖广两地调粮填仓，如今太仓之粮虽消耗甚大，却足以撑至秋收。况且圣君坐朝自有天佑，自正月以来风调雨顺，秋收必丰。待到秋粮入库，朝廷当在无缺粮之虞。此外，早朝过后，内阁接连收到2份奏报，皆为喜讯。臣已上呈，以太子殿下之勤政，想来此刻已然预览。哦，竟接连2份喜报，这2份喜报可是来自西南和漠北？陛下英明，据宋国公遣人快马来报，因朝廷火速平叛西南，战火并未过分伤及农事，已无需朝廷再行调拨粮草。不仅如此，因叛逆土司传承日久，特别是4大土司家族，更是富得流油。此次抄家所得之钱粮，除却大军3月所需外，将尽数运抵京城，反哺朝廷。游离王化之外，形同国中之国，累世积蓄家底自然丰厚，人心不足蛇吞象，放着安稳的日子不过，却受元廷蛊惑，妄图对抗天威，最终落得个粉身碎骨的下场。陛下所言甚是，不入王化称霸一方，即使家底子再厚，一旦天威当头，也将化作南柯一梦一场空。他们不倒，改土归流如何推行？西南何以安稳？又谈何崛起？由此可见，人得懂得知足，须知今日之福，贵来之不易。据魏国公徐达燕王殿下联名上奏，言元廷就此消亡，漠北已再无敌手，北伐大军可救的取时，仅需调拨盐茶等物即可，且缴获的无数战马牛羊等物，臣也准备奏表陛下之后，调集各有司干吏火速赶往漠北负责此事。漠北草原乃绝佳牧场，今落入我大明之手，从今往后，我大明历来紧缺的战马耕牛，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臣敢断言，3、5年之内，我大明无论是国力亦或是军力，必将随之暴涨。虽为喜报，倒也在预料之中。战马可就地放养，骑兵亦可就地成军。至于牛羊等物，倒也不必急于一时。煮熟得鸭子飞不走。这一次，咱总算没做赔本的买卖，朝廷阔绰了，咱也不必再为钱粮发愁了。宾客盈门，想必口碑不坏，就这家了。欢迎莅临本店，本店不仅菜品丰盛，价格也公道。呵呵，2荤2素1汤，看着安排。且慢，岳丈大人难得出来一趟，不如就由小婿做东，以尽孝心，如何？念在你近来还算长进的份上，也罢，就依你。多谢岳父大人成全。小二，清蒸姜鲟、红焖熊掌、慢火炖鹿筋、爆炒凤舌、凤尾虾、松鼠鱼。大菜就这几个，看着上几道应季蔬菜就行。先来3盅冰糖燕窝。得嘞，客官，小的即刻吩咐厨房，您菜肴优先下锅。哎呦，多谢大爷，多谢大爷。这小子真是得意忘形啊！出手如此阔绰，你小子怕不是在倭国发财了吧？小婿的能耐您也清楚，倒是有心上阵杀敌为国建功，无奈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好在虾帅慧眼识人，并未置小婿于尴尬，弃之不用。虾帅治军慎言，过则军法从事，功则不吝重赏。总归一句话，小婿凭自个儿的能耐赚的赏银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孝敬岳父大人您呐。难怪那小子能一路势如破竹，所向披靡。
除用兵诡谲多变外，怕也与其过人的治军育人之能不无关系。说说你都立下了哪些功劳，又分了多少？我军战无不胜所向披靡，兵锋所向尸山血海。小婿及无刀兵之友，自当负责善后事宜。奉辖帅军令，18处万人坑，长期集约所驻京官，皆出于小婿之手。赏功罚过，小婿虽只是微末之功，却也获取赏银1万两。崛起之路注定是一条尸骸之路，风水轮流转，30年河东，30年河西。今日倘若我大明心慈手软，不忍踩踏着一族尸骸强势崛起，他日局势反转，一族必将毫不留情地踩踏着我炎黄子孙的无数尸骸，涂炭天下。弱肉强食的世界本就难以和平共存，既仇恨四海，就当斩尽杀绝，打折不死，后患无穷。即使不为崛起，也该除恶务尽。屠灭一国之事，乃恒古未有之，且如到历世千载，待到倭国亡国灭种的消息遍传天下，必将举世震惊。届时周边各国势必为之如虎。暴民之名即成事实，而尚未您后世之名，他也将褒贬参半，不尽如人意。暴民之名，褒贬参半，助万世之基，开万世太平。即使背上千古骂名又如何？想当年仁德无双的宋仁宗赵祯驾崩之时，竟连辽道宗耶律洪基亦为之鬼哭狼嚎。可到头来，完颜一族强势崛起，取辽而代之，随即铁蹄南下，攻破汴梁之时，可曾有丝毫手软？由此可见，所谓声名于万千黎民而言，于天下而言狗屎不如。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国将崛起，就绝不能为声名所累。但叫我炎黄子孙从此不再饱受涂炭之苦，即使为万世唾骂，咱也甘之如饴。上尉胸怀之博大，放眼古今历代帝王，即使始皇汉武再生，亦稍逊一筹，擅长拜服。上好的冰糖燕窝，3位也请慢用。齐儿，你先尝尝。有心了。李琦呀，除一封狗刨字的信件外，那小子就没叫你捎过话啥的。比如有些大事，信中却只字未提。除上呈给您的那封信件外，虾帅并无其他交代。我的儿啊，你能不能有点长进？圣上的话外之音，你得琢磨啊。咱就明说了吧，你此行虽运回了1000万两，但狼多肉少，朝中6部除户部外，各部司无部虎视眈眈。若非恰逢其会，衍圣公一脉因罪被废之时，朝中震荡，怕是早有人奏请分红。岳父大人的意思是倭国的金山银山有道是穷家富路，一路征战杀伐，想来消耗颇大。你左右无事，索性押运，但要回返倭国，也顺带给咱捎个话给那小子。倭国诸事任他放手施为，万事有咱。但今年年底，咱要过个富足年。再坚持坚持，翻过脚下这道山丘，咱们就能活命了。只可惜老夫年纪大了，怕是看不到我大和报仇雪恨反攻大明的那天。但木村你要死死记住我大和今日所受的屈辱，一定要将今日之恨代代传承下去。终有一天，我大和的后世子孙会叫对面的汉人付出千百倍的代价。来自大明的恶魔，你们等着吧！我大和600万之众，你们是杀不绝的。不错，我大和繁衍生息，代代传承，人众只会越来越多。终有一天，你们会后悔今日所做的一切。报仇要趁早，何必等太久？汉人有句俗话，叫做围魏救赵。待到咱们把家小安顿好，为何不能直接杀向大明？死到临头还在这异想天开，大帅，这就是倭国最后一批自投罗网的兔子了。老远就听到他们鬼叫，这一批赶去投胎的兔子，只怕为数不少吧？启禀将军，倭处漫山遍野，怕是不下5000之众。才5000，统领全军，一切照旧，待兔子齐聚港口，再一举围歼。遵命。大帅小心。陛下，夏雍后他虾人出什么事了？快说！这个我国北朝使臣前来，说夏雍后阵亡于我刀了。你这个3寸钉，给咱说清楚，到底怎么回事？咱的虾人呢？回禀天朝陛下，贵国大军虽然歼灭了南朝，但我们北朝原本想与贵国大帅休战，还派了我等前来大明议和。可贵国大帅不依不饶，非要置我等于亡国之地，我们只能拼死一搏，方能成全武士道精神。至于贵国大帅阵亡，我们也不想。事到如今，我们只希望两国能化干戈为玉帛，我国愿永久臣服于大明。不让你去，你非要去，虾人无耳，我的儿啊！拿命来！皇上小心，这就是你说的化干戈为玉帛。
小小倭寇竟然还想入我大明皇宫行刺，我看你是太着急下去见你们所谓的天皇了。功亏一篑，功亏一篑，就差一点我就差一点，你真当我是吃素的不成？陛下受惊了，小子回来了。夏儿，你这王八羔子，一去就是数月，就仅给咱写了一封歪七扭八的信，你还知道回来？看咱不拿鞋底子抽你！陛下息怒啊，臣给您带回了好东西，是您让李琦传话要的好东西啊。陛下，这里是近1个月波岛石炭银矿所提炼的银两，共计1万万两。仅1个月就产出白银1万万两。还有这里为1月内于倭岛佐渡金山提炼的黄金，共计500万两。此外还有铜矿与木材，我朝已相继进行开采，不日将会源源不断的输送回国。哦，好小子，这才1个月，你不仅帮咱收回了本，竟还大赚了一笔。快通知你母后，让她快把咱得内行打扫干净。另外，擅长啊，通知各大臣，明日统统带着分红凭据来上朝，告诉他们做咱大明的官，咱不但饿不着他们，咱还要拉着他们狠狠赚一笔。臣遵旨。真是很久没有看到父皇如此高兴了。可不是嘛，大哥，我这里投了10万两，您快帮臣弟们算算，我能分得多少红利？是啊，大哥，帮臣弟也算算。臣弟刚从大都回来，竟然碰上分红这等好事，来得好不如来得巧。燕王殿下可真会挑时间啊！我说永昌侯，本王到底哪里得罪你了？你为何总是处处针对本王？还是你西南走了一遭回来，更为居功自傲？冒将不敢，微末小公哪敢和燕王殿下剿灭残垣之功相提并论？四弟贵为燕王，永昌侯你就少说2句吧。这位小公公很是面生，怎么会跑来御前伺候？启禀太子殿下，此人名叫马和，是臣在云南偶然遇见。此人极善水性又机灵，此次带进宫来，是想献与殿下实话。也罢，我就借花献佛，就替永昌侯将这个小公公赠与四弟。蓝将军意下如何？既然太子殿下开口，我蓝玉又岂是小妾之人？今后你就跟着燕王殿下，必得尽心。马和明白，那就多谢永昌侯好意，那本王就恭敬不如从命。你既然跟了本王，本王就须给你改姓，从今天起你就姓张。正合遵命。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现如今残垣已灭，西南平定，土更归流，地方教化推行顺利。更为振奋人心的是，倭国覆灭，倭岛上的金矿银矿已然进行开采，并且已冶炼出黄金500余万两，白银1万万两，今已悉数运回。退朝后由韩国公李善长负责，按昔日各位出资比例进行第1次分红。吾皇万岁！咱有13位皇子已然成年，除太子外，其余皇子每人可率兵10万，由秦王、晋王、燕王带头出国门，真刀真枪打下自己的封地。尔等已然年过16，前程浩浩远大，且回顾辽阔深远。大明如果被异族践踏，沦为牛马奴隶，那么今后受尽宰割鞭打的遭遇，只有尔等承受。若我大明主宰世界，那么号令天下的尊贵，也是尔等少年享受。儿臣遵旨。臣徐达年迈，臣欲派长子徐增寿跟随诸位王爷开疆扩土，望圣上恩准。臣李文忠欲派长子李景龙跟随大军开疆扩土，望圣上恩准。陈汤和欲派次子汤岳随军出征，望圣上恩准。乾隆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去吧，孩子们，天高海阔，任你们闯荡。老七，在前方可就是暹罗的地界了。大哥，您可别和臣弟抢，那里很快就是臣弟的封地了。兄弟们跟上！暹罗此地多有欺诈之举，就让贫僧现行前去为各位王爷扫清一切障碍。三哥，此处的葡萄干还真甜啊！傻弟弟，咱们可不是为了葡萄干来的，抓紧时间，不然就追不上你四哥了。即刻攻城，都悠着点，这今后可是本王的封地。殿下，这就是夏永侯所说的大西洋，这里应该就是世界的尽头了吧？虾人曾说，这大西洋的对岸还有新大陆。传令下去，即刻就地建造跨海大船。正好，此事交由你全权负责。我朱棣倒要去看看虾人口中所说的新大陆到底是什么样的。如若真是幅员辽阔，那里便是我朱棣的封王之地。陛下，还有半日，咱们就可抵达咱大明的海岛，名叫夏威夷。此地距燕王的封地还有一段距离，咱们尽可在此群岛上休息几日。夏威夷，自从老四从海的那头把土豆、红薯和玉米带回我大明，我大明百姓自此再也没有饿过肚子。如今咱早传位给边儿，就带着老哥几个坐船环游世界，还要带着妹子去世界各地看看咱们的儿子。
我说虾仁啊，你整出来的这名叫薯片和爆米花的食物，还真对咱和妹子的胃口啊。是啊，虫爸，这食物确实好吃，咱们的孩子们都分封在世界各地，我也怪想他们的。呵呵，妹子放心，咱们现在想去哪就去哪，你就说这世界地图上还有哪里没有插上咱大明的旗帜？圣上，这最下边叫南极的地方，还没有咱大明的旗帜。南极，虾仁，这是怎么回事？陛下，那地方有些冷，要不咱们还是……有多冷？能冷得过辽东？刚好咱所谓的夏威夷热得很，咱正好想找个凉快的地方避避暑。行，陛下要去那地方，咱们可得提前准备。之前烤鸭拔掉的鸭毛扔了没？鸭毛，家大人要那玩意何用？每人先做件羽绒服。羽绒服，羽毛做的衣服啊？对。那穿上是不是就能飞了？飞不了。虾仁，快做出来让咱瞧瞧。这就开始做。